长青扭了扭有些发僵的脖子，继续拖着沉重的脚链缓缓前行。他看起来17、18岁的模样，如果不是面色阴郁，表情死气沉沉的话，算是极其英俊的一名少年。此时他正身处一处幽暗的洞穴中，洞穴阴冷潮湿，越往深处走去，可以见到到处散落着的骸骨、凝固的血肉、类似昆虫的肢体、粘液和半透明的壳翅。即便如此，从洞穴深处却散发出一股诡异的幽香。渐渐的，路过之处的墙壁上零星多了几盏油灯，沿途依稀能看见一些女人。这些女人个个俏丽动人，她们3、5成群，有的眼神迷离，有的掩面窃笑。唯一相同的就是看向长青的神色全都充满了无边的渴望与痴迷。似乎这个洞穴中除了长青以外只有女人。看着眼前这些红粉骷髅，长青轻叹一声，这一路颠沛流离，几番谋划，没想到最后竟然功亏一篑。他本是一名平凡的地球学子，阴差阳错来到这个世界。这山洞之中群魔环伺，竟是这些女妖同类相识，群魔乱舞的景象。在这个只有女妖的洞穴中，他们自称合欢宗，任何误入其中的男性都只能沦为牲畜一般被他们豢养起来，成为他们采捕修炼的良品，称为人种。长青本想逃离这里，可几经波折，最后却因计划败露而被捉拿，准备带去接受审判。快走，延误了时辰，师父饶不了你。走在前方的女弟子拽了拽拴在长青脖子上的铁链，让他一个趔趄。长青抬起头，看向他的眼神多了一丝意味深长。哼，人种，一会儿被师父炼成纯阳丹的时候，希望你也能这么有骨气。看到长青的眼神，女弟子冷笑一声，手里的铁链一甩，精准抽打在他的脸上，他的嘴角顿时流下血迹。他往地上啐了一口，吐出一滩污血，心中冷笑。这风铃之前因为自己吃了不少瘪，如今自己落在他手里，他也终于小人得志，毫不掩饰对自己的仇恨。他吐出的那滩污血刚刚落地，道路两旁的女人们就开始躁动不安起来。等到风铃和长青刚稍微走远一些，他们立刻一拥而上，扑在那充满白骨、泥泞以及腐烂气息的地面上，争抢长青吐出来的那滩污血，仿佛那是什么绝世美味。不多时，一个女人就将那滩污血含在嘴里，她双眼翻白，癫笑不止，飘飘欲仙一般。不过是一些妖邪而已，在这种地方发生什么都不奇怪，反正马上就要结束了，没什么好怕的。长青表情淡漠地看了一眼这诡异的景象，心中暗道。随着不断深入，洞穴开始出现若干条不同的岔路，行至最深处出现一个大型溶洞，如同一座巨大的广场。溶洞中央竟然格格不入地坐落着一座古色古香、规格不小的宫殿。随着长青一步一步走上台阶，宫殿的牌匾映入眼帘，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长青虽不认得这世界的文字，但也知道这座大殿名为彩云间，是合欢宗宗主所在之处。长青被风铃牵引着带入殿内，整个大殿香烟袅袅，左右共站立3位女子。这3女乍一看，在这宫殿之中好似天上仙子，无论是容貌、气质，都远超洞穴中的其他女人。大殿的正中央有一琉璃池，华光璀璨，云雾缭绕，朦胧之间能看到一个曼妙的身影浮现其中，她身边萦绕着无数长长的飘带，如同仙子的披帛，慵懒地飘舞着。琉璃池前屹立着一盏巨大的丹炉，丹炉之下燃烧着青色的火焰。师父，人种已带到。风铃把长青带到殿前，自己则恭敬地退到一旁站好。师父，杀了他们，都是他和玫瑰那个贱人互相勾结，害死了我洞府中的3个人种。一白发雪袍的美女站出来，指着长青怒斥道：宗主，这人种是个祸害，不能留。又一个黑袍女子站出来说道。雾气后，那所谓的师父悠悠开口：玫瑰啊，可别说本座冤枉了你，本座把这人种带来和你当面对质，你有什么想说的尽管快说，不然可别怪本座无情。大殿左右那4位女子中站出一红发美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她本来明艳动人的脸上，此时却是一把鼻涕一把泪，显得分外丑陋。师父，玫瑰错了，都是他，都是这个人种。他蛊惑弟子，他说要帮弟子继承大位，让弟子帮他逃出这里，骗弟子去替他毒杀其他人种，还骗弟子去偷走您的至宝，都是他啊。他的话让长青心中冷笑，不过也懒得争辩什么。成王败寇，无需多言，如果是玫瑰牵连了自己，自己肯定也会毫不犹豫撇清关系。只可惜自己精心的谋划到头来还是一场空。玫瑰跪倒在地，身体止不住地颤抖，仿佛云雾后的师父是什么极度恐怖的存在，随时都能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好徒儿，你起来吧，本座知道你定是让这人种给哄骗了。师父的声音柔和了几分，悠悠传来。多谢师父，多谢师父。玫瑰磕头如捣蒜，如释重负地爬了起来。下一刻，师父的声音却骤然变冷。可徒儿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起了帮人种逃跑的心思啊。
玫瑰突然难以置信地伸手抓向自己的脸颊，一股漆黑的浓液从她的七窍之中喷薄而出，伴随着浓重的黑气。师傅，求你，不要！她的声音变得模糊，充斥着绝望。砰的一声，她的胸前突然爆裂开来，玫瑰的声音变成了刺耳的惨叫，几个呼吸间又安静了下来。本属于美人的樱桃小嘴裂开成一个诡异的角度，口中2颗赤红色的硕大獠牙如同昆虫突出的口气。躯干处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8只手臂在空中保持着扭曲挣扎的姿势，凝得如麻花一般。刚刚还是个美艳的女子，此时却已经变成一具漆黑的焦尸。人种，玫瑰说的可都属实啊。师傅阴冷的声音时而沙哑，时而尖锐，如同吐信的毒蛇。他一挥手，云雾散去，所有的女仙全部自觉地低下头。那华光溢彩的琉璃池中密密麻麻爬满了毒蛇，环绕在女人周身。她面容妖艳美丽，可身躯竟如风烛残年的老妇一般。云雾中那看似曼妙的身影，只是紧紧缠绕她周身的群蛇模拟出的姿态，而她身边那些所谓舞动的丝带，也不过是一根根蛇尾。看这架势，如今逃出这里已经没有丝毫希望。长青索性就放肆地大笑起来，哈哈，原来如此，怪不得这些女妖个个穿着袒露，唯独你裹得严严实实，原来是为了掩饰你这副丑态啊！还女仙，你这条老蛇！他神色一凝，恶毒地看向眼前的师傅。老怪，我受的罪都会让你偿还。你别急，我有的是时间，和你慢慢玩，连你这合欢宗也一并毁掉，是吗？本座这就把你炼成纯阳丹，看你还怎么嘴硬。师傅说着，枯槁的手一挥，无数毒蛇缠绕住长青的全身，将他拖入丹炉之中。巨大的高温瞬间就让他失去了意识，仿佛灵魂出窍一般。他窥见自己的脑海中似乎有着一座诡异的钟表，缓缓逆转。那钟表周遭被细细的触枝包裹起来，肆意扭曲着，表盘好似噩梦般无定型的坍缩、蠕动、流淌。12颗代表时间的眼珠，浓液似的在它的表面不断的形成又分解。表盘之上的镜面闪烁着邪异的光芒。紧接着，黑暗吞没一切。再度睁眼，映入眼帘的是天花板上就到有些暗淡的节能灯泡。床上熟悉的被褥被他胡乱的踢蹬过，缠绕在他的身上。又回来了。林长青从床上坐了起来，随手打开手机看了一眼日期，不出所料，1月8日。没错，他陷入了一场无尽的循环之中。每次在那个世界死亡或者生活了满3个月之后，脑海中出现的那个诡异的时钟就会引领他回到现实，回到这个熟悉的1月8日的下午。而等到午夜12点时，他又会在梦中重生到那个幽暗的洞穴中，从一个普通的地球青年林长青变成另一个世界阴郁的英俊少年长青。重头开始，一阵头痛眩晕和恶心的感觉袭来，他冲向卫生间呕吐了起来。洗了把脸，看着镜中的自己，20出头的年纪，虽然不像是刚刚的少年模样那般英俊，却也是阳光帅气，只是面容无比憔悴。就在这场无尽的循环开始之前，他在医院检查出了脑癌末期。刚刚在彩云间被那所谓的师傅扔进丹炉中，被瞬间炼化，已经是他在梦中解锁的第4种死法了。他分不清这到底是所谓的穿越，或者只是一个脑癌患者临死前的幻想。按理说，他作为一个现实中时日无多的人，按那些女妖的只是当个人种每日纵欲享乐也未尝不可，安然度过那3个月，再继续循环，没必要每一次重生都像他似的瞎折腾，想办法逃出去。长青之所以这么做，只是因为他求生的本能。闭上眼，他在意识中窥向自己的脑海，一座诡异的钟表正在缓缓转动，似乎是感受到了他的视线一般，表盘上蠕动着代表时间的12颗眼珠，同时诡异地睁开，瞳孔如同幽邃的星空。是的，在另一个世界，自己每次死亡时见到的那座诡异时钟，此刻就在自己的脑海中。也许它就是自己的肿瘤脑癌的根源。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如果说在另一个世界中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有一部分能反映到现实中，那么现代医学无法治愈的疾病未必就没有痊愈的可能。这个念头是支撑他每一次重生都努力挣扎的唯一信念。另一个世界中的妖邪，尤其是那个所谓的师傅，似乎拥有着极长的寿命和诡异的能力。如果自己也能掌握这些手段，并且活着逃离那个魔窟，也许就有机会影响现实中自己的身体，延长自己的生命。长青暗自在心中为自己打气，无非就是再多死几次罢了。即使有3个月的时间限制，他也希望能在这有限的时间内了解到那个世界更多的秘密。手中掌握着无限重生的能力，别说是一个小小的合欢宗，就算是刀山火海，自己也未必不能杀出重围。那个所谓的师傅，还有曾经折磨过自己的女妖们，自己一定要亲手向他们复仇。不，他要亲手捣毁那个淫邪魔窟，才能解心头之恨。正想着的时候，手机铃声响了起来。长青连看都没看，凭借前4次重生的记忆，就已经对这通电话再熟悉不过。他熟练地拿起手机，接通了视频请求。
长青，你好点了吗？屏幕中出现一个俏丽的少女，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羽绒服，本来白皙的脸颊被寒风吹得有些微微泛红，黑色的长发有些凌乱地披在肩上，却依旧难掩她的美丽。AR 画图，为爱发电，技术有限，多多包涵。我没什么大碍，你怎么边走边跟我视频？小心看路。哎呀，人家不是担心你吗？给你点的外卖，你有吃吗？少女的声音小了几分，眼光左右瞄了瞄，似乎是害怕周围有人，有些话羞涩的说不出口。你都已经请假好几天了，我都可想你了。长青笑了笑，去客厅拿来一个外卖盒，从里面取出一个汉堡。他对着视频咬了一大口，含含糊糊道：不用担心我，清河，我没事，只是小小的流感而已，过几天就好了。你也要戴好口罩，别传染了。他强忍住剧烈的头痛，勉强打起精神，让自己在视频中显得没那么憔悴笨笨。名叫叶清河的少女乖巧的点点头，从包里翻出一个粉色口罩，戴在了脸上。我之前戴了的，这不是要和你打视频吗？我怕不好看，就摘下来了。长青很熟练的停顿了片刻，没有接着开口，马上视频中就传出了其他同学的声音：叶大校花，看路看路，走过头了，教室在这边。哎，知道了。叶清河忙抬起头追了过去，看着视频中少女忙碌的模样，长青开口叫住了她：清河。怎么了？没什么。长青犹豫片刻，还是忍不住说道：叶大校花，把口罩摘了呗，我想好好看看你。哎呀，你讨厌。叶清河嘴上这么说着，还是听话的把口罩摘了下来，俏丽的脸庞更加娇艳了几分。少女的脸红胜过最动听的情话，长青把这幅景象深深印在脑海中。突然强烈的眩晕感袭来，他忍不住对着面前的水池干呕起来。叶清河见状关切道：长青，长青你怎么了？你还好吧？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嗨，没事，我没事。长青摇摇头，对叶清河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你专心上课，不用担心我，明天我就回去了。不等叶清河回应，他就挂断了电话，低头剧烈的呕吐起来。强烈的头痛、眩晕、视线模糊，已经让他没法坚持伪装下去。这些都是脑癌末期的典型症状：头痛、眩晕、呕吐、视力下降、精神疾病，包括偏瘫。他心中一凛，前几次重生，自己明明还可以和叶清河完整打完这通电话，可是这一次自己的脑癌明显更加严重了几分。难道说是自己重生太多次付出的代价吗？其实他本就清楚自己的重生是会付出代价的。他已经重生了4次，之前每次重生，他在另一个世界的所谓修为就会减弱几分。到了第4次的时候，他甚至已经成了一个普通凡人。难道这次重生之后，自己在另一个世界的修为降无可降，代价就反映到现实中了吗？如果接下来的每次重生都会让现实中自己的病症严重几分，迟早有一天他会撑不到午夜12点，失去再次重生的机会。正思索时，他的视线又是一阵模糊，迷迷糊糊间，水池里自己的呕吐物赫然变成了洞穴中那些凝固的血肉、昆虫的肢体、粘液和半透明的壳翅。长青的身体一颤，不敢置信地抬起头，镜中的人早已不是本来的自己，而是另一个世界那个阴郁的英俊少年长青。镜中的少年正满嘴血污，诡异地笑着。长青慌了神，跌坐在地上，他的手颤抖着摸到了刚刚手机的位置，也许只有叶清河的声音能让他的心平静下来。他视线越发模糊，只能把手机凑到了眼前，可定睛看去时，面前哪还有什么手机，分明是另一个世界中自己的那块贴身令牌，漆黑的令牌上刻着令与长青4个大字。他的手胡乱的四处摸去，发了疯似的要赶快找到一个能证明自己依旧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物品。但随着视线的模糊，他的手再也摸不到卫生间冰冷的瓷砖，入手的只有满地泥泞，温热的血肉带着淡淡的腥臭气息。砰的一声，似乎是卫生间的灯泡坏了，他的世界从模糊变成了一片黑暗。下一刻，脑海中那座诡异的时钟指针同时归零，在他脑内发出悠远而低沉的长吟。整个房间的环境开始扭曲变化，无数不可名状的力量如同诡秘的触手遍布整个空间，将这个世界重新排列组合。小弟弟，你春服满意，能来到这极乐天堂，可是几辈子修不来的福分，快来，姐姐们带你登顶极乐。视线从模糊归于清晰，长青眨了眨眼，昏暗的洞窟内，几对闪烁着幽光的眸子正对着自己。几个女人的大氅纷纷脱下来，平铺在地上，好似一张大床。耳边娇笑盈盈，一时间春意盎然，几乎快令他喘不过气来。自己的脚边赫然是一具女人的尸体，尸体上还温热，血肉模糊，脖颈处更是被撕裂开，像是被什么野兽扯下来了一大块血肉，死不瞑目。不对，这是怎么回事？长青心中大骇，眼前的一幕和前4次的重生经历全都不同。前4次都是午夜12点，自己才在睡梦中进入到这个世界，
这次却仿佛生拉硬扯一般，强行让自己提前来到这里。上一次重生的开端，还是他从关押人种的洞穴中醒来，但此刻的时间应该是自己在洞穴中待了1个月后，第一次被带去所谓的欢宜殿，让这些女妖采捕的情景。不知道什么原因，长青这次重生的开端往后推进了1个月。前几次的重生经历让他深刻明白，眼前这些外表美艳的女人并非善类，甚至并非人类，她们没有正常的伦理观、道德观，有一些的智商还略显低下。身着衣物和口吐人言更像是他们对人类一种拙劣的模仿。实际上，长青能经常见到他们同类互食的场景，可眼前的场面还是分外的诡异。地上那具女尸明显是他们的同类，他们却好像视若无睹，只对眼前的长青感兴趣。他仔细看去，认出躺在脚边的尸体是一个叫希儿的女妖。死人他在这个世界见得多了，早已经麻木，只是他想不通这女妖好端端的为什么死在了这个地方。嘴边传来一阵腥味，长青伸手一抹，这才注意到自己满手满嘴的鲜血，不禁觉得一阵反胃。这女人死前溅出来的血液，好巧不巧弄了自己一嘴，来不及感到恶心，他咬紧舌尖，眼神恢复了一丝清明。不论发生了什么，眼下自己也不能被这些女妖给采捕了。这些和欢宗的女妖们都修行了一种特殊的秘法，只要被她们采捕过一次，就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而后渐渐上瘾，最后变成一具只知纵欲享乐的行尸走肉。被采捕过的人种最后会慢慢丧失元气，等到元气消耗殆尽，再被他们拿去炼成纯阳丹当作补品。他的结局就曾是如此。不过重生之前，他心里就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完备的计划，岂能被区区一具尸体吓到乱了方寸？想到这里，长青准备重复前世的逃脱方式，他假意沉醉其中，趁机屏息凝神，将一个女妖头顶的发簪攥在手里。方法很简单，自残，当然是针对某个特殊部位。此举算是在试探这些女妖的底线，只要自己暂时没法行人道，这些女妖也就无法采捕。但他们又舍不得把自己这个年轻力壮的人种直接拿去炼丹，就会想办法治好自己的伤，这就给自己大大争取了时间。代价就是对自己太狠了一点，只有身为男人才知道那种痛苦。不过长青已经习惯了，在这个魔窟里，他摒弃的第一个缺点就是优柔寡断的性格。这个世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对别人狠，对自己更要狠。正当他举起发簪就要狠狠扎下去时，突然视线一阵模糊，整个世界一片动荡，脑海中那座诡异的时钟疯狂旋转，长青感到头痛欲裂。而后一道小小的漩涡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漩涡中心漂浮着一个白色的光团，白色光团发出一阵微弱的光芒，长青只觉体内一阵燥热，血脉喷张，一时间也顾不上自残的计划，只觉得仿佛什么东西要破体而出。此时身边的几名女妖就仿佛一朵雪白的血肉百合花，正在缓缓盛开。噗嗤，几个女人同时陡然失声，紧接着好似溺水之人挣扎几下，喉咙里含含糊糊，几口鲜血同时喷吐出来，抽搐了几下，没了声息。洞外的女弟子听到异动，闻声赶来，看到眼前的情景，瞳孔陡然缩成针尖大小。洞穴中溅满了鲜血，几个赤裸身体的女人姿态各异地抱成一团，死在了一起。如果说刚刚的春色如同一朵雪白的肉百合，那么现在的情景就仿佛一朵盛开着的血百合。血百合中心的花蕊是数根长长的骨刺，肆意地从中央穿刺而出，洞穿了几女的身躯，昆虫标本似的把她们搔首弄姿的姿态定格在半空中。人间炼狱不过如此。那女弟子尖叫一声，夺门而出。就在她走后，插着那几具尸体的几根骨刺缓缓缩回，几具尸体也随之跌落，露出躺在中央的长青。他半张脸都沾满了鲜血，让他看起来如同炼狱归来的修罗一般，只是面色惨白，仿佛戴了一张洁白的陶瓷面具。低下头看着缓缓没入自己身体中的骨刺，直到胸前的几道伤口也尽数愈合，他才有些疑惑地摸了摸自己的肋骨。刚刚自己使用了玉灵，自己又重新有了修为。顾不得多想，长青闭上双眼，向脑内感知而去。在他的脑中正有一道小小的漩涡，漩涡之中承载着一个乳白色的光团。也许我重生的能力是这样的，当修为降无可降时，重生的时间就会相应的往前推进，留给我的时间少了1个月，本来是3个月之后会强制重生，现在仅剩下2个月。不过相应的，我也重新获得了修为，福祸相依。饶是经历过几度生死，此时长青也依旧判断不出眼前的状况是好是坏。可惜只是疏忽一转的修为，能做的事情还是太少了呀。再度睁开眼，长青有些遗憾道。看着面前一堆白花花血淋淋的尸体，他也是一阵头疼。他本想先行自残，等回到关押人种的洞窟之后，再依靠前4世的记忆实施计划，但没想到刚刚自己下意识地使用出了玉灵，竟杀了这些女妖，打乱了原本的计划。想到接下来要面对的那个人，长青顿感一阵头疼。哎，也罢，人力终有穷尽时，月儿上难天天满。即使机关算尽，也难免出现意外。
更何况还是玄而又玄的一姐。几番重生早就让长青看得很开，即便他喜欢运筹帷幄，一切都按照自己的预期进行，可面对意外，他也能坦然接受。不再多想，长青睁开眼，上前从一堆血淋淋白花花的尸体下抽出自己的衣袍，抖落上面侵染的鲜血，他把袍子披在身上，席地而坐，静静等待。大胆！几位师姐是不是被你所杀？你这人种竟敢如此！不多时，之前逃走的女弟子此时也赶了回来，怒气冲冲地指着长青质问道。女弟子身后，一双修长的美腿跨入洞内，一名身材高挑的美人随后走了进来。她一头如雪的白发，身披雪衣，腰如绢束，脖颈长袖，皮肤洁白如玉，面色清冷如霜。AR 画图，为爱发电，技术有限，多多包涵。美人看向长青，皱了皱眉。长青却在心中冷冷一笑：冷梅，你这个反差女终于来了吗？这冷梅在这合欢宗中地位不俗，她不只是宗主柳露座下的风花雪月4大护法之一的雪护法，同时也掌管这个欢宜殿。当然，所谓的欢宜殿说的好听，不过是这些女妖定期和人种采补的一处洞窟罢了。只是这冷梅本人倒是实力不俗，而且性格颇为麻烦。冷梅师姐，您快把这人种拿下，给几位师妹报仇。那女弟子又叫嚷了起来。冷梅美目微眯，看了她一眼，视线如冰封雪刃。女弟子自知失言，吓得退到一旁不再出声。冷梅扫视了一卷洞中的惨状，却没有很吃惊，表情依旧清冷高傲。她缓步上前，面对席地而坐的长青，居高临下的开口：几位师妹是你杀的？长青抬起头，之前一直低着头被长发掩盖住的俊俏容貌映入冷梅的眼中。不出所料，长青看到冷梅清冷的眸子中波光一闪，像是点燃了一丝火花。哼，果然这女人不管什么情况下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心里想着，长青站起身，抬手施礼：见过冷梅仙子，这几个贱畜正是在下所杀，只因在下身为仙种，他们还不配与我双修。哦，冷梅的眼中再次有所波动。既然你贵为仙种，初到我合欢宗时怎么没有检查出来？应该是负责检查的弟子疏忽了，不信仙子您可以亲自来验。所谓仙种，其实就是有修为的修士。误入这合欢教的男人虽然不少，在关押人众的洞窟中就有不下180人，但是这些都只是凡人，被他们称之为人种。而误入合欢教中的修士是极其稀少的，被他们称之为仙种。仙种整个合欢教也不过几人，不但有专属的洞府，有专人伺候，甚至还会有修行资源供他们修行。不过所谓人种仙种，本质上也没什么不同罢了，任务都是定期被这些女妖当作采补繁衍的工具。当然，仙种也只有地位崇高的弟子才有资格享用，就比如冷梅这种地位仅次于宗主之下的4大护法。冷梅走上前，玉指在长青的额头上轻轻一点，感知到长青脑海中的窍穴和窍穴中的玉灵，他满意的点点头。凡人不会有窍穴，更没有玉灵，看来你果然是仙种。他转头对身后的女弟子道：丁香，你出去，我要好好检查检查这仙种的资质如何，是不适合修行我宗功法。女弟子再不敢多言，赶忙低头退出去，甚至不敢多看一眼。资质是滋味吧？长青心中嗤之以鼻，却还是没有反抗，乖乖站在原地。待到女弟子退出之后，冷梅立刻换了副表情：仙子你这是……还没等她说完，冷梅的玉指已经抵在她的唇间。嘘！此刻她再也没有了刚刚的清冷，仿佛变了一个人，满脸媚意。我美吗？美，美，真美。长青装作手足无措的样子，心中却暗自腹诽。反差女在同类的尸堆旁边尚且如此，果然够变态的了。前3世的时候，长青的修为还没跌落至凡人，一直都是仙种的身份，但他依旧没能在3个月内逃出这合欢宗，反倒不如第4世自己身为凡人时更接近逃脱。其中第3世没能逃脱，就拜这个冷梅所赐。这女人确实长得极美，清冷高傲，美而不媚，连自己都被她的外表所蒙蔽了。仙种是可以自己选择去服侍哪位护法的，长青第3世就选择了她。这女人一副生人勿近、高傲无比的姿态，让长青以为选了她应该比选其他3人更安全一些，也许自己能免于遭受采捕，有更多的机会去布局，设法逃脱。没想到这女人才是4大护法中最变态的一个，她洞府中族豢养着3个仙种，还有10余个普通人种。对她这种修为来说，采捕普通人种对她修行的提升微乎其微，她只是单纯的为了满足自己近乎变态的欲望罢了。这女人虽然思维简单无脑，但是欲求无度，长青根本无法逃避。自己这副躯体又长得非常俊俏，不管是仙种的身份，还是从外表上看，都完美符合他的喜好。第3世是长青最不愿回忆起来的一世，只因他被这反差女折磨得不轻，足足折磨了3个月之后，也没能逃出这里，最后强行重生。别愣神了，小弟弟，随我过来。
冷梅拉起长青的手，到了离尸堆远一点、稍微干净些的角落。极度兴奋之下，他脸颊两侧各裂开3道细缝，6颗漆黑的瞳孔睁开，闪烁着诡异的光芒。尽管马上要被这女人得手，长青却依旧不慌不忙，心中默算着，算算时间，应该快了。果然，一个黑袍女人踏入洞穴，走到了冷梅的身后。她身材矮小，还略有点佝偻，黑色的兜帽让她的脸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模糊不清。冷梅，停下！女人的声音略有些沙哑，分外刺耳难听。冷梅一愣，随后露出满脸的厌恶之色，额前的6只眼睛缓缓闭合，粗长的尾刺也缩回到体内。月桂，你爱做什么？宗主练功反噬，急召我们4大护法前去疗伤，你跟我来。说罢，月桂又扫了一眼洞中血腥的场景，漠不关心的随口问道：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冷梅整了整略有些散乱的衣衫，又恢复了清冷高傲的姿态。这几个小辈擅自染指仙种，死了也就死了。仙种？月桂看向长青，那正好，一并带去，若是教主伤势严重，正好可以用作补品。长青心里暗道不妙，依靠前世的记忆，他知道这个时间同为4大护法的月桂会前来叫走冷梅一同去面见教主，所以刚刚他才没有刻意去阻止冷梅想要采捕自己。但他没想到这月桂居然能提出来要把自己拿去给教主柳露那条老蛇当补品，他可不想就这么稀里糊涂的重来一世，留给他的机会不多了。说罢，他看向冷梅，眼神中尾装出恳求之色。那可不行。冷梅这个下半身思考的女人果然上道，当即上前半步，把长青护在身后，一脸冷意。仙种珍贵异常，怎么能随意就消耗掉？再说了，这仙种我喜欢，如果师傅需要疗伤，大不了我拿我洞中其他的仙种来换他就是了。随你。月桂的声音依旧冷漠沙哑，旋即自顾自踏出欢宜殿的洞穴。走吧，仙种按规矩也得先拜见师傅，而后被师傅分配到洞府中修行。冷梅跟上月桂，随后似乎有些不放心似的，回头扫视长青一眼。不过被分配的时候，你要选谁，清楚吧？仙子放心，4大护法之中，在下最仰慕的就是仙子您，若是能服侍仙子，在下3生有幸。长青应道。冷梅满意的点点头。名为彩云间的大殿内，气氛略有些凝重。宗主柳露正盘细坐在殿中的琉璃池内，她身着一件华贵的锦袍，身材凹凸有致，风韵犹存，只是紧闭着双眼，神色痛苦。当然，若是长青看到了，自然清楚，在她的衣服之下，组成她妖娆身躯的，不过是盘踞在她身上的无数条毒蛇。在她身边是一个红裙美人和一个绿裙少女，正是4大护法中的花护法玫瑰和风护法风铃。此刻2人正跪在两边帮她疗伤，只是这疗伤的方式实在分外诡异。玫瑰双眼赤红，额头上的6只鬼眼闪烁着红光，从她肋下额外生出6只手臂，在她纤细的蛮腰处拖拽着什么，仔细一看竟是从她肚脐处抽出一根根晶莹的丝线，丝线从她的8只手臂中经过，最后她的下颚张开成一个诡异的角度，从口中伸缩出的口气上，2颗巨大的獠牙钳着丝线，一圈圈地缠绕在柳露的身上。风铃看起来则更加可怕，她赤裸着上身，纤腰分外骨感，她腰身上几乎没有任何皮肉，乍一看像是要断裂开来，整个脊柱暴露在外面。从脊柱两侧本来应该是肋骨的地方，却生出无数根细密的触角，曲曲折折地扭动着，抓着柳露的身体，似乎是在注入脊柱中的液体，这让她看起来像是一根2米余高立起来的蜈蚣。长青随着月桂和冷梅踏入殿内，看到眼前的景象，没有丝毫吃惊。这几个妖女的各种样子，她前几世都见了个遍，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引起她注意的却是在琉璃池外正站着一个陌生的少女，她身形高挑修长，和这山中大多数争奇斗艳的女人穿着不同。她仅身着一身素雅的白裙，却依旧难掩曲线曼妙，袅袅娜娜，摇曳生姿，肩如刀削，蛮腰盈盈。再向上看去，只见女人如天鹅般的脖颈上方戴了一张木质面具，面具上密密麻麻地刻画着各种复杂的符咒，纵然精美，但遮住了美人面容，也会让人觉得极其不和谐。奇怪，这女人既然能在这彩云间大殿中，那她的地位一定不低，可前几世我为什么对她没有丝毫的印象？长青心中疑惑之际，步入殿中的月桂率先开口：宗主，我和冷梅也到了，还带来了一个新的仙种，不知您是否需要仙种疗伤？柳露睁开眼，看到面前的长青，满意的点点头。甚好，洞中已经许多年没有过仙种了，红颜将他领到丹室，有些事情本座要亲自问他。是，师父。应声回答的正是长青前几是未曾见过的戴着面具的少女。跟我来吧。少女轻移莲步，引着长青走向大殿外，去往柳露的书房。一路上，长青的思绪飞转，
前几世得到的信息我已经清楚，想要离开这合欢宗，关键就在于这个宗主柳露。听说他身上的百花令就是离开这里的钥匙。前几世他也曾经尝试偷跑出去，但是这个洞窟仿佛无边无际，没有尽头，不管自己怎么走，结果都是迷了路，原地打转。最后从玫瑰的口中他才得知，这合欢教所在的百花窟是一方单独的天地，与外界无法相同，只有宗主柳露手中的百花令才能让人离开这里。但这百花令珍贵异常，据说柳露一直随身携带，其余弟子就算是4大护法也没有资格使用。本来长青计划借助这次面见他的机会，想办法留在他身边，之后再设法将百花令偷到手。但是眼前的状况出乎了他的预料。前几世自己身为仙种面见过柳露，所走的流程都是简单的检查一番身体，而后让自己选择要服侍的对象。可这次柳露竟说让自己去什么丹室，这和他记忆中的流程完全不同。这次自己重生的时间往后推进了1个月，难道这1个月中发生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改变了事件的走向吗？短暂的吃惊之后，长青并没有慌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事件上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这几个关键的人物，他们都是没变的。他们的脾性、喜好、弱点，靠自己前几世的经验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要想打败你的敌人，就要先了解他。这几个女妖虽然恐怖诡异，但凭我得到的信息差，只要好好利用，未必不能破局。心下想着，长青看向走在前方引路的少女，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最奇怪的就是这个女人。长青在这合欢宗重生了4次，每次将近3个月，加起来都快生活了1年之久。可以说这洞中上千名女妖，但凡是有些特点的，她连名字都能记得住，就算是记不住，也会大概有个印象。在自己前方引路的少女明明如此显眼，自己怎么可能一点印象都没有？她喜欢掌握准确的信息，对对手有全面的了解，对胜负有绝对的把握，才是她的风格。眼前引路的少女无疑是新出现的一个未知的变数，这种感觉就好像心里扎了根刺，让她很不舒服。仙子容姿如此出众，为何从来没听过您的芳名？长青试探着开口询问道。洛红颜。少女声音平淡，无悲无喜，仅仅是说了自己的名字后，就不再多说一个字。长青在脑中拼命思索着和这个名字有关的信息，但是很遗憾，他十分确定自己重生的这4次，从来没听说过洛红颜这个名字。原来是洛仙子。失敬失敬，仙子能身居宗主大人身侧，想必地位崇高，以后还仰仗仙子多多关照了。怕是你要失望了，我并不会什么双修采补之法，也不需要什么仙种服饰。洛红颜的声音带着些许冷意。一会儿师傅问完话，老老实实的在那4个怪物中挑一个去服侍，做好你该做的。至于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不该觊觎的东西别多想。他的这番话让长青陷入了思考中。他故作殷勤，自然不是真的对洛红颜有什么龌龊的想法，单纯是为了试探。可洛红颜的回答却非常值得玩味。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身为合欢宗的一员，地位不低，还是柳露的弟子，可他说自己不会什么双修采补之法，也不需要仙种服侍。奇怪，他管那4个护法叫什么？怪物？什么意思？这些女妖不都是形态各异的妖物吗？他为何说别人是怪物？那他自己又是什么东西？除非……长青突然想到了什么，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猜想出现在他的心中。你是人？他不禁脱口而出。洛红颜的脚步一顿，回过头，面具下一双美眸透露着些许无奈。大惊小怪什么？只许你是人，不许我是人。可据我所知，合欢宗只留男子，若是女子误入进来的话……短暂的吃惊之后，长青马上又恢复了冷静。这女人的身份非常特殊，她自然要更多的了解，说不定对自己就会有所帮助。男子留为人种，女子分而食之。洛红颜的声音透露出一丝玩味。我能活得好好的，自然有我的办法。倒是你，别以为靠着那么一点低微的修为，混了个仙种的身份，日子就好过了。与其去揣测我，不如先想好自己今后该怎么办吧。说完，二人已经走到一处洞口，洞口立着一处简陋的木门，门上的牌匾歪歪斜斜的刻着2个扭曲的文字，应该是丹氏的意思。这个世界的文字十分的扭曲复杂，和地球上的汉字完全不同，长青并不认得。洛红颜侧过身，示意长青进去。你就在这里等师傅过来，别乱动丹氏的东西，别乱动。最后几个字他似乎是刻意的，又强调了一遍之后才关上了门。长青把耳朵贴在门边，听着洛红颜的脚步渐渐走远，才四处打量起这间丹室。前4世他都没有机会来到过这里，甚至没有听说过还有这么个地方。所谓的丹室，也就是修士修炼的地方。这洞内倒是少有的干净整洁，比那美其名曰的欢宜殿强了不止多少倍。洞中点着几根蜡烛，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的油脂做的，燃烧时哔哔作响，还带着一股淡淡的腥味。山洞的正中央供奉着一尊神像，
也是他从未见过的形象印象中的神像，要么慈眉善目，要么威武霸气，要么仙风道骨。可眼前这尊雕像只是一个披着长袍、佝偻身躯的老者，丝毫看不出一点神性，反倒是头顶稀疏的几根毛发和满嘴呲出来的黄牙，看起来阴郁猥琐，像是传说中的巫妖。神像前放着2个蒲团，除此之外，整个房间最显眼的就是一座1人多高的丹炉和一个简陋的书架，书架摆满了各种泛黄的古籍。对于这个世界乱七八糟的神佛，长青当然是全无敬畏之心。他先是摆弄了一下那尊神像，发现并没有什么机关暗格，神像摸起来很实诚，感觉也并非空心。紧接着他又举起了供桌上的蜡烛，照向了那座丹炉内部，炉内漆黑一片，连一点渣子都没有。最后他才去翻找书架上的古书，除了一个打不开的木匣子以外，没有任何收获。没办法，奈何自己是个睁眼瞎，这世界的字自己一个也不认识，也没法从这些古书中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倒是这个木匣子非常奇特，不知道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只是感觉分外厚重，坚硬无比。匣子表面非常光洁，并没有上锁，也没有什么锁孔，但任凭长青如何用力，就是打不开。把匣子放回原处，他又举着蜡烛仔仔细细找遍了这洞中每一处昏暗的角落，确认什么都没有之后，长青才把丹室内的所有东西都归放到了原处，思考了起来。什么都没有倒也正常，柳露肯定不能把百花令随意的放在这里，但是他让人把我领到这座丹室来，又是什么意思？难道要拿我炼丹？不会，若是要拿我炼丹，早在彩云间就把我炼化了，哪用得着这么麻烦？还有那个洛红颜，回头应该多加试探，不能留这么一个不安因素扰乱我的计划。长青并没有因为洛红颜是人类而对他放松警惕，不管是在地球还是在异界，人心叵测这个道理都受用。他既然能与这些女妖厮混在一起，即使是人类又如何？对长青来说，大概率是敌非友，只是利用的方式可能不同罢了。正在思索间，丹室的门被推开，柳露走了进来，拜见仙子。长青很识趣的作揖行礼。你不必拘谨，你既然是修士，和本座说说你叫什么，从何而来，师承何人，如今是何修为？柳露关上门，嘴上说着不必拘谨，可他高高在上的姿态和语气却带着威严。回仙子，在下名为林长青，我只是一介散修，并没有什么师承，至于家乡则在很遥远的地方，蛮夷小弟不值一提，至于修为，在下修为低微，只有疏忽一转。这套说辞他已经轻车熟路了，除了名字以外，都照搬在地球上看的玄幻小说的说法，反正说了也等于啥都没说。师承他当然是没有的，对于这个世界修行的知识，都是他依靠几世的重生，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拼拼凑凑慢慢了解到的。至于名字，他穿越而来时身上就一直有着一块黑色的令牌，上面刻着的文字他竟然认得，上面刻着令羽长青4个字，他觉得应该就是这具身体原主的名字。不过他却一直隐瞒着这个名字，第一世穿越来到这里时，他就自作聪明的在彩云间大殿上报出来令牌上的名字。可听闻令羽2个字的女妖们就仿佛听到了什么禁忌一般，就连柳露也愣在了当场。而后身边的月桂猛然出手，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当场诛杀。直到第2世他重生归来，说出了自己本来的名字林长青后，才算相安无事。至于这令牌的来头和为什么令牌上雕刻的是地球上的汉字，也容不得他调查。他只是觉得还没有搞清楚的东西不应该就这么随意丢弃，毕竟一丝一毫的线索都有可能成为破局的关键，所以也就稀里糊涂的把这个令牌留到现在。还好这令牌上雕刻的文字那些女妖并不认识，自己带在身上也没什么关系。遥远的地方，蛮夷小弟，柳露喃喃自语，你那蛮夷小弟可曾开化，可有文字书籍？长青本以为他会更关注自己的修为，猜测他可能是患有什么暗疾，需要寻找特殊的方法医治，却没想到他会关注自己的来历。可曾开化，可有文字书籍？他这么问，是需要有人帮他识别什么异域文字。思索间，长青又有些哭笑不得。虽然大概率自己应该不认识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异域文字，但可以先应承下来，就算到时候真的不认得也没什么损失。何况在地球的时候，自己好歹是个大学生，若是要承认泱泱华夏5000年文明未曾开化，他下意识还是不想这么违心的说出口。回仙子，在下的家乡虽然是蛮夷小弟，但那里还是有自己的文字书籍的。柳露听后转身来到书架前，翻找之后将刚刚长青翻出来的盒子拿在手中。他平时都身着宽大华美的锦袍，将自己枯槁一般的身躯遮蔽得严严实实，但此时他从宽大的袍袖中伸出手来，手指以一种特殊的频率敲打在盒子上。他的手指干枯细长，像风干的木乃伊，和他的美貌完全不符，手指震动着敲击，好似响尾蛇的尾巴。片刻后，盒子竟然自动开启。长青这才看见盒子的内部有着一个锁别，一条小蛇原本紧紧缠绕在上面，锁住了盒子。
而随着柳露的敲击，小蛇缓缓舒展身体，盒子自然也就轻易被打开。柳露从盒子中捧出一本古书，翻开书页。这本书的纸张不知道是用什么材质制作而成，每一页都是鲜艳的红色，而且散发着浓浓的血腥气。柳露将古书递到长青面前：“你若认识这书中的内容，念于本座，本座重重有赏。”长青看向书页，第一页赫然清清楚楚地写着：“幻魂夺舍之法，此法乃是逆天邪术，邪中之邪，非极其必要，切莫使用，慎之又慎，切记切记。因此法限制繁多，反是恐怖，使用之前当熟读本书，慎之又慎，切记切记。”这竟然是正儿八经的汉字，甚至还是现代汉字，一笔一画非常清晰，连个繁体字都没有。长青无比震惊，连着往后翻了数页。虽然每一页上都有一些字被圈了起来，而且歪歪扭扭画了一些鬼画符似的标注，但是并不妨碍长青读懂这本书上全部的内容。匆匆扫过一遍，这本书上详细记载着一个名为幻魂夺舍之法的邪术，包含着使用的方法、需要的材料、需要注意的各种事项。虽然内容繁杂，但是条理清晰，十分易懂。正因如此，对于长青这个地球人来说，倒显得诡异。与其说这是出现在恐怖诡异的异界的一本术法，倒不如说像是小学门口卖的降龙18掌秘籍，上面的内容太好理解了。见长青迅速的翻阅，表情变化不定，柳露双眼微眯：“莫非你认识这书中的字？”长青并没有急着回答，而是思绪飞转，思考起眼下的情况，如何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是我得天独厚的优势，管这本书是真是假。现在我是唯一认识他的人，我就有了依仗，断然不能将这书中的内容完全告诉他，不然我就没有了利用的价值。但这书中很多地方都被标注了，很显然他不可能对这书的内容毫无了解，我必须抛出一些半真半假的内容，才能让他信服。想到这里，长青长舒一口气，合上古书，把它递还给柳露：“回仙子，此术名为幻魂夺舍之术，上面记载了这个术法的禁忌，使用此术的条件，需要用到的玉灵如何炼制。只是这书上的字迹非常复杂，而且语序纷杂，一时之间在下并不能全部准确翻译出来。”柳露接过书，双眼眯起，盯着长青的表情，而后他突然伸出枯槁的手，如同鹰爪一般，死死钳住长青的脖子：“胡说八道！这书写的明明是一本疗伤之术，你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诓骗本座！”说罢，他把长青往地上重重一摔，长青只觉五脏六腑翻江倒海一般，一口鲜血喷出，但他不敢怠慢，赶紧挣扎着爬起来，跪在地上：“仙子，这书确实写的幻魂夺舍之术，在下怎么敢骗仙子您啊？”柳露看着跪在面前浑身颤抖的长青，再度将手中的书翻开，在每一页标注的地方仔仔细细地看了半天，他才不紧不慢道：“你当真没有骗我？”“没有，在下说的句句属实，没有半句谎言。”这是试探，长青心中很清楚。前世他就深知这柳露疑心极重，而且性格阴晴不定，非常怪异。他显然不知道长青并不认识这个世界的文字，担心长青是根据书上的标注编造书中的内容来哄骗自己。长青早就预想到了这一点，可惜他并不认识标注上这个世界的文字，所以他只能故意避开书上有标注的内容来说。想不到这个柳露如此多疑，还要试探一番，他只能继续跪在地上，装出一副非常惧怕的样子。柳露盯着跪在地上不停颤抖的长青，确认没什么异常之后，这才满意的点点头：“看来你确实没有诓骗本座，起来吧，跟本座仔细说说这书中都写了什么。”长青站起身，咳出嗓子里的污血，擦了擦嘴角的血迹：“嗨，仙子莫急，若我能将这本书的内容全部说出来，仙子能否答应一个请求？”此时的柳露又变回了雍容华贵的模样，和之前暴怒的样子判若两人。“如果你能翻译出来这本书，整个合欢宗内，本座许你和我平起平坐，位居4大护法之上。”平起平坐，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他怎么可能不明白？如果自己真的老老实实帮他一口气翻译完这本书，别管这本书是真是假，自己都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这柳露性格阴晴不定，难以捉摸，更不可能有什么信誉可言。更何况这本书记载的是什么幻魂夺舍之法，谁知道他要用来做什么？最糟糕的情况是自己翻译完直接被他灭口。自己要做的是利用，而非交易。只要能服侍仙子，身份地位什么都不重要。但我有一个请求。你说。这合欢宗固然是一片福地，只是我实在思念家中亲人，恳请仙子在我翻译这本书之前，能准许我离开一段时间，同亲人好好道个别，再回来常伴仙子左右，一同参悟大道，共享极乐。长青的话说得很委婉，他当然没想着能轻易就被放出这里，但是只要柳露能够让他离开一次，哪怕是有人从旁监管，自己也算是知道了离开这里的方法，起码能见到传说中的百花令长什么样子，到底是怎么把人送出去的。之后自己再靠帮他翻译的便利，
能经常在他身边把百花令给偷出来。没想到柳露却摇摇头，本座可以让你留在身边，但是如果你想离开百花洞，不行。仙子您误会了，我只想探望一下亲人，之后立刻就回来。本座说了，不行。仙子是担心我一去不返吗？如果您担心，可以派人跟我一起回去。柳露却依旧冷漠地摇头，你别想离开了，本座不会答应。长青也清楚，想让柳露放自己出去一次肯定不容易，自己刚刚说让他派人跟自己一起回去也不现实，因为百花令柳露从来没让其他人使用过。最容易实现的情况就是让柳露亲自带自己出去一趟。仙子如果不放心，您可以和我一起离开这里。长青的话还没说完，就不由得戛然而止。眼前的柳露低下头，额前的秀发将她的双眼埋入阴影之中，在昏暗的洞中看起来分外瘆人。她凹凸有致的身材突然急剧的膨胀，紧接着全身的衣服砰的一声炸裂开来，数不清的毒蛇缠绕着她的全身扭曲的蠕动，怪异无比。你非要走是吗？从牙齿中挤出这句充满恨意的话，柳露抬起她干枯的手臂，无数的毒蛇交错缠绕着，如同一只巨大的怪手，把长青整个人抓了起来，悬在半空中。连你这蝼蚁也觉得本座血脉低贱，不配为人，是吗？他面容扭曲，额头上青筋毕露，连头发都全部飞舞起来，像是发怒的女鬼。本座定能逆天改命，得到飞升，谁也不能阻止我。柳露似乎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只见他双手胡乱的撕扯缠绕着自己身上的层层蛇团，像是要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似的，而后从中掏出一枚五彩斑斓的玉牌。你永远也别想飞升，别想，谁也别想，只有本座才能得到飞升，谁也别想。说罢，他的下颌好似脱臼了一样，嘴巴张大成一个诡异的角度，把那枚令牌整个吞下。随着他将令牌吞噬下去，缠绕着长青的毒蛇也随之缩得更紧。长青感觉无数的毒蛇像是要把自己的身体勒断挤碎一般，不由得眼前一黑。这疯婆子，自己到底哪里刺激到了他？该死，实力的差距太大了，难道这一世自己就要这么莫名其妙憋屈的结束了吗？长青感觉到世界慢慢陷入黑暗，视线中最后的画面就是陷入癫狂的柳露，如同疯魔一般。眼前一黑，他的意识仿佛沉入了无边的海底。哎，长青，醒醒，下课了。长青睁开眼，叶清河正身着一袭白裙，俏生生地站在自己的面前。噗，猪头，快起来，一会儿食堂该没位置了。说着，他拿出纸巾擦了擦他嘴边的口水。清河，我怎么在这？长青揉了揉眼睛，迷迷糊糊地从桌子上爬了起来。说什么呢？睡糊涂了？你当然是来上课的了。上课？这里不是。长青一愣，站起身，环视一周，眼前是干净明亮的阶梯教室，此刻大多数学生都已经走了出去。不多时，教室里只剩下他和叶清河两人。看着一脸震惊的长青，叶清河犹豫了一下，上前摸了摸他的额头。你怎么了？不舒服吗？是不是生病了？少女略有些冰凉的手掌让长青清醒了几分，他赶忙拿出手机看向上面的日期，手机上的日期赫然是1月18日。1月18日，不是1月8日，这是10天之后了。我回来了，我从循环中回来了。叶清河无奈地伸出手，揉了揉长青的脸，做出一副鬼脸来。你呀，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还没缓过来呢？不就是一个医院的误诊吗？你搞得真跟死里逃生了似的，现在还说上胡话了。误诊？什么误诊？叶清河歪着头，有些疑惑道。真睡糊涂了啊？你之前不是在医院里误诊了脑癌了吗？还一副命不久矣的样子，当时可把我吓坏了。长青有些难以置信。你说我的脑癌是误诊？当然了，不是前2天我陪你去医院检查的吗？长青在自己的大腿上猛地掐了一把，感觉到疼痛之后，他将眼前的少女一把揽在怀里。哎呦，你干嘛？叶清河被他突如其来的拥抱吓了一跳，但感觉到这个一向坚强的少年在微微的发抖。短暂的惊讶之后，叶清河的表情柔和了下来，他轻轻地拍了拍长青的后背，柔声道：这段时间你一直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一定很害怕，很难受吧？没事了，没事了，都是假的，有我陪着你呢，我家长青一定长命百岁，没事了。长青长舒一口气，把怀中的少女搂得更紧，他把头深深埋进叶清河的秀发中，贪婪地嗅着她的发香，这独属于现实的气息。长青睁开眼，少女浓密的秀发遮住了他的眼睛，重重叠叠让他感觉到窒息，一股莫名的恐惧感袭上他的心头。长青慌忙抬起头看向眼前的少女，可他却看不清少女的脸，干净明亮的教室也变得扭曲模糊。不！他惊恐地喊着，伸出手想要触摸她的脸，可明明近在咫尺的少女此刻却仿佛和他相隔万里，长青的手悬在半空中，怎么都触摸不到。不，
清河，不！他彻底慌了，整间明亮的教室如今再度变得昏暗。他甚至感觉到一股洞穴中阴冷潮湿的气息。他拼了命地伸出手，想要拉住面前的少女，好像这样就能让自己留在这个真实美好的世界。可叶清河的脸却越来越模糊，直到最后慢慢变成一副精美的木质面具。眼前的画面终于清晰，昏暗的洞穴之中，长青躺在床上，直挺挺悬在半空中的手臂好似僵尸。骆红颜正坐在床边，刚刚的窒息感正来源于他捂在自己嘴上的被子。笨蛋，别乱叫！他愠怒道。感受着洞穴中特有的阴冷气息，长青慢慢恢复了冷静，回忆了一番之前自己被盛怒之下的柳露勒到了窒息。晕过去之前，脑海中那座诡异的时钟并没有出现，也就是说他并没有重生。原来只是一场梦而已嘛。再这样下去，长此以往，只怕我都快要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了。见长青的眼神恢复了清明，骆红颜才拿开了捂在他嘴上的被子。嘘，别说话，还记得我吗，骆红颜？他的声音很小。长青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只见在洞中的另一处角落，柳露正面对着他们盘膝而坐。此刻他又恢复成了之前雍容华贵的样子，似乎是在打坐入定，丝毫没有注意到这边的情况。师傅正在入定，小点声，千万别吵醒他。长青点了点头，他也好奇骆红颜想和自己说些什么，所以也顺从着配合他的指示，小声开口道：知道了，你昏迷了整整3天，身上的骨头都碎了大半，是我把你救醒的。说完，骆红颜话锋一转，我知道你一定不甘心在这魔窟中了却残生，想逃出去的话，我可以帮你，但你要告诉我，之前师傅让你去丹室看的东西是什么？是不是要你去认字？骆红颜的话让长青陷入了沉思。他问这些是什么意思？他也觊觎那本夺舍之法吗？自己该怎么回答？正在思索之间，骆红颜再度开口：如果你想离开这里，就老老实实的告诉我，另与长青。长青心中一惊，瞪大了双眼。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这不是写着吗？他胸有成竹地从怀中拿出了那块黑色的令牌，递还给长青，正是他那块贴身令牌。你认识上面的字？当然，不然我为什么要问你？长青思绪飞转，骆红颜居然认识地球上的文字，这意味着什么？他也是穿越者？其变我不变。他几乎是脱口而出。骆红颜却并没有回答出想象中的符号，看向线儿是有些疑惑道：什么即变我不变？是什么咒语吗？师傅让你去认的字就是这个。挖掘机技术哪家强？什么机？你到底在说什么？骆红颜的回答让长青再次失望，看来他并非是地球人。等等，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柳露身边已经有了一个认识汉字的人，他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的找自己来翻译那本书？长青终于发现了关键所在。显然柳露在对骆红颜隐瞒些什么，如果自己把这个秘密告诉骆红颜的话，对自己是否有利？不，自己要思考的不应该是这个，问题是那本书写了什么？书中的内容为什么要隐瞒骆红颜？长青隐隐有预感，只要搞清楚这个秘密，这一世自己将很有可能逃出升天。他开始仔细回忆起书中的内容。幻魂夺舍之法大致内容就是介绍这个邪术的一些禁忌、必要的条件和换魂的方式，还有使用这个术法需要用到的御灵以及炼制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几个条件分别是：第一，换魂双方必须是元阴或者元阳未破，也就是俗称的处男处女；第二，换魂双方所修炼的功法必须完全一致；第三，必须用特殊炼制出来的移魂灵才有可能换魂成功。柳露虽然不认识书中的文字，但是他肯定知道这本书的大致内容，起码这本书记载的术法是用来做什么的，他一定清楚。联想到一些前世了解到的信息和细节，一个大胆的猜测浮现在长青的脑海中。你先告诉我，你修行的功法是什么？长青问道。骆红颜迟疑了片刻，随口坦诚道：我修行的是火属炼法。这倒是有些出乎长青的意料，他听说炼法修士极其稀有，而且地位崇高，没想到骆红颜就是一名炼法修士。你可曾把你的功法传授给了柳露？骆红颜略有些惊讶。不错，我传授他炼法也有数年了，实际上我应该算是他的师傅，不过碍于身份，我答应他在外人面前都称呼他为师傅。他的回答再次印证了长青的猜测。你可是和他做了什么交易？这些都是你猜出来的？骆红颜的语气终于不再像刚刚那么淡然。是，我答应传授他炼法，只要他的炼法境界有所突破，他就答应放我离开这里。说着，他有些不放心似的朝柳露打坐的方向看了一眼。当然我知道像他这种疯子是不能相信的，所以我教他的功法一直残缺不全，让他的炼法造诣迟迟没有提升。同时我也在寻找离开这里的方法。如果你能告诉我他在丹室都让你看了什么，也许我们可以合作。骆红颜的话长青自然赞同，但他还不能完全相信眼前这个女人，他说的话也有可能是和柳露串通好的。
为的就是从自己口中套出那本书真正的内容。他还需要再验证一番。既然你精通炼法，你可知道有什么帮人恢复成元婴或者元阳之身的方法吗？方法是有，但很少有人会使用，耗费时间不说，还对身体有所损伤，甚至损失修为。修为越高，逆炼元婴的代价就越大。骆红颜迟疑道：你是怀疑这些年柳露在逆炼元婴？长青心下了然，前世他就听说宗主柳露已经多年没有和人种交合才不过了，而且传闻柳露以前在修炼时受了伤，留下了暗疾，这些年修为倒退了不少。看来这老蛇果然是想把自己逆炼回元婴之身。长青心中冷笑，这世上的修士只能同时修行一种功法，若是要修行其他功法，那就必须舍弃原本的功法，从头开始。不但修为会大跌，半路修行其他功法的速度也会十分缓慢，甚至容易走火入魔。所以绝大部分的修士在修行之路上都是一条路走到黑，极少有人会半路去改修其他功法。这老蛇本来就修行着依靠采捕男人来增长修为的邪功，现在为了逆炼回元婴之身断了采捕，再加上同时修行炼法，骆红颜还特意教的他残缺不全，让他的炼法造诣不能精进。这几重条件之下，怪不得他成了如今人不人鬼不鬼，面容娇艳，身体却极度衰老，头脑时而清醒时而疯癫的怪模样。这下长青对骆红颜的话已经信了9成9，需要验证的只有最后一个问题。我还有一个问题。长青面无表情地问道：你是不是元婴之体？骆红颜听后顿时羞愤无比，但又怕吵醒打坐的柳露，一时间无法发作，只能在长青的腰间狠狠拧了一把。长青疼得呲了呲牙，回想起在地球上时，每次吵架叶清河也都会朝自己的腰间拧上一下，这骆红颜的手劲有过之而无不及。登徒子，你以为我和这山洞里的妖物一样恬不知耻吗？我误入这里的时候才15岁，这些年来也一直洁身自好，怎么可能不是？说到最后，他的声音细若蚊蝇，含有的透露出一丝独属于他这个年纪少女的娇憨。猜测终于得到了验证，长青心满意足的点了点头。他的满意倒是和骆红颜是不是处女没有关系，他满意的是自己终于找到了柳露的弱点，也弄清楚了骆红颜这个女人真实的身份。他已经从一个未知数变成了可以利用的帮手。真相显而易见，柳露想要换魂夺舍，而换魂夺舍的对象正是骆红颜。但他如此大费周章，不惜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也要和骆红颜换魂，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是什么修为？长青第一时间想到的原因就是为了修为。重生了4次，他深知修士修行路上的艰辛。这柳露修行多年，实力足足有转瞬6转，这还是这么多年他胡乱折腾才跌落到如今的境界，不然他原来的修为只怕是更高。如果不是必要，正常人谁会愿意舍弃一身的修为去夺舍一个不如自己的人？顷刻4转，骆红颜回答道：不低的修为，但这值得柳露去夺舍吗？修士的入门就是开启窍穴，开启窍穴之后的境界称为疏忽，疏忽境界又分为1转到9转9个阶段，待到9转圆满之后，就需要冲穴突破，突破后的境界称为刹那，同样是分为9个阶段，1转到9转。刹那突破之后即是顷刻，以此类推，顷刻之上称为转瞬，转瞬之上称为须臾，须臾境界也就是普通修士能够到达的巅峰。至于比须臾还高的境界是什么，长青还不清楚，只听说更高的境界就已经不算是修士了，被称为尊者。尊者窥天地之机，脱离尘世规则，是普通修士永远达不到的境界。要说一个转瞬境界的修士会为了修为而去夺舍一个顷刻境界的修士，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富豪是为了钱去和乞丐交换人生一样，不合逻辑。那富豪会为了什么去和乞丐交换人生？长青想到了最简单的一个原因：寿命。虽然不知道柳露具体的年龄，但他很显然已经在这合欢教中修行了很多年，很有可能他知道自己寿元将近，而骆红颜尚还年轻，而且天资卓越，所以他就动起了夺舍骆红颜取而代之的念头。长青并未急着把心中的想法告诉骆红颜，而是思考起到底怎样利用这个信息才对自己更有利。他突然联想到了地球上螃蟹的蜕壳，不管这个螃蟹的壳有多么的坚硬，只要在蜕壳时它都会无比脆弱。柳露和骆红颜两人就好比是蜕壳的螃蟹，柳露是螃蟹的旧壳，骆红颜则是螃蟹的新肉，自己则是要抓螃蟹但是又害怕被夹的人。他有2个选择，第一就是不等螃蟹蜕完壳，在他最虚弱的时候趁机弄死，第二则是等到螃蟹蜕壳完毕，心窍上还柔软，趁机弄死。在被柳露弄晕之前，他亲眼见到柳露这个疯婆子把那枚五彩斑斓的玉牌吞到了肚子里，那枚玉牌10有8九就是传说中的百花令，这也让他下定了决心，想要得到百花令离开这里，靠偷肯定不可能了，唯一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虎口夺食，弄死柳露。他可以选择和骆红颜合作，骆红颜精通炼法，让骆红颜想出一种手段，
自己在给柳露翻译的夺舍术法上动手脚，让柳露死在换魂的途中。当然，他也可以选择不和洛红颜合作，和四大护法中的玫瑰合作。玫瑰这女妖对柳露的忠诚度最低，却对合欢宗宗主的位置有着深深的执念。前世她身为凡人时，就是和玫瑰合作。这女人对于交合采补似乎没什么兴趣，唯一的缺点就是见风使舵。前世她为了帮玫瑰坐上教主之位，设计毒杀了其他几位护法的仙种，最后计划临近败露之时，玫瑰毫不犹豫地出卖了她，试图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但她实力不俗，有顷刻八转的修为，应该能稳稳地压制洛红颜。她完全可以任由柳露夺舍完洛红颜之后，再和玫瑰一起杀人夺令。玫瑰如愿以偿坐上教主宝座，自己拍拍屁股走人。在权衡完利弊，做出选择之前，长青不准备把柳露企图夺舍的事情告诉洛红颜。除了自己以外，他谁都不信。这洛红颜不是女妖是人又如何？诚不诚心和自己合作又如何？姿色出众又如何？对他来说，也不过是随时可以舍弃的棋子罢了。见长青问了一通，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洛红颜有些急了。你这家伙有没有良心？这整个合欢宗里连半个御法修士都没有，那些人种若是受了伤、生了病，治得好的自己就会好，治不好的就被他们拿去炼丹了。整个合欢宗里就我一个人懂医术，要不是我救你，你早没命了。你居然一点感激都没有！你我目标一致，你不跟我合作，还想靠自己一个人不成？呵，长青心中冷笑。话说得好听，实际上不过是互相利用罢了。若非洛红颜想从自己口中得知关于柳露的秘密，他只怕也不会不遗余力的救自己。长青并非不知感恩的人渣，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洛红颜救了自己，确实是实打实的恩情。但特殊时期特殊对待，现在自己稍有不慎就自身难保，当然没有余力去还这种带着目的不纯粹的恩情，你急什么？既然我们都想逃出去，当然可以合作，不过你得先和我说说，这些年柳露除了让你传授他炼法以外，还让你做了些什么别的事？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洛红颜认真道，你应该也发现了吧，这洞内的女妖，包括误入进来的那些人，他们使用的文字和你我使用的文字不一样。这些年柳露除了跟我学习炼法以外，每日还会挑出1到2个字让我告诉他是什么意思。起初我并没有当回事，但长此以往，我猜测他手里应该是有一部翻译不出来的书籍，但他又不想让我知道书中的内容，所以他把里面的文字打乱了，让我每天教他1、2个字，想要自己翻译出来。所以后来我教他的字权都是错的。我有预感，如果我把那本书翻译完，对他也就没有了利用价值。长青了然，终于明白了那本书上的标注都是哪来的了，看来就是柳露自己写的。这洛红颜倒机灵，如果他真的老老实实给柳露翻译，没准还活不到今天。所以当你看到我令牌上的字时，你意识到我也认识那些字，你担心我帮柳露把那本书翻译出来。洛红颜白了长青一眼，我可没那么傻，既然柳露还让我把你救活，就证明你还没跟他说什么。说罢，他看向柳露，但他既然能亲自守在我们身边，说明他不想你和我有什么交流，证明你已经知道了那本书的内容。而柳露担心我也知道。洛红颜说完，认真地看向长青的眼睛，隔着厚厚的面具，长青看到少女的眼神坚定而真诚。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他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就越要让它发生吗？所以那本书的内容是什么？只有你告诉我，我们才有可能赢。长青不再犹豫，点点头，确实，和你合作的话，胜算更大一点。我可以告诉你，那本书名为换魂夺舍之法。这么说，柳露这些年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夺舍我，10有8九是这样。他这么多年还没有行动，肯定是还差些什么。长青的推测有理有据，没有半点添油加醋的意思。本以为得知这个消息的洛红颜会感到惊讶甚至恐惧，但他却出乎意料的冷静，反倒是和长青一起分析了起来。这种邪术闻所未闻，施展的方式又很繁琐，仅靠我教会他模棱两可的那些字，他肯定翻译不完全。况且按照你的说法，施展这个术法需要用到一种特殊的移魂灵，这种玉灵非常稀有，连我都不知道炼制的方法。书上记载的炼制方式肯定也非常复杂，仅靠柳露半吊子的炼法造诣，肯定还没炼制出移魂灵。我觉得他差的应该就是这2点。我有一个计划，如果说我告诉柳露，想要施行这个换魂夺舍之术，需要一些特殊的功法，你有没有什么练完之后就能让人走火入魔的邪功？我哪有这些东西，我又不是什么邪道修士。洛红颜无奈道，不过我倒是有其他办法，炼法我在行，若是能用一些特殊的玉灵打入柳露的内部，配合上特殊的炼制方法，在炼化移魂灵时可以引起连锁反应，让他体内的玉灵轰然自爆。这法子不错，你把具体的方法给我，咱们给他来个厉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算我们真的杀掉了柳露，他手下的4大护法该怎么处理？我们2个不是他们的对手。长青不屑的一笑，柳露这么大费周章，就是为了夺你的舍，可那本书他一个字都不认得。
他就好像一个瞎子，我就是他的眼睛，我让他往东，他就不敢往西，我就算让他往火坑里跳，他也得乖乖就范。柳露干枯的手握着一支毛笔，正按照长青说的在纸上歪歪扭扭的记录着。师傅，这一魂灵非常特殊，炼制成功之后一炷香的时间就会消散，所以必须现炼现用。柳露一边在纸上写下，一边疑惑道：本座也算略懂炼法，怎么从没听说过还有玉灵有这种特性？你不会再欺骗本座吧？师傅，我怎么敢骗您呢？这段时间徒儿一直尽心尽力替师傅翻译，不敢有半点欺骗。要是这幻魂夺舍之法失了效，惹怒了师傅，徒儿肯定没有好下场，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自从他确定和洛红颜合作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和洛红颜单独见过一次面，一直留在柳露的丹室内替柳露翻译那本幻魂夺舍之法。他把洛红颜说的能让柳露在炼制移魂灵时自爆的方法牢牢地记在了脑子里。在给柳露翻译的期间，长青把这个方法拆分成多处细节，翻译出来的幻魂夺舍之法真假参半，潜移默化地让柳露慢慢相信。其实洛红颜还有更保险的手段，只要长青告诉柳露，想要施展幻魂夺舍之法，需要配合上一些特殊的功法，在长期炼制并对自身使用一些特殊的玉灵，洛红颜有信心让柳露毫不察觉的慢性死亡。不过他的提议被长青否决了，只因他心里清楚自己重生的时间是有限制的。前几次重生的时限都是3个月，3个月时间一到，他立刻会强制重生，重新开始。这一次他重生的开端已经往后推迟了1个月，他不敢肯定自己到底是还有3个月的时间，还是只有2个月的时间。若是按照洛红颜的办法慢慢弄死柳露，长青可等不到那一天，还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爆炸来得痛快。师傅，这炼制移魂灵的方法也特别讲究，并不像普通的炼灵，只需要在炉中炼化即可。炼制移魂灵需要一边在体内炼魂，一边在炉内炼魂，内外通炼才能炼制成功。内外通炼，果真玄妙。柳露若有所思的点点头。长青，这段时间本座按照你说的，用几种不同的矿石配合一些药粉，在体内分而炼之，明显的感觉到身体的变化，灵魂似乎确实没有之前稳固，有飘飘欲仙之感。看来这幻魂夺舍之法果然奥妙无穷。恭喜师傅，贺喜师傅！这书上记载的仙药专门针对后天元阴者，帮助巩固魂魄。有了这仙药，师傅定能早日参悟大道。长青忙在旁边送上马屁，心中却腹诽道：飘飘欲仙，这可是五弹散，我大华夏古代就流传下来的毒物，这么大的剂量，还不爽死你！洛红颜的方法并不能让长青完全放心，所以他又在叫柳露的术法中夹带私货，靠自己在地球上学习的化学知识，让柳露用身体当作烧杯，服下了很多他知道的毒药毒品，而且是他觉得能放倒大象的超大剂量。不得不说，修士的身体就是强大，普通人要是吃了这些会发生什么，长青都不敢想象。不过依旧效果拔群，这段时间他明显能够感觉到柳露的精神状态越来越糟糕。不服用药粉时，他就意志消沉，一旦吃了药就精神亢奋，意识模糊，嘴里念叨着什么得道升仙。看来老师说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了异界也靠谱，但想靠这些就弄死他显然不可能，看来还得靠洛红颜的方法，在他体内来一个大爆炸。长青啊，本座这段时间教你的功法，你可有认真演练？回师傅，弟子每日除了帮师傅翻译书籍，就是在练功，丝毫不敢懈怠。这确实是实话。这10多天，除了这间丹室，柳露也不让他去任何其他地方。除了练功，他也没别的事情可做。这些天长青算是正式拜入了柳露门下，二人以师徒相称。虽说柳露教他的是靠采补修行的邪功，但是长青照学不误。他并非好高骛远之人，也从来没把自己当作什么穿越而来的气运之子，一定要有什么逆天的顶级功法傍身。除了合欢教的邪功，自己也没有其他功法可修炼。眼下自己实力低微，需要快速提升修为。邪恶的从来不是功法，而是人，只要能提升修为，修邪功也未尝不可。虽说他不清楚，如果自己永远不和别人双修采补的话，会有什么影响，但这10多天来，他的修为已经从疏忽1转进阶到了疏忽2转，脑海中多开了一个窍穴。以长青现在的理解，修行者修行的过程就是不断开启窍穴的过程。疏忽1转只有一个窍穴，每升1转就将多开启一个窍穴。等到了疏忽9转，就正好有了9个窍穴，这时就需要冲穴，突破到刹那境界。刹那1转修为的修士有10个窍穴，每升1转就将多开启10个窍穴。等到了刹那9转，拥有90个窍穴，这时突破到顷刻境界，就将拥有100个窍穴，每提升1转就将多开启100个窍穴。以此类推，洛红颜是顷刻4转，也就是有400个窍穴，而柳露是转瞬6转，也就是说他有足足6000个窍穴。当然，境界和窍穴的数量只是衡量修为的标准，窍穴真正的作用是用来承载玉灵。
而真正决定一个修士实力的，就是他身上的御灵。不同的御灵有不同的作用，有的用来攻击，有的用来防御，有的用来补给，更有一些带有匪夷所思的手段，层出不穷。但是想要使用御灵，就必须有足够的窍穴来承载，再使用修士体内的灵力催动御灵。想要承载不同的御灵，需要窍穴的数量也不同。打个比方来说，灵力相当于电源，窍穴就相当于充电插头，而御灵就相当于电器。根据占用的窍穴数量不同，御灵也就从强到弱被分成了天、地、玄、黄4个不同的等级。每个等级再细划分，又可以分为上品、中品、下品3个品阶。像是长青当时在欢宜殿杀掉那群女妖，使用的就是一个下品黄灵，只占用1个窍穴。骨刺灵作用仅仅是将身体内的骨头变化成刺，穿刺而出，用来攻击。使用1次之后，还要休息片刻，才能再次使用。这个御灵也是长青目前唯一拥有的御灵，至于从何而来，他也不清楚。如此一想，他更深知自己处境的严峻，他仅是疏忽2转，2个窍穴，唯一的便宜盟友落红颜顷刻4转，400个窍穴，2个人的身上加起来应该都没有几个拿得出手的强力御灵。何况落红颜是炼法修士，长青听说炼法修士并不擅长战斗，而他们要扳倒的对象柳露身负6000个窍穴，强力的玄灵就会数不清，也许还会有地灵。他体内庞大的灵力储备也是长青和落红颜完全不能相比的，更别提他手下还有那4大护法，每个人都有顷刻8转9转的修为，这些人的窍穴数量加起来快有上万了。双方的差距如此悬殊，说是蚍蜉撼树也不为过。但他并没有灰心丧气，他已经找到了柳露的弱点，只要对症下药，那蚍蜉也可撼树。这是他依靠着几世的重生得到的信息，才知道了对手的想法和弱点。在长青看来，如果有能够直接窥见对方真实想法的读心灵，那一定是最强的上品天灵，得到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当然，要是谁得到了这种东西，估计也会活得很痛苦就是了。毕竟这世上若是没有了谎言，大概会像地狱一般残酷。如今自己以蚍蜉之力撼动大树，而且初见成效，长青心中不免对自己的成功充满期待。看来还得给这场夺舍大戏再添把火。想到这里，长青开口道：师父，这书中还记载了一种名为人质移魂阵的阵法，移魂灵的炼制很容易失败，只有在这由人质组成的阵法中炼制，才能大大增加成功的机会。哦，何为人质？竟然如此神奇！柳露听后顿时来了兴趣。所谓人质，就是将人砍掉手脚，挖出眼睛，切掉舌头，割去鼻子，扎聋耳朵，剃光全身毛发，投入坛子内，但要确保其不死，即为人质。长青凭借记忆复述出历史上的这种残酷刑罚，这种以常人的视角来看已经无比残忍的刑罚，在他看来正适合惩罚这些没有人性的变态女妖。不错的法子，断其4肢，封其6感，激发起灵魂根源的怨气，是一个积怨的好手段。这些日子的服药已经让他很是相信书中的内容，明明是听起来令人不寒而栗的刑罚，却让他分析的头头是道，反倒变成了所谓积怨的好手段。柳露还在若有所思，见长青停顿了下来，示意他说下去。你继续说。这人质移魂阵就是需要寻找3位灵魂中包含贪欲、嗔怒、痴愚之人，将其做成人质。这3人的修为和炼灵者的修为越接近，阵法的效果越好，最差也不能相差一个大境界，不然阵法将没有效果。贪欲、嗔怒、痴愚，是了，这3毒乃是灵魂本恶，以这3毒的精纯怨气护住魂魄，真是好手段，这书果真玄妙。柳露自言自语间已经得意了起来，他似乎完全没有考虑过到底从哪里去找与自己修为接近制作人质的对象，已经沉浸在了炼灵成功的喜悦之中。他抓起丹炉中的一把粉末，十分享受地吸入体内，神情亢奋。哈哈，果真玄妙，果真玄妙，不远了，本座就要正道成仙了，哈哈。随后长青将早就在心里编造好的所谓人质移魂阵的细节跟柳露仔仔细细地描述了一遍，又得到了他的称赞连连。这老蛇怕不是因为身边正好有适合做人质的材料，正兴奋不已呢吧？这女人满脑子都是对于换魂夺舍的执念，只怕在长青说出制作人质的条件时，一些人就已经被他判了死刑。看着眼前如同地球上那些发作了的瘾君子一般的柳露，长青十分满意。准备工作已经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也该做下一步的谋划了。转眼已经1个月过去，这段时间里，长青一边给柳露翻译书中的内容，一边在刻苦修行柳露教给他的功法，一日都没有懈怠。虽然他的计划很完美，但是自己的实力每提升1分，他心中的底气也就更足1分。这1个月来，他进步不算很快，修为只提升至疏忽3转，拥有了3个窍穴。可惜他空有窍穴，没有御灵，实力的提升可以算是忽略不计。只是随着修为的提升，
他也慢慢发现了这个功法的弊端。此时他正盘膝而坐，催动着功法在周身运转，额头满是汗水。这种浑身燥热的感觉不禁让他怀念起自己电脑硬盘里那几个 G 的学习资料。功法名为秦元，乃是毒法的修行功法，名字倒是颇有意境，但归根结底还是淫邪功法，存在着缺陷。长青推测，如果自己一直不像那些女妖似的去行双修采补之事，恐怕这种欲火焚身的感觉会日益严重。但是传来开门的声音，他知道是柳露回来了。为了防止他逃走，柳露每次出门前，单室的大门都会被蛇群封得死死的，只有他亲自才能打开。长青长舒一口气，停止了运转功法，起身迎接。柳露的身后跟着风铃、冷梅、月桂三人。三人随柳露进入到昏暗的单室内，看到面前的长青都有些疑惑。风铃帅先开口：“师傅，您说有重要的事情，叫我们几个来这单室，可这里不就这么一个仙种吗？”他上下打量了长青一眼，有些不屑道：“才是个小小的疏忽三转，怕是经不起我们几个人一起折腾。你以为谁都像你那么粗手粗脚的吗？”冷梅白了他一眼：“师傅，还是把这小弟弟赐给我吧，我定然好好疼爱他。你洞中都有了3个仙种，还不够？你是喂不饱的狗吗？”风铃反过来嘲讽道：“够了，你们2个都长点脑子，要是只为了赏赐一个仙种，宗主用得着大费周章的把我们3个都叫来这里吗？”月桂打断了还没开口反驳的冷梅，看向柳露：“宗主有何吩咐，请讲。”柳露看着面前的几人，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转身从丹炉中取出3枚丹药，却并未急着递给3人，而是对一旁的长青说道：“乖徒儿，这风铃和冷梅是你的2位师姐，快给师姐行礼。”见过2位师姐。风铃和冷梅都是面面相觑，不明所以。柳露却似乎很满意，罕有的露出一种慈爱的表情，伸手摸了摸长青的头：“好徒弟，这是你的师伯月桂，快给师伯行礼，磕头。”长青依旧乖乖照做。见过月桂师伯。好好好。柳露把长青拉起身：“这是你们的小师弟长青，都好好记着他，今后你们也要互相照拂。”3人都有些发懵，还是月桂率先开口：“宗主，我们和欢宗还没有收男弟子的先例，您这是……”哎，柳露摆摆手，示意3人别急。月桂与本座一同得到修行，风铃和冷梅更是本座看着长大的，本座对你们真是厚意深情，付出了太多太多的心血。你们也知道，我等身为异族，乃是各种毒虫得到修行幻化而成，天生魂魄不净，6根不全，修行路上布满荆棘，终难成就大道。近年来，本座的修行也遭遇瓶颈，直到前几日我有所感悟，豁然开朗，所以也想分享给你们。想要成就大道，就必须先修心，心中无尘，修行路上自然一路坦荡。长青看着柳露对这3人胡说八道，心中不免冷笑：“冷梅，你心中欲念太强，贪恋采补之事，乃是心中有贪欲。风铃，你脾气火爆，行事狠辣，行事不计后果，乃是心中有嗔怒。月桂，你这些年来对于当年的种种一直执迷不悟，太过痴愚。”柳露说罢，将手中的丹药递给3人：“此乃清心丹，是本座呕心沥血炼制而成，可助你们静心养魂，驱除心中杂念。”3人拿到丹药，表情各异。冷梅的注意力依然停留在长青俊俏的脸上，没有什么犹豫，就服下了丹药。风铃有些不屑，一边服下丹药，一边喃喃道：“倒是该给那个玫瑰多吃2颗，去一去他的虚情假意。”月桂则是面露感激之情，仰头服下丹药，对柳露拱手道：“多谢宗主赏赐。”长青看着3人服下了丹药，心中不由感叹：天道好轮回。这丹药是长青亲眼看着柳露炼出来的毒丹，而且炼制的时候，柳露使用了一枚深紫色的玉灵，那玉灵散发着恐怖的气息，柳露从中提炼出几滴精华，全都投入到了丹炉中。长青窍穴中的那枚骨刺灵是下品黄灵，是乳白色的。前世他也见过玫瑰使用淡蓝色的玄灵，柳露使用的这枚玉灵却是深紫色的，他不确定这是什么级别的玉灵，不是地灵就是天灵，这毒性和威力可想而知。看着几人服下丹药，柳露长叹一声：“本座苦修200余年，毕生所愿唯有得到飞升，如今我离得偿所愿只有1步之遥。这些年来，本座把你们当作亲姐妹、亲女儿一样看待，如今是你们回报本座的时候了。”柳露说完一挥手，无数的毒蛇从洞中的各处角落汇聚而来，将3人毫不费力地缠绕捆绑起来。服下毒丹的3人发不出任何声音，就如同3座精美的雕塑一般，没有任何动作和反抗，呆呆站在那里。长青，还记得书中记载的人质是怎么做的吗？本座同你这3位师姐师伯情谊深厚，下不去手。你刚刚给他们都行了礼，磕了头，也算是提前赔礼了。说着，柳露转身从书架上拿出一把小刀，递给长青。
替本座把他们3个做成人质吧。长青接过小刀，走到风铃等人面前，对几人的帘子细端详了片刻，却并没有动手。怎么，你下不去手？师父，我修为低微，2位师姐和师伯实力强大，我担心制作人质的过程中，万一师姐师伯摆脱了控制。长青犹豫道：你不必担心，他们服下的清心丹由本座精心炼制，不止可以让人全身僵化，动弹不得，更能封住人的窍穴，任凭再高的修为也没法催动玉灵。柳露之前还说着情谊深厚，下不去手之类的话，此时介绍起自己的毒丹，又有些得意的意味。而且此丹还有提神醒脑的功效，可让他们时刻保持清醒，更清楚地感受痛苦，激发起他们心中的怨气。同时还有凝血治伤、补充养分、激活生机的功效，保证他们性命无忧。柳露一边说着，一边拍了拍长青的后背，鼓励道：乖徒儿，你和他们师出同门，你也最清楚本座想要什么，由你来动手最合适，交给别人本座不放心啊。长青却依旧没有动手，而是伸出一根手指试了试小刀的锋芒，手指轻轻按在刀锋上，瞬间被划开一道口子。柳露皱了皱眉，不满道：你这废物还在犹豫什么？真当本座在和你商量吗？动手！师父，您误会了，徒儿只是觉得这刀太锋利了，制作人质的时候太痛快，只怕不能最大程度激发起他们的怨气，还请师父换一把钝刀给徒儿，再给徒儿一把锯子，一点一点锯掉他们的手脚。哦对了，还需要一根钢针，用来扎龙耳朵。长青语气淡漠，声音平静。柳露一愣，随后笑了起来，高兴地拍了拍长青的肩膀。他似乎心情极好，从随身携带的锦囊中取出一把药粉，享受地吸入体内。只吸了一口，他的表情就肉眼可见地亢奋起来，口中也开始喃喃自语：好，很好啊，还是你想的周到，本座只顾着炼制清心丹，对于这些细枝末节倒是疏忽了，不如你欣喜。说着，柳露拿起长青手中的小刀，随手扔到了丹炉之中，转眼间炉内升起熊熊烈焰，将小刀融为铁水。本座这就去换把钝刀和锯子来，还有钢针，对，钢针可不能忘了。有了这个人质疑魂阵，本座离得道升仙就更近了一步。哈哈哈哈！柳露一边说着，一边风风火火地离开了丹室。听着柳露的脚步声逐渐远去，长青也一步一步走到如同雕塑的3人面前，一个一个，一点一点，仔仔细细地和每人都对视了许久，细细地欣赏起他们惊惧、绝望、愤怒的眼神。这3人的目光各异，可唯有长青的眼神从未变过。他的眼神无悲无喜，一对眸子好似平静的潭水，没有丝毫的波澜。月桂，他缓缓开口，一字一顿，声音好似片片飞雪落入冰湖。第一是我初出茅庐，仅仅只是报了一个名字，就被你用毒法灵不由分说的杀害，那化为脓水的感觉实在是痛，太痛了，不经历一次根本想象不出那滋味。他的眼神扫过月桂被遮挡在黑袍之下的面容，停留在了眼含怒意的风铃身上。风铃。第二是我隐姓埋名，作为仙种被你收入洞中，受尽了你的凌辱折磨，你把我像狗一样的意识，每日虐待，敲掉我的牙齿，拔掉我的指甲，将我阉割，食我的阳根，只因你觉得我实力低微，不配与你交合。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冷眉绝美的脸上。冷眉。第三是我成了你的仙种，你将我视作掌中玩物，要我和洞中其他的人种仙种一样，没日没夜地伺候你，供你淫乐，玩到兴起之时，你还喜欢食我肉，饮我血，将我治好之后再循环往复。这种身心上的双重折磨，我记忆犹新。长青呼的一笑，你们一定还不知道，刚刚我和柳露口中所说的人质是什么意思吧？所谓人质，就是将人砍掉手脚，挖出眼睛，切掉舌头，割去鼻子，扎聋耳朵，剃光全身毛发，投入坛子内。期间还需要确保你们保持清醒，而且不能中途死掉，不然这人质就算是失败了。说这些的时候，他的声音依旧平静，仿佛在陈述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身后的丹炉熊熊燃烧着，炉内的火光映照在长青的身后，少年俊美的面容陷入一片阴影之中。飘摇的火光让他脸上的阴影时而浓重，时而淡薄，光影的变化仿佛魔鬼的舞蹈。我这人睚眦必报，你们前世那么关照我，这一次我也一定会好好回报你们的。他话音刚落，柳露便取回了钝刀和锯子，还有钢针。长青拿起工具，他并非是什么沉迷血腥暴力的变态，但是对于自己恨之入骨的仇敌来说，他不介意用最残忍的方式对待他们。对仇人心慈手软，在他看来和自杀无异。连他自己都没注意到，经历过几次重生之后，不知从何时开始，他早已不把自己视作从地球穿越过来的正常人。他的理性、残忍、冷酷、无情、利益至上的思考方式，早就完美适应了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这里没有宽容可言，只有睚眦必报，斩草除根。所以你把那3个护法亲手做成了人质。
骆红颜的语气如同面对一个怪物。你不是担心杀掉柳露之后，剩下的4大护法我们对付不了吗？现在不用担心了。长青认真道。倒确实不用担心了。骆红颜有些哭笑不得。不过你做的确实够绝，这人质的说法也是你编出来的。长青想了想，算是吧。你好奇这个做什么？想知道细节？还是算了吧，我一点也不感兴趣。要杀人灭口的话，就干脆利落一点。你搞得那么麻烦，实在是变态。骆红颜鄙夷道。我若是你，大可以和柳露说，需要他们3个人的尸体作为炼灵材料，比你这方法强了100倍。呵呵。长青无所谓的笑笑。骆红颜不清楚自己对于那几个人的仇恨，自然也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残忍的变态。无所谓，这女人也不过是自己逃出合欢宗要利用的对象罢了，她如何看待自己又有什么关系？长青的计划如今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今天是他极其冒险的和骆红颜见面。他利用翻译的便利，骗柳露说要找到洞中极阳气旺盛之地，休养身体3天3夜，为幻魂做好充足的准备。柳露自然就想到了关押人种的洞穴，于是直接进入其中闭关修行。也许他还会在修行的时候用些那些让他上瘾的药粉，而后疯疯癫癫地念叨着什么得道升仙，控制不住的一边摇头晃脑，一边全身群蛇飞舞。至于洞中那些可怜的人种会不会被波及，就不关长青的事了。把柳露引出去是他在赌，为了计划，他一定要有一次和骆红颜单独见面的机会。每次柳露离开丹室时，都会用群蛇把丹室的洞门给封住，防止他逃走，或者说防止长青把自己要换魂的秘密泄露给骆红颜。当然他不知道这2人早就已经串通好了。这个世界虽然诡异，但是一切诡异的功法都有迹可循，所以长青怀疑柳露布置在门口的蛇群一定是什么御灵的效果。这些蛇群也许不止用来锁门，还有可能有什么监视监听的能力。所以长青和骆红颜2人心照不宣，骆红颜没有一次趁着柳露不在的时候来找过长青。对于这个世界千奇百怪的御灵，长青并不是完全了解，但既然柳露能用御灵控制蛇群，那就一定有什么限制。笑话，地球上的科技那么发达，控制一个遥控飞机飞得太远，还会遥控失灵坠机呢。所以他才哄骗柳露去所谓阳气最旺盛的地方闭关修炼。骆红颜也是聪明人，这些日子他虽然不知道长青和柳露具体发生了些什么，但是4大护法中的风、雪、月3人已经销声匿迹了，这些他都看在眼里，知道长青的计划多半是顺利的。这次得知柳露去闭关，骆红颜立刻明白这是长青约见自己的信号，于是就偷偷来到了丹室门口。2人在丹室门口见面之后，并没有急着开口。为了测试柳露是否依然可以利用这些蛇群来监视自己，2人先是杀了2条蛇，足足等待了半个时辰后，更是隔半个时辰杀1条，足足杀了4、5条。柳露依然没有赶来，2人才放下心，隔着丹室的门开口密谋。之所以敢这么尝试，长青自然经过考虑。一方面，在他的记忆中，关押人种的洞穴是离丹室最远的地方，自己趁机破坏了蛇群，柳露也不一定感应得到，值得冒险一试。另一方面，即使柳露感应到了，立刻回来查看，自己也大可以把脏水泼在骆红颜身上，说是骆红颜企图闯入丹室。自己是对柳露来说至关重要的翻译官，骆红颜是他准备换魂的躯壳，这2人他谁都杀不得。如果被发现，对计划虽然有影响，但还在可以接受的范畴内。于是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对于长青是否是个嗜血的变态这个问题，骆红颜并没有心情深入讨论，他沉吟片刻，开口道：但是4大护法中不是还有一个玫瑰吗？他修为也有顷刻8转，留着也是个变数吧。玫瑰我会解决，倒是有个其他事情需要你来帮忙。说罢，长青斟酌着问道：我现在修行了柳露教给我的合欢宗功法，但是有一定的副作用，所以想问问你能不能帮我解决。骆红颜立刻反应过来长青说的副作用是什么，不禁俏脸一红：笨蛋，谁让你跟他修炼这种邪门功法，我凭什么帮你解决？你随便找个女妖好了。长青扶额：我的意思，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改良一下这个功法，或者你能不能炼出什么丹药，能抑制我的那种感觉？什么感觉？当然是随着他不断的修炼，越来越强的欲火焚身的感觉。骆红颜翻了个白眼，语气像是在面对一个白痴。任何功法，哪怕是柳露那种邪门功法，都是起码尊者级别的大能才能创造出来的。凭我一个小小的顷刻修士，想要改良一个功法，简直难如登天。长青听罢也不是很失望。原来如此，没关系。对于骆红颜的水平，长青不是很清楚，看来是自己心里把炼法修饰的手段太过神化了。不过你也别灰心，虽然你的天资确实少见的差，但是修行了那种邪功还能坚守底线，证明你意志坚定。现在只能先委曲求全，若是能逃出这里，大不了改修别的功法，从头开始。骆红颜安慰道：
我的天资很差吗？长青疑惑，这半个多月以来，自己从疏忽一转进阶到疏忽3转，他自觉进步还不慢。骆红颜无奈解释道，修士开窍之后就是疏忽境界，但是不代表就一定是疏忽一转。如果是先天疏忽7转8转境界，那就是天骄中的天骄。先天疏忽5转6转也是很优秀的修行天资，先天3转4转的话，算是资质平平。长青听后这才反应过来，这么说自己的天资岂不是最差的一档？但他记得自己第一次穿越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体内是有9个窍穴的，是疏忽9转。随着重生次数的增多，他重生开局的修为也在不断减少，到第4世时更是跌落成了凡人，直到这次重生成了疏忽1转。但是修行天资这个说法他还是第一次听说。那自己的重生是只会降低修为吗？还是连天资也降到了最低？如果继续重生下去，自己会不会变成天资最低的废柴？只是短暂的思考过后，他并没有继续纠结于自己天资的高低。他不是好高骛远的人，天资优秀自然好，但是再优秀的天资也不能帮助自己逃出这里。若是把天资降成废柴中的废柴能换来柳露手中的百花令，他一定毫不犹豫。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未来，忽略了自己眼下最需要的东西，是贪婪，欲成大事却牺牲。为了虚无缥缈的未来，放弃了眼下最需要的东西，是软弱，逃避问题，用所谓的未来可期去麻痹自己。长青从来不屑如此，该重生的时候就要重生，该修行邪功的时候就修行邪功，天资的事情以后再说，大不了从头再来。见长青没有回答，骆红颜以为他是遭受了打击，安慰道，你也别灰心，我看你也进阶到疏忽3转了吧，我送你2个玉灵，你正好可以学习一下如何收服玉灵，对你的修行有帮助。说罢，骆红颜从窍穴中取出一颗小小的乳白色光团，隔着门递给长青。此灵名为转念灵，作用很简单，可以将使用者思绪念头储存其中，若有人将此灵吸收进体内，就可以瞬间得知使用者储存的思绪念头。不过这只是一个下品皇灵，能存储的思绪念头很有限，你可以拿来练习使用，用后就丢了吧。因为你只有3个窍穴，还是留一些对战斗有帮助的玉灵在身上比较好。骆红颜如此示好，倒让长青有些意外，没想到他还愿意主动帮自己修行。仿佛猜到了他的想法，骆红颜忙解释，你可别误会，只是我们现在是盟友，你的实力能提升一点，我们的胜算也就能大一点，仅此而已。长青点点头，接过玉灵。骆红颜的说法和他想的差不多，多谢了。但他还是郑重的道了谢，语气真诚。已经被收服的下品皇灵离开宿主的窍穴后，那几个时辰就会消散，我们赶快说完计划，然后你抓紧时间尝试收服。骆红颜说道，其实计划已经完成大半了，柳露现在已经在窍穴内吸收了几种会发生爆炸的玉灵，现在只要他用你所说的那种方式去炼灵，必死无疑。那现在我们还需要做什么？犹豫片刻，长青开口，你去把玫瑰单独叫来，切记只让他一个人来，连我也不能过来。当然我要找的人是他，你来做什么？长青的话让骆红颜更糊涂了，同时也有些警觉。你不是要除掉玫瑰吗？为什么要把他叫来？你想瞒着我做什么？我自然是要先利用，再陷害，最后除掉了。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还能骗你不成？你只管等到柳露和你换魂的那一天，然后我们2个夺得百花令，逃出这里。骆红颜还是不放心，狐疑道，你莫不是真的准备帮柳露换魂吧？你跟他做了什么交易，在这里骗我？怎么可能？这些日子里柳露疯疯癫癫的样子你没看到过，那都是我的功劳。我若是和他达成交易，我还至于骗他吃那些疯疯癫癫的药吗？长青的语气有些哭笑不得。骆红颜想了想，他也确实也没有理由背叛自己，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希望我们的合作依然牢固。当然。好，那我这就去叫玫瑰过来。骆红颜说罢转身离开。临别之际，洞中传出长青的声音，万事多加小心。你也是。隔着单室的门缝，长青看着骆红颜的背影渐渐消失，面对手中的2枚玉灵，他面无表情。他并没有急于收服骆红颜送给他的传念灵，而是轻轻用力将其捏碎。自己实力低微，与骆红颜相比如同蝼蚁，他不知道有多少手段能陷害自己。防人之心不可无，骆红颜主动给的玉灵，他可不敢要，只能辜负他的一番好意了。对处于困境中的人来说，旁人付出的些许善意都能让其视为黑暗中的星星之火，真是万分。但长青不会如此，他孤身一人在这世界中重生了4次，看透了世态炎凉，人心可憎。他是一匹在黑暗中独自流浪的孤狼，没有同伴，没有底线，同样也没有弱点。可能骆红颜是一个不错的人，可惜2人在这样的处境相遇，步步如履薄冰，他不敢有丝毫大意。长青隔着门缝看向单室的门外，他目光如炬，在黑暗中熠熠生辉。
玫瑰又要来了，这女人是我计划最关键的一环。玫瑰，知道本座为什么唤你来吗？彩云间大殿内，柳露看着琉璃池下跪着的玫瑰，长叹口气。琉璃池下曾经有着4位护法，如今只剩下玫瑰一人，而长青正侍立在柳露身侧，同柳露一起居高临下俯视着玫瑰。师父，玫瑰一直对您忠心耿耿啊，您饶了我吧。他跪在下面，战战兢兢，全身颤抖不已。玫瑰，你怕什么？本座难道还能吃了你不成？风铃、冷梅、月桂3人都已经被师父您给处死了，而且死状极惨。这些我都听说了，师父您一直在闭关，出关之后就换我来这里，一定是要轮到我了，求师父您饶了我吧。玫瑰求饶道。柳露听后皱了皱眉，有些不悦道：谁说他们死了？他们不过是被本座做成了人质，用来帮助本座成就飞升大业。说罢，他拍了拍手，彩云间3处角落处的帷幕落下，玫瑰顿时瞳孔一缩，吓得说不出话来。每一处角落都立着一口大缸，里面杵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人棍，依稀可见是面部的地方，空洞的五官之下覆盖着一滩黑色的脓液。人棍的下半身浸泡在一些不知名的脓液之中，粘稠的肿泡咕嘟咕嘟地破开，冒出一股股黑色的浓烟。但可以肯定，这还是3个生物，因为能分辨出是他们嘴巴的地方正痛苦地一张一合，不过发不出任何的声音。柳露站起身，看着这3个人质，露出如痴如醉的表情。玫瑰，他们3个都是为了本座的飞升大业甘愿献身，你难道不愿意吗？师父，我疯了。玫瑰看着柳露眼中的疯狂，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能幸免于难。别怕，玫瑰，和他们比起来，你还有更重要的使命。柳露说着，突然伸出手钳住了一旁长青的脖子，将他提了起来。他还没反应过来，从柳露的衣袖中伸出无数条毒蛇，将长青紧紧缠绕起来，动弹不得。师父，你这是为何？长青艰难地从喉咙中挤出半句话，不可置信地看向柳露。一条毒蛇顺着长青的身体爬下，最后爬到他的腰间，缠住了他腰间那块刻着令羽长青4个字的黑色令牌，递到了柳露的手边。令羽。柳露干枯的手指轻抚着令牌上的刻痕，眼中露出一丝复杂的神情。乖徒儿，你姓令羽吧？令羽文庸和你是什么关系？柳露的问题让长青一时间没法回答。他为什么知道自己姓令羽？他难道认识令牌上的字吗？还是说不止如此，是骆红颜欺骗了自己？柳露认识的字比自己以为的还要多，他一直都知道自己翻译的是错的吗？见长青没有回答，柳露也不急，只是自顾自地说道：也许那个人已经死了，多少年过去了？30年，50年，大概快有100年了吧。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合欢宗，我更不是什么宗主，我跟随师父一心修行，无忧无虑。记得那时候你还是我的侍女吧，玫瑰。此时他并没有自称本座，声音也是悠悠怨怨，仿佛从高高在上的宗主成了风烛残年的老者。跪在地上的玫瑰一愣，不知道柳露为什么突然说起这个，但还是老老实实的回答道：是师父，后来也是您为我开启的窍穴，传我功法，带我修行，才有玫瑰的今天。柳露长叹一声，你也是苦命的孩子啊，你天资优秀，若是这些年我不刻意打压你，你的修为可能早就突破到转瞬，和我平起平坐了吧。你这些年应该很恨我吧？师父，若是没有您带我修行，这些年过去，我早就成了枯骨一堆了，我怎么敢恨您？玫瑰连忙表忠心道。柳露摆了摆手，似乎是很疲惫，不想和他争辩。你恨我，我这些年都一直恨着你，你又怎么可能不恨我呢？当初令宇文邕误入到百花洞中，他是那么的完美，那么优秀，无论是修为、外表、言谈举止，都让人沉醉。柳露把掌青的令牌捏在手中，力气之大将令牌捏出了一丝裂痕。可我明明是整个百花洞中最耀眼的存在，我又那么爱他，我甚至为了他亲手杀了我的师父，只因他告诉我，只要得到百花令，就带我远走高飞。呵呵，在他口中，外面的世界是那么的美好，美轮美奂，有高山，有海洋，有森林，有沙漠，有无边的天地灵气，无尽的修行资源。和外面的世界比起来，百花洞就好似一个囚笼。我曾经问过自己，为什么我族注定要在这阴暗的囚笼之中苟且一生？直到令宇文邕和我讲了修行的意义，我才恍然大悟。他说，这世间诸多疾苦，如同樊笼，唯有修行得道，羽化登仙，才能永登极乐，消灾解难。原来修行就是为了成仙啊！那时候的他对我来说，真的就好似跌入凡尘的仙人一般。所以当他跟我说出只要我能把百花令偷出来交给他，他要带我一起离开这里的时候，我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我偷袭了我的师父，杀了他，从他身体里把百花令挖了出来。柳露平静地讲述着当年故事，他的声音仿佛穿越了时间的长河，将人的思绪带回到过去。
我那时只有顷刻的修为，即使侥幸得手，也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可当我浑身是血的将令牌交到他手中时，他却并没有按照答应我的带我远走高飞，而是想要带你走，玫瑰，只因你比我年轻，比我漂亮，比我妩媚，更讨他的喜欢。那时我才知道，原来在他眼中，我的天资，我的修为，我的付出，乃至于我的真心，都是不值一提的。在他眼里，我们都是卑贱的臭虫，只是供他淫乐的对象，除了美貌以外，其他都是没有意义的。他轻叹一声，看向玫瑰，眼中却并无仇恨，而是带着一丝无奈与同情。也许我们一族存在的意义，本就是如此。呵呵呵呵，还好，他带不走你，因为那个百花令只有纯正的人族血脉才能使用，只有人族才能离开这个百花洞。不论是我还是你，都是出不去的。我们注定要在这个阴暗的洞穴中被囚禁终生。柳露走到玫瑰的身旁，轻轻抚了抚她的头，柔声问道：孩子，你甘心吗？他转头看向被毒蛇缠起来的长青，突然神色狰狞起来，咬牙切齿。那时候我才明白，对于我们来说，他们就是仙人，外面那美好的世界就是仙界，我们只是爬虫，就算有再高的修为，永远留在这个山洞中也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只是爬虫。他突然发了疯似的伸手将长青揽了过来，疯狂地摇晃着被蛇团紧紧包裹的他。为什么你们是人，我们是妖？凭什么你们是仙，我们是凡？我不甘心，我要逆天，我要改命，我要脱胎换骨，我要飞升成仙。柳露说罢，下意识从怀中抓起一把药粉吸入口鼻中，而后他不再掩饰自己癫狂的气息，将长青举到玫瑰的面前。孩子，看，如果你也是人，你就能离开这百花洞，和我一起，我们去找那个男人，我们去报仇。他姓令羽，不会错的。令羽2个字是我第一天就问洛红颜学会的字，化成灰我也不会忘。这些年我打压你，欺辱你，让你的修行之路举步维艰，可你不该恨我，你该恨的人是令羽文邕。凭什么他要带走的人是你？他骗了我，也骗了你，他骗了所有人。他是个负心人，抛下我们，独自离开了这里，去了仙界。这小子是他的血脉，如今我要你夺了他的舍，跟我一起离开这里，与我一同得到飞升。令羽文邕，等我们找到了他，我还要你亲手杀了他，让他看着自己的子孙后代亲手杀了自己，这才是对他最大的报应。仿佛已经看到了大仇得报的那一天，又或者是吸入的药粉发作了，柳露癫笑不止，而后拿出一枚传念铃打入玫瑰脑海中。这是幻魂夺舍之法，这100年来你从没有采补过人种，是绝佳的元婴之体，这小子又是元阳之体，正好可以夺舍。你现在就在这人质疑魂阵中现场炼制移魂灵，和这小子换魂。柳露的声音不容置疑，玫瑰还想说什么，却先被他打断。怎么，你不想和本座一同飞升？还是说你想在这破洞中待上一辈子不成？若是你不能换魂成功，那就一定是这人质疑魂阵使用的材料还不够好，本座就把你炼化成人质，再试一次。他的声音带着寒意，属于转瞬6转强者的恐怖气息显露而出，带给玫瑰无穷无尽的压迫感。玫瑰战战兢兢地点点头，吸收了柳露的传念铃。顿时，移魂灵的炼制方法以及夺舍之法如何使用，就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柳露抛给他一袋材料，来，开炉炼灵。玫瑰也只能取出炼灵所用的材料，走到长青面前，按照步骤炼制了起来。所谓的一同飞升，只是说的好听，实际上他们都明白，柳露只不过是拿它当作试验品罢了。在玫瑰的一番摆弄下，不多时便有一道光芒从他体内飞出，落在长青的身上，而后玫瑰就仿佛木偶一般直挺挺倒在地上，反倒是被蛇团捆绑住的长青开始剧烈的挣扎，痛苦的抽搐着。柳露的神情也难得的透露出一丝紧张，但随后看到长青停止了挣扎，睁开眼，神色明显与之前的绝望有所不同，变成了满脸的震惊。见状，他忙凑上来试探道：玫瑰吗？可是成了？长青有些迷茫的看向柳露，此时柳露已经松开了捆绑着他的蛇团，他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自己的双手，又看向倒在地上的玫瑰。我这是成功了吗？柳露顿时难掩神情的激动，但是出于谨慎，他还是询问了眼前的长青一些只有他和玫瑰知道的和欢宗当年的秘辛。长青一一回答出来，哈哈哈，成了，成了，得到飞升，就在眼前。说罢，他将长青和躺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的玫瑰随手丢到一边。柳露掐指念诀，琉璃池中数不清的毒蛇组成了一张大床，将骆红颜拖到了他的面前。骆红颜早已陷入了昏迷之中，一动不动，而柳露则双手微微颤抖着脱下骆红颜的衣服，轻抚骆红颜如玉的躯体，仿佛在面对一件无瑕的艺术品。最后他摘下骆红颜的面具，看着她绝美的容颜，如痴如醉。这样美好的躯体终于是我的，
终于是我的了。他从蛇裙之中抽出一件华美无比的锦袍，小心翼翼地穿在洛红颜的身上，神情狂热，好似女王的加冕。我就要成仙了，成仙了！令女闻拥，我一定要你后悔。说完，他手指掐诀，无数玉灵从他体内飞舞而出，盘旋在二人周围，一圈火焰围绕着两人升腾而起，将一切都隔绝在外。乾坤一气，遇我者欺，单元寄养，妙在清晰。火焰之中，柳露癫狂地颤抖着，他的头仿佛装了弹簧，急速地摆动出了虚影，整个大殿内都充斥着他疯狂的笑声。成了，要成了，本座就要成了。火焰外围，掌青揉了揉被柳露摔得有些生疼的后背，坐了起来。一旁的玫瑰似乎还在昏迷着，长青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起来吧，这老蛇已经彻底疯了，注意不到这边。”但玫瑰似乎完全没有听见，依旧躺在地上，毫无反应。掌青无所谓地耸了耸肩，看向了火焰中的怪象。洛红颜此时正躺在蛇床之上，而柳露就好似地球上那些跳着怪异舞蹈萨满，正围着洛红颜癫狂不已。可以说他已经疯到了一定程度，他的脑袋、嘴巴、手脚完全是在各干各的，组合成了一个诡异的现象。火焰之中，掌青虽然看不清楚洛红颜的容貌，但是在那华美锦袍的衬托之下，她的美丽连掌青都有些叹为观止。可惜了。正在他感叹之际，火焰之中突然传来一声巨响，砰！整个大殿都因为这猛烈的爆炸晃动了几分，瞬间无数的血浆飞沫连带着红白之物散落于大殿之中，甚至洒在了掌青的脸上。火焰依然在燃烧着，洛红颜躺在蛇床之上，而柳露则直挺挺地站在一旁一动不动。他的肩膀上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刚才炸开的正是他的脑袋。玫瑰这时终于站了起来，看向了火焰中的景象，长舒了一口气。他走过去，无视那道火焰，面无表情地将柳露的身体踢翻在地。柳露的尸体像是一块烂木桩一样，一路滚到掌青的脚边。百花令你自己找吧。掌青拱拱手，那就提前祝贺玫瑰仙子荣登合欢宗宗主宝座了。玫瑰是他的盟友，这也是掌青计划的一部分。二人早就提前串通好演这么一出换魂夺舍的戏码。虽然没有预料到柳露能认出来自己令牌上的字，不过也无伤大雅。前世掌青就知道玫瑰从来不和人种进行采补，十有八九他还是原因。而柳露为什么要教会自己和欢宗的功法？答案显而易见，自己是元阴，玫瑰是元阳，二人又都是修行的合欢教功法。柳露想要做什么，他早就预料到了。凭借前世的记忆，掌青知道玫瑰非常觊觎合欢宗宗主的位置，这种觊觎与其说是对权力的贪婪，更像是对于柳露本身的仇恨。想让他背叛柳露并不难，难的是怎么让他帮自己。所以掌青把自己和洛红颜的计划和盘托出，就是为了让玫瑰相信跟自己合作确实可以干掉柳露，帮他登上宗主的位置。毕竟四大护法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人，柳露一死，宗主只能是他。而这一切早在掌青哄骗柳露将其余3个护法做成人质时就已经计划好了。他计划中的盟友从来就不是洛红颜，因为他对洛红颜并不了解，也没有任何信任可言。自己太弱小了，随时都可能失去价值，被别人抛弃。但他了解玫瑰，玫瑰是典型的投机派，谁能赢他就帮谁。与其相信洛红颜会在夺得了百花令之后大发慈悲地带上自己一起逃走，不如相信和玫瑰的利益交换。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因为你想当宗主，还有你也一定想得到那个换魂夺舍之法吧。我把真正翻译出来的版本藏了起来，只要你帮我杀死柳露，得到百花令，在离开之前我就会告诉你真正的换魂夺舍之法藏在了哪里。这就是两人利益的交换，也是他对于玫瑰的价值。掌青从怀中掏出小刀，毫不犹豫地划开柳露干瘪的胸膛，把手伸进去翻找起来。玫瑰则走到火焰之中的蛇床旁边，看向躺在上面的洛红颜，向掌青问道：洛红颜呢？你不准备带他一起走吗？洛红颜当然是要带走的，掌青只是不信任他而已。不过现在看来他确实对自己没有过恶意，如今离成功只差一步，带他走不过举手之劳而已，就当日行一善了吧。正好他还陷入了昏迷，待他离开这里之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免去了还要想办法和他分道扬镳的麻烦。毕竟自己实在是太弱小了，若是和洛红颜为伍，自己随时会失去价值，生死只在对方一念之间，分道扬镳对大家都好。历经了4世的磨难，若是再把自己的命运交托于他人的善良，那岂不是蠢笨之举？那你就过来把他带走吧。啧啧，第一次见到他摘下面具的样子，还真是个难得的美人呢。你不想看看吗？美人？见鬼去吧！他完全不在乎，自己确实不介意带洛红颜一起走，但眼下最重要的是找到百花令，迟则生变。至于洛红颜美不美的和自己有什么关系？若是耽误了自己得到百花令，那他随时变卦，
扔下洛红颜，独自跑路。我对美人不感兴趣，我现在只想赶紧拿到百花令。正说着，他从柳露的身体中摸出一枚令牌，擦拭掉上面的血迹，正是五彩斑斓的百花令。玫瑰见状，也是忙走过来，按住了他的肩膀。别急，离开之前你答应我的，现在该兑现了。告诉我，那本幻魂夺舍之法在哪里？好说好说，我将它放在了。长青话音未落，一边突生，柳露倒在地上，被开膛破肚的尸体突然噗的一声爆开，从伤口之处喷涌出无数猩红的触手。那些触手仿佛失去了宿主痛苦的巨型寄生虫一般，在空中胡乱的抽搐、甩动、挣扎着。柳露残破的身体渐渐被这些猩红的触手支撑起来，从地上重新站起。从他脖颈的伤口处窜出无数条扭曲的毒蛇，它们彼此纠缠、撕咬，求结成一个巨大的蛇团，拖在柳露的脖颈上。乍一看好似他的头颅重新生长出来了一般，但是比例极其的不协调，就好像婴儿的身体长出了一颗巨人的头颅。那些在空中狂乱飞舞着的蛇群慢慢的缠绕在一起，越缩越紧，最后蛇团表面只剩下无数颗蛇头暴露在外面。下一刻，所有的蛇头睁开眼睛，柳露的头上顿时出现密密麻麻数不清的赤色蛇眼，如同昆虫的复眼。长青已经完全呆住了，眼前的景象超出了他的认知，甚至到了仅仅只是看上一眼就会让人思维变得混乱的程度。还没等他做出反应，一根猩红的触手便洞穿了他和玫瑰的身体，穿糖葫芦一样把两人插在半空中，随着触手的甩动，两人的腹部各带着一个血洞，纷纷被甩飞到了百花殿的墙上，跌落在地。哈哈，成了，本座终于脱胎换骨，得到飞升，这就是成仙的感觉吗？妙，妙不可言。柳露头顶的那颗蛇团发出尖锐而嘶哑的声音，如同破烂的风箱中掺杂着尖利的锐石摩擦。数不清的蛇眼同时闪烁着邪异的光芒，柳露的身体如同蹒跚学步的婴儿，在无数根猩红触手的辅助下，拖着大头摇摇晃晃地向前迈进，又好像在手舞足蹈。他走到洛红颜面前，无数根猩红的触手将洛红颜缠绕着举过头顶，欢呼雀跃。如此美丽，如此精致，我重获新生的身躯是如此的完美。长青睁开眼，刚刚的震荡让他的视线略有些模糊。他伸手向下摸去，在自己的腹部摸到了一个血洞，正有一股股的鲜血向外流出。嗨嗨，这下只怕是凶多吉少。他看向一旁的玫瑰，他毕竟是顷刻八转的强者，也许这样的伤势对他来说并不致命，但是此时他已经斗志全无，像是失去了灵魂的提线木偶，傻傻地看着大殿中央。复活的柳露正癫狂地怪叫，声音刺痛着长青的耳膜。我成了，我成了，我这就飞升上界。百花令，百花令在哪？他一把抛开洛红颜，开始在自己身体里翻找起百花令。柳露双手不断撕扯着自己的身体，从中拽出一团又一团密密麻麻蠕动着的猩红触手。他的身体就好像是一个塞满了棉絮的洋娃娃，只是填充他的是那些诡异的触手。找了半天，他也没有在自己的身体里找到百花令。不对，不对，我已经是洛红颜了，百花令应该在我原来的身体里，在哪？在哪？此时他好像终于反应过来了一些，开始疯狂寻找自己原来的身体。他殊不知，所谓的幻魂夺舍只是一场骗局，他的灵魂从始至终都没离开过自己的身体。如果他夺舍成功了，洛红颜怎么可能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的认知和逻辑似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混乱和理智之间挣扎。长青看着大殿中这样疯狂而不可名状的景象，强忍心中震动，权衡起来。绝境吗？没关系，百花令还在我手中，即使受了致命伤，我还能强撑着离开这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就算求生无望，我也对这个世界多了一些认知，这依旧是宝贵的财富，定能为我下一世的谋划有所帮助。无论是何种险地，我都不会放弃。想到这里，他强撑着盘膝而坐，把百花令捧在手中，紧闭双目，尽量不受外界影响，调动起周身灵力，催动百花令。可惜他的修为太过低微，再加上伤势严重，灵力折损了大半，即使全力催动百花令，也依旧没有效果。快啊！长青心急如焚，他已经全然不顾身上伤势，也大大削减了自己这一世生还的希望，只为了能更快一点积累到足够的灵力，催动百花令离开这里。而另一边，柳露头顶数不清的蛇眼正在大殿中搜寻着，他的智力似乎已经严重受损，完全没有注意到百花令就在长青的手中，依旧固执地寻找着自己的身体。他的头以极其夸张的角度旋转了好几圈，终于他好像注意到了什么，无数颗蛇眼的目光锁定在了洛红颜的身上。洛红颜，他怎么会在这里？不对，我才是洛红颜，这是迷障，定是我的心魔。心魔，休想阻止我脱胎换骨，飞升成仙，给我灭！乾坤一气，欲我者欺，丹元寄养，妙在琴兮。柳露念叨着奔向洛红颜，他的身体极其不协调，
甚至不时有扭曲蠕动着的猩红触手从他的身体里抖落出来，一根根扭曲的毒蛇从他的头上掉落，把他自己绊倒，摔了一跤。他的身体似乎在崩溃，可他的力量依旧强大，属于转瞬六转的强横气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带着无与伦比的威势冲向昏迷中的骆红颜。好了，长青的双眼终于睁开，他已经积蓄了足够的灵力，终于可以离开这里。目光最后一次扫过大殿，就在他即将催动百花令时，突然愣住了。被柳露扔在地上的骆红颜此时正歪着头躺倒在地上，正对着自己，绝美的容颜好似童话里精致的睡美人。清河，长青忍不住大喊道。他目眦欲裂，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突然抱起，朝着骆红颜的方向飞奔而去，甚至全然不顾他朝思暮想的百花令已经被他甩飞了出去，掉在了远处。此时长青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救人。千钧一发之际，长青终于赶到骆红颜的身边，爆发起全身的力量。他抱起骆红颜，堪堪躲过了柳露身上无数猩红触手缠绕起来汇聚而成的一击，严重的失血也让他再没有了力气，随即两人便一起倒在地上。但他还是下意识地将女孩护在了身下，使用最后的灵力催动起了窍穴中的骨刺灵，数根肋骨从他的体内伸出，将骆红颜笼罩在其中，形成了对他最后的保护。尽管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也完全没有必要。有着众生的能力，一切都可以重来，眼前的死亡马上也会被自己逆转，但他还是下意识地做了这些，就好像还在地球时，他总是会在和叶清河散步时走在靠近马路的那一侧，自然而然。尽管视线已经无比模糊，但是长青还是艰难地向女孩的脸上看去，仿佛不甘心似的再次确认。女孩精致绝美的容颜，他是那么的熟悉，又是那么的让他痛苦。清河，身后柳露体内无数猩红触手汇聚在一起，带着雷霆威势挥落而下，将二人的身体碾得粉碎，骨肉化泥。对不起。脑海中那座诡异的钟表开始逆转，表盘和指针好似噩梦般无定型的坍缩、蠕动、流淌，12颗代表时间的眼珠浓液似的在它的表面不断的形成又分解，闪烁着邪异的光芒。再度睁开眼，长青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天花板，他猛地从床上坐起，先是轻车熟路地确认了一下手机上的日期，1月8日，没有变化。紧接着那通熟悉的电话打来，长青赶忙接起，看着视频中的女孩，恍如隔世。长青，你好点了吗？熟悉的声音传来，却让长青听后只觉宛如天籁。强忍着流泪的冲动，长青紧咬牙关，却说不出半句话来。怎么了？怎么不说话？见他不回答，叶清河有些疑惑问道。没什么。长青的声音略有些哽咽，他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才恢复了平常。清河，你是不是也做了那个梦？梦？什么梦？叶清河却没有说出长青想要的答案。骆红颜，长青再次问道。说什么呢？是不是烧糊涂了？你好些了没？还难受不？要不然等下了课我去看看你吧。见长青一直在说些胡话，叶清河不免有些担心道。叶清河的话让长青沉默了起来，也对自己的猜测产生了怀疑。不是和我一样穿越到另一个世界了吗？难道骆红颜只是恰巧和清河长得一模一样？不可能，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巧合之事？但就像我穿越之后化身成的令羽长青，和我原来的样子也不一样。清河如果真的穿越了，未必就和原来长得一样，还是要想办法确认一下。这种穿越简直太折磨了，不能就这么莫名其妙的看着清河，也有可能深陷其中。如果他也穿越了，那我必须帮他。长青沉默着，电话另一头传来叶清河同学的声音。叶大校花，看路看路，走过头了，教室在这边。哎，知道了。叶清河忙抬起头追了过去。长青，我先去上课了，等下了课我再给你打电话。叶清河急匆匆的一边小跑几步，一边还不忘和长青说道。你上课吧，我去找你。他下定决心还是要当面确认清楚，于是说道。啊，不用了吧，你不是还生着病吗？普通的流感而已，你安心上课吧，我在教室外等你下课。说罢，长青挂断了电话，跑到卫生间开始呕吐了起来。如果说另一个世界唯一能让他觉得怀念的就是有一具健康的身体，不过可能是上一世死亡时他已经有了疏忽3转的修为，所以这次重生并没有让他的病情加重太多，他反倒觉得身体的状况比较上次重生来说强了一点。仔细的打扮了一番，好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憔悴，他就出了门。他和叶清河在同一所大学读书，叶清河的课程表他也有一份，很容易就找到了叶清河正在上课的教室。前不久他检查出了脑癌之后，就以得了流感的名义请了假，如今算算假期也快过了，此时回来也很正常。长青在他们的专业还算小有名气，毕竟叶清河是公认的校花，他作为唯一和叶清河关系密切的男生，自然也备受关注。
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两个是男女朋友，但还真不完全是。实际上，长青是个孤儿，自他记事以来就是在孤儿院长大的。8岁的时候，叶家夫妇收养了他，叶清河应该算是他的姐姐，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小时候的长青性格非常孤僻，在和叶清河的接触中才慢慢变得阳光开朗起来，但也仅限对叶清河一个人。这一点他和另一个世界里的自己倒是一样的，不幸福的童年经历让他的性格变得有些封闭，说是自私自利也不为过。区别是另一个世界的令羽长青是个冰块脸，总是面色阴沉，现实中的林长青喜欢用阳光帅气的外表当作伪装，实际上心思深沉。这么多年，他心里的人也只有叶清河和叶家夫妇寥寥几人罢了。他喜欢叶清河吗？答案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说仅仅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又有些太肤浅了。对于他来说，叶清河就是叶清河，独一无二也不可替代。即使身处异界，修炼了合欢宗的邪功，使他时刻处在欲火焚身之中，他也依旧能坚守底线。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总会想起叶清河。叶清河喜欢他吗？答案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两人从来没有正式戳破过这层关系，就很自然而然的在一块了。如果真说他们两个在谈恋爱，那两人可能已经谈了10多年了。不知不觉间，铃声响起，学生们陆陆续续从教室里走出来。长青一眼就找到了人群中的叶清河，走过去，两人自然的牵起手，顿时惹来周围许多男生羡慕嫉妒的眼神。你真的没事了吗？看你脸色不是特别好，要不然再请几天假吧。刚一见面，叶清河就有些担心道。没事，脸色可能是这几天没休息好，过几天就好了。那你就好好休息呗，课都上完了，你还非要过来一趟？我来见你，又不是来上课。长青把叶清河的书包拿过去，背在肩上。我有些事想问你，咱俩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好。叶清河甜甜一笑，那我带你去吃点好吃的。简单的吃过午餐之后，两个人坐在餐厅里没有走。其实身体的疾病让他连半点胃口都没有，只是叶清河不停地给他夹菜，为了不让他担心，他也只能强忍着全都吃了下去。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看着沉默不语的长青，叶清河突然开口问道。确实长青也没有掩饰，刚刚你一路上一直在低头，吃饭的时候也是一句话都不说，看来心事很重啊。叶清河托腮看着长青的眼睛，你那么聪明一个人，从小到大能让你觉得困扰的事情很少，我很好奇是什么，和我说说呗。长青点点头，斟酌着如何开口。他肯定是不能告诉叶清河自己的脑癌，在他眼中，这里才是现实的世界，是自己最需要经营下去，并且也会一直生活下去的世界。如果真要和叶清河聊聊穿越的问题，那就把自己重生的经历当做一场梦来说给他听好了。我最近经常会做一个梦。哦，什么梦？快说说。叶清河饶有兴趣地问道。在梦里，我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那是一个漆黑的山洞，蜿蜒曲折，暗无天日，无边无际，听起来像是个噩梦。长青讲述时，仔细地观察着叶清河的表情，想在其中发现些许的异样，但叶清河只是眨着可爱的大眼睛，认真听着长青的话。那里阴暗潮湿，空气中弥漫着奇怪的香气和血腥的气息，而且里面有很多诡异的怪物。怪物？什么样的怪物？一些蛇虫鼠蚁幻化成了人形，而且全都是女人。这些人自称合欢宗，他们如饥似渴，想要榨干我的精血。叶清河俏脸微红，臭流氓，你这不就是做了个春梦吗？还拿出来讲，害不害骚挖你？长青却很认真地摇摇头。清河，你看我是开玩笑的样子吗？叶清河见状也发觉到他的认真，于是问道。那这个梦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让你这么困扰？这个梦境本身并没什么，只是真实的有些可怕，但我想我已经说的足够多了。长青的目光一凝，直视着他的双眼。清河，你真的没做过同样的梦吗？没有，我确实没做过。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做过同样的梦？长青闭上眼，有些无奈，也有些失落，却又带着深深的庆幸。这种感觉很复杂，他一边希望如果叶清河也和自己一同穿越了，那将是自己在另一个世界的黑暗中唯一的曙光。可另一方面，他又不希望叶清河和自己一样，在那个残酷的世界中无休止的重生，饱受摧残。长青，你怎么了？你还没说完呢，为什么会觉得我会和你做同样的梦？见长青闭上眼没回答，叶清河凑到长青面前，关切地问道。这也是长青最欣赏叶清河的地方，他的性格就仿佛达到了理性和感性之间最完美的平衡。叶清河的成绩优异，思维敏捷，头脑很聪明，但是不管长青和他说出任何天马行空的想法，哪怕只是一句玩笑，叶清河也会很认真地去思考他的问题。对于这样的叶清河，既然说了，长青也就不打算敷衍他，让他完全蒙在鼓里。因为我在梦里梦到了你，这个梦我一共做了5次，每一次都是从头开始，但前4次的梦里都没有你，只有最后一次我梦到了你。前4次梦中，
我都在很努力地逃出那个洞穴，都失败了。但是最后一次梦中，你来到了我身边，帮助我逃出那里，那是我离成功最近的一次。他尽量去斟酌自己的话，既要还原事情的全貌，又不至于听起来太过离奇。也就是说，你觉得最后一次是我来到了你的梦里咯？长青点了点头。叶清河想了想，牵起他的手。虽然我确实没做过这样的梦，不过你要是真遇到了危险，我也一定会去救你的。感受着眼前少女温润的手掌，长青稍稍用力，握得更紧。他已经彻底确定骆红颜和叶清河不是一个人，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叶清河不会骗他，任何事情，包括常人可能都不会放在心上的一个梦，只要他提了，如果有印象的话，叶清河也一定会告诉自己。既然他没说，那就证明骆红颜不是叶清河。想到这里，他不免有些遗憾，早知如此，自己就不应该去救他，白白错失了逃离百花洞的大好机会。但是真要自己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和叶清河长相一模一样的女孩死在自己面前吗？他有些做不到。还有，即使叶清河并非骆红颜，难道两人之间就没有任何关系吗？那为何能长得如此相似？如果仅仅是巧合而已，他是不相信的。你说这世界上存在平行宇宙吗？平行宇宙？你是说类似以前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剧情吗？另一个宇宙里有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人？叶清河沉思片刻，忽然恍然大悟道：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庄周梦蝶，你把庄周梦蝶和平行宇宙假设在了一起，你刚刚是这个意思吧？他的话让长青一愣，不由得心中感叹叶清河确实聪明，他说的和自己的猜测差不多。你是不是觉得你梦到的那个世界其实是平行宇宙，而梦境就是连接两个世界的通道？你梦里见到的我其实是平行宇宙的另一个我？叶清河的说法和自己刚刚的猜想几乎完全一致，他不免有些惊讶。清河，你不会觉得我的想法太匪夷所思了，像是在胡说八道吗？怎么会？叶清河摇摇头，表情很认真道：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了，从小到大你说的事情就很少有错的。我相信你肯定不是无缘无故的就会有这种猜想，要么是你的梦境太过真实了，要么就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你没和我说。叶清河说的完全正确，曾经连长青自己都怀疑过，在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一切会不会都只是一个脑癌患者临死前的幻想。但有两件无可争议的事实让他确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他确实穿越过第一，他的身体状况确实会随着另一个世界里自己修为的高低而改变，这是他切切实实的感受。第二，每次重生他都会在1月8日的早上醒来，到凌晨又再次穿越，同样的一天他过了5次，对这一天发生过的所有事情都了如指掌。这是真实发生的超自然现象，绝对不可能用幻想来解释。当叶清河否定了他也做过同样的梦时，长青就已经有了一个猜测，会不会自己是穿越到了一个平行宇宙，令于长青就是平行宇宙里的自己，而骆红颜就是平行宇宙里的叶清河。如果真的是这样，下一次重生自己就一定要尽全力保护好骆红颜，并和他一起逃出去。因为另一个世界里令于长青的修为都能反馈成现实中自己的身体状况，那骆红颜如果死了，大概率也会影响到现实中叶清河的存在。也许他会出现意外，也许他会凭空消失。长青不敢想，也不愿去想，他只要知道自己需要去做什么就足够了。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他这种猜测存在着很多漏洞，他只是下意识的在说服自己。毕竟以他的极度理性和冷漠无情，如果确定了骆红颜和叶清河没有什么关系的话，他是一定会放弃骆红颜的。可他下意识的不想这么做，他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去保护他的理由。你说的对极了，长青感叹道。清河，你才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哪有？叶清河俏皮的吐了吐舌头，只是我很了解你而已。所以你心思这么重，是跟你瞒着我的事情有关吗？长青摇了摇头，说了谎。眼前的少女实在太聪明，又太了解自己，隔着电话自己还能骗过她，如今见了面，再这样一直聊下去，她只怕是骗不了她。不说这些了，今天难得没什么课，我带你出去玩吧。好。叶清河也没继续追问，和长青的相处中他一向如此，不会给人丝毫的压力。两人离开了餐厅，去了熟悉的河边。河面上结了很厚的冰，一些孩子正在上面嬉戏，两人漫步在冰面上，时而聊上几句，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要不是跟你在一块，我都不敢走在这上面。怕什么？结实的很。你没看到那边还有造雪的车子在上面开吗？但我就是怕呀。叶清河一边走一边踢着脚下的一块碎冰，像个顽皮的孩子。不过有你在我就不怕了。你还记得小时候不？我掉进泳池里，你把我救上来的。噗，你还记得呢？那时候你跟个男生似的，疯起来没深没浅的。类似这种事情可发生的太多了，我都以为你记不住了。怎么可能记不住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和你在一块，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他回眸一笑，眼睛眯成月牙，阳光映照在雪地里，反射在少女的脸上，映照出一幅绝美的画面。同样的画面他看了10多年，无数次，可少年依旧是看得吃了。若是用那阴暗潮湿的洞穴中的几世煎熬能换来少女的回眸一刹，他依然会毫不犹豫。可他回不去了，疾病正在夺走他的生命，他舍不得离开，舍不得眼前的少女。杯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他心中叹道。愣神之际，叶清河却已经走了过来，捧起他的脸。长青，少女一字一顿，不管是在现实还是在梦里，我都一定会找到你，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会和你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不用害怕，我会永远永远永远都在你身边。长青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要说这些，可是少女已经不再给他思考的机会。当叶清河的阴唇印在他唇上的那一刻，他的大脑一片空白。这是两人第一次亲吻，叶清河的吻和他时而俏皮可爱，时而恬静舒雅的风格都完全不同，激情而又热烈，令长青差点窒息。是真的差点窒息，长青只觉得喘不过气来，连下意识闭起来的眼睛都有些睁不开了。世界陷入一片黑暗，寒风呼啸的声音，孩童嬉戏的声音，最后都化作模糊的耳鸣，连同雪地里反射出来的刺眼阳光，混合着这个吻，在他的脑海中爆炸开来。他终于睁开了眼，映入眼帘的是一副精美的木质面具。昏暗的洞穴之中，他躺在床上，骆红颜正坐在床边。他当然喘不过气了，因为骆红颜正在用被子死死捂住他的嘴。看来我重生的时间又往后推进了，现在应该是前一世我刚被柳露打成重伤之后，被骆红颜救醒的时候。长青定了定神，目光恢复了清明，而后拍了拍骆红颜的胳膊，示意他可以松开了。骆红颜有些厌恶地看了一眼胳膊上被长青拍过的地方，不明白眼前这男人哪里来的厚脸皮，那么自来熟的样子。嘘，别说话，还记得我吗，骆红颜？师傅正在入定，小点声，千万别吵醒他。骆红颜的声音很小，生怕吵醒了柳露。知道了，长青老老实实答道。你昏迷了整整3天，身上的骨头都碎了大半，是我把你救醒的。说完，骆红颜话锋一转，我知道你一定不甘心在这魔窟中了却残生，想逃出去的话，我可以帮你，但你要告诉我，之前师傅让你去丹室看的东西是什么，是不是？柳露给我看了一本古籍，名为《幻魂夺舍之法》，他不认识上面的字，要我来认。长青如此流利的抢答，反倒是让骆红颜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但他依旧自顾自地说道，这幻魂夺舍之法有3大条件，第一，双方必须是元阴或者元阳；第二，双方必须修行同一种功法；第三，必须使用一种特殊的移魂灵。柳露这些年从不和人种采补，修为倒退，大概率就是在逆练元阴，而你肯定也是元阴之身，他是不是还要你教他功法？那他想要幻魂夺舍的对象不言而喻了。骆红颜看着眼前滔滔不绝的长青，感觉到分外怪异。虽说他本来是要和长青合作的，但这似乎也太顺利点了吧。等等，你说的这些都是你猜的吗？见到长青如此主动，骆红颜不免有些怀疑。长青也有些反应过来，确实自己的表现似乎有些太过于主动了，随即他赶忙收敛了一些，开始和骆红颜分析起了柳露的目的，以及两人该如何合作逃离这里。只是连他自己也没有发觉，他的言语之间还是或多或少带着一股殷勤的意味。制定了和前世一样的计划之后，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在炼灵的时候把柳露炸死确实是一个好办法，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爆炸杀不死他？骆红颜摇摇头，不可能，他再强也不过是转瞬6转的修为，而且他修行的是毒法，并非精于体魄的修士。况且我这个方法是引爆他窍穴里几种特殊的玉灵，是由内而外的爆炸，到时候怕不是他的脑袋都会开花。长青回忆起来，确实前一世爆炸时柳露的头都被炸得粉碎，变成了一具无头尸体，但他还是以一种诡异的姿态复活了。只有彻底杀死柳露，他才能稳稳地保下骆红颜，稳稳地逃出这里。可柳露到底是怎么复活的？该用什么方式才能彻底杀死他？这却触及到了长青的知识盲区，眼下也只能问问骆红颜。那有没有一种可能，一个人的头都被炸没了，但是他还能复活？长青问道。骆红颜沉吟片刻，还是摇摇头。柳露不可能有这种本事，据我所知，拥有起死回生能力的玉灵起码都得是天灵级别，而且还有诸多限制。柳露只有转瞬6转，天灵最起码都需要上万个窍穴才能承载，他做不到使用天灵复活。他的语气非常肯定，不容置疑。长青想了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有一种玉灵可以保护使用者，即使头被炸成碎块依然能存活？你指的存活是什么？没有头也能活吗？那就是转化为僵尸或者活尸了。据我所知，有的毒法灵能做到，不过需要提前把人炼成尸才能达到这种效果。不对，
长青忙打断他：“我说的活是在生长出一颗头颅，而且非常诡异，就好像有无数的蠕虫从人的体内喷涌而出，重组缺失的头颅和器官，血光冲天。”长青的话让骆红颜陷入了沉思。“你有些谨慎过头了吧？柳露不可能有这种能力的，相信我。”长青却目光坚定。骆红颜只好无奈道：“我不知道什么玉灵能制造出什么蠕虫，但是如果是重组肉身，血光冲天，那只有可能是已经失传的血法灵。血法灵中有很多都有重塑血肉之能，根据你的说法，最符合的应该是血魔灵。血魔灵是地灵，催动地灵需要占据的窍穴不会过万，柳露确实有使用地灵的能力。不过血法灵非常特殊，已经失传了，柳露又是毒法修士，不可能有那么高级的血法灵。”骆红颜还是没有太过在意。我们现在该想的是怎么在炼灵过程中炸死柳露。你关注的重点是不是错了？长青不知道该怎么和骆红颜解释，他确实看到过柳露起死回生的场面，但他必须对柳露的手段有所了解，才能想办法反制。我确实看到过柳露的身体受到重创之后迅速再生复原的场面，所以我担心爆炸杀不死他，有备无患。你还是给我讲讲那什么血魔灵。见长青如此坚持与肯定，骆红颜只好说道：“血法修士是修士界最臭名昭著的一类邪道修士，比毒法修士还要遭人唾弃，这些你都不知道吗？因为血法灵和其他玉灵不同，大多数玉灵都是天然形成，但是却没有天然的血法灵，所有血法灵都必须由修士炼制出来。据说这种邪恶的玉灵本身就是千万年前的某个邪道巨擘创造出来的。血法灵顾名思义，炼制血法灵必须用到血，兽血、灵兽血，甚至人血、修士的血，而凡人的血液也是风险最小最容易获取的材料，炼制血法灵往往需要成百上千个人的血。所以说每个血法修士都一定是邪道，身上都背负了数不清的人命。上古时期修士界混乱不堪，多方混战，那时候血法修士非常猖獗，导致生灵涂炭。后来在正道合力的绞杀之下，血法这一门邪道才渐渐销声匿迹，最后失传。骆红颜的意思长青听懂了，血法修士就是过街老鼠，如果敢行走世间，就跟通缉犯在衙门口转悠没什么区别。但这和欢宗也是彻头彻尾的邪教吧？邪教里面滋生有其他邪道，不是再正常不过了。于是长青问道：“那有没有可能柳露身上就有一个能护她不死的血魔灵？”这不可能，因为血法灵不像是普通的玉灵，依靠吸收修士体内的灵气就能一直使用下去。血法灵必须靠鲜血来喂养，如果没有足够的血气，血法灵就会渐渐枯竭，最后破灭。如果柳露有一个血魔灵那种地灵级别的高级血法灵，除非他是实力强悍的血法修士，依靠自己的血气就能喂养，不然的话他必须每天杀人来喂养那枚血魔灵。这么多年下来，整个合欢宗够不够他杀？虽然骆红颜分析的有理有据，但是长青依旧相信柳露有一枚血法灵。你确定能够帮人重塑肉身的玉灵只有血法灵吗？当然了，虽然其他种类的玉灵也有不少有疗伤的功效，但是如果是连头都被炸掉，或者是断手断脚需要重塑一部分肉体的，只有血法灵能够做到。得到了骆红颜肯定的答复，长青可以确定柳露一定是利用血法灵达到起死回生的效果的。毕竟眼见为实，前世他亲眼见到了柳露诡异的复活，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反制柳露的血法灵。如果柳露真的有血魔灵，该如何杀他？长青问道。杀不掉的。骆红颜摇摇头，那可是地灵，可将周身血肉融为一体，随意调动，只要还有一丝血气，就能转化为再生血肉，有那个逆天的邪灵傍身。你砍掉他的头和砍掉他的手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想要杀他，除非把他一丝不剩的碾碎成渣。你觉得我们两个做得到吗？骆红颜的话让长青陷入了沉默，这听起来就好像是一个死局。见长青如此纠结，骆红颜有些无奈。你难道没听懂我刚刚说的话吗？那柳露不可能有血魔灵的，你实在是杞人忧天。长青没有应声，他依然在思考。骆红颜的分析是很对的，血法修士在世间销声匿迹千万年，即使曾经真的有误入百花洞的邪法修士带给了柳露一枚血魔灵，柳露也喂养不起。但是这分析和现实存在明显的漏洞，事实上柳露就是有一枚血魔灵。那么问题出现在哪里？等等，你说柳露有没有可能豢养了一个强大的血法修士，只要定期去抽取他体内的血气来喂养血魔灵不就可以了吗？毕竟他的血魔灵只有一种渠道获得，就是有邪法修士误入到了百花洞里，柳露夺走了他的血魔灵。既然能夺走玉灵，为什么不能把那个血法修士也像牲畜一样豢养起来呢？骆红颜扶额，你是白痴吗？首先，如果先天的本命灵被夺走了，修士就会立刻随之死亡，修士死亡之后，尸体也就不能持续产生血气了，喂养不了血魔灵这么多年。也有可能血魔灵不是那个修士的本命灵。长青反问道。那就更不可能了，
血魔灵是地灵，本命灵一般都是修士体内最强的灵，如果连血魔灵这种级别的地灵都不是他的本命灵，那这个修士最低也是须臾级别的强者，这样的存在，柳露对付都对付不了，何谈豢养？长青却不这么认为，如果排除所有不可能，剩下的那个结果，就算再离奇，也是真相。他已经可以肯定，这百花洞中一定存在某个极其强大的血法修士，被柳露用什么方式豢养了起来。虽然没法依靠他和洛红颜的力量直接破解血魔灵，但是得知了这么多有用的信息已经足够了。越是死局，越需要变量，越对自己不利的局面，越要改变，只要改变就是好事。而一个被豢养起来的血法强者，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变量，给了他很多可以操作的空间。计划暂时就这样说定了，4大护法和血魔灵的问题交给我来解决，我会哄骗柳露在炼灵的时候炸死自己，4大护法我也会一一除掉，血魔灵如果真的存在，我来想办法。现在说再多也没什么意义，他已经有了计划。虽然这一世的目标除了逃出去之外，还多了个保护洛红颜，难度陡然增加，但他还是信心十足。只要你别翻译的时候在柳露面前露馅，我就谢天谢地了。长青挠了挠头，似乎这一世自己言语间的主动和对洛红颜的关切，让洛红颜对他产生了一些误解。他很认真的点点头，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你也要保护好自己，万事小心。我俩只是合作，不用你关心我，而且说实话有点恶心啊。柳露干枯的手握着一支毛笔，正按照长青说的在纸上歪歪扭扭的记录着。师父，这一魂灵非常特殊，炼制成功之后一炷香的时间就会消散，所以必须现炼现用。柳露一边在纸上写下，一边疑惑道，本座也算略懂炼法，怎么从没听说过还有玉灵有这种特性？长青啊，你不会再欺骗本座吧？师父，我怎么敢骗您呢？这段时间徒儿一直尽心尽力替师父翻译这幻魂夺舍之法，不敢有半点欺骗。要是这幻魂夺舍之法失了效，惹怒了师父，徒儿肯定没有好下场，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自从他确定和洛红颜合作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和他单独见过一次面，这几天一直留在柳露的丹室内，替柳露翻译那本幻魂夺舍之法。二人同吃同住，俨然真正的师徒一般。柳露这次依旧在长青的诱骗下吸食了大量的毒物，精神状况越来越不稳定。这次他的目标很明确，不只要洗脑柳露，让他吸了那些药粉之后疯疯癫癫，并在炼灵过程中自爆产生混乱，他还要找到被柳露豢养起来的血法强者，并且加以利用。师父，这个幻魂夺舍之法失败的概率极高，只有提前用这些药粉还有一些玉灵淬炼身体，才能大大增加幻魂的成功率。最重要的是，您修行的地方必须选在一个血气充盈之地。血气？柳露狐疑，这魂魄的修行和血气有什么关系？您只有血气充盈，才有可能在修行时以血助魂。这书上说，其实血法修士才最适合使用这个幻魂夺舍之法，如果不是血法修士，想要使用的话，也得或多或少进行一些血法修行，最起码要在血气充盈之地先修行一段时间。听了长青胡说八道的解释，柳露却恍然大悟似的点了点头。长青心中安定下来，他赌对了。其实他早就想过，这个幻魂夺舍之法会不会就是柳露从那个血法修士身上得来的？让他这样猜测的不只是那个血法修士有着强大的实力、深厚的底蕴，有这样的秘法也并不奇怪。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原因，这本幻魂夺舍之法纸页通体红色，带着腥气。如果这本幻魂夺舍之法是柳露从那个血法修士身上夺来的，那长青刚刚这么说，柳露就很容易相信。而柳露去修行的地方，大概率就是关押着那个血法修士的地方，到时候自己就能知道那个血法修士所在的地方，之后再把柳露枝走到其他地方去修行，给自己创造能去寻找那个血法修士的机会。等到在血气充盈之地修行了满3天之后，就要去阳气充盈之地修行3天，循环往复3次，期间必须独自一人，切记身边不能有他人干扰，否则效果会大打折扣。之所以过了几天才引导柳露去其他地方修炼，自然是长青想让柳露先吸食几天药粉，神智更加模糊的时候才更容易相信自己。师父，这血气充盈之地和阳气充盈之地都是什么意思啊？说完这些，长青又赶忙假装疑问，摆脱自己刻意引导的嫌疑。人种所居住的洞穴自然就是阳气充盈之地，至于血气充盈之地，柳露的话说到一半，却并没有继续回答长青。你接着给本座说说修炼的细节，其他的别管。是，师父。当晚，柳露就离开了丹室，长青自然是被他关在了丹室里。不过他并不担心，这次他和洛红颜是真正的精诚合作，掏心掏肺。虽然自己出不去，但是洛红颜是可以在外面自由活动的。两人早就制定好了很多暗号，里应外合。现在柳露离开了丹室，想必洛红颜很快就会发觉，他会利用可以在洞中自由活动的便利，确定柳露的位置，毕竟整个百花洞就这么大。你是说，
他只是在自己的洞府内。长青略有些惊讶地问道：没错，就在他自己的洞府，已经闭关2天了，估计明天他就会回来。骆红颜很肯定地说道：你去过他的洞府吗？里面有没有什么密室、暗道之类的？骆红颜摇头，他从来不允许任何人进入他的洞府。看来关押那个血法修士的地方就是柳露的洞府了。等他闭关回来之后，应该就会到关押人种的洞穴内再闭关3天。我得趁着这段时间到他的洞府内一探究竟。虽然很冒险，但确实值得一探。长青挑眉，现在相信我的判断了吧？骆红颜大大方方地承认。既然你说要去血气充盈的地方修行，柳露却去了自己的洞府里，也没见他带什么其他人进去屠杀献祭，制造血气，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的洞府内有着一个血气很强的存在，极有可能就是你猜测的邪法修士。你虽然修为低微，但是脑子确实好使，让我刮目相看。提到修为，长青有些无奈，为了让柳露放松警惕，这一世自己依旧跟随柳露学习了合欢宗的功法，如今已经到了疏忽2转境界，时不时就会欲火焚身的烦恼依旧困扰着他。不过你该如何离开这里，又进到他的洞府里，这单是由柳露设下的禁制，你如果破坏了这些锁门的蛇团，他一定会立刻感知到，而且他的洞府肯定也会设下禁制，你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去？别担心。长青说着，居然当着骆红颜的面一把扯掉了门上的一条毒蛇。骆红颜一惊，甚至下意识地转身看了一眼身后，仿佛生怕暴怒的柳露突然赶回来。你疯了，你这样柳露会感应到的。没事没事。长青却不以为意，看着地上的毒蛇慢慢地爬回到门上，再次缠绕了起来，满意的点点头。他自然知道柳露能感应得到，他有恃无恐的原因是他摸透了柳露的规律，并且也给柳露制定了规矩。经过这段时间的摸索，他已经发现，每当柳露在服下那些过量的毒品药粉时，就会精神极度亢奋，持续很长一段的时间。他特意在这段时间内试探过几次，在柳露服药之后，不管他如何摆弄这些蛇团，柳露都不会有任何反应。子时和午时按时服药，就是长青给柳露制定的规矩，也是柳露不会发现他离开丹室的时间。最妙的是，这些毒蛇被他扯掉之后，还会自己主动爬回去，柳露回来之后也是完全察觉不出来的，简直是天助他溜走。见骆红颜已经要转身逃走了，长青赶忙叫住他：你放心，柳露按照我的指示，每到子午时都会服药，这段时间他的精神很错乱，是感应不到这些蛇团的。听罢，骆红颜这才停了下来，将信将疑道：什么药这么厉害？能不厉害吗？在地球上那可是全世界的祸害，普通人沾上一点都要沉沦其中，到了丧失理智、家破人亡的地步。而柳露服用的可是超大剂量混合式暴风吸入，就算是再厉害的修士也得中招。还是得再次感叹一句：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这何止是走遍全天下，长青走遍异界都绰绰有余了。什么药你别管了，反正有效，只要我趁着子时和午时离开丹室，再趁着子时午时进到他的洞府内，就没有问题。现在难的是，我一个男人在外面行走实在是太扎眼了，需要你来给我打掩护。骆红颜听罢，上下打量了一遍长青，又在他的脸上停留了几许。你长得不错，打扮成女人以假乱真也未尝不可。没问题。长青毫不犹豫地同意道。想当初为了避免被采捕，他连自宫都毫不犹豫，更别说化妆成女人了。那就这么说定了，待到柳露去关押人种的洞穴闭关后，我就在子时来接你走。女人的衣服我到时候也给你准备好。骆红颜跟长青敲定好计划后，保险起见也匆匆离开了丹室。他走后，长青不免有些落寞，不知不觉间，骆红颜总是会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叶清河的一颦一笑渐渐和他的身影重合，也让长青对叶清河的感情不自觉地倾注到了他身上。第二天，柳露回到了丹室之中，一进到洞中，柳露就极其暴怒地钳住了长青的脖子。逆徒，你是不是在骗本座？修行幻魂夺舍之法哪里需要什么血气？嗨，师傅，我不敢骗你，师傅明察。可柳露完全不为所动，手上再次用力，直到长青两眼翻白。但长青依旧没有承认自己骗了柳露，即使已经感受到了死亡的逼近，他心中还是不为所动。这老蛇肯定是相信的，他只是多疑而已。也许那个血法修士和他说了些什么，但既然他能在洞府中整整闭关了3天，就代表他还是更相信我的翻译。见长青还是没有承认，柳露松开了手，长青顿时倒在地上，剧烈的咳嗽，贪婪地呼吸着空气。看来是他在诓我。在因窒息而引起的耳鸣音中，长青听到柳露自言自语的一句话，他顿时心中冷笑，看来自己猜得不错，那个血法修士定是和他说了些什么，让他产生了怀疑。但是无伤大雅，因为人性的劣根就是这样，总是会去相信自己更愿意相信的东西。
更何况频繁的西药已经让他的神智越来越混乱。柳露苦等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有人能帮他翻译这个夺舍之法，况且翻译之人还是个微不足道的蝼蚁，被他控制在鼓掌之中，他自然更倾向于相信自己。简单的和长青交流了一番在血气充盈之的修行的心得之后，柳露就再次出发，去往了关押人种的洞穴闭关修行。当然，他所谓的心得大概率也只是他吸入那些药粉产生的幻觉罢了。至于洞穴中的那些人种，因为长青说过修行时不能有人打扰，估计柳露会把他们赶往别处，换一个洞穴圈养起来。等到柳露走后，又过了一天，骆红颜才带着女装来到了丹室。凭什么你穿得这么正常，我却要这么落啊？看着自己身上几乎袒胸露背的衣服，长青有些无语。这洞中的女妖都是如此，像我这样正常打扮的才是少数。你如果穿得素净，会很显眼。还好独属于少年的肌肤很白净细腻，长青又长得非常瘦弱，如果仅看背影，倒还能勉强算是有几分姿色。你这整体看上去勉强能蒙混过关，就是你这身材太寡淡了。骆红颜拖着下巴品鉴道，他给长青简单涂抹了些胭脂，遮掩住他惨白的面色，又把他的长发梳起，看起来像是女子的发型。不过对于长青的身材，他还不是很满意。确实不怪他吹毛求疵，这洞中的女妖个个幻化的丰乳翘臀，骆红颜自己也是身材高挑柔美，而长青本就高，穿上暴露的女装活像个竹竿。还有你这张面瘫脸和死鱼眼，是男人的时候还好，化妆成女人后怎么看怎么别扭，你就不能改改吗？长青无奈，要不然就这样算了吧，我感觉离得远一点也未必有人能看出来。那可不行，你这人平时怪谨慎的，到这种时候怎么又大意了呢？说罢，骆红颜手指一点，一枚乳白色的玉铃浮现，她伸手点在长青的胸前，又向后划过长青的臀部。少女手指的触感让长青身体一颤，紧接着一股奇怪的感觉袭来，只见她的胸前迅速鼓胀开来，臀部也开始翘起，顿时把整个衣服撑得前凸后翘，曲线诱人。如果说之前她是个竹竿，现在彻底变成了熟透的水蜜桃。嘿嘿，这下可以了。骆红颜狡黠的一笑，不用担心，这个是我自己练出来的小玉灵，就是个肉色的坚固气泡，能改变形状，把你的衣服撑起来，改变体态的障眼法而已。长青并没有很吃惊，这世上的玉灵千奇百怪，有什么功能都不奇怪。他的目光倒是瞥向骆红颜胸前，你这个不会也是？骆红颜赶忙捂住胸口，气愤道：邓秃子，我这当然是真的了，我假给谁看？再看给你的死鱼眼戳瞎。说罢，他撇过头去，不再看长青。你走路的时候把头低一点，别让人看到你的那副死人表情。走了。不得不说，人只要心态一改变，看待事物的方式都变了。潜意识长青将骆红颜视作提线木偶，对于他说的话做的事都心如止水，毫无波澜。可这一世，他已经自动把骆红颜面具下的表情脑补成了叶清河耍小性子时娇憨的可爱模样，看骆红颜也是分外顺眼。他伸出手放在骆红颜头顶，抚了抚她柔顺的秀发。好了好了，对不起，我不该逗你的。你这个玉灵蛮有趣，可以送我一个吗？骆红颜被他这么一摸，也泄了气。长青这人很奇怪，明明表情冷漠，可对自己说话时总是带着若有若无的温柔宠溺，让人没法真正生他的气。只是他这种死皮赖脸自来熟的感觉，还有总是想要接近自己的行为，让人莫名其妙。骆红颜拍掉了长青的手，给你，以后不许随便碰我。遵命，以后碰你之前我会申请的。长青接过那枚乳白色的玉灵，直接吸入窍穴之内。他现在是疏忽二转，体内正好有2个窍穴，一枚是他原本就有的骨刺灵，一枚是这个气泡灵。咦，你怎么不需要炼化，直接就吸入窍穴之内了？骆红颜见状略有些惊讶，玉灵不是拿来就能用的吗？还需要炼化吗？长青反问道。他确实不知道将玉灵放入窍穴还有需要炼化这个说法，毕竟前几世他也没得到过其他的玉灵，只有一枚体内自带的骨刺灵。当然了，不管是天然的无主玉灵，还是被其他修士收服炼化过的玉灵，里面都充斥着天然的灵气或者其他修士的灵气。如果其他修士想要放入自己的窍穴内，这些就都是杂质，必须先炼化才能吸收。他知道长青对于修炼就是个半吊子，所以也耐心解释道。不过根据玉灵本身的强度，炼化的难度也有难易之分。骆红颜想了想，释然道：这种玉灵本身就是我随手炼出来的小玩意，不是很稳定，多使用几次就会破灭消散了。可能给你的那枚已经在破灭的边缘了，里面的灵气所剩无几，所以你才不需要炼化就能吸收。正好，还不用耽误时间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吧。长青点点头，二人离开了丹室。一路上，长青不远不近地跟着骆红颜，他这身衣服每迈一步，大腿就得露出大半截，饶是长青也颇为不适。但骆红颜说的是对的，在这个地方，他穿的越是暴露风骚，
越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一路有惊无险到了柳路的洞府，二人抓紧时间解开了洞府门口缠绕着的蛇团，走了进去。洞府内非常宽敞，还带着一股奇怪的香气。这种香气非常诡异，不是花香，不是草木香，而是类似一大锅肉汤的香味，香中带着一股淡淡的腥味。洞中略有些潮湿，骆红颜指尖升起一团火苗，火光的照耀下，很多墙壁上还挂着一些透明的粘液，看起来分外恶心。这地方确实不像什么洞天福地，但要说是盘踞着什么老妖的巢穴，实在是太符合了。骆红颜从背着的挎包里掏出一个小火把，用指尖的火苗点燃后递给长青，二人便分头找了起来。不多时，长青便顺着那若有若无的肉香找到了一个小洞，洞口很矮，仅有半人高，像是个狗洞大小，但是那越发浓郁的肉香就是从其中传来的。长青招呼了一下骆红颜，让他在洞口接应自己，他先爬进去看看一探究竟。洞口很狭窄，他勉强挤过去，洞口边缘还带着类似墙壁上的那种粘液，冰凉滑腻的感觉不由得让他脊背发凉。怎么样，里面有什么东西？见长青已经爬了进去，骆红颜忙问道，但他却没能听到任何回应。片刻之后，回应他的只有长青呕的一声干呕。你怎么了？骆红颜担心道，低下头也准备爬进去。可就在这时，长青的手却从洞口伸了出来，一把按住了他准备伸进去的头。别看！他的声音极力地维持着平静与温柔。退回去，我自己接着找，你在外面等我。可骆红颜并没有听劝，他把头一偏，还是挤了进来。他的眼睛还没有适应光线忽明忽暗的变化，可是当他的眼睛适应了光线，看清楚洞内的景象时，他也同长青一样低头干呕了起来。只因这洞中的景象实在太过骇人。长青原以为自己已经适应了这个世界的血腥诡异，看惯了那些女妖同类互食、残肢断臂，还有那些女妖半人半虫的本相，可眼前的画面再次刷新了他的认知。整个洞穴非常紧窄，洞口处漆黑的杂草丛生，但是在洞穴的四周墙壁上遍布着如同疱疹一样的脓包，还有肉瘤和肿块，仿佛一个恶疾缠身的病人身上的肌肤。洞穴的颜色居然是诡异的肉色，在火光的映照下显得越发的红艳。更加诡异的是，整个洞穴似乎活过来一般，肉色的墙壁随着洞穴深处的呼吸一同蠕动着，伴随着蠕动，墙壁上还时不时有脓包破裂，里面的脓液喷溅在地上，顺着洞穴肉色的地面一点点蠕动，流淌到洞口。那浓郁的肉香正是这些脓液散发出来的。这似乎是一个转化的过程，肉壁上的肿块慢慢转化成肉瘤，肉瘤再慢慢转化成脓包，脓包最后破裂。但这些还不足以让见过大场面的长青和骆红颜两人恶心到这种地步。真正让人头皮发麻的是洞穴尽头的一个硕大的肉球，那块肉球像是一块裸露着的大脑皮层，但是是粉嫩的肉色，上面像是有着很多裂痕，又像是蠕动着数根粗长的肉条，而整个肉球上密密麻麻地遍布着数不清的眼睛。长青突然回想起来，这个肉球他见过，这正是前一世柳露复活的时候重新长出来的一颗头颅。区别是柳露的那颗头颅是由无数的毒蛇缠绕扎结在一起而形成，上面布满细密的黑色蛇鳞，让整个头颅看起来是漆黑的颜色，而眼前的这颗肉球却是粉嫩的肉色，看上去就像无数被剥去了外皮的蛇缠绕在了一起。更加恶心的是，这些蛇的尾巴都分开悬在外面，无数根肉色的尾巴在空中胡乱地舞动着，配上那颗诡异的头颅，看上去像一只血肉模糊的多足章鱼。那蛇团突然停止了蠕动，而后剧烈地颤抖了几下，从蛇团中间缓缓裂开一道口子，紧接着一个胎盘从中滑落出来，胎盘破裂，从中钻出了一个怪胎，实在是太奇怪了，像是一条肉色的蛇，没有鳞片，也没有毛发，只有如婴儿般粉嫩柔软、富有褶皱的皮肤，在它的身体两侧长着4条和人类一样的手臂，但它却没有存活下来。它剧烈地咳嗽了几下，像是人类婴儿一般要放声大哭的前兆，但几个呼吸之间，它就迅速地死去了，化为了和那些脓包里面的脓液一样带着肉香的脓汁，一直流到长青的脚边。那团没有外皮的蛇在产下怪胎之后，似乎遭受到了莫大的痛苦，它蠕动着又抽搐了几下，同时无数个蛇眼的瞳孔都在剧烈的颤抖。诡异的是，这些数不清的眼睛虽然一直在转动，但却始终看向同一个方向，就仿佛这蛇团并不是一群蛇组成的，而是一整个单独的意识，一个单独的生命。最后这些眼睛一齐看向了长青。娘！那蛇团发出了声音，却是一个女童稚嫩的音色，她并没有嘴巴能证明声音是由她发出的证据，仅仅是当那声稚嫩的娘响起时，她那肉球一样的头颅下方散布的触手同时抬了起来，似乎在表达喜悦。见长青没有应答，那蛇团又叫了一声娘。长青懵了，这怪异的蛇团为什么要叫自己娘？如果说这怪物真的有娘，
那他的娘不应该是柳露妖。为了确定他是不是在叫自己，长青往旁边挪了几步，跟骆红颜拉开了一些距离。那怪物的众多视线果然随着长青的挪动，纷纷移了过来，看向他。见此情形，长青看向一旁的骆红颜，询问道：“这是个什么东西？怎么这么恶心？还有，他为什么叫我娘？”骆红颜仿佛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呆呆地望着那个蛇团怪物。林胚，想不到真有这种东西，这是柳露做的吗？他到底豢养了一个多恐怖的怪物？林胚，什么意思？骆红颜定了定神，解释道：“所谓灵胚，就是玉灵的前身。”长青摇摇头：“我没太明白，玉灵不是天生的长吗？还有前身？”骆红颜想了想，只能换一种方式给他解释：“你听说过鬼吧？”“知道啊，人死了不就变成鬼了吗？但这只是传说吧，实际上不是没有所谓的鬼吗？我只是拿来打个比方，其实所谓鬼的传说，就是取材于玉灵。”骆红颜晃了晃指尖的火苗，比如这枚火花灵，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鬼，是火焰死后灵魂化成的火鬼。玉灵的概念就是天地万物之鬼，只是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万物死后就会变成玉灵，这是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不然炼法修饰最难的也就不是炼灵了。这枚火花灵就是我用了多种材料炼制而成，但我能直接炼制出火花灵，却不能先炼出灵胚再杀死灵胚，简单粗暴的把它变成玉灵。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长青点点头，他大概理解了，这就好比化学实验，镁在二氧化碳中燃烧会产生碳，这是普通的炼灵方式。而眼前的灵胚就好比用化学反应造出了一棵大树，再把大树烧成了木炭，一样匪夷所思。骆红颜又补充道：“玉灵只是一种灵体，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死物，一个灵体，它是虚无缥缈的，但是灵胚却是实打实的生命，这简直不可思议。我只听说过，从没见过。而且柳露的这颗灵胚实在是太过邪恶了，甚至有些恐怖。”长青盯着那团肉球看了半天，并未看出什么邪恶，只是觉得分外恶心。这明显是一个邪法灵胚，能炼出如此巨大的灵胚，需要数不清的血气和生命力，就连每时每刻要消耗的血肉都是一个庞大的量。就像我之前说的，仅仅依靠百花洞中的这些人种和女妖，想要养活一个血魔灵都不可能，更何况是如此巨大的灵胚。这样的灵胚，别说创造出来，仅仅是维持，每天起码也需要投入成千上万个凡人的生命。如此看来，不管是喂养血魔灵，还是创造并维持如此巨大的灵胚，都是他靠外力完成的。那个被他不断抽取生命力、血气、血肉的血法修士，只怕实力极强。听了骆红颜的分析，长青的表情也凝重起来。他对这个世界的修士实力并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概念，毕竟他太过弱小，仅仅是个最低等的疏忽二转。和骆红颜比起来，他已经算是蝼蚁了。能让骆红颜如此吃惊的实力，他觉得这血法修士的实力只怕是要强于柳露的。你觉得对方大概是什么修为？起码是转瞬吧，估计能有转瞬几转。转瞬？你在开玩笑吗？骆红颜白了长青一眼。我虽然没见过真正的血法修士，不知道他们的生命力和血气照比同境界的其他修士能强多少，但是转瞬绝对不可能，即使是转瞬九转，还是最精于体魄修行的战法修士，被抽取那么多的血气，也会瞬间变成干尸。你不要只见过一个柳露是转瞬修为，就觉得转瞬修士有那么厉害，仅仅是转瞬修士不可能有此等伟力。骆红颜笃定的语气和批评的口吻，像个教育学生的班主任，让长青想起来以前上高中的时候，他忙着做题，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的时候，叶清河就会用这种语气数落他。你别以为你现在年轻就没事啊，把肠胃和眼睛都熬坏了，以后有你哭的时候。长青发育的比同龄人晚些，那时叶清河比他还高了一点，真有点大姐姐的感觉。想到此处，长青不禁嘴角微微上扬。不明所以的骆红颜大感无语，你怕不是有什么毛病？这时候笑什么？没什么。那你下次别笑得莫名其妙好吗？你这人怪死了，时而聪明，时而憨傻，在这么一个诡异的地方，你突然一笑，我心里都发毛。抱歉，下次注意。说回来，我建议还是别再继续深入探查了。如果柳露囚禁了这种级别的强者，那可是一条困龙啊！我们两个就算找到了奇人，又有什么用呢？对人家来说，我俩就是蝼蚁而已。长青却摇摇头，既然对方落难了，那他的目标就一定也是逃出去。我们目标一致，就有合作的可能。骆红颜嗤之以鼻，那种级别的强者，人家凭什么跟你合作？不合作也可以利用，都是一样的。他的话让骆红颜一转头，只见长青面无表情，语气平淡。有困难就会有需求，有弱点，需求和弱点兼备，就可以利用。你不会也在利用我吧？怎么会？长青面无表情的脸转向骆红颜，转而浮现出一抹笑意，但是突然想到他不让自己突然笑出来，忙收敛起来，认真道：我们是合作，不是利用。我永远不会利用你，发生任何危险，我都会保护你。你，
你闭嘴哈，说话一点不知道害臊。骆红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害羞，不再理会长青，快走了几步，到了那个肉球蛇团跟前，怕出现什么意外，长青连忙跟上。娘！见到长青过来，那蛇团有些兴奋，一根根触手都颤抖起来。话说这林胚为什么会叫我娘？他把我认成柳漏了吗？骆红颜摇摇头，别试图用我们的想法去理解林胚，它只是一团有生命的血肉，不一定具有正常的思维，没有五脏六腑，也没有六官六感，认知世界的方式和我们不一样。也许在他眼里，你和柳露有什么相同之处，那我该怎么办？这玩意真的能交流吗？我问他那个血法修士在什么地方，他能说出来吗？骆红颜一摊手，我也不知道，洞府我们已经找遍了，就发现这么一个怪异的地方。而且既然柳露是用那个血法修士喂养灵胚的，我觉得关押他的地方一定离这里不远。你可以试着问问这个灵胚，反正他对你没什么恶意。长青也认可骆红颜的提议，于是尝试着开口询问道：娘问你，那个血法修士在什么地方？蛇团并没有反应，只是众多眼睛一起眨了眨，似乎是在表示疑惑。他的智慧应该不高，你得问他点简单的。骆红颜提醒道。还没等长青再度发问，那蛇团先说道：娘，长青想了想，问道：饿了就让娘带你去找吃的，告诉娘吃的在哪。娘，吃。那蛇团依旧是呆滞地重复着类似的话。就在长青和骆红颜再次失望时，那蛇团怪物却突然又开始抽搐起来，紧接着传来一阵筋肉撕裂开来的怪异声音。那些缠绕在一起的蛇缓缓分开，从蛇团中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只是那些被剥了皮的蛇似乎已经生长在了一起，这道口子几乎是从中间被硬生生撕开的，所以才会传来刚刚的怪异声音。这蛇团怪物似乎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周身的触手都在剧烈的抽搐着，看起来非常诡异。娘，他的声音有些虚弱，像是困倦的孩童刚刚睡醒发出的稚嫩呼唤。长青和骆红颜看着他身体中间撕裂开的巨大口子，面面相觑。那口子边还蠕动着数不清的细小肉芽，看着就让人望而却步，这是他的嘴。骆红颜迟疑道：你说，有没有可能那被关押起来的血道修士就在这口子后面？长青却凑了过去，在那口子边往里张望，只是里面什么都没有，一片漆黑，看不见任何东西，只能看到近处蠕动着的肉芽，里面应该有不小的地方。你在这等着，我先进去看看。说着他已经探头进去，骆红颜却上去一把拉住了他。你疯了吗？这你都敢往里面钻？万一灵胚直接把你当成食物给吞了呢？没事，总得有人进去啊，你实力强，我要是出了什么事，你在外面还能救我。骆红颜听后犹豫片刻，也只能点头同意。那你拿着火把，要是有危险你就摇晃火把，我看到了就想办法救你。好，放心吧，没事的。他习惯性地揉了揉骆红颜的长发，拨开他拽着自己的手，转身迈入黑暗之中。进入其中后，那股浓郁的肉香味渐渐变淡，取而代之的是浓重的血腥味，是纯正的人血的味道。眼前是另一个洞穴，看起来并不似刚才的血肉洞穴那样怪异恶心，只是普通的山洞而已。长青举起火把，先看向身后，自己钻进来的地方是一面血肉组成的墙壁，墙壁上布满褶皱，还有许多凸出来蠕动着的细小肉芽。在他钻进来的口子周围伸出来好几根类似脐带一样的管子，一直伸向洞穴深处。长青顺着那几根脐带走过去，脐带最后延伸到了一个规模巨大的血池中，整个血池就占据了洞穴的大部分空间，几乎有一整个彩云间大殿那么大的规模。血池四周屹立着8根柱子，从每根柱子中都延伸出上百根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丝线，这上千根丝线交织在一起，编织成了一张巨大的蛛网。而在蛛网的中央困着一个猎物，那是一个女人。说是困有点不太合适，当长青的火把照过去时，只见蛛网中央的人影几乎是被上千根丝线穿刺进了身体的每一处，吊在那里。他身着一袭血衣，已经残破不堪，双臂张开，以一个受难者的姿势被牢牢地固定住。那些丝线不止穿过了他的四肢和身体，连他的脖子、头颅、面颊都有数不清的丝线穿过。他就好像是一个被挂在树上，经历过风吹雨打，早已千疮百孔的纸鸢。长青凑上前一些，只见那女人的面部似乎是被铁水浇筑过，完全看不清楚脸，只能看到已经被腐蚀的有些破败的铸铁紧贴在她的面部，把她从额头到双眼一直到脸颊全都覆盖了起来。仅有露在外面的一张嘴，唇红齿白，能看出来她的五官十分精致。她衣不蔽体，只有一头雪白的银丝长发垂下，遮住了神秘。不断有鲜血正顺着她身上穿过的丝线慢慢渗入她脚下的血池内，血池内的鲜血已经多到没过了小腿。最诡异的是，女人的身上竟然看不到任何的伤口，
那些被丝线穿过的地方，仅仅只是被穿了一个洞，其他的地方全都完好无损。她裸露在外面的皮肤全都丰润细腻，白若凝脂，吹弹可破。女人身高极高，这个世界的长青还是个16、17的少年，估计大概身高1.75米左右。骆红颜比自己稍微矮一点点，已经算是比较高挑的女生了。而这女人比这个世界的自己还要高半个头，估计得有1.8米。女人的身材也是极度的完美，即便此时正被无数丝线诡异的穿透其中，却依然能让人浮想联翩。在这百花洞中，遍地都是美艳风骚的女妖，但长青还没见过有一个人的身材能如此完美，就好像妖娆的魔鬼出现在了世间，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到了多一分太多，少一分太少的地步。要是让长青来形容这个女人，他觉得简直不像现实中存在的，更像是画家穷尽想象，还得斟酌着才能画出来的比例，因为夸张到失真。不过他知道不能被她的外表所迷惑，恐怕她就是自己要寻找的那位血法修士。你没事吧？里面怎么样了？洞外传来骆红颜略有些焦急的声音。你进来吧，我找到了。找到什么？长青话音刚落，骆红颜就已经钻了进来，几步跑到他身旁。他话音还未落，就已经呆立在那里，看着眼前的女人，说不出话来。长青略有些疑惑地看了一眼骆红颜，只见他竟然有些站立，忙按住了他的肩膀。你没事吧？怎么了？骆红颜好不容易止住了站立，伸手指向眼前的女人。尊者，不会错的，是尊者。长青有些不解，尊者是什么？你不知道？你的窍穴到底是谁帮你开启的？我怎么感觉你对修行的知识一窍不通？我只知道修士分疏忽、刹那、顷刻、转瞬、须臾5大境界，每个境界又分为1到9转，没听说过还有什么尊者。长青说的是实话，他对这个世界的修行知识都是经历过几世的摸索和从别人口中的道听途说拼拼凑凑总结出来的。凡人修士的顶点是须臾境界，但须臾之上还有千秋、海枯、天荒3大境界。就算是须臾境界的强者，也是凡人而已，只有到达千秋境界才能称之为尊者。明白了，就是比须臾还厉害了。长青对于这个世界的修行者不存在任何滤镜，在他看来，再厉害的修士也不过是一些有伟力的普通人而已，没什么好奇怪的。所以说只是比须臾高一个境界，为什么还要叫做尊者？千秋和须臾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骆红颜摇摇头，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传说尊者夺天地造化，拥有凡人无法匹敌的伟力，在尊者级别的战斗面前，修士的数量已经没有意义了，就算是须臾修士也只是蝼蚁罢了。长青嗤之以鼻，所以眼前这位怎么被蝼蚁囚禁了？哦对，柳露还不是须臾，才是个转瞬，还不如蝼蚁。放肆！突然耳边传来一个威严的女声，一瞬间二人如坠冰窟。这声音带着无边的威仪，仿佛不是从耳朵传来，而是直接从二人的心肺之中震动而出，传入脑海，就连长青也不禁心神震动。哪里来的小娃娃，也敢妄议本尊？女人的声音带着凛冽的冷意，让长青真正感觉到了不寒而栗。如果说4大护法中那个冷梅只是外表清冷，那这个女人的冷却是透入了骨髓，即使被落魄的困在那里，依旧高傲无比，声音如同万年寒冰。结合女人的外表，用冷艳2字形容她最为合适。跪下！女人仅仅2个字，骆红颜的身体已经瘫软在地。长青尽管极力在坚持，但也只是勉强站立。女人带给他的威压无比巨大，是他从未有过的感觉。即使之前他再不清楚尊者的强大，此时也终于不敢再小觑。起码这种如同实质的威压，他从未在4大护法或者柳露身上感受到过。而一个被困死在血池中不知道多少年的尊者，却给了他这种感觉。女人虽然没有双眼，但她似乎能感应到周围的一切。见长青没有跪下，女人倒有些感兴趣道：连你身旁这个顷刻境界的女娃娃都跪下了，你一个小小的疏忽境界还能站在这里，有点意思，看来是个意志超群之人。你们2人是人族，并非那些妖邪，怎么能找到这里？长青扶起骆红颜，擦了擦她膝盖蹭上的鲜血，眼神怨恨地盯着女人，声音不卑不亢：你先自报家门，我们再谈。女人并不恼，似乎她之前给2人的威压仅仅只是一个试探，眼下她对2人更多的是兴趣。本尊名为丹姬，尊号彼岸，千秋尊者，你们可以称呼我为彼岸邪尊。令与长青，疏忽2转。晚辈骆红颜，顷刻4转修为，见过彼岸尊者前辈。相比于长青的随意，骆红颜则要尊敬许多。虽然已经不像初见到尊者时那般吃惊，但是面对这种级别的存在，长青还是看得出他非常的敬畏，也很谨慎。本来他也推测出那邪法修士一定是须臾以上的实力，只是亲眼见到了传说中的尊者，震撼还是在所难免的。虽然是个落难的邪尊，因为面部被铁水浇筑过，又被那些丝线穿刺，
丹姬没法做出任何动作和表情，于是回应道：“你们两个小娃娃是如何来到这里的？”我们2人是。骆红颜正要说，长青却拍了拍他的肩膀，打断了他，转而开口道：“前辈不如先说说，为何编纂出一个假的幻魂夺舍之法，可把柳露骗得好苦啊？”听了长青的话，丹姬大笑出声：“是吗？前不久那小蛇来时，本尊就发现他神魂不定，精神飘忽，几近疯癫，看来这其中有你们2个的功劳，岂不是正合了前辈的意？”可惜丹姬没法摆出任何表情，不然2人定然会如同2只老狐狸一样相视一笑。那个劳什么幻魂夺舍之法，确实是本尊编出来诓那小蛇的，没什么理由。本尊也清楚，注定要被关在这里许多年，就拿他找找乐子罢了。每当他对着那上面的自己无能为力，又想相信又不敢相信，苦苦逼问本尊，却又求而无果时，本尊就觉得十分有趣。长青在心中考量了一番，觉得丹姬的话真假参半。也许那个幻魂夺舍之法确实是假的，但他堂堂尊者不至于这么低级趣味。更大的可能是为了从柳露手中保住性命吧，毕竟幻魂夺舍的方法是他给的柳露，柳露不会轻易杀了他。长青之所以代替骆红颜去和丹姬谈判，是他担心骆红颜太过老实的应答，让谈判的主动权完全落入了丹姬的手中。于是他继续发问：“不知前辈知不知道外面那颗怪异的蛇团是什么东西？”“你说那枚灵胚啊？”丹姬语气中带着不屑。那小蛇早就疯了，妄图逆天改命，改写自己的血脉，想要利用邪法给自己创造出一副新的躯体，简直是笑话。凭他的血法造诣，只能创造出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灵胚。那灵胚每日不断生产，但产下的也都是天所不容的异类，估计没一个成功的吧。长青回想起初进入洞穴中，看到从那蛇团中诞生出的胎盘和那其中不人不蛇的死因，心中了然。不过柳露如果不借助任何玉灵，仅靠自己的话也造不出那枚灵胚吧。丹姬也不掩饰，没错，当初他夺走了本尊身上一枚血魔灵，他就是利用血魔灵和本尊的血肉才造出了那枚灵胚。心中的推测得到证实，长青放下心来。迄今为止都很顺利，柳露能复活果然是靠着血魔灵，幻魂夺舍之法出自丹姬，且是他虚构出来的。丹姬实力强大，可以利用，一切都和自己推测的一致。现在他要做的就是利用丹姬得到反制血魔灵的方法。敢问前辈，可否告知我们如何克制血魔灵？哦，看来你们已经有对付柳露的办法了，只是担心他的血魔灵。丹姬呵呵一笑，想对付柳露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只要你们将本尊放出来，本尊碾死他就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到时本尊带你们一起离开这里，如何？长青和骆红颜对视一眼，纷纷向对方摇了摇头。如果说柳露的危险程度是饿狼，丹姬简直就是暴龙。3人都是聪明人，骆红颜虽然善良耿直，但思维敏锐，长青阴沉腹黑，心思缜密，丹姬更是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老妖怪，人老成精。所以几人心照不宣的都没有提双方的目的，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对方也想要从百花洞中逃出去。现在双方的要求都摆在了明面上，长青2人自己就有办法对付柳露，为了降低风险，只需要从丹姬这里得到反制血魔灵的办法。而丹姬的要求则是要2人放了自己，相应的他也会除掉柳露，带2人离开。听起来是个一蹴而就的诱人条件，但这无异于是在与虎谋皮。且不提放了他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主要是放了他之后呢？之前骆红颜就说过，血法修士必定是邪道，丹姬的手上肯定也沾染了无数的鲜血，背负了数不清的人命。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指望他信守诺言？柳露对他而言都是蚂蚁，那自己和骆红颜岂不是连蚂蚁都不如？换句话说，只有丹姬被关在这里时，他们才有和他谈判的资格。一旦他恢复了自由，这场交易将因为双方巨大的实力差距而直接崩盘。前辈您说笑了，若是您重获自由，那可真是虎入深山，龙归大海。小辈们和您的一点小小约定，只怕您也容易忘了呢。不如咱们换个方式合作。丹姬突然咧嘴一笑，小子，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很精明？我纵横世间数百载，有的是时间和手段。你以为我现在被困在这里，拿你没什么办法，你就有资格和我平等对话？你以为一个小小的柳露能有多少年的寿命？他能关我多久？就算你不帮我，我早晚也会出去。待到那时，无论你逃到天涯海角，我都有手段顺着你的血脉找到你。我先杀这个小女娃，再杀你。若是你走运，那时候你已经死了，我就杀你全家，杀你亲友，杀你子孙后代，杀你亲友的子孙后代，一个不留。放我出来，我大发慈悲，还有可能带你一起逃出这里。要是不放我出来，你就注定要死。即使你逃出去了也是一样，明白吗？他的话字字透露着压迫感。他本以为长青会吓得双腿发软，或者是强撑着面子，转而委婉地和自己商量要一个承诺。可长青却并没有理会他。
而是带着洛红颜转身就走。小子，你可想好了？身后传来丹姬的声音。洛红颜也是拉了拉长青的衣袖。尊者的手段超乎常人想象，不只是口头上的威胁，我们不再考虑一下吗？长青听后停下脚步，想要出去，前辈需答应我一个条件，必须在拿到百花令后，先把我身边这个女人送出去，我才能放前辈出来。为此，前辈需要先告诉我克制血魔灵的办法，帮我得到百花令。等我得到百花令，把她送走之后，我一定会放你出去。丹姬似乎是没想到长青会提出这种条件，但还是立刻说道：就算如此，本尊如何相信你在拿到百花令之后，回头还会放我出来？长青面无表情，淡然道：我听说有一类玉灵有强迫人必须遵守誓言之功效，对凡人来说很珍贵，但是对尊者来说应该没什么稀奇的吧？前辈可以对我使用。若是前辈没有这种玉灵也没关系，你也可以给我服下什么慢性毒药，若是我不放你出来，你大可不给我解药，让我死。丹姬沉吟片刻，开口道：本尊确实有这样的玉灵，名为血噬灵，不过并非是所有人都能使用的魂噬灵，此乃血法灵的一种，立誓之人必须为血法修饰才能发挥作用。若是你想和本尊达成合作，必须随本尊修炼血法，而后使用血噬灵，本尊才可以相信你。长青毫不犹豫地回答：没问题，你先说说这血噬灵有什么功效？一旁的洛红颜已经完全呆滞了，这两人刚刚还一副谈不拢的样子，这怎么转眼之间又达成一致了？而且长青刚刚说什么先送自己出去，再放丹姬出来？你是不是疯了？我跟你很熟吗？干嘛要为我做到这份上？但这句话洛红颜只是在心里重复了好几遍，并没有说出来。他不是脑子不好使的笨蛋，即使心里觉得疑惑，但也怕这都是长青计划的一部分，担心坏了长青的事，所以没有直接开口询问。他只是拉了拉长青的衣袖，长青看过来，洛红颜便用力的摇摇头。长青却没说什么，一如既往的微笑着揉了揉洛红颜的头发。放心，我说过会保护你的。你来真的啊？洛红颜心中震动了，想要大声质问长青，却又怕干扰到他的计划，最后只能小声询问道：什么真的假的？说了保护你就是会保护你啊？他冲着丹姬所在的方向努了努嘴：我都那样说了，还能有假？为什么？什么为什么？洛红颜急得只想跺脚。萍水相逢，我俩不过是凑巧一同落难，结伴共度难关而已，你这掏心掏肺的，我怎么接受？你就不能直接？你别管了，我心里有数。他还没说完，长青就打断了他。洛红颜已经完全无话可说了，这人长得一副腹黑的面相，阴沉沉的，怎么反倒这么容易沉沦于男女之情？也不一定，万一他只是出于好心呢？我是不是太以貌取人了？洛红颜正胡思乱想着，丹姬再次开口：这血噬灵一旦使用，若是有所违背，则会顷刻间化为血水而死。你可想好了，别想着随便糊弄本尊，到时候还白白浪费了本尊一个珍贵的玉灵。不行，这也太危险了。没等长青回答，洛红颜就说道：即便是魂是灵，如有违背，也只是魂魄震荡，窍穴修为受损，再不济也就是魂魄受损，变得痴傻。你这血噬灵的反噬也太重了，直接要人死无全尸。没事。长青却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不用担心，我随时愿意立下誓言，让前辈对我用血噬灵。丹姬见长青如此坚决，呵呵一笑，想不到你小子还是个情种，很好，入我邪道就是要做性情中人，肆意洒脱，本尊答应你，就让你先送这小女娃出去。洛红颜急道：等等，你说入邪道什么意思啊？丹姬语气淡然道：小女娃，你是没听懂吗？血噬灵只能对血法修士使用，她必须要随本尊修行血法。你觉得修行了血法功法不是邪道是什么？不行。洛红颜转头对长青很严肃地说道：就算是先把我送出去，我都能勉强接受，但是修行血法这代价太大了。你知道血法修士是什么样的存在吗？初见你时，我看你衣着华贵，气度不凡，就知道你肯定也是修真家族出身。正道家族出身的邪道，你知道都是什么下场吗？就算你真的逃了出去，你后半辈子也废了。所有邪道功法都有一个特点，一旦修炼就难以割舍，会有克制不住的欲望滋生，不是你说不练就能忍住不练的。你跟柳露修行的邪功肯定也有副作用吧，但顶多是需要双修才补，你找个合适的伴侣还能解决。可要是修行了血法，你早晚会彻底入魔，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洛红颜非常急迫，他也感受到了长青的决心，知道这小子轴得很，自己很难劝动。还没等他说完，丹姬却在一旁发出了狂笑：哈哈哈哈，这小女娃说的一点没错。不过小子，本尊观察你这疏忽二转，还是后天修行而成，如此差的天资，走正途，只怕这辈子都难有成就。
还不如随本座入魔，走邪道，保准你修为1日千里，远非正道中人可比。长青自然知道骆红颜是为自己好，丹姬肯定是在蛊惑自己。他这样实力的尊者，不管有什么样的图谋，放走一个骆红颜对他来说都无关痛痒，只要能用血尸灵控制自己，保证自己一定会放他出去，他就满意了。所以他一定是希望自己修行血法的，至于对自己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他才不会管。但长青本来的想法也是要和丹姬学习血法，既然要克制柳露身上的血魔灵，那修行血法肯定是有利的。况且在他心里早就把丹姬当成了另一个敌人，想要克制血魔灵就绕不开丹姬这个阻碍，那就和柳露一并对付了吧。虽然他答应丹姬会把他放出来，但他可没说自己不会想办法再把丹姬封印起来。柳露跟丹姬比起来都是蝼蚁一般的存在，却能封印丹姬，只要自己掌握了同样的办法，想对付丹姬也未尝不可。他就不信依靠重生的能力，每一世都在丹姬身边学习血法，久而久之还能打探不出封印他的办法。至于骆红颜说的修行邪法的后果，他不在乎，若是逃不出去，说什么后半辈子都是空话。再者，他也并没有把这个世界当作要一辈子生活下去的世界，这个世界只是治疗自己现实中脑癌的工具罢了。只要能提升修为，管他是什么正道邪道，我愿意跟随师尊修行血法，一旦有所成，立刻用血尸灵起誓。长青半跪在地，恭敬道：很好，很好。丹姬满意道。一旁的骆红颜还想再劝，长青却回头冲他摇了摇头。骆红颜无奈，其实他也清楚，眼下这是最折中的一个办法。丹姬帮两人解决掉柳露的血魔灵，两人拿到百花令之后放丹姬出来，这相当于把两人的性命赌在了丹姬会不会翻脸不认人上面。既然你已入我门下，本尊秘不外传的功法自然只能交给你一人，让你身边这小女娃趁早离开吧。丹姬说罢，长青起身拉起骆红颜向洞外走去。你真的想好了？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办法，不一定非要这样。一路上骆红颜还是不甘心地劝道。事已至此，你也无需多言了，我随丹姬修行血法之后，自然就能得到破解血魔灵的方法，到时候杀死柳露，我们就能出去了，这是最好的办法。可万一丹姬出来之后恢复了实力，对你不利怎么办？长青沉默没有回答，一直到两人走到了柳露的洞府门口，他才开口：你先不要急，到时候我自有办法脱身。骆红颜点点头，他便不再多说，转身步入了洞穴的黑暗之中。按照你的说法，柳露3天之后会回来继续闭关3天，而后再次离开，往复3次。丹姬口中喃喃自语：9天的时间应该足够你入门了。血池之中，长青赤裸着盘膝而坐，任由池中丹姬的鲜血浸润他的全身。师尊，弟子听说修行者只能专修一门功法，不可同时修行多门功法。我之前……别急，本尊感应到你体内还有另一股修为的气息，应该是你和柳露那条小蛇修行的毒法吧。正常想要另外修行其他功法，需用敌魂灵先抹去一身的窍穴，重头开始，否则不同的功法很容易互相影响，让修行者走火入魔。不过你修为实在低微，只有疏忽2转，这些影响也可以忽略不计了，毕竟敌魂灵还是很珍贵的。长青心中明镜，自己本来修行的毒法对血法修行一定是有影响的，能用敌魂灵抹去自然最好。但是很明显，丹姬不想给自己用，准备让他将就一下。先给本尊看看你的本命灵是什么，是不适合修行血法。长青不清楚什么叫本命灵，但是既然他只有一枚骨刺灵，应该就是他的本命灵，于是将窍穴中的骨刺灵取出，放到丹姬面前。咦，竟是骨刺灵，看来你还真与本尊有缘。这股刺灵有什么特殊的吗？长青有些疑惑，丹姬便解释道：天资极佳者会在开启窍穴时，体内生成一枚与生俱来的玉灵，称为本命灵。这枚玉灵不占用修士的任何窍穴，且可以随着修士修为的提高不断进化。大多数天骄修行的功法与收集的玉灵都会围绕着自己的本命灵展开。比如一个人的本命灵是雷法灵，那这人就极适合修行雷法。但大多数天资平平者，开窍之初并不会在体内生成本命灵，而是初开的窍穴会从修士周围的天地中吸纳来一枚最契合修士体质的玉灵自行炼化。这枚第一个炼化的玉灵就是他的本命灵。这样的本命灵虽然没有那些天骄与生俱来的本命灵不断进化的优势，和后来炼化的玉灵一样，也需要占用修士的窍穴，但他也能侧面看出修士最适合修行的功法类别。丹姬略有些感慨道：你体内的这枚骨刺灵正是一枚邪法灵，应该就是本尊当初受了重伤之后散落在这方天地内的一些低级玉灵，经年累月已经成了无主之灵，在你开窍之初被你吸纳进窍穴中，成了你的本命灵。看来你是天生走邪道的料子，天资低下却又野心勃勃，阴险狡猾却也刚毅果断，还是本命学法灵，适合修行血法。长青不知道丹姬说的是真是假，
但起码丹姬在得知了自己的本命灵是骨刺灵之后，似乎信心大增。徒儿，静心凝神，本尊这就传你功法。此功法名为血海彼岸。长青盘膝坐在柳露的丹室内，身上萦绕着淡淡的血气。许久之后，他睁开眼，双瞳的血色渐渐散去，摇摇头，叹了口气。没有血气的滋养，修行的速度实在太缓慢了。在和丹姬修行了3天之后，他便急忙赶回了丹室。柳露并没有感觉到任何异常，依旧疯疯癫癫的样子，只是回了丹室一趟，就又跑去洞府内闭关了。他便又趁着这段时间，在丹室内修行丹姬教给他的血海彼岸功法。不得不说，血海彼岸这套功法非常霸道强势，跟柳露教给他的情缘完全不同。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在血池内修炼得到了丹姬的血气滋养的缘故，修行的速度飞快，仅仅只是3天，他的修为竟从疏忽2转提升到了疏忽9转，简直是恐怖的速度。不过距离丹姬所说的入门还差了很多。据丹姬所说，修行血海彼岸可以让修士照比常人多生长出3处脏器，常人只有5脏6腑，而修行了血海彼岸的邪法修士拥有6脏8腑。1脏名曰人海，2腑名曰地宫、天府。只有修炼出这1脏2腑中的其中之一，才能算是入门。这1脏2腑相当于3处窍穴，但是它们真正强大之处在于，这3个脏器可以分别承载3枚血法灵，无论什么品阶，哪怕是天灵都可以承载。要知道，就算是最普通的下品天灵，都需要上万个窍穴才能承载，那些更高级的甚至需要几万个窍穴才能承载。这多出来的3处脏器可以承载3枚任意品阶的血法灵，那不就相当于比其他修士多了许多的窍穴？而且随着修为的提高，接触到的玉灵品质越来越高，这个优势也会越来越大。这个功法唯一的缺点就是在血气的滋养下，修行速度飞快，一旦没有了血气的滋养，修行速度缓慢不说，甚至还有倒退的趋势。这3天来，长青在柳露的丹室中修炼，已经有这种感觉了，甚至他还隐隐约约多出来一种对于吸收鲜血和掠夺生命的渴望，这不禁让他有些担忧。之前修炼柳露教给他的情缘留下的副作用还在，他偶尔还会有欲火焚身的感觉，这时只有继续修炼情缘才能抑制住这种痛苦。而越是继续修炼情缘，他欲火焚身的感觉就来得越频繁。他不止一次听说过，任何修士都只能专心修行一种功法，一旦同时修行其他功法，轻则相互影响，修为倒退，重则走火入魔，爆体而亡。但这2种功法就像是在自己体内争奇斗艳的鲜花，都在无形地逼迫着长青去同时修炼。血海彼岸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面用极其快速的修行速度勾引着人不断吸收血气修炼，一面只要不吸收血气修为就难以寸进，甚至倒退。长青可以想象远古时期的乱世，那些修行了邪法的邪道修士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堕落，变成沉迷杀戮的修罗恶鬼。而情缘更是用一种近乎令人上瘾的方式逼迫着他不停地修炼。但是所幸，至少现在这2种功法在他体内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冲突，那就先同时修炼着吧。长青这样想着。修行血海彼岸最终会变成杀人鬼，修行情缘最终会变成淫魔，这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现在自己一个都甩不掉，当务之急是如何逃出去，等出去了再想办法。丹姬不是说过有什么敌魂灵可以抹去修士的窍穴和体内残留的功法，让人从头开始修行吗？3天时间转眼过去，柳露回来一趟后，长青便趁机再次来到了洞府中。期间骆红颜来找过他，但是长青并没有和他多说自己的状况，只叫他不用担心，待自己得到了克制血魔灵的办法，自然会和他分享。骆红颜虽然忧心忡忡，但也只能按他说的办了。进入到洞府那豢养着灵胚的血肉洞穴中，那灵胚见了长青似乎非常兴奋，满头的蛇眼滴溜乱转，周身的触手欢快地蠕动着，口中叫着娘娘。长青心中猜测，估计是那灵胚能感应到自己体内的骨刺灵和柳露体内的血魔灵同为血法灵，故而将自己认作柳露。他照上次一样，让灵胚张开大口钻了进去，来到了关押着丹姬的血池前，拜见师尊。长青脱下衣衫，踏入血池内，恭敬行礼。这场面有些滑稽，但是之前3天的修行下来，他也习以为常了。尽管丹姬是个半身赤裸、极具诱惑力的大美女，不过以她的心性来说，除了修行情缘的副作用发作时会忍不住多看2眼以外，也只当她是个老妖怪。不错，看来这3日以来你的修行并没有懈怠，本以为你至少会跌落到疏忽8转境界，没想到你还维持住了原有的修为，难得难得，那今日便可冲击刹那境界了。长青盘膝坐下，身体浸没在血池中，瞬间一种无以言表的愉悦之感涌入全身。他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如同一个贪婪的海绵，正在不停地吸收池内的血气。师尊，我这些天一直在努力练习，但还是没能感应到体内人海、地府、天宫的形成。不急，本尊自有办法。
你只管按照本尊教导的方式修炼，等进阶到刹那境界，本尊再教你如何修炼出六脏八腑。丹姬说完，周身血光闪烁，一滴滴颜色极其嫣红的精血从周身的无数伤口中缓缓流出，顺着身体流落下来。来，坐到本尊身下，吸收这些精血，助你充血。长青也不废话，丹姬贵为尊者，特意流出来的精血对自己的修炼自然有莫大的好处。因为被吊在半空中，长青正好坐到他的两腿中间，肩膀顶着丹姬的双脚，一滴如红宝石一般的血珠顺着丹姬雪白修长的大腿落到他的肩膀上。长青本以为他会和血池中的鲜血一样被自己吸入体内，可没想到那滴血珠竟如烧红的钢珠落入冰块中一般，瞬间将自己的皮肉融化出一个血洞，而后落入自己的体内。进入体内的血珠并没有被立刻吸收，反倒像是鸡射入体内的子弹一般剧烈的翻涌起来，搅动着他全身的血肉脏器都痛苦万分。他不禁皱了皱眉头，但还是咬牙忍住没有吭声。但是下一刻，又是一滴血珠从丹姬身上滑落，紧接着一滴接一滴的血珠滑落，每一滴落入长青身上都将他的皮肉融出一个血洞。不多时，他的头顶、肩膀、后背、双腿，凡是被血珠滴落到的地方，就如同蜂窝一般，看起来分外渗人。随之而来的是体内暴涨的气血和灵力。他本就是疏忽九转修为，吸收了这些精血之后，直接到了疏忽九转巅峰的修为，离刹那修为只差半步。接下来就是充血。充血不是血法修士的专属，所有修士在修炼过程中都需要经历这个过程。当修为到了某个境界的九转巅峰，就需要充血突破。所谓充血，就是用充盈体内的灵力来突破身体的桎梏，破而后立，让身体能够容纳下更多的窍穴。这个破而后立的过程自然是痛苦万分，可眼下长青完全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只因吸收丹姬的这些精血实在是太痛苦了，远超充血带来的痛苦。狂暴的血气和灵力不断冲刷着他的全身，数不清的血珠在他体内翻滚搅动，他只有咬着牙吸收，才能让这些激射的血珠慢慢变小，直至消失。要是非要形容这种感觉，长青只觉得仿佛是被破片手雷在体内反复轰炸最贴切。不知不觉间，最后一滴精血也流进了他的身上，他的身体也同样变得千疮百孔。他咬牙坚持，牙齿都快被咬碎，依旧没吭一声。直到体内的血珠被他尽数吸收，长青只觉一股暖流自下而上，直冲天灵，体内的窍穴从乳白色化为了淡蓝色。刹那一转，成，还没有结束，体内狂暴的血气和灵力还有所残留，再次冲击着他的窍穴。刹那二转，突破，快，起身取走这枚血玉灵，炼化吸收。长青还没从刚刚的痛苦中回过神来，意识模糊间就听到丹姬略有些急迫的声音。他强忍着身上的疼痛，起身，只见丹姬的胸前有一抹淡蓝色的光辉。长青把手放上去，感应到一枚玄灵，将其取出。不同于其他的玉灵，他从丹姬雪白的胸口拽出了一颗看起来有些恶心的肉瘤。正常的玄灵都是淡蓝色的光团，而这枚玉灵虽然也散发着淡蓝色的光晕，但本体却是一个肉瘤。肉瘤像是一个烂桃子一样，周围还有很多细密的红色丝状蠕虫，好像烂桃子里面的蛀虫。长青再度坐下，准备炼化这枚玉灵。这是他第一次炼化玉灵，他听骆红颜说过，炼化玉灵并非易事，需要将其纳入窍穴中，再不断地把体内的灵力注入到玉灵之中，直到玉灵内充满了自己的灵力，玉灵才能为自己所用。血法灵如果不能吸入窍穴内，就吞入腹中炼化。丹姬的声音再度催促道。长青强忍着恶心将其吞了下去。那枚玉灵仿佛一个硕大的寄生虫，他能感觉到那些蠕动的细密触手划过自己的食道，进入腹部，在他的周身游曳，最后钻入脊椎之中。而后那玉灵顺着脊椎一路向上，最后钻入他的脑内，被他新生成的10余个窍穴给锁了起来，或者说寄生到了自己的窍穴中。出乎预料的是，他刚刚往其中注入灵力，欲要炼化，那玉灵居然就自行运转起来，消耗起他周身的血气，愈合起他身上的伤口。感受到长青的变化，丹姬很明显愣了一下。不过长青并没有注意到丹姬的疑惑，因为此时他的注意全都在自己周身快速恢复的伤口上。做过手术的都知道，长肉的时候比割肉的时候难受多了，疼、痒同时进行。此时长青身上如同蜂窝一般的伤口正在迅速恢复，伴随着不亚于刚刚受伤时的痛苦，全都施加在他的身上。其实长青不知道，他离死亡只差1线。丹姬并不是很在意他的死活，帮他突破到刹那境界用的是风险极高、拔苗助长的方式，仅仅只是简单粗暴地把属于千秋境界的尊者之血滴入长青体内，任凭其中汹涌的血气和灵力灌满长青的全身。若是他没能突破到刹那境界，那刚刚吸收的精血都把他打成了蜂窝，人岂有不死的道理？若是他突破到刹那境界，就赶快让他炼化血玉灵，治疗好自己的伤口，皆大欢喜。血玉灵的效果非常简单，
只要消耗大量血气，就可以治愈绝大部分伤口。当然，那么重的伤，如果仅靠长青自己的血气，当然也是个死。不过有丹姬在一旁，血气自然不缺，救活几万个长青也不成问题。但是血玉灵乃是下品玄灵，需要13个窍穴才能承载。长青若是突破不了刹那境界，只有9个窍穴是根本没法炼化血玉灵的。甚至如果他没能一口气突破到刹那2转，都没有机会活下来。这次冲穴对他而言就是一场没有回头路的豪赌，无胜便死。只是长青不知道罢了，跟丹姬比起来，他还是略有些稚嫩，高估了自己对丹姬的重要性。本来他对长青能杀掉柳露得到百花令就心存疑虑，所以长青死了他也不觉得可惜。但如果长青能活下来，顺利变强，对他而言也是一件好事。长青周身的伤口慢慢愈合如初，他整个人如同虚脱了一般，双手撑地跪倒在血池中，久久不能爬起来。看来你意志还算顽强，确实有修行邪法的天赋。站起来，为师这就教你如何修炼六脏八腑。丹姬却并不准备让他休息，不过他已经开始自称为师，语气明显较之前缓和了许多，颇有些欣赏之意。长青摸了摸额头上的冷汗，强撑着站了起来。之前让你准备的东西带着了吗？他点点头，转身走到血池边，从随身的衣物中摸出一把匕首，一小袋锋利的长条碎石，走到丹姬面前，从为师身上取走这枚飞玄灵。长青照办，伸出手放在他胸前，从中取出一枚乳白色的光团。师尊，为何有的玉灵是虚无缥缈的光团，有的玉灵却是有实质的肉球呢？长青忍不住发问道。世间其他的玉灵都是虚无之物，只有血法临界于虚实之间。好好看看你身上的那枚骨刺灵长什么样。听罢，长青从窍穴中取出那枚骨刺灵，和刚刚得到的飞玄灵一对比，才发现二者确实有所不同。飞玄灵触摸上去虚无缥缈，内里空空如也，似乎仅是一团光晕。而骨刺灵虽然也散发着乳白色的光晕，但是长青用力向里捏去，发现内里像是一枚牙齿状的硬物，和血玉灵一样，周遭蠕动着无数细小的红色蠕虫状触手，只是太过细密，都有些看不清。把飞玄灵收入窍穴中，和刚刚的血玉灵一样，还未经炼化。长青一催动灵力，它便发出了光芒，等待驱使。刚才的冲穴让长青痛苦万分，思维也停滞了。现在他才回想起来，似乎那枚血玉灵自己也没有炼化，直接就使用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洛红颜不是说玉灵必须经过炼化才能使用吗？想到此处，他便向丹姬问道：师尊，为何刚刚我没有炼化，就直接能用您给我的血玉灵和飞玄灵？丹姬犹豫片刻，回答道：你吸收了为师大量的血气，相当于和为师一脉同源，为师的玉灵你自然能用。长青点点头，不疑有他，接着问道：那现在弟子该如何做？这飞玄灵是气法灵的一种，效用非常简单，可以令附着的物体急速旋转起来。丹姬顿了顿，为师接下来教你的方法，你千万不要怕，怕了可就练不成了。长青一愣，没想到他竟然安慰起了自己，想到刚刚冲穴时的痛苦，心道修炼六脏八腑恐怕比冲穴还要恐怖，不然丹姬也没必要这么说。不过他只是面无表情的点点头，这几世他经历的痛苦煎熬实在太多太多了，对于这种肉体上的折磨早就看淡了。师尊尽管说，我不怕。那你听好了，没有东西能做到从无到有，人海地宫天府也没法凭空出现。修炼六脏八腑的关键就是使一切归于混沌，从混沌中再造重生。你要修炼的不是比常人多出来的那一脏二腑，而是和常人完全不一样的六脏八腑。要打破重生。长青有些疑惑道：弟子愚钝，打破重生是何意？字面意思。他看了看手边的匕首和锐石，还有丹姬交给自己的飞玄灵，一股不好的预感从心底升起。师尊的意思是，想要修炼出六脏八腑，你需用利刃切开胸膛，将锐石置于体内，再施以飞玄灵令旗在体内飞转，直到将五脏六腑尽数打碎。期间你要不断催动血玉灵恢复伤势，使五脏六腑不断再生，辅以鲜肉食之，引导身体长出新的内脏，周而复始，直到六脏八腑生出。听罢，就连长青也不禁流出冷汗，他不由得想起神话中被惩罚的普罗米修斯。这修炼六脏八腑的方式，比普罗米修斯被绑在岩石上让老鹰一直啄食内脏还要恐怖，简直就是酷刑。定了定神，他还是没有退缩。既然已经选择修炼邪法了，眼下也没什么回头路，即便不是为了计划，能让自己实力变强一分，对眼下的处境也没有坏处。大致的修炼方式他听懂了，只是这鲜肉又是什么东西？弟子愚钝，敢问师尊，这鲜肉又是什么？丹姬解释道：所谓鲜肉，就是血气灵力及其充盈之血肉，此物对于普通修士来说并无大用，对我们血法修士来说却是大补之物，配合上特殊的法门，对修炼更是有莫大的好处。至于你需要的鲜肉从何而来？他笑了笑：为师不就是吗？长青一愣，
随即明白过来，道生那弟子就得罪了，就拿起匕首准备上前。傻徒儿，这鲜肉如果割下来，不多时其中的血气和灵力就会迅速消散，效用将大打折扣。长青不傻，听了他的话自然明白，丹姬这是要他现场吸收。他自认接受能力已经足够强悍了，可尽管对于这个世界那些诡异恐怖的女妖已经见怪不怪，这世界的变态诡谲已经深入他心，不过一个大活人站在那里让他现场吸收，还是有点冲击他的理智。感受到他的犹豫，丹姬刚想宽慰两句，长青却已经走上前，把手放在了丹姬的大腿上。弟子大概需要吃多少？该从何处下嘴？这处可否？听着他平静的声音，丹姬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能平淡如常，颇有些欣赏道：好，你还真是个走邪道的好苗子，挑准一处下口就行。五脏六腑每碎一次就吃下去一小口，为师的鲜肉对你来说血气太盛，不可贪多，否则有爆体而亡的危险。这两人的对话放在哪里都是极其诡异的，一个马上要亲手搅碎自己的五脏六腑，再火啃人肉，另一个要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吃，还不忘提醒对方别贪多，说的好像对自己的味道很自信似的。但两人的声音都没有任何波澜。长青更是已经拿起匕首，刀尖已经抵在了自己的胸膛上，没有任何犹豫，他一刀下去，切开了一个深深的伤口。切不可急于催动血玉灵愈合伤口，忍住，先把瑞石倒入伤口之中，再催动飞旋灵。丹姬从旁提醒道。长青咬牙照做，忍着剧痛，双手有些颤抖着解开布带，把瑞石倒入伤口之中，而后催动飞旋灵。顿时肠破肚烂，心肺尽碎，万万忍住，催动血玉灵。剧烈的疼痛瞬间就让他的意识模糊起来，隐约听到丹姬的声音传来，他几乎是本能的催动血玉灵治愈自己破碎的内脏。但是这样极其严重的伤势几乎瞬间就抽干了他体内的血气，血玉灵散发出的蓝色光芒很快就暗淡下去，恢复了一半的伤势也在继续扩大着，感受到长青的生命正在迅速流逝。丹姬连忙催促道：吃下鲜肉，快！长青顿时如同丧尸般扑在丹姬身上，也不顾不上其他，一种极其强烈的进食欲望和求生本能催动着他。丹姬的肉并不像是普通的肉，内里不是血红色，而是像一块温润洁白的玉石，只有其中遍布的血管在白玉中组成了红色的纹络。长青只觉得味道无比香甜，一股暖流自上而下滋养着自己破损的身体，瞬间有一种舒畅的感觉袭来。但不多时，这种感觉就消散殆尽，取而代之的又是剧烈的痛苦，这让他变得如同贪婪吸吮营养的婴儿一样，再次吸收起丹姬的鲜肉，周而复始。不知过了多久，直到他已经停止了思考，体内的几块瑞石和他的骨头一直摩擦，被搅碎成了粉末，随着一口鲜血喷吐出来，他才彻底昏了过去。丹姬依旧如同初见时一样，皮肤娇嫩光滑，除了穿透他身体的无数丝线之外，看不到任何伤口。尽管被长青一直啃食，但他恢复的速度远超过长青吃的速度。可惜了，若非身处绝境，这小子倒值得好生栽培一番。仅仅3天的时间就修炼出了地功府，已经超越了我当年。更何况他还是邪道。之所以为邪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修行的方式邪恶。往往这些邪道最初的修行速度奇快无比，而且完全不看重修行者的天资，需要的是其他东西。比如修行血法，最重要的就是有足够的血气从旁辅助，以及修行者自身的强大意志。丹姬是一步一个脚印修炼到今天的境界，自然知道修炼六脏八腑的艰难。其中最大的考验就是在修炼成功之前，修士必须主动催动飞旋灵，且不能停止，要让瑞石一直破坏自己的脏器，直到成功为止。这简直比亲手拿刀不停割自己的肉还要折磨100倍。但在这种欲生欲死的折磨面前，很少有人能坚持住，时刻保持理智，平稳地催动飞旋灵。不是心生退却，就是意志涣散，从来没有像长青这样一次就能坚持到底的人。当初丹姬是在转瞬境界时才修成了地功府，为了准备足够的血气，屠杀了一个小型修真家族，炼化出了一块肉太岁，当作鲜肉食用。但他依旧尝试了好几次，才坚持到了最后，修炼成功。长青能在区区刹那境界就修炼出地功一府，最重要的自然是丹姬从旁辅助提供的鲜肉和几乎无穷的血气，但也同样离不开长青近乎恐怖的意志力。毫不夸张地说，修炼的过程跟在18层地狱走了一遭没什么区别，而停止催动飞旋灵就能立刻结束这种痛苦。试问这样的情形下，有几人能做到坚持到底？当长青悠悠转醒时，明显感觉到了身体的不同，在他体内似乎多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整个人的呼吸、协调、感官都因此变得和之前有了一些差别。行了，你运气还算不错，居然一次就修炼成了地功府，达到了我的要求，已经算是正式入门了。丹姬的声音从头顶传来，长青连忙起身，全靠师尊栽培。
客套话就不用说了，时间紧迫，你现在既然已经修成了地功府，就赶快用血噬灵起誓吧。丹姬说完，胸口发出深紫色的光芒，掌青伸手摸去，从丹姬胸前扯出一条发着深紫色光晕的肉虫出来。那肉虫身躯细长，只有面条粗细，身上长满细密的红色触手，活像一条蜈蚣。深紫色的光晕证明这血噬灵居然是一枚地灵，地灵本身就价值颇高，再加上这血噬灵只能使用一次，让一人起誓，数量又非常稀少，怪不得连丹姬都说珍贵。这血噬灵需要你向其中注入自己的灵力和精血，而后起誓，等誓言实现之后，它自会消散，但切记不可违背誓言，连违背的心思都不能出现，否则你定会化为一滩血水，知道了吗？师尊不必多说，这些是我们早就说好了的，弟子不会有二心。好徒儿，那就起誓吧。掌青点点头，向手中的血噬灵注入灵力，又划破手指，滴入一滴精血。我令宇长青起誓，只要我得到百花令，送洛红颜离开百花洞之后，必定会先让师尊丹姬重获自由，之后再离开百花洞。如果我没有放师尊出来，甘愿化为血水。那血噬灵摇晃了几下，随后以极快的速度脱离了掌青的掌控，钻进了他的耳朵中。丹姬颇为满意道：看来徒儿你确实心诚，既然这样，为师就把克制血魔灵的办法交给你。说罢，他的胸口再次亮起淡蓝色的光晕，掌青伸手取出一枚玉灵。这玉灵又是一枚血法灵，因为光晕之下，它是一个形如胃囊的肉团。此灵名为储血灵，可以储蓄部分血气。给你的这枚已经储满了为师的血气，此灵为中品玄灵，需要50余个窍穴才能承载。你需要将其收入你的地宫府之中，才能驱使。看他这副样子，掌青想起之前炼化血玉灵的方式，于是又张嘴把它吞了下去。这储血灵果然也是顺着食道进入体内，最终停留在了自己的胸腹之处一个陌生的脏器中。掌青推测，那里应该就是自己新炼出的地宫府。跟炼化血玉灵和飞玄灵的过程一样，掌青也未经炼化，仅仅只是注入了一些灵力，就已经感应到了体内的储血灵正等待着他的驱使。知道为师为什么一定要你修炼出地宫府之后，才能把克制血魔灵的办法交给你吗？弟子明白，因为这储血灵就是克制血魔灵的关键，弟子修为低微，若非炼出地宫府，则必须修炼到刹那6转以上才能使用。你倒是挺机灵的，也不枉为师为你费的心思。呸！掌青心中暗骂，若是他不用血噬灵起誓，丹姬才不可能告诉自己如何克制血魔灵。自己起誓后，他满意了，又冠冕堂皇起来了。知道血魔灵是什么吗？掌青摇摇头。血魔灵是一种极度危险的地灵，若是不考虑它的缺点的话，血魔灵的强悍程度甚至不输大部分天灵。血魔灵可以帮助修士控制自身的全部血气血肉，在血气、血肉、灵力之间随意转换，变换皮相，断肢再生，简直都是易如反掌。但它也是极度贪婪的一种御灵，非血法修士不能使用。使用时，血魔灵会不断地侵蚀寄生修士的全部窍穴，直至将所有窍穴全部填满为止。除了血法修士以外，一旦其他修士使用，血魔灵将会慢慢寄生到他全身的窍穴中，最后再侵蚀掉他全身的血肉，无法收回，直到把那个修士吃成一具空壳为止。只有血法修士能控制自身血气，才能在使用之后收敛血气，让血魔灵平静下来。掌青想到前世柳露在复活之后，体内布满那些红色的丝状蠕虫，和丹姬所说的情况完全吻合。血魔灵最大的缺点就是它会迅速地侵占修士全部的窍穴，所以使用血魔灵时没法同时使用其他御灵，这对于大部分修士来说简直是对自身战力的一种削弱。所以如果那小蛇要使用血魔灵，必定是在情况极度危急时，甚至是在濒死之时被动使用出来保命。要是血法修士使用血魔灵还有点棘手，但如果是他那样的半吊子就简单得很。你只需要在击杀他之后，把储血灵中为师的血气注入到他的体内，血魔灵第一时间就不会被他自身的窍穴和血肉吸引，而是转而去吸收为师的精纯血气。在吸收完为师的精纯血气之前，血魔灵是不会为那小蛇所用的。你大可以趁着这段时间把百花令取走，送你那个心心念的小女娃安全离开后，再把为师放出来。丹姬顿了顿，自信笑道：为师猜测，你应该是获取了那小蛇信任，想要在帮助他实施那个我胡乱编造的幻魂夺舍之法中做手脚，让他自己修炼出现差池，兵不血刃地除掉他吧。不愧是修行了几百年的老怪，一眼就看出了掌青的计划。掌青也大方承认，反正现在两人是同一条贼船上的人，丹姬耗费颇大，断无道理出卖自己。现在只差一点，不知柳露用什么手段封印了师尊，弟子到时该如何放您？他问的尽量不是很刻意，但其实这才是他真正关心的问题。如何才能放了丹姬？他估计就算不问，丹姬也会说，他在意的自然不是这个，而是如何才能把丹姬封印回去。那小蛇太过狡猾。丹姬的声音带着一丝恨意，为师本没将他放在眼里，没想到这小蛇有一麒麟，
能将修士的窍穴悉数封印。若是其他术法的修士，还没这么惧怕他这玉灵。偏偏我血法修士以血战斗，这小蛇轻易就将那玉灵产生的毒液混入为师的血液之中。那毒液进入血液之后，会立刻侵入人的窍穴之内，封住窍穴。从此，他便把为师锁在了此处，定期来给为师注毒，一直持续了几十年。若不是为师地宫府、天府府、人海藏之中有3枚能够再生气血，治愈伤势的玉灵，恐怕性命不保。他咬牙切齿道：“想要解毒，倒也简单。这毒对别的修士来说无计可施，对为师来说，只需要徒儿你的一点小小帮助。”丹姬微微有些得意，那毒液全都集聚在为师脑海中的窍穴之内。他封住为师的五官，就是害怕我用五官排出毒素，但又要能让我开口说话，逼问我换魂夺舍的秘密。你只需要砍下为师的头，凭为师的修为，只需片刻功夫就能再生头颅，到时那小蛇就奈何不了我了。长青心下了然，师尊放心，待徒儿得到百花令，放走落红颜后，定会救师父恢复自由，报仇雪恨。百花令应该被那小蛇时刻带在身上，通体五彩斑斓，徒儿可别找错了。丹姬不忘提醒道。可长青却疑惑道：“徒儿亲眼所见，那柳露把百花令吞入腹中，应该是一块硕大的甲片，表面粗糙，通体乳白色，散发着淡淡的白色光芒。师尊是不是记错了？”他的话让丹姬一时间陷入了迷茫之中。他喃喃道：“莫不是当初他骗了我？是了，定是这样。看来这小蛇比我想象的狡猾。”随即他又释然：“无妨，只要你能确定拿到的百花令是真的就行。百花令注入灵力之后，就会带人离开这里，这点是造不得假的。现在时间也不早了，你得在那小蛇回来之前离开这里。3日后你不必再来了，免得再生变故。为师只等你来兑现承诺。”等等，长青却不急着离开。师尊，弟子3日后可不可以再来见师尊一面？师尊神通广大，玉灵无数，弟子想求得几件能保命的玉灵。哦，丹姬没想到长青还能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过他并不反感他的贪婪，贪婪正是邪道修士共有的品质之一。这是小事，那飞玄灵、血玉灵与楚血灵，为师便都赠予你。楚血灵在你的地宫府之内，血玉灵是下品玄灵，需要13个窍穴。飞玄灵和你体内原本的骨刺灵都是下品黄灵，都只需要1个窍穴。你是刹那2转修为，应该还剩下5个窍穴的空缺，这种低级的玉灵为师身上要多少有多少，你3日后再来细细挑选吧。长青施礼谢恩，而后离开了血池。一路上，他的头脑飞速运转，思索着自己该如何同时对付丹姬和柳露2人。即便到目前为止，丹姬并没有对自己表露出任何恶意，但他依旧下定决心，必须要封印丹姬。这和正邪无关，他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归属感，更不是自诩正派的味道是丹姬的善恶正邪他毫不在乎，他单纯只是为了自保。但血噬灵以下，自己必须放丹姬出来，这已是定局。本来他还幻想着柳露能不能和丹姬同归于尽，但现实很残酷，这2人的实力是天地之差，可能柳露靠着阴险手段赢了丹姬1次，但绝对不可能赢第2次。更何况丹姬要面对的只是使用过血魔灵，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的柳露，这种状态下，柳露的实力还被严重削弱过。看来想要对付丹姬，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他所说的柳露身上那枚特殊的毒灵。但能有那样逆天效果的玉灵，又岂是自己一个小小的刹那2转修士能使用的了的？事情似乎陷入了一个必死的僵局。1天之后，柳露又去了关押人种的洞穴闭关修炼。骆红颜趁机找到长青商量对策。你的修为居然增长得这么快！刚见到他的骆红颜第一反应便是吃惊。可能我天赋异禀，只是之前没找对路子。长青苦笑着自嘲道：“你别不在意，越是邪异的功法，修行的速度越快，同样付出的代价也越大。你现在没付出什么代价，可能是你还没有发现，万一以后……”长青不由得想到冲穴突破和修炼地宫府的折磨，一时间沉默不语。似乎是注意到了他的变化，骆红颜好像明白了什么，伸出手，有些犹豫，但还是轻轻摸了摸他的面颊。2人相近的身高，相似的触感，一下子就让长青回想起来在地球上和叶清河的种种过往。不知不觉间，眼眶竟有些湿润。骆红颜并不知道他心中所想，只猜到他修炼时受了什么磨难，柔声道：“那个老女人是不是让你吃了很多苦？对不起，都是因为我，你才会跟她走了邪道，修行什么血法。等出去了之后，我说什么也要帮你寻得一枚敌魂灵，帮你散去这身邪道修为，不会再让你遭罪了。”闭上眼，深吸口气，长青的目光又转为平淡，揉了揉骆红颜的头发，安慰道：“不用担心，我没什么的，只是修炼的时候泡在血池里，那老女人的血又腥又臭的，恶心死我了。”说着，他还捏住鼻子，比了个滑稽的表情，让骆红颜颇为无奈。“你怎么没心没肺的？离柳露换魂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你就不担心计划失败吗？
万一丹姬被放出来之后翻脸不认人了怎么办？别担心，我大概有个计划了，不过你得先陪我做个实验。实验？什么意思啊？掌青单手一捻，一枚散发着乳白色光晕的玉灵出现在手中。还记得它吗？骆红颜接过掌青递来的玉灵，稍微感知一番。这不就是我当初送你的那枚气泡灵吗？是的，可当时你说这种玉灵是你随手炼出来的小玩意，多使用几次就会消散掉。当初你给我的时候就说这枚气泡灵中的灵力已经枯竭，离消散不远了。骆红颜有些不解。是啊，没错啊，这玉灵是我炼出来的，我还不清楚吗？可从柳路的洞府回到丹室的路上，我为了掩盖身形又使用了一次，第二次去柳路洞府的路上使用了一次，回来的时候我又使用了一次。掌青有些神秘地笑了笑。但你看它有一点要消散的迹象吗？骆红颜仔细观察，却见那枚小小的气泡灵正稳稳地散发着柔和的乳白色光晕，虽然并不强烈，但极其稳定。而即将消散的玉灵应该是像风烛残年、行将就木的老人一般，光芒暗淡，气息微弱才对。他是炼法修士，本就对玉灵的了解极深，更何况这玉灵还是他亲手炼出来的，自然一眼就看出这绝对不是一枚即将消散的玉灵。这是怎么回事？这玉灵本就是只能用几次就会消散的玉灵，我炼制的时候就发现了它的缺陷，是没法给它补充灵力的，用完即废。难道你改造了它？有没有可能没你想的那么复杂？掌青微微一笑。你就没有想过，或许在你给我的时候，它就是一枚崭新的生龙活虎的玉灵？掌青的这句话让骆红颜陷入了沉思之中，许久之后，他猛地抬头，瞳孔中光芒闪烁，带着难以置信的神色。二人对视，对对方的意思心照不宣。我怀疑丹姬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上骗了我。隐藏气息的玉灵对现在的你来说没什么用，你是担心那条小蛇看出你增长迅速的修为产生怀疑对吧？大可不必。血池之中，丹姬劝道，只有到了尊者级别才能一眼看穿普通修士的修为，那小蛇除非用特殊的手段探查，否则是看不出来的。掌青只得再度挑选起来。在柳路的丹室内修炼了3天之后，他又来到丹姬这里挑选玉灵，不过并没有找到什么太过心仪的。丹姬身上低级的玉灵虽然数量庞大，但种类并不多，多以血法灵为主，其余的都是一些辅助类的玉灵。你不如选这枚血剑灵，也总归是个攻伐的手段，比你原来的骨刺灵要好上许多。见他犹豫不决，丹姬从旁提醒道。掌青却并没有急着做选择，而是看着最终被他挑选出来的3枚玉灵，陷入了沉思。血剑灵形似一根细长的喉管，正缓缓蠕动着。掌青往其中注入血气之后，他便开始剧烈的紧缩，而后从中击射出一支由血液凝结成的箭矢，射向墙壁，在墙上留下一个浅坑，威力尚可，但是需要积蓄片刻才能发射，而且比较耗费血气，让他想起在地球上夏天玩的呲水枪。在他旁边还有2枚玉灵，一枚形状如一颗鸡蛋，但是上面布满了数不清的细密孔洞，注入灵力之后，瞬间从孔洞之中喷出大量的血雾，不多时就在整个洞穴中弥漫开来。血雾灵消耗血气，可以释放出大量血雾，用以迷惑敌人的视线，作用类似于烟雾弹。缺点也很明显，一个是耗费大量血气，另一个就是没有任何攻击性。最后一枚玉灵形状如同一捆红线，只是在不断蠕动着。掌青向其注入灵力之后，红线游曳在他的全身，但是并没有发挥出任何效用。血剑灵和血雾灵都是下品皇灵，需要占用掌青4个窍穴，还算是适合他。而掌青挑选的这最后一枚玉灵的原因，只是因为它是丹姬手上唯一一种需要5个窍穴承载的中品皇灵，正好他现在身上只剩下5个窍穴。师尊，这是什么玉灵？为何我注入灵力它却没有任何作用？血丝灵不入流的小把戏而已，你可以试着把它缠在手腕上，再把你的手腕取下来。掌青有些不解，但还是尝试了一下。紧接着奇异的一幕就发生了，只见那红线蠕动着钻入掌青的手腕之中，心念一动，他的手竟脱离了手腕，跌落在地上。这一幕让他略显惊讶，不过好在并没有任何的疼痛感袭来，仔细看去还能看到从手腕的断口处伸出了几根红线，连接到手上。他试着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手，竟和平时一样灵活自如。血丝灵可以用来当作媒介操控你的肢体，优点是消耗的血气极少，缺点是只要稍微遭受一点攻击就会断裂，到时候你的手就相当于真的被砍断了，所以基本没法用在战斗中，相当于主动把弱点暴露出来。可长青听完丹姬的介绍后，却并不觉得这血丝灵很鸡肋，反倒是眼前一亮，这玉灵非常有用啊。首先血丝比较隐蔽，如果是在黑暗处离得稍远一点几乎发现不了。其次用在眼睛上是不是就成了个简易的摄像头？用在耳朵上是不是就成了个简易的窃听器？掌青暂时只想到了这些，
不过即便只是这样也足够了。师尊，可否把这枚血丝灵赠与弟子？你若想要便拿去，以后追随为师左右，比这好上千百倍的玉灵也不缺。丹姬颇为大方道。长青满意的将血丝灵收入窍穴内，正好占据满了他全部的窍穴。现在他的窍穴里的下品黄灵有骨刺灵、飞玄灵，中品黄灵有血丝灵，下品玄灵有血玉灵，地宫府内还有一枚中品玄灵储血灵。之前的气泡灵已经被他交还给了洛红颜，他现在除了飞玄灵一枚气法灵以外，其他4枚玉灵都是邪法灵，算是个根正苗红、彻头彻尾的邪法修士。可惜的是他手上的功法手段依旧只有骨刺灵一种，其余的玉灵不是治疗效果就是辅助效果，这让他一个邪道修士显得不伦不类。取走玉灵之后，长青也没有再做过多停留，在血池中简单修炼了一阵，巩固了一下自己的修为之后，就回到了丹室。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个计划，现在需要确认一番是否还有任何遗漏的地方，否则很容易像前世一样百密一疏，漏算了柳露身上有血魔灵这一档子事。其实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柳露到底凭什么能封印丹姬？如果真如丹姬自己所说，只是靠那个能将他人的窍穴封印的奇异玉灵，真的能做到吗？很明显不能，丹姬的话里存在着漏洞。他身为邪尊，活了那么多年，人老成精，不可能没有和毒法修士交手的经历。按照他的说法，如果毒法修士就是血法修士的天然克星，因为可以轻易注毒的话，那他怎么可能不对柳露的攻击有所提防？那柳露是靠什么才能把毒液注入到丹姬体内的呢？靠欺骗？靠偷袭？长青并不这么认为。等等，自己好像又漏算了什么。丹姬为什么要来到百花洞？他虽然没有来到百花洞之前的记忆，但是前几世从那些一同被关押的人种口中得知，他们都是误入了一个山洞，触摸到了一块嶙峋怪石之后就来到了这里。同样的问题他问过洛红颜，洛红颜的说法也差不多，区别在于那些人种都是凡人，是误入到此处的，洛红颜则是观察这块怪石灵气浓郁，心生好奇，想研究一番，却来到了这里。既然洛红颜都能看出来那块怪石的不凡，丹姬身为堂堂邪尊，不至于什么都不懂就莫名其妙的误入这里吧？他大概率是带着什么目的来的？可又是什么目的呢？长青推测有2种可能。第一，这百花洞中有什么宝物，而且能让丹姬这种人物都看上眼的必定不凡。第二，他是由于什么原因被迫进入到这百花洞内的，他这种邪道巨擘肯定树敌众多，说不定是为了躲避仇敌。第38章再度换魂。不管丹姬是何目的，他很快也都会知道了。而且即便这一世他阴沟里翻了船，还有重生的机会，获得的信息越多，对他的翻盘就越有利。况且再不济，洛红颜也能被自己先送出去，不管怎样也不会波及到他，那地球上的叶清河也就不会有任何危险。于是长青开始了再一次的布局，只是这一次他的安排和前世略有不同。他并没有和前世一样哄骗柳露将那3个护法做成人质，而是要柳露在换魂途中将全部4大护法现场做成人质，才能让换魂的过程更加顺利。柳露这一世在长青的哄骗下服下过更多的仙药，精神状况比前世更糟糕了几分，对他的安排不疑有他，早早就为换魂一事做好了准备。另一边，长青自然也在为对付丹姬做足了准备。时间飞逝，几天后就来到了和前世同样换魂的日子，区别在于这次长青让柳露把地点选择在了他自己的洞府内，这当然是为了方便他拿到百花令之后能送走洛红颜，并放丹姬出来。洞府内4大护法面面相觑，都不清楚柳露的安排到底是何意。师父，您召集我们来所为何事？最急性子的风铃率先开口，本座今日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叫你们来就是专程为本座护法的。月桂关切道，宗主，是您的身体又出什么状况了吗？柳露摇摇头，不妨事。说着他从怀中取出4粒丹药，分给4人。一会儿本座的仪式恐波及到你们几人都服下这枚清心丹，可护你们周全。几人都不假思索地吃了下去，唯有玫瑰犹豫了片刻，但看到其他3人已经服下丹药，便也将丹药吞入口中。柳露见4人都服下丹药，满意地点点头。本座筹划多年，如今距离得道飞升只差1步之遥，尔等都是我的至亲至爱，情同骨肉，如今也该为我出一份力。服下毒丹的4人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就如同4座精美的雕塑一般，没有任何动作和反抗，呆呆站在那里。柳露拍了拍手，几个女妖抬着一张小床走了进来，上面躺着的正是被蛇群牢牢捆住、五花大绑的洛红颜。和上一世不同，这次长青特意提醒换魂仪式必须在双方各自都清醒的时候进行，就是为了不让洛红颜和上一世一样被柳露弄晕，不然长青拿到百花令后不方便送他出去。摘下洛红颜脸上的面具，轻抚他的脸颊，柳露露出如痴如醉的表情。多么完美无瑕的躯壳，多么美好的身体。他的脸色阴沉下来，舔了舔嘴唇，露出贪婪的神色。马上
就会是我的了。说着，他还不忘从怀中的香包里抓出一大把药粉，胡乱糊在自己的口鼻处，猛烈的吸入。啊，真是绝顶的仙药！可惜从今往后，本座就再也用不上了。他露出无比舒爽的表情，冲一旁的女妖们挥挥手，给他更衣。捆住洛红颜的蛇团一松，几个女妖七手八脚的按住他，脱下洛红颜的衣服，将柳露提前准备好的华贵锦袍穿在他的身上。洛红颜挣扎了几下，虽然知道这都是计划中必要的步骤，但还是感到羞愤。他下意识地朝长青看去，见少年正侧过身去，低头擦拭地上柳露提前准备好制作人质的工具，没有看向这边。这家伙还怪靠谱的，没占我便宜。待到洛红颜的衣服换完，几名女妖将她抬到了洞府正中央。柳露走上前，盯着洛红颜的脸，表情狂热。一会儿本座举行仪式时，你们几个按照顺序把你们这几位师叔师姐做成人质，本座教你们的方法可还记得？几名女妖谨遵吩咐，纷纷拿起地上的尖刀、锯子、钳子等物，跃跃欲试。要来了，长青心中暗道。果然，柳露见万事俱备，终于把目光移向他。令羽长青，我的好徒儿，可惜了，偏偏你是他的后人。前一世，柳露把自己和玫瑰当作换魂仪式的试验品，这一世玫瑰要用来做成人质，试验自然做不成了。但柳露一定不会让自己有什么善终，因为自己是他前世讲的那件往事中渣男主角的后人。长青只是赌这家伙不会直接杀了他，他怀揣着那么深的恨意，肯定是要把自己折磨一番，或者把自己带在身边，见证他所谓的复仇。果然，柳露一伸手，群蛇将长青牢牢捆住。你大概不知道吧？你那块令牌上的令羽二字，本座认识。柳露陶醉地抚摸着洛红颜的脸颊，等到本座飞升的道，也会将你做成人质，本座会亲手将你放到令羽文庸的面前，作为向他复仇的第一环。哈哈哈哈哈！我就要成仙了，成仙了！令羽文庸，我一定要你后悔！说完，他手指掐诀，无数玉灵从他体内飞舞而出，盘旋在二人周围，一圈火焰围绕着两人升腾而起，将一切都隔绝在外。乾坤一气，遇我者欺，单元寄养，妙在琴兮。火焰之中，柳露癫狂地颤抖着，他的头仿佛装了弹簧，急速地摆动出了虚影，整个大殿内都充斥着他疯狂的笑声。成了，要成了，本座就要成了！火焰之外，长青在缠绕的蛇群间挣扎了一番，他催动灵力，使用血丝灵将自己的手拔了下来。他的断手利用手指在地上一路爬行着，最后摸到了散落的工具，手指捏住一把刀，又一点点蹭了回来。火焰之中的柳露癫狂好似疯魔，另一旁的几个女妖正七手八脚的把四大护法一个一个的做成人质，血肉模糊，带着流出来的遍地残肢碎肉，活脱脱一幅地狱绘图。正好这样子就没人会注意到他。用刀割开缠绕自己的蛇团，长青脱困，看向洞中的火焰。火焰中的洛红颜的虚影正看向自己的方向，虽然不知道他是否看得见，长青依旧对他点了点头，示意他不用担心。他此时正躺在床上，而柳露就好似地球上那些跳着怪异舞蹈萨满，正围着洛他癫狂不已。可以说，柳露已经疯到了一定程度，他的脑袋、嘴巴、手脚完全是在各干各的，组合成了一个诡异的现象。另一边，几个女妖已经把几个护法都弄成了一根根血肉模糊的人棍，从风铃到冷梅再到月桂，下一个就将轮到玫瑰。嘿嘿嘿，师姐马上就好，只要一下。几名女妖持刀靠近玫瑰，她们的脸上身上都沾满鲜血，满脸兴奋的神色。她们本就是各种精怪幻化而生，生来就有残忍嗜血的天性。四大护法平日里对他们来说是绝对的上位者，可此时却如待宰的羔羊一样任人宰割，这大大满足了他们的天性，也激发起了他们骨子里的嗜血。玫瑰如雕塑一般一动不动，服下了毒丹的她也和前三人一样，即将变成血淋淋的人质。但就在女妖们手中的利刃即将触碰到她身体的前一刻，玫瑰的眼珠突然一转，狠狠瞪着他们。这怎么可能？被盯着的女妖吓了一跳，还没反应过来，突然身体腾空，一口鲜血从口中喷出，从玫瑰的肋下生出4条带着尖刺的手臂，贯穿了女妖的胸膛。那女妖本来如桃花般嫣红的脸色突然变得铁青，紧接着是漆黑一片，抽搐了几下之后就没了气息，挂在玫瑰的手臂上缓缓溶解，化为一滩脓水。眼看玫瑰动了起来，几个女妖吓得四散奔逃，向火焰中的柳露跑去，寻求庇护。但玫瑰的速度更快，3下5除2，几人就跟刚刚的女妖一样化为了脓水。做完这一切的玫瑰紧张地盯着洞府中央正在施法的柳露，见他依旧和之前一样疯癫，似乎对外面发生的一切完全视而不见，才放下心来。长青走来拱手道：提前恭喜玫瑰仙子登灵教主宝座了。玫瑰额前的8颗赤红眼珠一同看向长青，一张嘴吐出一颗药丸扔在长青手里，正是刚刚他假装服下的所谓清心丹。别高兴得太早，
你这么确定他一定会死？长青自信一笑，放心，他活不了。话音刚落，火焰之中突然传来一声巨响，砰！整个洞府都因为这猛烈的爆炸晃动了几分，瞬间无数的血浆飞沫，连带着红白之物散落于整个洞府之中，甚至洒在了长青的脸上。火焰依然在燃烧着，骆红颜躺在床上，而柳露的直挺挺地站在一旁一动不动，他的肩膀上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刚才爆炸的正是他的脑袋。见此状况，长青忙冲了过去，扶起骆红颜。不同于他的冷静，骆红颜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没事吧？长青扶他坐了起来。骆红颜定了定神，没事，就是他的头突然爆开，吓了我一跳。事不宜迟，我们快取走百花令吧。交给我。说罢，他拿出刀，熟练地划开柳露的胸膛，把手伸进去摸索起来。他知道柳露身上有血魔灵，这看似必死的爆炸并没有让他立即毙命，马上他就会再次苏醒，所以要抓紧时间。玫瑰这时走上前，他对长青依旧心存戒备，见他正在柳露的尸身里寻找百花令，便提醒道：别急着拿百花令，你不是还答应我将翻译完全的幻魂夺舍之法交给我吗？先把书交出来再说。长青却挥了挥手，你急什么？反正那东西没什么用。没用。玫瑰神色一凝，另语长青，你什么意思？诓我不成？诓你做什么？我好心提醒你而已。我反正是觉得那夺舍之法没什么用，信不信由你。那你这又是什么意思？玫瑰一指已经站到长青身边的骆红颜，怒道：不是说好了一举除掉洞中所有顷刻修为以上的人吗？这骆红颜我以为会和柳露同归于尽，怎么现在他还活着？啊，你说他啊？长青停下了手头上的摸索，看了骆红颜一眼。这个我确实是诓你的。什么？玫瑰暴怒，刚要发作，长青却伸手一甩，将满手的鲜血内脏甩在玫瑰的脸上，而他的手上正攥着一个五彩斑斓的令牌。动手！他高喊一声，后边的骆红颜早已催动灵力，掐指念诀，10余颗耀眼的火球飞出，齐齐砸向玫瑰。玫瑰刚抹去脸上的血污，又见骆红颜催动的火球袭来，慌乱之中伸出肋下的4条怪手挡在身前。轰的一声，在浓重的硝烟掩护下，长青拉起骆红颜朝洞中的密道逃去。令语长青，骆红颜，我要你们死！玫瑰拨开浓烟，咆哮着向2人追来。长青2人刚钻入密道的小洞中，骆红颜再次催动灵力，一道火墙在洞口处生成，阻挡住了想要追来的玫瑰。玫瑰8颗血眼闪烁着怒火，挥舞着数条怪手就要冲进来，却被骆红颜生成的火墙烫到吃痛，被迫缩了回去。他知道这种火墙很消耗灵力，肯定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只能在外面等着骆红颜灵力耗尽再进去报仇。而洞内，长青和骆红颜正大喘着粗气，感受着劫后余生的喜悦，两人四目相对，不由得相视一笑。照你的计划，我们是不是在这里等柳露苏醒就可以了？当然了，柳露苏醒，干掉玫瑰，我再唤醒丹姬，干掉柳露，这叫什么？驱虎吞狼。长青颇有些得意地笑了笑。骆红颜白了他一眼，对这个时而冷酷，时而又大大咧咧的少年，他也不知道该用一种什么心情面对。只是不知不觉间，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最初的戒备心态，完全放松了下来。长青也是一样，借着现在能喘息片刻，才细细欣赏起骆红颜的容颜。骆红颜和叶清河两人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五官，区别是叶清河经常会画一些淡淡的妆容，看上去更加精致，而骆红颜不施粉黛，相较叶清河眉眼之间多了一丝灵气，气质上看上去更有仙韵。他知道马上就是分别的时刻了，他只能保证把骆红颜送出去，但之后自己生死祸福，是否能和他再见，会不会再重来一世，都是未知数，所以他格外珍惜眼前这段最后的时光。骆红颜算是这个世界里叶清河的替代品吗？他说不上来，但是他不能否认自己对骆红颜的感情，哪怕这段感情的开端并不纯粹，但他来的是那么的热烈又迅速。从上一世看到骆红颜的容颜开始，就像野火燎原一样，在他心里泛滥，一发不可收拾。看着他直勾勾地盯着自己，一抹桃红迅速爬上骆红颜的脸颊。你看我干嘛？我脸上有东西啊！说着，他还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脸，掩饰羞怯之意。你真好看。长青笑了笑，却并无玩笑之意，表情真挚。不许看了啊！骆红颜垂手避开他的目光。要看也等出去再说好了。紧接着，少女细若蚊蝇的声音传来，让长青不由得嘴角上扬。长青不由想起自己曾问过骆红颜戴面具的理由。我们家族的信仰，未出阁的女孩不能被人看见脸的，只有结婚了之后，丈夫先看过了才能给外人看。这是什么规矩？怪怪的。因为这样才能确定对方是不是因为你的容颜才喜欢你啊。那时他就上下打量着骆红颜全身，可你怎么看，
都一眼能看出来是个大美女。以后你干脆全身都穿上盔甲好了，那样才看不出来美丑。你看，我就说你肯定是个大美女，简直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了。油嘴滑舌。骆红颜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心里却传来一种她从未体会过的喜滋滋的感觉。给，你把这个戴上吧。长青递给他一块纱巾。当他得知骆红颜戴着面具的理由之后，因为有前世的记忆，知道柳露做换魂仪式时会摘下骆红颜的面具，怕他觉得不自在，就提前准备好了这条纱巾。不过他还是留有私心的，先自己看了个够，才把纱巾递给骆红颜。骆红颜一愣，这是你提前准备好的？不然呢？没什么。他接过纱巾，系在脸上。谢谢。想不到你还怪细心的。长青再次痴痴一笑。骆红颜虽然系上了纱巾，但依旧不影响他倾国倾城的容貌，他看得入迷。别傻笑了，都这个时候了，你也该告诉我最后的计划是什么了吧？马上就要对付丹姬了，堂堂邪尊，就凭我们两个，我实在想不出你有什么办法。他话音刚落，洞外突然传来一阵癫狂的笑声。哈哈，成了，本座终于脱胎换骨，得道飞升，这就是成仙的感觉吗？妙不可言。紧接着是一阵地动山摇的震动。长青可以想象到柳露那畸变的身体控制不住狂躁的巨大力量，如同蹒跚学步的婴儿，在无数根猩红触手的辅助下，拖着大头摇摇晃晃地向前迈进，又好像在手舞足蹈的诡异模样。玫瑰的惊呼从洞外传来：不可能！师父，弟子错了，师父，不要！剧烈震动和声音不由得让骆红颜也急迫起来。柳露是转瞬6转10力，玫瑰撑不了多久，我们马上就得把丹姬放出来。你快跟我说你的计划是什么？时间不多了。长青却不紧不慢，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放心吧，要不是你死活要留下来，我自己都能对付得来。你闭上眼，我给你耍个把戏，你就知道我要怎么对付丹姬了。你可别想赶我走，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怎么可能留你一个人在这里？再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骆红颜语气急迫，可长青依旧是不着急的样子。算了，你快点。他将信将疑，但还是闭上了眼。不知从何时开始，他已经对眼前的少年产生了深深的信任，就连他说能以凡人之力抗衡邪尊，他都相信了，更何况是现在闭上眼睛。长青的声音从他耳边轻轻传来：傻丫头，以后记住，可别再被骗了。骆红颜猛地睁开眼，却只见眼前光芒闪烁，长青正握着一枚五彩斑斓的令牌，正是百花令。而长青猛然抱住了他，将百花令贴在了他的后背上。你要干什么？长青，放开我！不是说好我留下，我们一起走的吗？骗子，放开我！但长青的手臂分外有力，让他挣扎不得。瞬间，百花令光芒闪烁，骆红颜凭空消失在了原地。好了，这下就没什么可顾虑的了。一边说着，他一边用手中的刀在地上挖了个小坑，将百花令埋了进去。做好这一切，他略感疲惫的背靠墙壁，身体缓缓滑落，坐在地上，发出一声地球上每个男人坐到车里都会发出的一声悠长的哼声。骆红颜一消失，洞口处的火焰也随之消散了。下一刻，玫瑰的半截身子探了进来，他满脸惊恐，6条手臂已经断了2条，一边挣扎着向洞里爬，一边口中惊叫着：别过来，怪物！但是一只脚踩在了他的脸上。长青面无表情，一脚踢出，将要爬进来的玫瑰踢出去半截。他洞外的半截身子似乎被发狂的柳露抓住了，玫瑰尖叫一声，几只手在地上留下了长长的拖痕，被柳露拖出了洞外。该做个了断了。长青拍了拍手上的泥土，站起身，听着洞外2人的嘶叫声，他不紧不慢走到了洞穴尽头的那坨肉灵胚面前。乖，给娘开门。说罢，他用刀背随手敲了敲那坨灵胚。灵胚眨了眨满头的眼睛，似乎是在疑惑。长青推测他应该是依靠着自己身上邪法灵的气息才把自己认成了柳露，但眼下柳露正在洞外，他可能是感应到了，所以有些迷茫。为什么有2个娘？不过还好这灵胚几乎没什么智力。仅仅停顿了片刻，他便撕开了自己，为长青开了门。长青走进关押丹姬的血池面前，单膝跪地，恭敬道：师尊，弟子来兑现承诺了。好，你果然没让为师失望，速就为师出来，为师带你离开这里。感受到他的到来，丹姬的声音罕见地流露出一丝喜悦。但还没等长青动手，一团蛇从洞口钻了出来。那一大团蛇身后似乎还拖着什么东西，钻进来一半之后，数不清的蛇眼齐齐转动，最后锁定在长青的身上。乖徒儿，找到你了。丹姬略有些吃惊道：你没用为师教你的法子吗？他为什么会这么快就苏醒？长青还没来得及回答丹姬，回应他的
却是2条缠满了毒蛇的手臂从洞穴中伸出，撑着洞口，将柳露臃肿的下半截身子拖了进来。柳露的身子就如同蹒跚学步的巨鹰一样冲向血池中的丹姬，一路上无数的猩红触手伴随着毒蛇从他身体中抖落出来，撒得遍地都是。抖落出来的碎屑中还依稀可见很多蜘蛛的残肢断臂和玫瑰的半张脸。好，这就是得道飞升的感觉吗？为什么这么血食？我要血食，就让你们做我得道飞升的血食吧。来不及了，快点动手！丹姬冲长青喊道。眼见柳露即将冲来，长青手起刀落，这一刀不可谓不重，本来只要砍丹姬的头即可，但他这一刀连丹姬的头和半个肩膀、一条手臂都被他一刀削了下来，鲜血如喷泉般涌出，整个洞中顿时血雾弥漫。第41章邪尊之威。长青后退半步，躲到丹姬的身后，心中暗自祈祷丹姬真能如他所说那般无敌，不然这洞穴就这么大，迟早避无可避。似乎是嗅到了漫天的血气，发狂的柳露顿时更加兴奋，癫狂舞动的幅度更加夸张地向2人冲了过来。就在他冲到2人面前，无数根猩红触手汇聚成一条巨臂向2人头顶砸落时，那条带着万钧之势的巨臂却悬停在了半空之中。一只看上去和柳露的体型完全不成比例的小手生生接住了他的全力一击。丹姬被砍去半截的上半身仅剩下一条手臂，但是此时那条手臂却诡异地抬了起来，挡在了身前。那看似柔弱的玉手爆发出极其强横的力量，仅仅只是轻轻一握，无数触手和毒蛇凝结成的巨臂竟然就轰然破碎。柳露后退数步，发出凄厉的嘶吼，这一下似乎让他非常吃痛，即使头脑破碎，被血魔灵侵蚀全身，迷失了心智，却依旧唤起了他作为一个生物本能的恐惧。空气中浓重的血雾迅速的消散，汇聚在丹姬被削下的上半身处。和简单的治愈伤口不同，他消失的上半身几乎是顷刻间就由那血雾凝结而成。恢复如常之前，他的半张脸一直被柳露浇灌的铸铁掩盖住，如今终于得以重见天日。一头银发之下是邪异的红瞳，鼻梁高翘，眼眶媚艳娇丽，单纯飞嫩，美若天仙的面容却冷漠如霜，带着高贵与威仪。他带着睥睨天下的气势，露出一抹微笑，美丽而恐怖，让人惊心动魄。小蛇，本尊回来了。说罢，他伸出纤纤玉指，轻轻一划，四周的8根石柱瞬间崩裂开来，穿透他身体的无数根丝线也纷纷断裂。他身体慢慢旋起，脚底生出一眼血泉，身上残衣碎布随风消散，血泉上冲，覆盖他的全身。再度看去，他已身着一袭高贵的血衣。长青还未待看清，丹姬的身影忽地消失。轰的一声，洞口处被轰击出一个大洞，贯通洞外，在地上砸出了一个大坑。柳露的整个身躯几乎都凹陷成了一个球，萎靡地瘫倒在坑中。在他面前，丹姬高高在上地瞥了他一眼，目光如刀，带着蔑视。拿了本尊的血魔灵，你没那么容易死，让我多杀你几遍，杀到尽兴。柳露的血魔灵似乎感受到了来自上位者的威压，竟然有隐隐退缩之势，头上缠绕着的层层蛇团和蠕动着的猩红触手缓缓缩回到他体内，将他已经复原的头颅再次露了出来。这才对嘛，让你迷迷糊糊的死了多没意思，看来是恢复清醒了。柳露的眼神刚恢复一丝清明，丹姬就一脚踩在他的脸上，白骨化成的尖锐鞋跟在他脸上连续一脚一脚的踩下去，戳出一个个血洞，血洞又被血魔灵那些细密的猩红触手迅速修补复原。似乎是还不满意，丹姬伸手成爪，在柳露的面前缓缓一转，柳露的四肢顿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拧动，扭成了几个诡异的角度，将它包成一个血肉模糊的诡异肉球。丹姬一脚踢过去，柳露的身体如炮弹一般飞了出去，砰的一声嵌入到了一旁的石壁里。若是长青在这，肯定会感到吃惊。他本以为丹姬就算身为邪尊，也被囚禁了那么多年，实力大减，而柳露是转瞬六转，还有血魔灵的加持，怎么也能和丹姬战上几个回合。毕竟前世他可是亲身体会过柳露的实力。他预料过丹姬的实力会远高于柳露，可他绝对想不到二人的交手完全是单方面的虐杀。嗨，柳露依稀可辨的一张脸从在肉球中露出痛苦的神情，他眼神涣散，口中喃喃道：杀了我，杀了我，后悔了，想死。丹姬轻蔑一笑，一打响指，催动灵力血气，身边光芒闪烁，数枚不知是什么种类的玉灵一起向柳露的体内注入起血气来。血魔灵只要有足够的血气，就能一直保持活力，维持住你的生命。放心吧，本尊不会让你这么轻易死的。果然，随着血气的注入，柳露本来有些涣散的眼神再次恢复起清明来，可这却让他陷入了更深的绝望。不，骗子！为什么？为什么换魂会失败？我为什么失败了？骗子！你们这些骗子！假的，都是假的！杀了我！求求你杀了我！哈哈。
哈哈！听了他的哀求，丹姬不禁大笑了起来。就凭你这副鬼样子，低贱的重置，还妄想逆天改命！他把柳露当成球一样踢来踢去，发泄着自己的怒火。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蛇，你可知道，你要换魂的那个小女娃是何等的极品天资？还有本尊的乖徒更是极品的炼材，这等机缘也是你这样下贱的重置配得到的。现在都是本尊的了。啧啧，夺了百花传承不说，还有2具极品天才，这一趟真是不虚此行，就算被囚禁了几10年也值了。他正得意时，突然一阵苍老的声音传来：“何人敢坏我百花圣传？”他眉头一皱，这么多年过去了，这老鬼居然还没消散，可恨！柳露却精神振奋起来，口中高呼道：“老族显圣了，老族显圣了！丹姬，你终究还是要重蹈覆辙！”哈哈哈！聒噪！丹姬一跺脚，直接踩爆了柳露的头，而后催动玉灵，柳露身上的生命气息迅速的消散，几个呼吸间就彻底变成了一具干尸。他性情凶残，睚眦必报不假，但眼下大战在即，孰轻孰重他分得清，当然要去掉任何的变数。虽然柳露全身的窍穴都被血魔灵侵占，使用不了之前封印了自己窍穴的毒灵，可以说对他的威胁微乎其微，但他依旧谨慎。走邪道能一步步修炼到他这般境界的邪道巨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只有在稳操胜券的时候才会放纵自己，若是局势有变，但凡对方有一点威胁，那都要全力以赴，杜绝后患。眼下整个百花洞中唯一一个转瞬境界的柳露已经陨落，其余顷刻境界的修士也已经死绝了。丹姬没有感受到任何强者的气息，剩下的全都是一些疏忽刹那境界的蝼蚁。即使自己还和之前一样和百花老鬼斗得身负重伤，这些人依旧没有任何威胁。那小子身上已经留了记号，就算他现在趁机跑了，等我战败这百花老鬼，夺了百花传承之后离开这里，依旧能找到他。利用他，肯定还能找到那个小女娃，没什么好担心的。这2个极品天才已经是我的囊中之物了。想到此处，他放下心来，全神贯注对付起眼前的敌人。速速离开，饶你不死，休要执迷不悟。那苍老的声音再度传来：“百花老鬼，你少吓唬我！你这传承老娘夺定了！”丹姬以手指天，叫骂道：“这百花洞其实是一处邪道传承，所谓的合欢宗，其实只是千万年来传承中这方小世界衍生出来的一些邪物搞出来的邪门歪道，不足挂齿。百花洞中真正有价值的，其实是传承本身。当初丹姬苦苦寻觅，才找到这么一处邪道传承，本以为只是已经被人取走、残缺不全的传承，没想到竟然是千万年前的邪道巨擘百花邪圣留下的传承。千秋、海枯境界称为尊者，而海枯境界之上更有天荒境界，称为圣者。这百花邪圣正是于10万年前成名的邪圣，以毒法超凡入圣为当世一绝。像丹姬这样的邪修，想要从须臾突破到千秋境界是很难的。千秋以下的境界，每次的突破境界仅仅需要冲穴，冲破窍穴数量的限制即可突破境界。而从须臾突破到千秋，由凡入仙，从修士变成尊者，则需要碎窍，破而后立，称为渡劫。若想一路登顶成圣，则需要渡劫3次，从须臾到千秋，渡人劫；从千秋到海枯，渡地劫；从海枯到天荒，渡天劫。正道修行，渡人劫会非常顺利，自会有正道9天司派人与渡劫修士交战，击碎其全身窍穴，助其成就灵婴，升为千秋境界。但邪道修士想要渡人劫则要困难得多，因为邪道各自为战，人人喊打，也大多没有师傅引路。渡劫时需要自行击碎全身窍穴，全身碎窍的修士肉体自会引来天地灵气凝聚成的强者灵魂欲来夺舍。也就是说，邪道修士需要在全身窍穴尽碎、身受重伤的情况下，与天地灵气凝聚成的强者灵魂交战，并将其炼化，成就灵婴，突破为千秋境界。所以很多邪道修士都会选择在渡劫前寻找一处传承之地，在这方小世界中，灵气相对稀薄，凝聚成的强者灵魂相对弱小，渡劫成功的概率大大提高。丹姬也不例外，只是当初他没想到自己居然进入到了一方还未被开发的传承之地中，更加倒霉的是，留下传承的是堂堂天荒境界的圣者。百花邪圣为了避免有人破坏传承，便在这方世界留下了禁制，一旦感应到超过须臾境界的存在出现，百花邪圣留下的残魂就会出现，将其抹杀。其实丹姬并不知道，这百花传承本身就有着禁制，超过须臾境界的修士是进入不得的。他当初进入这百花洞中时的境界，正是须臾9转巅峰。估计连百花邪圣自己也没想到，在10万年后，邪道修士们会刻意躲到前人留下的传承之地中去渡劫，所以也就不曾预防像丹姬这样的须臾9转巅峰修士进入到传承之地渡劫，成为千秋尊者，破坏传承。只因为10万年前邪道修士还不曾像如今这般不堪，
修士都不会在渡劫时刻意到传承之地躲避，传承之地灵气稀薄，会让修士渡劫之后的天资底蕴大打折扣。丹姬相当于抓到了百花邪圣留下传承的漏洞，纯属无心插柳柳成荫。百花邪圣生前实力强大，留下的残魂自然也是非凡，但也仅仅是为了防止传承中的邪物们有的修炼到太高境界会吸走太多灵气，使得这方小世界崩塌。毕竟普通修士和尊者之间是仙与凡的天差地别，那百花邪圣肯定也料想不到，有朝一日自己留下的一抹残魂会和千秋境界的尊者交战。其实丹姬的气运非常好，当初他进入到这百花洞之前，经历了一番苦战，身受重伤。由于他气息衰微，再加上百花残魂为了避免消耗，平时都会陷入沉睡之中，所以并没有感应到他。若是一般人，肯定会先休养生息，等到状态恢复过来，再从长计议。这样反而会在休养好后，被百花残魂感应到，出手将其抹杀。偏偏丹姬性格凶残，睚眦必报，重伤之时更是生死看淡，索性直接碎鞘，依靠着强大的意志力和修行的底蕴，吸纳了这方小世界的庞大灵气，一举渡劫成千秋极尊者。直到这时，百花残魂才感应到了他的存在，准备出手将其抹杀，可却为时已晚。千秋境界的丹姬实力和之前早已是天地之差，竟和百花残魂战成了平手。丹姬修行血法，气息绵延不绝，持久异常，百花残魂却是依托于这方小世界而存在，越是战斗下去，越被消磨。就在丹姬身受重伤，百花残魂也是油尽灯枯之际，柳露从旁偷袭，将他封印了起来。如今他重获自由，实力依旧不减当年，不知百花残魂又是什么状况。虚空之中，一丝一缕的黑气最终汇聚成一个老者，老者身披长袍，手持拐杖，身躯佝偻，头顶稀疏的几根毛发和满嘴呲出来的黄牙，看起来阴郁猥琐。若是长青在此，定能认出来，这正是丹室中供奉的那尊雕像。百花老鬼，你要是识相，就乖乖把传承交给我，否则老娘定让你这一缕残魂灰飞烟灭。丹姬冷笑，自他身下生出一尊由白骨和血肉汇聚的王座，他从容不迫地坐了下去，一双修长的美腿交叠，胜券在握。他看出来了，这百花残魂早已不如几十年前初见那时凝时，估计实力也不如当初。而自己虽然也被困多年，实力略有削弱，但也明显强于对方。小丫头，你不符合我百花传承的标准，速速离开，饶你不死。他毕竟只是一缕残魂，神智有限，甚至没有当初和丹姬交手过的记忆。他当初被百花邪圣创造出来，就只是为了维持这个小世界的平衡，如今也是机械地执行自己的使命罢了。你这老鬼，当真是不知死活！丹姬一跺脚，自他的身周生出一片血池，血池之中，一柄形状怪异的骸骨巨剑缓缓浮起，骨剑布满荆棘刻痕，剑身由一节一节的脊椎构成，剑刃则是锋利的肋骨紧贴脊椎，虽然是骨头，却闪着寒光，剑柄处赫然是一颗头颅，一头雪发被高高梳起，形成了一个怪异的剑髓。那颗头颅的面容竟和丹姬本人有9分相似。他握起剑柄，也同样抓住了那盈盈一握的美人脖颈，站起身，举起古剑，指向百花残魂。既然你非要拦我，那你就去死吧。如今这百花洞中，就以他实力为尊，自然没有后顾之忧，提剑便向百花残魂斩去。丹姬速度飞快，百花残魂迅速抬起手中拐杖抵挡在身前，但是预料之中的撞击并没有出现，只有一道黑气闪过。百花残魂极其老辣，最后关头，他全身忽地化作一团黑气，穿过丹姬的身体。自寻死路，当诛！百花残魂面无表情地宣判道。在他身后，丹姬纤细的腰肢被拦腰斩断，断裂之处还不断涌出漆黑的浓烟。在百花残魂手持的拐杖上冒着一样的浓烟，其上还流淌着漆黑的浓汁，一看就是剧毒之物。一击变招偷袭，他竟然生生将丹姬的身体腐蚀成2截，但是丹姬的上半身却诡异地悬停在半空中，他倒转的脸上浮现出一抹不屑的嘲讽之意。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果然没有完全恢复，连当初和我交战的记忆都没有了。言罢，他闭上眼睛，长叹一声，血海彼岸。一滴血泪从他的眼角流出，霎时间，整个世界都变成了黑白2色，天地就仿佛被浸入墨汁之中的染布一般，以丹姬眼角的这滴血泪为中心，被染得一片血红。领域之力，这就是他有自信必胜的最大底气。领域是只有千秋境界以上的修士催动自己的本命御灵才能领悟的最强杀招，强行把对手压制到自己的领域之中，展开对决。百花邪圣纵使生前再强，此时面对他的也不过是一缕残魂罢了，空有一身灵力，却没有任何御灵，只能依靠着传承之中留下的御灵和他战斗。一缕残魂更不可能有什么本命御灵了，自然没法使用领域之力从他的脚底生出一抹无边的幽深潭水，平静如镜，猩红似血。而在那无边的血潭之上，转眼间便盛开出无数朵暗红的彼岸花。
在丹姬腰间的断口处，同样生长出数根诡异的藤蔓，连接到他断裂的上半身，一股无形之力将他的上半身生生拽了回来，顷刻复原。他已剑指天，脚下猩红的深潭中暗流涌动，而后伸出无数双惨白的血手，齐齐抓向百花残魂。百花残魂双眼一眯，身形虚晃，一飞冲天。在他身后，无数双血手穷追不舍。他并不慌乱，取出一枚玉灵，催动起来，闪烁出耀眼的金色光芒，竟是一枚天灵。顿时，他周身升起一圈漆黑的浓雾，那些血手刚触碰到那黑雾，便迅速老化、衰败、腐烂，最后纷纷瘫落在地，化为肉泥。丹姬见状，冷哼一声：“你有天灵，当我没有不成？”说罢，他玉足轻点，脚下的无边深潭泛起涟漪，轰的一声，上百根100米高的巨大骨刺并排拔地而起。而在天上，猩红的血云中也同样有着上百根100米长的骨刺自上而下伸出。丹姬手腕上下并拢，以手张开为爪，在他的手掌中间，一枚形状如兽嘴的血肉玉灵正闪着金光。血尸魔杀。他双手合十，十指交错，与此同时，天地之间那几百根巨大的骨刺也纷纷交错在一起，组成了一张吞天盖地的血盆大口。那深渊巨口带着无边的威势向百花残魂咬去，其势巨大，百花残魂避无可避，只得全力催动玉灵。一阵金光闪烁，从他脚下升起一株参天大树，堪堪顶在了那张巨口中间，摇摇欲坠。他再次催动玉灵，从树中伸出数不清的藤蔓，缠绕在一根根100米高的巨大骨刺之上。几个呼吸间，那骨刺便从血光大盛变得暗淡无光，萦绕着黑气，随后悉数碎裂，化为齑粉。赤血花煞。又是一滴血泪从丹姬的眼角流出，他全身血光大盛，随后他竟然以肉身化作了一柄血色巨剑，和他手边的人头骨剑合二为一，飞速旋转，攻向百花残魂。他速度极快，眨眼间便进了百花残魂的身，剑招凌厉，直击要害。可百花残魂更为狡猾灵活，每次都在丹姬的剑招逼近之时，化作一团黑气躲开攻击，又趁机用手中的拐杖在丹姬化作的巨剑之上一抹。丹姬的巨剑看似威力无比，那拐杖则脆弱不堪，可每当拐杖上的剧毒涂抹在丹姬身上时，都会抹消掉一大块她的血肉，残留在上面的漆黑浓汁又会进一步腐蚀她的血肉，造成更大的缺口。一时间，漫天散落的都是丹姬的残肢碎肉。他完全处于下风，他身为尊者之躯，以肉体化成的巨剑，其防御不可谓不强，可在百花残魂的毒法下，却如同豆腐一般被轻易抹消。百花残魂乃是10万年的顶级邪道强者留下的残魂，纵使残缺不全，其战斗经验和老辣程度也远非丹姬可比。相比起来，即使是他这样的强者，也如同刚学会走路的孩童一般不堪。百花残魂不断变换着形态，手中的拐杖如同一条漆黑的毒蛇，不时在丹姬身上留下一道道伤口。他甚至会分为数道虚影，彼此配合，将不同的毒素注入到他的体内。丹姬的身体各处几乎是遍布了所有诡异的绚丽颜色，有的使他麻痹不堪，有的使他血肉爆裂，有的使他化为血水，有的能将骨头都腐蚀殆尽。可以说，百花残魂将他的特长与技巧发挥到了极致。这其中不乏有当初封印了他的强烈毒素，但是身处于自身领域之中的丹姬却全然不惧。这血海彼岸领域最强大的地方，就是可以把他受到的任何攻击和伤害都转化为血气的消耗，不管是什么样强烈的毒素，也无非就是多消耗一些血气罢了。当初能被柳露偷袭得手，最大的原因还是他身负重伤，血气近乎枯竭。而如今他在血海彼岸领域的加持下越战越勇，伤口处迅速生长出一朵朵的彼岸花，几乎是如时间倒流一般，迅速将他残缺的身体复原。反观百花残魂却开始显露颓势，凝结成的虚影似乎也比刚刚更加涣散了一些。领域之外依然是百花洞内，闻声赶来的一众女妖们只觉得下起了血雨。领域的力量相当于临时开辟了一个不稳定的小世界，战斗的余波只会对外界产生细微的影响，所以二人的旷世大战才没有波及到这些小妖。好浓重的血腥气，怎么回事？师傅呢？师叔师姐们呢？这师傅的洞府为什么多了一个大洞？我们快进去看看吧。你疯了？敢随便进师傅的洞府？你活腻了吗？突然，一个女妖惊恐地指着一个不远处的大坑，坑中有一具怪异的尸体，尸体残破不堪，被扭曲成了一个诡异的球形，周边还散落着几根半截的毒蛇和猩红的触手，时不时抽搐几下。你们看，那是不是师傅的衣裳？这不会是师傅吧？胡说，师傅神通广大，怎么可能死呢？几个女妖凑了过来，围着那具尸体打转。一个小女妖说道：这就是师傅吧？你们看他身上的衣裳，还有鳞。另一个年长些的女妖舔了舔嘴唇，咽了口唾沫，给了那小女妖一巴掌，呵斥道：你想死是吗？敢说师傅死了？这怎么会是师傅？
肯定是哪个胆大包天的弟子偷穿了师傅的衣裳。既然不是师傅，那我们……几个女妖互相看了看，都面露贪婪之色，彼此对视一眼，而后纷纷蹲了下去，露出自己狰狞的口气，开始瓜分起那具尸体来。师傅修炼了这么多年，这肉真好吃啊，真是大补。瞎说什么呢？这可不是师傅，只是个偷穿了师傅衣裳的蠢货。对，就在此时，一抹血光亮起，几个女妖只觉得脸前一热，不由得抬头看去，但随即都啊的一声尖叫。在他们的对面，刚刚还和他们一同瓜分尸体的女妖们都已经失去了头颅，脖颈处血如涌泉。下一刻，他们同时只觉得眼前的世界天旋地转，面前同伴的无头尸首在他们的眼前转到了天上去，而后视线变得模糊不清，几人的头颅滚落在地上，沾满泥沙。在他们视线消失的最后，看到的是一个单薄的身影，穿着一件残破的血衣，正艰难地蹲下身。第44章险中求胜。领域内的激战已经进入白热化，单机消耗十分巨大，甚至已经不能维持他原有的巨剑化身，而是改为手持古剑与百花残魂艰难地对抗着。他手中的古剑也是残破不堪，不少骨头碎裂，剑柄处那颗美人头颅虽然依旧冷艳高贵，可也沾染了鲜血，连被系成马尾的白发剑穗都被染得血红。百花残魂的情况则更糟，他的虚影已经不再凝实，时隐时现，处在随时消散的边缘。在他手中一共有9枚玉灵，分别散发着不同颜色的光芒，甚至其中有几枚已经光芒暗淡，也即将消散。丹姬并不知道，其实百花残魂是有机会和他同归于尽的，但这些玉灵是他的本体百花邪圣留下来的传承，他的任务便是保护传承，自然不能舍本逐末，为了与丹姬战斗而使传承的玉灵消散。他并非人类，而是一抹残魂，只为了保护传承而存在，就算传承被丹姬夺走，也比被自己亲手毁灭玉石俱焚要强。至此开始，为了避免玉灵消散，百花残魂几乎不再使用玉灵，仅凭自身所剩下的灵力和1-2枚还经得起使用的玉灵和丹姬交战起来，战力大不如前。但他还是用不断的攻势强行压制住了丹姬。丹姬在和百花残魂的交战中，被迫只能不断的消耗大量的血气去恢复伤口，消耗巨大。百花残魂的战斗经验何其丰富，他深知再这样下去，先被拖垮的人会是自己，于是他开始寻找起一招制敌的方法来。也许是消耗太大，丹姬几乎没有任何的防御姿势，门户大开，浑身都是破绽。百花残魂抓住时机，抖擞精神，消耗掉所剩不多的一大股灵力，催动一枚特殊的毒法灵，将毒液注入进丹姬雪白的脖颈之中。离魂倩女，中品地灵，正是当初柳露偷袭丹姬并将其封印所用之玉灵。此灵威力巨大，可以封住修士的窍穴，让修士空有灵力，却无法催动玉灵。修士催动玉灵需要3个条件，第一就是玉灵必须经过炼化认主，是属于修士自己的玉灵，才能随意驱使。第二就是必须使用足够的灵力才能够催动玉灵，虽然催动不同的玉灵所需的灵力也不同，但不可或缺。第三就是玉灵必须承载在修士的窍穴之中才能发挥作用，这里的承载只是一个概念，是玉灵和窍穴之间一种特殊的联系，有了这种联系，只要玉灵在自己身边就能使用，而离魂倩女之毒恰恰就能封住修士的窍穴，阻断这种联系。即使丹姬已经是尊者之体，全身窍穴早已化为灵婴，依旧会受到影响。这毒的效果逆天，但并非无解。首先，它只是中品的灵，效果虽强，但只能产生毒液，在高手对绝食想要让对方中毒并不容易。百花残魂也是抓准了丹姬力竭的时机，冒着露出破绽的风险，将毒液注入到了他的体内。其次，只要对方有着强大的恢复能力或者治疗能力，只要及时将身体中毒的部分舍弃，就能大大缓解，用不了多久就会从中毒的状态恢复。就好像丹姬此刻在被百花残魂注入毒液的瞬间，他的脖颈处立刻主动喷出大量的污血，他半跪在地，痛苦不堪。百花残魂在这一击上用尽了全力，他中毒很深，即使及时排出了大量毒血，依旧中了招。他一咬牙，举起手中古剑，毫不犹豫地朝自己的脖子砍去。这是一场豪赌，他已是强弩之末，百花残魂更是处在消散的边缘。若是他能先再生身体，那百花残魂赌上全力的一击就会失效，他也将稳操胜券。若是百花残魂在他再生身体之前还能恢复足够的灵力使出一击，那他就是待宰的羔羊。扑通一声，丹姬的头颅跌落在深下无边的血潭中央，泛起阵阵涟漪。关键时刻，血海彼岸领域成了他最后的底牌，一朵朵彼岸花在他的头颅下盛开，他的身体自上而下迅速地恢复着，雪白修长的脖颈，刀削般的双肩。可就在此时，百花残魂猛然冲了过来，手上的天灵金光闪烁，他竟然还留有余力，还剩下一枚堪堪能够使用的玉灵。百花残魂手中升起一股黑雾，就在要触及到丹姬的头颅上时，一只手却抓住了他的手腕。丹姬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抓到你了！百花残魂心中大骇，立刻催动灵力，想要化为黑气挣脱开来。可丹姬的手却突然发出一股洁白的柔光，百花残魂惨叫一声，竟然并没有化作黑气，而是瘫倒在地，动弹不得。仔细看去，才能发现丹姬的手臂竟然是半透明的灵体。这是锁魂灵？不可能！你不是学法修士吗？怎么会有如此精纯的魂法灵力？这是萧世宗的。说话间，丹姬的身体已经恢复了大半，她支撑着手臂坐了起来，难得的露出一抹苦笑。你还真是难缠，非要我迈出破绽来诱你上钩不可。她半透明的手臂上浮现出繁杂的符文，最终幻化出数条锁链，将百花残魂牢牢锁住。老鬼，竟你也曾是个人物，给你个痛快的。说罢，困住百花残魂的锁链上升腾起一股洁白的火焰，圣洁的火光在这片血红色的天地之中显得是那么的突兀。百花残魂还没来得及发出任何声音，就随着那团火焰消散殆尽，灰飞烟灭。火焰焚尽，丹姬躺倒在地，大口喘息着，身下盛开的彼岸花也开始渐渐枯萎，她的灵力和血气也都在枯竭的边缘。许久之后，她才恢复了肉体。虽说恢复了，但并没有恢复得很彻底。为了节约血气，她恢复的肉身比之前足足小了一圈。之前丹姬比长青还高了一头，足足有1.8米的个子，而如今变成了不过1.5米左右的样子。她也失去了之前的魔鬼身材，整个人看起来瘦瘦小小，原本飘逸的雪白长发及腰，如今都快拖到了地上。想不到仅仅只是天荒圣者的一缕残魂，就能让我如此狼狈不堪。他终于站起身，感叹道，手中的古剑又重新进入脚底的深潭之中。最后时刻，丹姬轻轻抚了抚剑柄出那颗与自己有着9分相像的美人头颅。娘亲，多亏了你留给我的遗产，你看我又赢了。那颗头颅自然无法回应他，最后一点点彻底沉没，而无边的彼岸花海也迅速枯萎，天地之间的血色也迅速褪去，恢复了原状。丹姬稳稳落在地上，目光所及之处都是一片狼藉。这小子应该是趁机溜走了，不急，如今这处传承的禁制已经被我彻底磨灭，待我先取走堂堂百花邪圣留下的传承玉灵，把实力恢复个七七八八，再去追他不迟。丹姬心道，随后就地盘膝坐下，恢复灵力。如今这洞中稍微有点实力的都死绝了，洛红颜被长青用百花令送了出去，剩下的都是一些疏忽刹那境界的小妖，所以即使他身受重伤，也无需特意寻找处藏身之处休养生息，就好比草原上的狮王，想休息时就地躺下即可，没有任何能威胁到他的生物存在。对丹姬来说也是一样，毫不夸张地说，疏忽境界，刹那境界，来1万个，1万个死，都不过是些滋养他的血食罢了。先恢复一会儿，就去找到百花令，再顺便把这洞中小妖的血肉都吞噬掉好了，虽说难吃，起码也有所帮助。他自言自语道，不用找了，百花令就在我手里。黑暗中，长青手举令牌，缓缓走到丹姬面前。他一身残破血衣，似乎是经历了什么惨烈的战斗，狼狈不堪。而在他的手中握着一枚染血的白色骨牌，上面正刻着百花令3个字。丹姬一愣，但随即柔和一笑，乖徒儿，为师还以为你要溜走，原来你没有弃我而去，行大逆不道之事。呵呵。长青笑了笑，老女人说什么呢，都自由了，还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叫你2声师尊，你还真把我当成你的乖徒弟了。我是来和你做交易的。这句话如同一个炸雷，让丹姬的笑容僵在了脸上。许久之后，他才反应过来，怒极反笑。好好好，一连说了3个好字，丹姬就仿佛见识到了全天下最蠢的傻瓜。回味片刻，他反倒没有多愤怒，只觉得长青是一个跳梁小丑罢了，引人发笑。小子，你是觉得本尊刚刚经历了大战，如今是强弩之末，你就可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了？你尽管来试试，就算是当初的柳露，也只敢靠偷袭，才伤到了我。你一个小小的刹那2转，算什么东西，也敢来打我的主意？长青晃了晃手中的令牌，别急，刚刚你们的对话我都听到了。你是为了这百花洞的传承才来到这里吧？我想，我也可以分一杯羹。丹姬竟被他的话逗得捧腹大笑起来，哈哈，你小子真是个天生的邪道坯子，只可惜贪心有余，脑子不足。你就没想过自己凭什么跟我做交易吗？就凭令牌在我手里，而且没有我的话，你注定得不到它。长青说着，竟然学当初的柳露一样，当着丹姬的面把手中的令牌放入口中咽了下去。令牌现在在我身上，你要想杀我取令，我就注入灵力，带令牌离开百花洞。没了令牌，你也会被一直困在百花洞里。我要你用血尸灵起誓，永远不得伤害我，暗算我，对我不利，然后把传承分我一半，不然你就一辈子在这里吧。丹姬站了起来，他此时虽然变得身材矮小，气场却依旧稳稳压制住长青。乖徒儿，为师教你一个道理，
虽然这辈子你可能用不上了，但是下辈子注意点。他邪魅一笑，如今他已经重获自由，长青对他也没有了什么利用价值。本来还准备把他养在身边，等到时机成熟再把其炼化成优质的血材，但长青的愚蠢和不知好歹已经彻底让他失去了兴趣，干脆现在就炼化好了。记住了，乖徒儿，永远不要自以为是。你以为你能把百花令带出去，只能说你太天真了。那百花令和这传承本为一体，你离开之后，它自然会留在原地。可笑你居然妄想用它来困住我。他伸出纤手放在长青的胸前，你这身修为都是我给的，现在我想要拿回来，你不介意吧？长青还没来得及反应，丹姬的手猛地向下一滑，白皙的手臂如同长矛一般洞穿了他的腹部，一口鲜血从长青的口中喷出，他面露难以置信的神色。你怎么会？丹姬面露鄙夷，不屑道：怎么？因为我教你功法，给你玉灵，你就敢不断触及我的底线，还妄想分走传承？你可知这是何等珍贵的传承，岂是你能染指的？说着，他不顾长青面露痛苦之色，用手在长青的体内一顿摸索，粗暴地拨开他的内脏，最终他用力一掏，将一块染血的令牌掏了出来。那令牌上还缠着一截长青的肠子，肠子的另一端还连在他的肚子里。长青痛苦半跪在地上，但他依旧倔强地抬起头，死死地盯着丹姬手中的令牌，眼中满是不甘之色。丹姬似乎很乐意欣赏他的狼狈模样，也不急于扯断那截肠子，而是拽着他，像牵着一条狗似的，一只脚踩在长青的肩膀上，高高在上地俯视着他。他端详了一下手中的令牌，果然如长青所说，表面粗糙，通体乳白色，散发着柔和的光芒。这百花令明明所属巴山之地，为何却刻着八荒文字？皱了皱眉，他尝试着将灵力注入其中。丹姬！跪在地上的长青突然大声吼道。丹姬一惊，向他看去，只见少年面目狰狞，恶狠狠地看着他，眼中仿佛能喷出火来。弱者的哀嚎，无谓的挣扎。丹姬摇了摇头，手腕一翻，把他的肠子用力一蹬，少年顿时被拽倒在地，吃了一嘴的泥沙。丹姬把脚踩在他的头上，居高临下道：本来还准备留你一阵，可谁叫你太不识好歹，可惜啊可惜，若是等你修炼出全部的六脏八腑再杀，效果更好，不过现在也只能将就一下了。说罢，他脚上加大力度，做事要将长青的头给踩爆。长青在地上痛苦地挣扎着，口中发出呜咽似的悲鸣。丹姬见状却更加兴奋，足尖转动，用力碾下去。但少年的脑袋并没有像他预想中似的炸开花，除了他的声音从悲鸣变成冰冷的笑声以外，什么都没有发生。丹姬心中一惊，以自己的力量，怎么可能连他的头都踩不爆？老女人是不是才反应过来？少年的声音从他的脚下传来，带着无边的讥讽之意。他瞪大了双眼，脚下的少年如同一座拔地而起的飓风，他再也无法压制。少年的头顶着他的脚掌，他双手撑地，一点点地抬起头，直起腰。丹姬的脚被他缓缓顶开，顶了一个趔趄。我猜的果然没错，自从修炼了你的功法之后，我的痛觉就变得越来越弱了。到你这种境界的话，恐怕连痛觉都丧失了吧？丹姬一愣，而后惊慌地朝自己的手心看去，手中握着的百花令上布满了数根尖锐的荆棘，他的手掌早已被洞穿的如同仙人掌一样，他却不自知。这时他才注意到，令牌上缠绕着的长青的肠子中包裹着几根细细的血红色丝线。骨刺灵，血丝灵，怎么可能？他慌忙摊开手，想要把手中的刺牌甩开，少年却一个跨步上去，用他苍白的手死死地攥住他的手。他修长的手指把丹姬的小手牢牢包裹在里面，骨节用力到发白，不让他甩开分毫。放开！丹姬尖叫着，另一只手要来帮忙，却被少年扼住了手腕，动弹不得。他奋力的挣扎，少年却步步紧逼，将他整个人扑倒在地，死死地压在他的身上。师尊，没想到吧，我真是那个黄雀。他的声音充满着冷意，仿佛索命的死神。丹姬的眼中第一次出现了恐惧的神色。为什么你能用得了柳露的毒灵？丹姬满脸的难以置信，他知道自己中了毒，又是那该死的离魂倩女封住了他的全身窍穴。少年却摇摇头，并不回答。离魂倩女是堂堂地灵，他怎么可能使用得了？不过是玫瑰吐出来的那枚清心丹罢了。早在丹姬告诉他柳露是用一种特殊的毒灵封印他时，他便想到了清心丹。前世他见到过柳露使用那枚紫色的玉灵提炼出来的毒液，用来炼制清心丹，给那几大护法服下之后，他们便如同雕塑一样动弹不得，更是没法使用玉灵。这和丹姬所说的封住窍穴的奇怪玉灵完全符合。于是他便谋划着得到一枚清心丹，但是使用这种毒灵显然对柳露的消耗也不小。清心丹的数量是有限的，几个护法人人一颗，他想要浑水摸鱼偷走一颗难如登天。所以这一世他才和玫瑰提前谋划好，
让他假意服下清心丹，到时候再吐出来，自己便得到了这个封印丹姬的关键。一切不过是一场局而已，从头到尾，他的目的就是连同丹姬一起封印，做那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黄雀。从他初次和丹姬形容百花令的样子时，他就已经盘算起了这样的一个计划。此时此刻，丹姬手中的这枚所谓的百花令，只是他用自己的骨头雕刻出来的拙劣仿品而已。而骨头之上连接着血丝灵，就是为了能让这块骨头在注入灵力之后，催动骨刺灵迸射出骨刺，将令牌中清心丹的毒液注入到丹姬的体内。所以他才会刻意的将令牌吞入腹中，再击丹姬夺走令牌。吞下去之时，令牌就已经和肠子缠绕在了一起，肠子就是为了掩饰令牌上连接着的血丝灵。等到骨刺灵将要被催动时，他一声大吼，将丹姬的注意力吸引了片刻。果然他猜的没错，丹姬是几乎没有痛觉的。等到骨刺灵刺穿了他的手许久，其中的毒液完全注入进去后，他的注意力还在长青身上。他赌对了，不然如果丹姬有所察觉，或者在骨刺灵刚刚触发时就毅然断臂，那又是另一个结局了。少年如释重负地站了起来，甚至不顾自己腹部的大口子，抓起丹姬的一只脚，冷冷道：不用挣扎了，我这就把你送回到你应该在的地方。你老老实实的在那个血池里，再被关上个几百几千年吧。你也不用拿等你出去了会怎么样来吓唬我，老子孑然一身，无牵无挂，要来便来。说罢，他抓着丹姬的脚，便拖着她向柳露的洞府走去。丹姬心中大怒，他已经多年未曾陷入过这样的绝境，更没有受过这等奇耻大辱，脑中思绪飞转，想着对策，该如何是好？断头求生吗？不行，眼下他血气枯竭，如果强行断头的话，虽然不会死，但也会恢复缓慢。恢复的这段时间里，足够长青再往他体内注毒110来次了。他不知道长青只有一枚清心丹，自然就放弃了断头求生的想法。血气虽然枯竭，但他体内上有一丝灵力，这离魂倩女封不住他的六脏八腑、人海、地宫、天府，还有3枚玉灵能够使用。天府府内是血海彼岸灵，是他的本命玉灵，效用逆天，可令使用者的血肉无限再生，生生不息，哪怕血气枯竭，依旧不死不灭，只是恢复缓慢而已，也是他屡次敢于断头求生的底牌，眼下却不堪大用。人海脏内是炼血化形灵，是他攻伐的最强杀招，却需要大量的血气灵力才能催动，也使用不了。只有地宫府内是一枚赤血沸腾灵，消耗血气灵力，短时间内大大提高使用者的力量，若是气血不足强行催动，代价则是损伤本源。这也是他与人搏命时常用的底牌之一。当初他被柳露偷袭之后，柳露在百花残魂的指示下打造了那座专门封印他的大阵，无数根钢丝穿过他的六脏八腑之间，封住了他这3枚玉灵，不然也没法困住他那么久。人海、地宫、天府这3处乃是内脏，而非窍穴，只要用特定的穴位就能封住这3处器官，使其中的玉灵无法使用。百花残魂是10万年前邪圣级别的强者留下的，他有这种本事不足为奇。而长青却是不知道如何封住这3处的，也就给了丹姬反扑的机会。虽然我现在油尽灯枯，但这小子也仅仅是个刹那2转的修为，只要我催动赤血沸腾灵，他肯定不是我的对手。虽然会损伤本源，以后的修炼之路诸多坎坷，但也比再被封印个几10年强。念及此处，丹姬屏息凝神，消耗体内仅剩的一丝灵力，催动起了赤血沸腾灵。噗的一口鲜血喷出，丹姬的脸色苍白了几分，本就雪白的头发更添了几分苍白之色，红色的瞳孔颜色更加深邃，是遭到反噬，损伤本源的结果。显然他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长青只感觉手里一沉，本来轻飘飘能轻松拖动的丹姬，此刻却和大山一样不可撼动分毫。他回头看去，正对上一对充满杀意的猩红眼眸，手上一阵大力传来，长青手腕咔嚓一响，被拧得整个手腕反转了过来。而他手中丹姬的脚也早已挣脱开来，快到他都没有看清眼前一道残影闪过，长青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丹姬一脚踢飞。嗨嗨，他咳出一口鲜血，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丹姬正站在他的面前，眼神冰冷，再无先前的嘲弄玩味之意，仿佛在看一个死人。令羽长青，你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对手。他扭了扭手腕，随后单手钳住长青的脖子，将他提了起来。你赢得很漂亮，谋划的也极为巧妙。我活了300多年，从未见过哪个小辈能有你这般才情。若你并非先天灵体，乃是我修炼的绝佳血才，也许我真会考虑收你为徒。可惜啊，你终究是差了一步。你只知道离魂倩女能封住窍穴，却忘了为师教过你的六脏八腑可是离魂倩女封不住的。这个世上实力为尊，你却总妄想着蟒蛇吞象、蚍蜉撼树，到头来注定失败。不过能以区刹那2转的修为将我逼到这种份上，你也值得骄傲了。他手上加大力度，准备直接扭断长青的脖子，却又停顿住了。只因他不明白，此时此刻长青的脸上为什么没有他预料中的绝望，
或者无措，而是面无表情。他本想从容地解决吊长青，可他为什么是这副表情？他凭什么如此从容？他不怕死吗？还是说他还留有后招？不会的，他区区一个刹那二转，还能有什么后招？无非是这小子生来面瘫，或者虚张声势罢了。正在他胡思乱想时，长青却缓缓开口：“你应该是强弩之末了吧？窍穴中的玉灵都没法使用了，却还能爆发出这种力量，让我猜猜，这就是你最后的手段了。”你说的对，这世上以实力为尊，我确实见识短浅，只见识过柳露的实力。不过从你攻击我的力道上看，此时的你好像还不如他。他悠然一笑，仿佛一切尽在掌握，淡淡道：“看来是我赢了。”丹姬的心头无端地升起一股恶寒，他讨厌这种感觉，仿佛让他回想起几百年前自己还是那个无助的废柴时，面对宗门内那些师兄弟屡屡受挫，出入邪道之后，面对幽冥司的高手追杀，那种深深的无力与恐惧。此时此刻，他竟在一个16、17岁的少年身上找回了这种感觉。你去死吧！他突然暴怒，使出全力扭断了长青的脖子。轰的一声，长青的尸体如同一具破布偶，被丹姬用尽全力丢在地上。你个渣子，还妄想吓到本尊，痴心妄想，给我死！死！死！他疯癫了似的骑在长青的尸体上，一拳一拳轰击在他的脑袋上，将他的头都打碎成了一滩烂泥，在地面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坑。一直到满头大汗，几乎力竭，他才停手。喘着粗气看着身下的无头尸体，他突然觉得索然无味。我为什么会和一个虚张声势的跳梁小丑一般见识？笑话一样。说罢，他站起身，准备去寻找真正的百花令，而后带着传承离开这里。可突然，他的瞳孔陡然一缩，从长青那消失的头颅所在的深坑中伸出了一根细长的猩红色的触手，而后他的无头尸体缓缓立了起来。丹姬呆住了，他想到了一个可能，令他绝望的可能。无数根猩红色的触手从长青的脖子里伸了出来，彼此交织纠缠在一起，重新组成了长青的头部。来不及他多想，几乎是本能的，丹姬向后一躲，一道猩红的影子闪过，在他刚刚站立的地方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沟壑。长青看着地上留下的沟壑，又看了看自己手臂上布满的猩红触手缠绕在一起化为的巨大战锤，满意地点点头。血魔灵真是好东西，不但能治愈伤势，增强生命力，还能随心所欲地控制周身血气，随意变化，妙不可言。这不可能！丹姬高声惊叫起来。就算你是先天灵体，能够无需炼化就使用血魔灵，以你刹那二转的血气也不够催动它。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原来这种能力叫先天灵体。长青听罢却并不急着回答，而是将双手的血肉化为2柄狰狞的狼牙战锤，向丹姬攻伐而去。若是以前，这样的攻击对丹姬来说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一样可笑，可此时他油尽灯枯，又身中奇毒，只得艰难招架。长青虽然依旧是面无表情，但和当初的柳露一样，由血魔灵再生而出的头颅初时还略显迟钝。此时他几乎是仅凭本能的意志在和丹姬战斗，口中喃喃自语道：“师尊，你亲手给我的那枚中品玄灵储血灵。”丹姬依旧疑惑不已。确实，他给长青的储血灵虽然只是中品玄灵，但是可以储存大量的血气。而他当初在把储血灵给长青之前，储血灵中存满了他自己的尊者精血，血气可以说十分充盈，催动血魔灵一段时间绰绰有余。可问题是，长青只有刹那二转，浑身上下只有20个窍穴，是不够承载储血灵的。就算他有修炼出的地宫府，那也已经用来承载血魔灵了。储血灵他到底是怎么使用的？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长青刚刚修炼出地宫府，从封印丹姬的洞穴回来，和洛红颜见面后，看着被长青顶在指尖微微发着火光的火苗灵，洛红颜张大了嘴。这火苗灵虽然只是最普通的下品黄灵，不值一提，可问题是长青完全没有经过炼化，只是将火苗灵拿在手中就随手放到了窍穴内，和喝水一样简单。洛红颜自问，如果让他来收服一个无主的火苗灵，起码也得半个时辰之久。你是怪物吗？这怎么可能？长青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似乎早就料到了会这样。果然，丹姬骗了我，他给我的玉灵我能直接使用，根本不是因为什么我身上的气血和他同源，都是在胡扯，这原来是我自己的能力。长青，你的这个能力太逆天了。洛红颜有些激动道，我本来以为你的天资很低，但现在看来你简直是天才。长青却有些不以为意，这能力在修炼意图上只是省去了炼化的水磨功夫罢了，除了能节约一些时间和精力以外，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想了想后，他又眼前一亮，你说我这个能力可不可以把别人身上的玉灵直接抢过来？洛红颜白了他一眼，这么强的能力你还不满意呢？还想把别人的玉灵抢过来？玉灵平时都承载在修士的窍穴内，窍穴在修士的脑海中，你怎么抢
把手伸进去啊。你这么说确实是这样，不太好抢，除非要抢的玉灵看得见摸得着，是个实体，连玉灵带修饰，我全部都吃下去。长青看着地上躺着的一排无头女妖和柳露那畸形的尸体，口中喃喃道：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当确认了自己拥有无需炼化，直接就能使用玉灵的能力之后，他就在心中制定好了计划。给丹姬注入毒液只是第一步，他自然也猜测过，丹姬身为堂堂千秋境界的邪尊，一定会有反扑的手段。所以第二步，他需要有和丹姬的一战之力，不需要多强大的力量，只要能和当初的柳露一样，在丹姬中毒之后能稳稳压制住他就足够了。他首先就想到了血魔灵。丹姬说过，自己练出的地宫斧可以无视窍穴数量的限制，承载一枚任意级别的血法灵，那么他想使用血魔灵自然不在话下。问题是催动血魔灵需要消耗大量的血气，否则就会变成柳露那样被血魔灵侵占了全身的行尸走肉，他该如何催动？长青想到了丹姬留给他的储血灵，但是储血灵是中品皇灵，需要50个窍穴才能承载，现在正在自己的地宫斧中。如果将地宫斧用于承载血魔灵，他将没法使用储血灵。不过长青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一边这样想着，他一边跪在地上啃食起柳露。他一身残破血衣，苍白而枯槁的面容揭示了他忍受了如何非人的折磨。是的，就在刚刚，在丹姬还在和百花残魂在领域内大战时，长青一个人在丹姬的血池里修炼出了六脏八腑的又一脏器人海脏。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砍下丹姬的头解开封印时，长青会故意将他的半边身子都砍了下来。丹姬说过，想要修炼出六脏八腑，必须时时吸收鲜肉，补充血气，催动血玉灵，让内脏再生。就算是没有太多的修行经验，长青也深知自己此举非常冒险，可能会就那么死在修行途中，甚至在那种内脏不断破碎又不断重生，堪比普罗米修斯的折磨下活活疼死疯掉，但他无所畏惧。重生这几次他经历过的绝境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眼下虽然艰难，却有一线生机，比起前几世那种无力的绝望感，这一线生机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争取。他的性格便是如此，在濒临绝境之前，他一定会用最稳妥最精密的谋划来让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而一旦被逼入绝境，退无可退之时，他又敢于舍命一搏。他是最精明的阴谋家，也是最胆大的搏命徒。最终有惊无险，利用血池内残留的鲜血和丹姬的半截身体，他练成了人海脏。有了地宫和人海，他终于可以同时使用血魔灵和储血灵，有了压制丹姬的力量，毫无保留地释放出储血灵中的血气，催动血魔灵。长青的整个身躯都鼓胀起来，双手化成的狼牙锤毫无章法的左右猛砸，他仅凭速度和力量就稳稳压制住了丹姬。他分外狡猾，将手化为钝器而不是锐器，更容易打伤丹姬，将其制服。他清楚丹姬是杀不死的，所以他的根本目的是要让他丧失行动能力。丹姬在他的攻击下闪转腾挪，300年的战斗经验让他一眼就看穿了长青的用意。在血魔灵的加持下，长青越战越勇，他却已是强弩之末，只能不断的躲闪。但他还没有完全放弃，两人都清楚这是一场消耗战。虽然长青有储血灵里存储的血气来催动血魔灵，但是储血灵中的血气是无源之水，早晚会枯竭。而丹姬使用的赤血沸腾灵虽然伤及本源，但作为这些血法灵的主人，他多年的经验轻而易举的就判断出自己使用赤血沸腾灵能够坚持的时间一定比长青使用血魔灵坚持的时间要长。等到储血灵中的血气消耗完毕，长青身体里稀薄的血气就会让他和当初的柳露一样，被血魔灵瞬间侵蚀全身，变成一具行尸走肉。而另一边，长青的神智也在战斗的过程中缓缓恢复过来。他第一次有一种身体不属于自己的感觉，艰难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就好像勒住一匹狂暴的骏马。等到他反应过来时，储血灵中的血气已经消耗过半。见状，他忙停了下来，站在原地，不再有所动作。丹姬见此情景，心中暗骂卑鄙无耻，自己的赤血沸腾灵是持续强化自身的御灵，不管战斗程度是否激烈，都会固定消耗掉的灵气和本源来维持这个状态。而血魔灵则是寄生在使用者身上的御灵，就和使用者的一条手臂、一个器官同理，只要不去使用，就没有消耗。换而言之，一旦长青休息了下来，二人的消耗程度将瞬间逆转。可偏偏在由血魔灵加持下的长青体型巨大，实力极强，除了战斗经验之外，都远超现在的丹姬。丹姬是依靠着几百年的战斗经验，才在他的攻势之下坚持到了现在。但如果让他去主动攻击，无疑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情，被制服的风险也会更大。小子，刚刚的气势去哪了？来啊，杀了我，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百花传承也都是你的。虽然心中急迫，但他依旧强装出一副不屑的姿态，想要激长青出手。长青的面色却并无波澜，
即便身体已经鼓胀成畸形的巨人，从他的五官之中还不时有细长的猩红触手蠕动着钻出，但他的表情依然一如既往的平静。怎么，怕了吗？都把我逼到这份上了，却不敢出手。丹姬的语气越来越急躁，渐渐的从挑衅变成了讥讽、谩骂。邪道从来不介意使用这种最低俗的手段，因为对于某些人来说，其实它分外有效。但这些话到了长青耳朵里，好像一吹就散的泡沫，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他就保持着一副怪物的姿态站在那里，不为所动，一双眸子如同幽深的潭水，古井无波，任凭丹姬如何嘲讽，甚至详细的描述起要如何的将自己和骆红颜抽筋扒皮，肆意折磨也无所谓。丹姬恨透了这张面无表情的脸，哪怕他被安在了一个狂暴的怪物身上，却依旧苍白的如同一个精致的陶瓷面具，看不出任何情绪上的波澜。他终于开始慌张了起来，愤怒和深深的无力感折磨到歇斯底里的尖叫着冲了过来。他拳脚带风，用的全是杀敌1000自损800的招式，以伤换伤，在长青狰狞的躯体上留下深深的伤口。长青的双手陡然分开，每只手臂都变化成无数根细密的猩红触手，蠕动着交织在一起，组合成一副厚重的盾牌，抵御着他的攻击。只要将消耗降到最低，就是我的胜利了。他并不急于求成，也丝毫不贪图丹姬的攻势之下露出的任何破绽，只是纯粹的防御，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很卑鄙，可也非常有效。没有想象中的轰轰烈烈，一直到最后，丹姬的力量逐渐衰弱到无法在长青的身体上留下痕迹时，他才解开了自己的防御，看着他跌坐在地上，大口喘息着。师尊，你输了。压制住体内的血魔灵，解除了身上的变化，他的身体缓缓缩小，又重新变回了那个干瘦的少年。他体内的血气至少还剩下2成，即使丹姬还留有后手偷袭，他也依旧可以催动血魔灵再次复原，所以有恃无恐。如今一切都尽在掌握之中，自己也兑现了心中的诺言，捣毁了这个名为合欢宗的淫邪魔窟。4大护法3个被做成人质，1个被柳露亲手撕碎，而宗主柳露此时就在自己的腹中。至于那些小喽啰们，也都被他杀了个干净。是的，早在丹姬和百花残魂战斗时，他早已用血魔灵将整个合欢宗杀到不剩下一个活物，不论是洞中的上千女妖，还是那些被关押的人种，一个不落，杀得干干净净。这些是他留给自己的底牌，他们的尸首全被他堆放在身后柳露的洞府内，一旦楚雪灵中的血气消耗殆尽，他会效仿前世柳露的样子，转头去吞噬掉这些尸体，攻击血魔灵，继续作战。不过似乎这张底牌也不用露出来了。这样想着，长青拖着沉重的身躯走向地上的丹姬，抓起他的脚，将他一点点拖入洞穴之中。他的时间不多，因为并不清楚清心丹中的毒药能够维持多久，所以他必须抓紧时间，赶快把丹姬重新封印在血池中。他必须得到百花传承，继承柳露曾对丹姬使用的玉灵，毕竟他不能像当初的柳露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给丹姬重新注毒，增强对他的封印。所以丹姬依旧是一个隐患，清心丹的效果没法一直维持，他必须在清心丹彻底失效之前，重新炼制出离魂倩女的毒液来加固封印，不然就是慢性死亡。尊者的报复，现在的他根本承受不起。被他拖行的丹姬并没有反抗，他已经彻底没有了力气，赤血沸腾灵藻已经失效，他最后搏命的底牌也输掉了。看着洞穴中成堆的尸体，丹姬瞬间就想明白了长青的用意，不由得一声长叹。即使刚刚全力与我交战，你也能利用身后的这些尸体继续攻击血魔灵，原来我输得如此彻底。长青看了他一眼，对他的淡然感到有些疑惑。就要被再次封印了，也许又是几十上百年，你不惊慌也不愤怒，是认命了吗？丹姬被他在地上拖行，双眼无神地看着头顶漆黑的洞顶，无所谓地回道：我活了300多年了，尊者的寿命比你想象的要长得多，被封印个几十年没你想象的那么可怕。他笑了笑，笑得很坦然。刚刚对你的挑衅辱骂都只是计谋而已，有些失态，你不用在意。长青没想到他竟然会这么说，有些诧异。你不恨我吗？丹姬摇了摇头，年轻的如同少女的脸上却露出一种难以言表的沧桑之感。小子，你不懂，这个世界弱肉强食，残酷无比，没什么永恒的朋友，也没什么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罢了。既然还未行至绝处，我依旧在考虑如何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虽然是对手，长青却依然细细品味起他话中的含义。你说的很有道理，不过真想不到你居然能如此冷静，不愧是有300多年经验的邪尊，不得不佩服你。丹姬淡然一笑，长青说的没错，他确实很冷静，此时此刻他也确实在思考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要使用那个吗？还是不甘心啊？他在心中权衡着利弊。他看向长青，只能看到他略显单薄的背影，略有些吃力地拖着自己一点点回到山洞的深处。其实他也说了谎，他的心中出现过明显的波动。
在刚刚的战斗中，他就在眼前的这个少年身上感受到过那许久不曾出现的名为恐惧的情绪。他会有所防备吗？会不会已经预料到了，只是在试探我？他在心中摇了摇头，驱散了这种无端到可笑的疑虑。他就算再精彩绝艳，也不过是一个刹那二转，活了10几年的小鬼罢了。我到底在担心什么？长青的冷静和果决让他这个几百年的老怪也产生了深深的心理阴影。就在这时，长青开口道：不过师尊，你别想着拖延时间就是了，若是你想和我谈什么条件，等我把你在血池里重新封印好，我们再谈不迟。你就不好奇你的先天灵体是怎么回事吗？不好奇。长青一边将丹姬摆到了血池中央，一边从洞中找出来10余根长钉，对着丹姬的手腕就钉了下去。先天灵体有一个巨大的弊端，你若是不知道，以后会吃大亏。不感兴趣。他从旁边捡起一块碎石，面无表情地对着丹姬手腕的钉子一下一下地砸下去。丹姬叹了口气，喃喃道：先天灵体还真是方便的能力，若是我也有这股力量，就不必有这么多顾忌了。看来不得不使出这一招了。长青突然感觉到一股无边的恶寒，他下意识地后退几步，和地上的丹姬拉开了距离，警惕地盯着他。彼岸血法，万血归元。一股声浪从丹姬的口中传出，复杂而诡异的一串符文冲入长青的脑海，他只觉得天昏地暗，头痛欲裂。你做了什么？剧烈的痛苦让他跪倒在地，大口喘息着。你真的很厉害，连这招都被你逼出来了。丹姬坐了起来，面无表情地拔出了手臂上的钉子，力气之大，完全不似刚刚力竭的样子。长青暗道不好，想不到他竟然还留有余力，连忙强忍痛苦，催动血魔灵。但血魔灵却没有任何反应，反而是天旋地转，头痛欲裂的感觉更加强烈。紧接着，诡异的一幕出现了，从他的身体中浮现出几个光团，竟然是他体内的玉灵不受控制地飞了出来。仔细看去，不单单是骨刺灵、血玉灵、血丝灵，就连地宫府和人海藏中的血魔灵和除血灵也尽数飞出，飞快地飘向了丹姬的方向，进入了他的体内。一时间，除了唯一仅剩下的气法灵飞玄灵以外，长青身上所有的血法灵都被丹姬吸走，他就如同离了水的鱼一样，再也使不出刚刚的力量，痛苦地倒在地上。可他的声音却一如既往的冷静，只是在强烈的痛苦之下带着一丝颤抖。真有这种手段，你不会留到现在才用的，想必代价不小吧？丹姬站起身，他的手腕处还留着一个大洞，鲜血一滴滴地流下来，并没有恢复。显然他的自愈能力也到了极限，先天灵体天生便和各种玉灵亲密无间，无需炼化就可以直接使用玉灵。但弊端就是你使用的玉灵上面依旧带着原主的意志和灵力，随时可以被原主收回来。本来我没想用这招，你的储血灵、血玉灵都是我的，收回来后我可以直接使用，但是血魔灵上带着柳露的意志和灵力，即使是我也得重新炼化才行。说着，他的眼眶处一根猩红色的细密触手蠕动着爬出，他的声音也变得沙哑起来，是被血魔灵寄生之后即将激变的征兆。这招万血归元乃是我本命玉灵血海彼岸灵的能力，可以将范围内所有的血法灵强行吸入体内，并消耗血气，顷刻间收服炼化，和你的先天灵体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他看了看自己手腕处的血洞，此刻正在被血魔灵细密的猩红色触手填满，慢慢复原，如同被缝补好的红色毛衣。不过我的血气已经所剩无几，只能做到吸入体内，没法炼化。这血魔灵有着寄生的天性，就算是我强行将血魔灵吸入体内，在没有多余血气的情况下，最终也会被它吃成一具空白的躯壳。可惜啊，你趁我没反应过来就用掉了储血灵中的血气，不然我早些发动万血归元，用储血灵中的血气就足以炼化血魔灵了。他伸手指了指洞穴中成堆的尸体，笑了笑：长青，你聪明反被聪明误。当我看到你准备的这些尸体时，我就知道我已经赢了。长青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也清楚了他这个所谓先天灵体的缺陷。他虽然不用炼化就能使用他人的玉灵，也只是暂借而已。只要玉灵回到了原主人身上，原主人也无需再次炼化，直接照常使用。他庆幸自己用光了除血灵的血气，不然早就输了。该死，我机关算尽，却想不到他还有这种手段。这种超出我认知的能力，简直是犯规啊！长青心中苦笑，绝境吗？第几次了呢？自己这几世经历过的绝境实在是数不尽。他的心中并无太大的波澜，而是在考虑到底该怎么做才好。照丹姬所说，他可以利用这些尸体炼化血魔灵。他也有六脏八腑，也就是说炼化了血魔灵之后，他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即使血气不足，但依旧足以屠戮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长青了。退一万步来讲，就算没有这些尸体，丹姬此举再不济也能和他同归于尽。丹姬被血魔灵寄生吞噬成空壳，长青则被行尸走肉的丹姬杀死。
同归于尽吗？长青冷笑，那就来吧。他从怀中掏出来一根火折子，点燃之后抛向了洞中的尸体。呼的一声，熊熊火光冲天而起，整个洞穴转眼间如同置身烈焰的玉丹姬正准备抓起一具尸体吞噬下去，面前却燃起了大火。他忙将手边燃烧着的尸体扔下，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虽然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后手，不过我早就预防了你有可能吞噬掉这些我原本准备留给自己的血石。我怎么可能蠢到做出资敌的事情？所以我提前管洛红颜要了火油，早就泼在了这些尸体上，就是以防万一。长青躺在火光中央，放声大笑：你输了，师尊，没有了这些血石，你一直强行使用血魔灵也会被啃食殆尽，将血魔灵排出体外，则会和我一起葬身在这熊熊烈焰之中，让徒儿最后孝敬您一顿烤肉大餐。丹姬不甘的仰天长啸，向他冲来。长青则平静地躺在那里，没有躲避，也没有挣扎。丹姬大可以杀了他之后再将血魔灵排出体外，不知道在血气如此枯竭的情况下，他的自愈能力还能不能应付这场大火。不过这对长青来说都不重要了，他自知这一世已经走到了尽头，翻盘无望，眼下他已经开始提前思考起下一世该如何战胜丹姬。可就在丹姬的手即将触碰到长青的身体时，一团火焰袭来，轰击在他身上，将他打飞出去。漫天的火焰早已在山洞四周筑起了一堵高墙，此刻却从中央开辟出一条道路，一个熟悉的人影从火墙之外走了进来。魔头，你杀遍这洞中的女妖我不管，但你要敢动她，我就跟你拼了。坚定的声音传来，长青看去，只见来人正是洛红颜。他衣裙有些凌乱，几缕发丝因汗水而贴在脸颊旁，显然是急急忙忙才赶到这里。来得好，洛红颜，他已经是强弩之末，马上就要被血魔灵吞噬，你小心应对，我们胜利在望。见此情形，长青心中再度燃起希望。他不是什么大男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迂腐之辈，此时此刻洛红颜来救场就是雪中送炭，而且非常及时。丹姬如果没有血石的补充，不久就会被血魔灵完全寄生吞噬殆尽。洛红颜虽然只有顷刻4转，而且不善战斗，但却是没有任何消耗，实力稳稳压制此刻的丹姬。他只是没有想到洛红颜真的会回来。你少废话，等收拾完他，我再收拾你。洛红颜回头气鼓鼓地瞪了长青一眼。你知道在外面我翻了一整座山，跑了多久才找回这个破洞的入口吗？臭长青，等出去了我饶不了你。我这不也是为了保护你吗？小心！洛红颜脚尖轻点，两团火焰出现在脚底，将他的速度提升了几分，躲开了扑来的丹姬。同幽火！他双指涌出青色火焰，身上散发出数道淡蓝色的光芒，几团不同的火法凝聚集到一起，在他的指尖形成一个巨大的火球神星岩鸟。火球汇聚成一枚椭圆形的巨蛋，一只冒着青色火焰的玄鸟从其中破壳而出，围绕在他的周围。丹姬此时已经趋近于疯狂，浑身上下不断有血魔灵的猩红触手蠕动着伸出来。他的身体已经被血魔灵侵蚀了大半，眼下唯一的出路便是打败眼前的洛红颜，将他和长青二人化作供养血魔灵的血石，炼化血魔灵。他不敢解除血魔灵，解除了血魔灵就变成了待宰的羔羊。但是如果一直拖下去，他也会被血魔灵侵蚀殆尽，必须速战速决。无数根猩红的触手幻化成一对巨爪，朝着洛红颜扑击而来。洛红颜心念一动，双指化印，青焰玄鸟在他的控制下与丹姬缠斗起来。丹姬已是困兽之斗，毫无章法的挥动巨爪，每当触碰到玄鸟的时候，双爪便会被玄鸟燃烧着的羽翼烫掉一大块皮肉，无数烧焦的触手从上面脱落。他的气血很空，每一次攻击都会让血魔灵对他的蚕食增快1分，而玄鸟却在身后洛红颜的补充之下，身形越发凝实，气势磅礴。几百年的战斗经验让丹姬非常清楚，这玄鸟并非灵兽，而是洛红颜以数种火焰幻化而成，自己此刻是无源之水，若是这样拼下去，先倒下的一定是自己。但他每次想要越过玄鸟，直取后方的洛红颜时，那玄鸟在洛红颜的操控下，犹如一尊守护神，将他的所有招数悉数抵挡在外。本来只把这2个小鬼视作囊中之物的他，却一次又一次吃了大亏。尤其是那个长青，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靠着狠辣果决和阴谋算计，将高高在上的他拉下神坛，险些折在他手里。不能再耗下去了，必须一击解决掉这个小女娃，即使是再珍贵的血材，也只能舍弃。他速度奇快，这一击抽干了他体内仅剩下的全部气血和灵力，几乎让血魔灵将他侵蚀成了一个空壳，只有头脑上还清明。青焰玄鸟在他的身上留下一道深深的抓痕，撕碎了他的半边巨爪，更是将他的半个身体烧成了焦炭。可他却咆哮着，将满腔的怒火都凝聚在这一次的攻击上，完全不顾青焰玄鸟在自己身上留下的伤势，巨爪直勾勾伸向洛红颜。扑哧一声，丹姬的身体停滞了下来。凭借着100年的经验，对血法灵极致纯熟的运用，
他守住了自己身躯的最后一部分，虽然全身都被血魔灵寄生侵蚀，仅剩下头脑尚在，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哪怕再受一点点的伤，再使用一点的力量，他都会被彻底侵蚀，迎来真正的死亡。他就好像燃尽了最后一滴燃料的机器，再也不能前进分毫。而在他的面前，一股鲜血正从骆红颜平坦的小腹滴落下来，染红了他的白裙。骆红颜艰难地后退数步，跌坐在地上，而长青正躺在他的怀里，一大股鲜血从他口中涌出。长青，长青，你没事吧？你别吓我啊！骆红颜扶着他的肩膀，将他平放在自己的腿上，不停地摇晃着他的头。他掀开衣服低头看去，这才发现自己的腰上有着一道浅浅的伤口，随着自己的动作正一小股一小股地流着鲜血。但他已经顾不得那多了，因为长青的身体甚至不用掀开衣服也能看到一个巨大的血洞贯穿了他的腹部。骆红颜是练法修士，本就不擅长战斗，又几乎没有同他人交手的经验，刚刚全心全意控制那青焰玄鸟，单击又突然速度奇快无比，他根本来不及躲闪。关键时刻，长青冲了过来，单击的巨爪洞穿了他的身体，爪尖刺破了骆红颜的腰。若是正常情况下，这种伤口对他来说并无大碍，他体内的血气还很充盈，无论是血玉灵还是血魔灵都能让他迅速恢复。但此刻他空有血气，没有玉灵，这种程度的伤就成了致命伤。长青只觉得视线开始模糊，一股寒意席卷他的全身，他怀疑是失血过多的征兆。你看，我还有救吗？他并没有慌张，而是冷静地发问。单击此刻已经没有了反抗之力，这些大火拦不住能操纵火焰的骆红颜，他知道骆红颜懂医术，也许还能救活自己，胜利就在眼前。骆红颜红着眼眶，下意识地摇了摇头，而后又慌忙点头，擦了一把眼角的泪水，急切道：有救，有救，你放心，我这就救你。然而他这一切表情都被长青看在眼里，他叹了口气，那就别折腾了，百花令被我埋在那边的土里，你一会儿确认单姬死了之后，就赶快拿着百花令走吧。他抬起手指了指不远处埋着百花令的地方，又想起了什么似的，问道：对了，你没有受伤吧？骆红颜摸了摸自己身上的伤口，他很聪明也很理智，但此时他的脑中一片混沌，他知道眼前这个少年就要死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不停地摇头，仿佛是在求长青不要死，又仿佛是在祈求上天出现奇迹。那就好，那就好。长青笑了笑，有些费力地抬起手，想把手放在骆红颜的脸上。骆红颜见状，抓起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前，仿佛这样就能把他冰冷的手给捂热。我实在是太累了，我想睡一会儿。可他的手却并不能感受到少女胸前的一抹温暖，世界很快的就陷入了一片黑暗冰冷之中。不要！骆红颜拼命地摇晃他的肩膀，声音从呜咽变成了哭喊。别晃了，现在能救他的只有我，与其在那里哭丧，不如和我做笔交易。单姬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看向声音的方向，只见单姬依旧保持着最后一击的姿态，如同一座雕塑一般动弹不得。骆红颜擦了擦眼泪，站起身质问道：你如何救他？这还不简单，这小子是血法修士，又是先天灵体，伤口不能愈合，只是因为刚刚我夺走了他全部的玉灵，只要我把玉灵还给他，这点伤口眨眼的功夫就能复原。骆红颜听罢，眼前一亮，难掩语气中的惊喜之情。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条件很简单。单姬表情玩味地笑了笑，咱们就以灵换灵，谁也不吃亏，只要你把自己全部的玉灵都毁掉，我就可以把这小子的玉灵还给他。骆红颜点点头，没有犹豫。好。说罢，他一抬手，光芒闪烁，10余枚散发着淡蓝色光芒的玄灵，以及上百枚散发着乳白色光芒的黄灵出现在他身前。他盯着单姬的眼睛，一字一顿：我毁掉玉灵之后，你必须立刻把长青的玉灵还回来。单姬却一副无所谓的表情：你信也好，不信也罢，反正这小子快死了，我不着急。他说的没错，没有多余的时间留给骆红颜去思考，不管单姬是不是在骗他，他都必须相信，只因长青的生命正在随着时间一点点的流逝。若是长青还醒着，一定会再三斟酌。单姬为什么要这么做？救活自己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让骆红颜毁掉自己的玉灵这种看似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益处的事情？这个老怪极度自私冷静，绝不可能良心发现。那么他想从这个交易中得到什么？但骆红颜却来不及多想，他咬咬牙，闭上了双眼，面前的所有玉灵悉数破碎，化作点点光芒，尽数消散。他的嘴角流出一丝鲜血，突然失去全部的玉灵带来的反噬也给他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但他还是倔强地伸出手，我做到了，该你兑现诺言了。单姬也不迟疑，满意地点点头，头部以下的身体开始迅速的干枯腐朽，最终那已经被血魔灵的无数根猩红触手占据的身躯变成了干枯惨白的骨灰色。咔嚓一声，他的身躯完全的粉碎，头颅跌落在地上，
在他身下的骨灰中，一枚形如蠕虫的血法灵和一枚形如肉瘤的血法灵分别散发着深紫色和淡蓝色的光芒。这是血玉灵和血魔灵，足够救活他了。单击滚落在地的头颅开口道。他将血魔灵排出了体外，身体中被血魔灵寄生侵蚀的部分也就随之消散了，仅剩下一枚头颅。但凭借着本命玉灵血海彼岸的强大生命力，他并没有死，只是在血气枯竭的情况下，一时间也只剩下一颗头颅，没法再生身躯。骆红颜连忙拿起那2枚玉灵，强忍着身上的伤势，跌跌撞撞地跪到长青身边。血法灵只需要让他吃下去，他自然就会使用恢复。丹姬提醒道。闻言，骆红颜赶忙将这2枚玉灵放到了长青口中，果然他身上巨大的血洞立刻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复原，不多时他就睁开了眼。长青只觉得迷迷糊糊之间，自己已经回到了现实中，睁开眼就看见了面前一脸关切之色的骆红颜，下意识叫了一声清河。骆红颜的脸瞬间就黑了下去。眼见不对，长青赶忙环顾四周，又伸手摸了摸自己身上的伤口，有些尴尬又有些迟疑道：嗨嗨，我没死。骆红颜哼了一声，没好气道：早知道你这么想死，就不救你了。长青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感受到自己体内的血魔灵和血玉灵，疑惑道：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玉灵怎么回来了？骆红颜指了指地上丹姬的头颅：我和他做了交易，叫他把你的玉灵还了回来。交易？长青听后瞬间警觉，急问道：你和他交易了什么？说着他还一边上下打量着他，仿佛生怕他缺胳膊少腿了似的。骆红颜被他盯得有些不好意思，但也没有甩开长青的手，只是目光有些闪躲。没什么，我们快点解决了这家伙就离开吧。长青感觉道说不出的怪异，但是看着四周依然燃烧着的大火，也是点点头。那好，有什么事情我们先离开再说。不过丹姬是不会那么容易死的，我们得把他的头带出去，看看如何将他封印起来，或者彻底杀死他。就不劳烦你费心了，我快死了。还未等长青走到他的头颅边，丹姬开口道。长青却并没有任何迟疑，依旧捧起他的头颅，倒过来观察脖颈处的伤口，确实没有复原的迹象，只是微微冒着白烟。丹姬叹了口气：庆幸吧，小子，我本想和你同归于尽，是这个小女娃打动了我，我才放了你一马。说罢，他笑了笑，绝美的脸庞带着一丝凄然和解脱之色。我自知没有机会了，耗尽了这么多气血，若是没有外部的补充，恐怕很难复原了。当然，你是肯定不会大发慈悲助我恢复的，对吧？能吊着一口气把要说的话说完，我已经满足了。丹姬看着长青，表情诚恳：你应该已经修炼出人海藏了吧？有了地宫和人海，你可以无视窍穴的限制，存储2枚玉灵。我希望你能继承我的本命玉灵血海彼岸。骆红颜出言打断他：等回到家族，我会给他求得一枚敌魂灵，他不会再走邪道。丹姬摇摇头：你不懂，小女娃，这小子是100年难得一遇的奇才，天生走邪道的料子，冷酷无情又阴险狡诈，意志极强，无惧残酷的血法修行，先天灵体更适合他杀人夺灵，他注定会走上邪道，你拦不住，我不会看错的。长青仔细端详他的表情，却并没有看出什么端倪。我不相信你会这么良心发现，若是你想用自己的本命玉灵来换我饶你一命，那还是算了吧，我不是那个意思。说罢，从他的额前飞出一枚淡蓝色的玄灵，这枚传念灵中记载了血海彼岸功法和我这几百年全部的修行心得，因为记载很多，传念灵用的也是更高一级的中品玄灵，你还无法使用，但你可以先交给你身边的小女娃保管。骆红颜接过传念灵，仔细检查了一番之后，对长青点点头。确实是传念灵，但是里面施加了禁制，只有特定的人才能打开，应该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丹姬语气淡然道：等我交代完后，我会将我的本命玉灵交给你，离开了他，我也会立刻死去。你收下之后，是走邪道还是走正道，都与我无关。这个玉灵，你是毁掉还是留下，也是你的自由。但如果有朝一日，你走上邪道，我希望你能继承我的衣钵。骆红颜迟疑了片刻，修士毁掉自己的玉灵只需要一个念头，哪怕是再厉害的极品天灵，只要他想，你在他的尸体上也什么都搜刮不到。他似乎真的想把玉灵给你，不像是在说谎。长青沉思许久，开口问道：你做这些是准备留下什么遗愿要我完成吗？也没什么。丹姬的声音带着一丝悲凉。我走了一生的邪道，是侵炼灵，杀人夺宝，尔虞我诈，如履薄冰，到头来突然发现自己也不过是在原地打转而已。他睁眼看向骆红颜，眼中流露出欣赏之意。直到看到这小女娃对你的一片真心，我突然觉得自己这一生空度，好像错过了很多重要的东西。就算得到了再强的力量，我也依旧是孤身一人，孰好孰坏，我有点动摇了。这姑娘为了救你，毫不犹豫地毁掉了自己全身的玉灵。丹姬闭上了双眼，好好对她，
不要辜负了。留下这句话后，一枚闪耀着金光的玉铃从他的额前飞出，那玉铃形状好似一朵由血肉铸成的彼岸花，偏偏落到长青的手中。果然，失去了这枚玉铃之后，丹姬的头颅迅速的土崩瓦解，化为尘土。一道耀眼的金光在他留下的灰烬中闪烁片刻，又迅速的消散了。那是什么光芒？长青依旧没有完全放松警惕，向洛红颜问道。女人都是感性动物，洛红颜此时还沉浸在丹姬最后留下的一段话里，有些茫然的摇了摇头，不经意间和长青目光相对，有些害羞的低下了头。我也不知道，也许是他留下的什么天灵消散之后的光芒吧。不对劲，玉灵只有在使用时才会散发出光芒，金色的光芒。难道他使用了什么天灵吗？洛红颜摇了摇头，他已经没有足够的灵力催动天灵了，他已经灰飞烟灭了。长青有些迟疑地走到丹姬留下的那一捧灰烬面前，用脚踩了踩，确认真的只是普通的灰烬，半点灵力和血气都没有了。堂堂尊者在世间留下的最后一道痕迹，竟只是一捧尘土而已。不过他依旧将其全都撒在了火焰之中，而且是分成好几份，分别泼洒在不同的地方，确保他再也没有复生的可能。做完这一切，他才拍了拍手，看着面前的极品天灵血海彼岸，他犹豫片刻，还是将其纳入了自己的地宫府之中。2世的谋划，6世的重生，终于让自己破除绝境，甚至以凡人之躯战胜了遥不可及的尊者，这是何等的艰辛，何等的不易。这样想着，心中的万丈豪情凝聚在胸中，化为一诗。百花美色如利剑，烟消云散弹指间。轮回逆转浮萍去，杀身成魔为红颜。彼岸邪尊夺真血，舍我残躯搏一线。阴霾枷锁作缥缈，蛟龙得水再复还。正直或卑鄙，荣辱与否，对他来说都不重要。如今他重获自由之身，丹姬这个悬在头顶上的利剑也终于被他拔除，还得了百花传承，对以后的修行肯定有诸多益弊，更是护了洛红颜周全。这一遭修行过后，回到地球，也许便能治愈好他的脑癌，当真如得水蛟龙，乘云登天。好志气，可惜啊！脑海中突然传来一声叹息，紧接着长青只觉得眼前一黑，想不到你还挺有文采的。洛红颜看向长青，却只见长青有些呆愣地站在原处，伸手拽了拽他的衣袖。我们走吧，离开这里，你跟我回家族，我帮你找一枚敌魂灵。丹姬留给你的这2枚都是很高级的地灵和天灵，价值不菲，但是实在太过邪恶，你可以贡献出来，换取相应的报酬，从此跟我好好走正道，好不好？他语气真挚，言辞恳切，他是真的担心长青经不住邪道修行的诱惑，误入歧途。放心吧。长青面对他，自然而然地牵起了他的手。我一定不会再修炼什么邪法了，从此之后修行正道，好好和你在一起。瞎说什么呢？洛红颜羞红了脸，却并没有挣脱他的手，而是任凭他牵着，低下头跟在他的身后。可他低下头后，却没有看到长青的表情，一半带着怨毒的笑意，像是食人恶鬼，另一半带着狰狞的愤恨，好似怒目金刚。你有没有想过，本尊为什么要毫无保留地把血海彼岸功法传授给你，帮你成为血法修士，还帮你修炼出地功夫？黑暗中，长青听到一阵熟悉的女声，是丹姬的声音。他眼中的世界逐渐恢复清明，视野之中只有一片纯白的虚无。丹姬正坐在他的面前，她恢复成了那副高高在上的女王姿态，端坐在一尊由血肉白骨构筑成的王座之上，正居高临下地看着自己。长青猛然起身，警惕地看向他。2人正置身于一片纯白的世界，丹姬轻轻跺了跺脚，只见2人身下正投影出百花洞中，洛红颜正在与长青对话的景象。看到这幅情景，饶是长青有着异于常人的冷静头脑，也不由得满脸惊骇之色。这又是你的什么手段？他心中隐约已经有了答案，但他还是要确认一下。别紧张，这里是你的灵境。身处于王座之上的丹姬慵懒地摆了摆手。幻魂夺舍之法是真的？你一开始就在骗我？长青问道。此言一出，丹姬倒是略显诧异，想不到你的脑子还转得挺快的。没错，本尊能进入到你的灵境中，就证明我夺了你的舍。所谓血噬灵只能对血法修士使用，是一个托词。你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我跟你修行血法，好能夺我的舍，因为夺舍的一个必要条件是2者必须修行同样的功法。长青冷冷道。不错不错，全中。丹姬拍了拍手，毫不吝啬自己的赞赏之情。夺舍你只是我准备的最后底牌，本来我的计划中并没有这一环，让你修行血法只是我的一个保险而已。丹姬斜斜一笑，摊了摊手。毕竟谁又舍得舍弃辛辛苦苦积累的100年修为呢？你说对吧？长青沉默了许久，低下头看向自己的双手。那我是死了吗？现在的我又是什么东西？准确的说，你还没死，我只是在你的灵境之中暂借了你的肉身而已，眼前的你才是真正的你。长青点点头，算是明白了。
从唯心论的角度来说，眼前的自己才是真正的自己。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终究还是失败了啊！他长叹一声，突然意识到一个可怕的问题：为什么他没有重生？你也别丧气，本尊还挺欣赏你的。你的先天灵体，本尊还要借用一阵。若是现在将你抹杀，导致你的先天灵体失效，那实在太可惜了。他走下王座，到长青面前，用指尖轻挑起他的下巴，玩味道：你就好好跟在本尊身边，为本尊出谋划策。等以后本尊再为你寻得一副好身躯，你也就算熬出头了。你休想！哈哈，想不到这种义正言辞的话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居然还蛮可爱的。丹姬笑了笑，打了个响指，长青的身体顿时匍匐在地，动弹不得。看来你还没搞清楚你现在的处境。现在本尊是你灵境的主人，准确的来说，你应该是被我囚禁控制了起来。你现在看到的景象，只是我为了方便和你交流而已。本尊要你怎样，你就要怎样。本尊不让你死，你连死都死不得。说罢，丹姬蹲在长青的身边，抓起他的头发，将他的脸狠狠地摁到地上，逼迫他去看身下的投影。纯白无瑕的地面上，正投影出此时此刻长青牵着洛红颜的手寻找百花令的画面。你知道吗？这小女娃已经爱上你了，本尊一眼就能看出来。放心，本尊当过10几年的男人，撩拨她的芳心简直小菜一碟，做的一定比你好。知道为什么我必须要让你修炼出6脏8腑吗？因为只有练出6脏8腑，才能保住本尊的本命玉灵，其他的玉灵舍了不足惜。这本命玉灵珍贵异常，若是舍了，我还是很心痛的。想不到你还真给了我不少惊喜，不但修炼出了地宫，居然又修炼出了人海。这下不止血海彼岸，连血魔灵也保住了。不错，不错。长青狠狠地攥紧了拳头，第一次感受到如此无力的挫败感。想不到自己修炼血法，以此为基础所做的一切谋划布局，都只是他的陷阱而已。成也重生，败也重生。狡兔三窟，他输在了太过于自信，仗着有重生做依仗，从未给自己留过后路。所以他没有想到丹姬一个邪法修士会使用魂法的夺舍手段，下意识也没有考虑到丹姬会留下夺舍这么一条后路。他只觉得自己修为低微，对丹姬来说如同鸡肋，既然他都能逃出封印，又怎么可能想去夺舍自己？输在了不够谨慎，麻痹大意。还有机会，离强制重生的日子还剩1月有余，我还能再来一次，有所防备，我定能逆转乾坤。短暂的失落之后，他立刻重新振奋精神。自打穿越到这个世界第一次重生以来，他就从未有过放弃的想法，无非是重来几次罢了。再多的苦难和挫折都不曾让他有过丝毫动摇。看到长青攥紧的拳头，丹姬似乎非常满意。与其说他是在享受胜利的喜悦，不如说他是在故意折磨长青的内心，以此来洗刷这个少年在他心里留下的阴影与耻辱。本尊已经成了这具身体的灵境之主，想如何折磨你都可以，但你连修炼6脏8腑的痛苦都能忍耐过来，我想只有直击心灵的折磨才能彻底摧毁你的灵魂吧。他将长青踩在脚下，声音充满了残忍和疯狂。知道我为什么让那个小女娃毁掉全身的玉灵吗？因为这样她在我身边就如同待宰的羔羊，我能彻底掌握她，让她没有任何反抗之力。这个傻子居然还想把你带回家族，哈哈哈！甚好，就跟他走一遭。若是什么大家族，我便仗着他对你的喜欢，一点点榨干他的全部价值，之后再让你看着他如何被我玩弄，最后变成我的血食。这也算是和心爱的人合为一体了吧？哈哈哈！想必他会喜欢的。他的声音透露着狂喜。你的先天灵体和那个小丫头的炼法圣体，还有百花传承，得了这些之后，本尊未来的修行之路定是一片坦途，更上一层楼。哦，感受到脚下长青的颤抖，丹姬更加愉悦了。身下的少年用拳头捶打着地面，可他却并没有发出丹姬预料之中愤怒的哭嚎，而是发出了一声接着一声的大笑。他大笑着，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你笑什么？丹姬止住了脸上的笑容，他皱了皱眉，冷冷道：我笑，你输得很惨啊。长青看着身下的场景，整个洞中被烧成一片茫茫焦土。洛红颜在长青的撩拨下，时而俏脸微红，时而抬手扬嗔。二人正在地上寻找着被埋起来的百花令。这姑娘大概是真的爱上自己了，不然凭她那么机灵的头脑，为何反应不过来长青自己埋下的百花令，她自己却找不到，不觉得可疑吗？呵，傻丫头，要等待着强制重生吗？刚刚她是这么想，可现在她改主意了，让她亲眼看着这个女孩受到伤害，却无能为力，带着这份屈辱重生回去，她做不到。这个夺舍是你最后的手段了吧，丹姬？丹姬心中一惊，身下踩着的少年正在缓缓站起来，就好似刚刚在百花洞中，这少年倔强地从自己的身下站起，如耸起的山峰一般，势不可挡。他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现在他在长青的灵境中，他就是这里的女王。
他脚下一踏，一股巨力传来，将掌青狠狠地碾压在地上。几根刻画着繁杂符文的锁链无根而生，把他紧紧锁起。掌青口中喷出鲜血，气势却没有任何减弱的势头。没用的，丹姬，你吓不住我。其实你是杀不掉我的吧？丹姬怒了，从骸骨王座之下的血池中拔出那柄巨大古剑，抵在他的脖子上。想激怒我？信不信我真的杀了你？不，你杀不掉。掌青侧过脸看向丹姬，一对眸子好似深不见底的潭水，没有丝毫波澜。又出现了在经历过深深的无力、动摇、绝望、愤怒之后，掌青又变成了这副表情，无悲无喜，让丹姬的心生畏惧。其实反过来一想，你输得很惨啊，传我功法，骗我和你修行，无非是为了给你自己留条后路。但你万万没想到，这条后路却让你狼狈不堪，连肉身都不得不舍了。什么先天灵体、炼法圣体、百花传承，比得过你这300年的修为？别自己骗自己了，想让我绝望、动摇、臣服于你，你输得这么彻彻底底，还要安慰自己吗？真是幼稚的可笑啊！此言一出，丹姬彻底暴怒了。王座之下，血池扩张，铺满整个空间。他没入血池之中，换成一个顶天立地的巨大虚影。他手持巨剑，向掌青劈砍过去，每一击都令这片虚无的天地为之一颤。你不过是一只虫豸，本尊纵横世间300余年，岂会在你这条阴沟里翻船？就凭你，你也配？今天你必死无疑！一击又一击的劈砍之下，古剑崩裂，血肉模糊。他又祭出数不清的御灵，无数的杀招向掌青袭来，威势比和百花残魂交战时更甚。霎时间，血雾弥漫，天崩地裂。不知过了多久，丹姬的动作慢了下来，他的怒吼渐渐低落，最后转为发不出任何声音。因为掌青已经从地上站了起来，他屹立在原地，面色沉静，困住他的锁链布满裂痕，发出了即将崩坏的悲鸣。不可能，不可能！为什么？为什么你还没有放弃？凭什么你的魂魄如此坚毅？本座经过300年风吹雨打，内心早已坚毅如铁，怎么可能输给你？他幻化成的巨大虚影高声怒喊，一道划破天际的猩红斩击向掌青袭来。可掌青依旧面无表情，不为所动的迎面接下了这一击。那本幻魂夺舍之法，每一个字我都认认真真的读过一遍，牢记于心。这世上除了你之外，最了解那个术法的人就是我。真正成功的施法是幻魂，将二者的魂魄交换。而你早已没有了肉身，你占据了我的肉身，却没法把我的魂魄赶走，所以你才装模作样的说什么舍不得杀我，要利用我的先天灵体。丹姬那毁天灭地的一斩劈砍在他的身上，却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这一切都是假的。掌青摇了摇头，所有修士都只能修行一种功法，你也不例外。虽然不知道你用了什么办法施展了这个夺舍之法，但你是血法修士，你的魂魄没什么了不起的，说那么多无非是想让我动摇，让我丧失斗志，向你臣服罢了。别做梦了。说罢，他终于向前迈出一步，捆住他的锁链顿时纷纷崩裂。死，给我死，滚出这个身体！铺天盖地的攻击汇聚成赤色的血雾龙卷，又好似一条以丹姬为源头倾泻而出的长河，袭向掌青。而掌青就这么逆流而上，迎着他的攻击不断向他前进着。他没有任何攻击的手段，只有钢铁般的意志让他的身体坚如磐石。就这么走过去，走到他的面前，把他赶出我的身体。一抹金光虚影从他的身后浮现，那是他的灵魂。每走一步，身后的虚影便壮大一分。滚开！别过来！别过来！丹姬歇斯底里地催动无数幻化出的御灵发出攻击，可这都不能阻挡他的脚步。被病痛折磨，被死亡的恐惧压迫，背井离乡来到这片残酷的世界，可他知道自己要走的路，还有一定要见到的人。他被化成脓水，被碾成肉泥，被炼成丹药，被蹂躏，被折磨，受尽屈辱与痛苦。可这些都不能阻挡他的脚步。他越来越高大，越来越高大，直到与丹姬比肩，超越了丹姬；与天地比肩，超越了天地。在丹姬眼中，仿佛成了巨大的开天辟地的神灵。丹姬跪倒在地上，他感觉自己是那样的渺小，如同蝼蚁。他连忙摆手，连话都说不完整。住手！我已与你的灵境融为一体，你会把你的灵境也给？那就来吧！掌青突然一声暴喝，惊得丹姬如同受惊的老鼠一般瑟瑟发抖。还说什么你要我怎样我就要怎样？他面无表情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一抹笑容，一抹冷笑。那你就让我停下来试试看。不要！伴随着丹姬的一声尖叫，掌青一拳挥出，整个虚空轰然破碎。这片纯白的虚无世界和掌青还有丹姬的巨大虚影一起，如同破碎的镜子一般，化为了无数道碎片。掌青和丹姬一同在只剩下一片漆黑的深渊之中不断跌落。
你这个疯子，没有了灵境，我们都会死，你的肉体会变成一具行尸走肉。丹姬发疯一般钳住长青的脖子。是吗？长青却淡淡一笑，足够了，足够了。骆红颜看着蹲在地上翻找百花令的长青，突然一顿，口中冷不丁冒出这样一句话：你说什么？长青。另一边正在翻找的骆红颜走到他的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可他并没有任何反应。骆红颜感觉到一丝诧异，而后又有些诡异之感。他晃了晃长青的肩膀，可他却直接倒在了地上，从他的七窍之中不停地流出鲜血。长青。骆红颜一惊，刚忙去试他的鼻息，长青却突然伸手抓住了骆红颜的手腕。他面容扭曲，声音沙哑，仿佛在经受极大的痛苦。杀了我？什么？骆红颜还未反应过来，长青的一只手就掐住了他的脖子。他七窍流血的脸就好像狰狞的恶鬼，癫狂地扑倒了骆红颜。我杀了这个小女娃，杀了你心爱的女人。他声音如女人般尖细。骆红颜被吓得还没意识到眼前的危险，甚至连窒息感都被忽略，完全呆住了。直到窒息的感觉传来，他才开始奋力挣扎。嗨，长青，你怎么了？我哪里？身上的玉灵全都被毁，离了玉灵，她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弱女子而已，被压在身下，已经没了反抗的机会，不多时便两眼翻白，眼看就要香消玉殒。就在他马上要断气时，长青突然松开了手，他翻身离开骆红颜，毫不拖泥带水，全力跑向洞边的墙壁，一头就撞了上去。哈哈哈，没用的，没用的，血海彼岸灵和血魔灵都在，你的肉身死不了的。果然，他碎裂的头颅迅速的复原，在魂魄消散前，我一定要再拉他垫背。骆红颜大口喘息着，死里逃生，他难以置信地看向长青，但马上他就愣住了。长青正痛苦地挣扎着，仿佛有两个灵魂在抢夺他的身体。杀了我！他咬着牙，一字一顿道。骆红颜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犹豫片刻，还是跑到他的身边。你是不是中了魂法灵？我该怎么办？骆红颜见多识广，一眼就看出来些许端倪，但他恐怕不知道，长青此时已经是个必死之人。他一把推开了骆红颜，他的牙齿咬出了鲜血，仿佛置身于风暴漩涡之中，每一步都带着巨大的阻力，举步维艰。他的手颤抖着伸向了自己的腹部，扑哧一声，他直接掏开了自己的肚子。不，你要做什么？不行。他的声音又变得尖锐，丹姬和他正在争夺这具身体的控制权。长青艰难地从腹中掏出了一朵血肉彼岸花，又拿出一根血丝蠕虫，正是血海彼岸和血魔灵。他耗尽心神，两枚玉灵在他的手中时隐时现，摇摇欲坠。不，你要干什么？放开！他的声音又变得尖锐，丹姬的灵魂控制着他的身体，艰难地要将这两枚玉灵重新塞回到他的体内。给我灭！随着长青的一声怒吼，这两枚玉灵终于在他的手中消散。这下是我赢了。他狰狞一笑，倒在了地上。骆红颜跑了过来，扶住长青，他似乎已经明白了什么，哭道：不，长青，你不要死！可长青已经不能回答他了。黑暗之中，他只觉得自己身处无边的深渊，和丹姬一同跌落。骆红颜哭红的眼眶随着他的跌落，在他的视线中迅速的远去，直到最后消失不见。脑海中那座诡异的钟表开始逆转，表盘和指针好似噩梦般无定型的坍缩、蠕动、流淌，12颗代表时间的眼珠，浓液似的在它的表面不断的形成又分解，闪烁着邪异的光芒。这是什么邪物？最后的时刻，他听到了丹姬惊恐的声音，再度睁开眼，映入眼帘的又是那个熟悉的天花板。照例他先打开手机，确认了一下时间，1月8日，没有任何变化。他揉了揉有些沉重的头，坐了起来。依旧是熟悉的房间，只是这次回来，他明显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比以前好了不少。这一世是离成功最近的一次，也是我修为最高的一次。是因为我在另一个世界的修为提高，导致现实中的身体状况改善了吗？这样想着，手机再次响了起来，他的目光不由得变得柔和，接通了视频。长青，你好点了吗？叶清河俏丽的脸庞出现在屏幕中，依旧是白色的羽绒服，本来白皙的脸颊被寒风吹得有些微微泛红，黑色的长发有些凌乱地披在肩上，却依旧难掩她的美丽。我没什么大碍，你怎么边走边跟我视频？小心看路。长青还是和之前一样回应着，可突然他愣住了，脑海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小子，这是何处？是丹姬。怎么了？长青突然不说话了呢？啊，没什么，你先去上课，我这边有点事情。他略有些慌张地敷衍道，赶忙挂断了电话。怎么回事？
为什么丹姬和自己一同穿越回来了？到底是自己的幻觉，还是确有其事？为了验证这个猜想，他闭上眼，仔仔细细感受自己的脑海深处。那诡异的时钟感受到了他的视线后，表盘上蠕动着代表时间的12颗眼珠，同时诡异地睁开，瞳孔如同幽邃的星空。唯一不同的是，在时钟旁漂浮着一个黑色的人形虚影，正在不停闪烁着微弱的光芒。这是丹姬的魂魄吗？长青尝试着和他进行交流，可是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他回想起在那本幻魂夺舍之法上看到的知识，如果不是依靠一些特殊手段炼化出的魂魄，是没法直接和人交流的。想要和魂魄交流，除了用特殊的方式将其炼化之外，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便是寻找一具血肉躯体，让魂魄暂时依附其中。他自然没法炼化丹姬的魂魄，这是地球，别说什么御灵了，连另一个世界所谓的灵气他都感受不到，什么手段都施展不出来。那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给丹姬找一副血肉躯体。血肉躯体吗？我总不能去殡仪馆偷尸体，更不能去做杀人犯吧。先做些尝试好了，抓紧时间，不知道这次回到现实能持续多久，必须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想着，长青便收拾好出了门。他必须趁着还身处现实时，搞清楚脑海中的那个黑色虚影到底是什么东西，丹姬是不是和自己穿越回来了，不然他可没法放任自己的脑中出现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其严重程度堪比后院失火。毕竟在这一世，他领教到了魂法的恐怖诡异之处，令人防不胜防，自己一定要小心谨慎，做好万全的准备才行。一边这样想着，他已经穿好了衣服，急匆匆出了门。不多时，他便赶了回来，带回来3样东西。东西太沉，加上身体的原因，搬回来时饶是他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是累得不行。桌子上摆着一个从菜市场买回来完整的猪头，和一只刚解开绳子就在屋子里乱扑腾的大公鸡。另一边立着一个1人多高的大箱子，用黑色包装裹得严严实实。他拿起壁纸刀，拆开包装，一想到这个东西的购买过程，就尴尬得有些头皮发麻。总之，先试一下吧。看着桌子上笑得怪瘆人的二师兄，长青想了想，把额头顶在了猪头上，闭眼凝神，想要将脑海中那团黑色虚影引导入其中。那虚影在长青心念的催动下，似乎动摇了几分，但最终却并没有进入到猪头之中。他有些失望地放开了猪头，转身带住那只大公鸡，又用同样的办法试了一下，依然没有任何效果。牲畜的躯体没法容纳它吗？看来只能试试人类智慧的结晶了。长青有些不情愿地拆开身边1人多高的巨大包装箱，把里面的东西取了出来。在防尘袋中是一个不着片缕的女体，准确的说是1:1真人体温智能发生全自动电机合金骨架陆合一玩法仿真硅胶娃娃。顺带一提，还是长腿御姐版本。当那个老板热情地给长青介绍自己的镇店之宝时，饶是在合欢宗面对无数险境连眼皮都不眨的他，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刚从菜市场回来，一手拎着猪头，一手拎着公鸡，然后钻进成人商店，这是什么地狱绘图？把娃娃抱到床上，长青把额头顶了上去。死马当活马医吧，眼下我能搞到符合血肉躯体概念的东西，除了猪头活鸡，也就是硅胶娃娃了。心念一动，催动起脑海中的黑色虚影，那人形的黑色虚影变得模糊起来，最后竟真的在他的脑海中慢慢消散，汇聚到了眼前的娃娃中。这是成功了。小子，这是什么地方？长青还没来得及确认，身下的娃娃突然发出叫声，吓得他慌忙后退，往后一仰，摔在地上。揉了揉眼睛，他有些难以置信地看去，却见娃娃的嘴巴并没有任何动作，依旧面无表情。尽管在另一个世界见到的异事已经不少，但这可是实打实发生在地球上的事情，怎能让他不惊讶？快把本尊的衣服拿来，再看信不信挖了你的眼睛。娃娃的声音再次传来，长青这才发现他的嘴巴确实没有动，出声的地方是他脖子后面隐藏的小音响。你是丹姬？长青试探着问道。不然呢？你到底对本尊做了什么？这是什么魂法手段？娃娃一边用他有些僵硬的电子音说着，一边疯狂转动着他的眼珠，但却什么都做不到，只能静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长青冷静了一下，梳理了一下现在的状况。很显然，丹姬确实被自己重生的能力给带回到了现实世界之中，而且他似乎没有了任何反抗之力，完全成了待宰的羔羊。对自己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那么再次穿越时，百花洞中的丹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长青想了想，有3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丹姬彻底不存在，另一个世界完全没有了他这个人。第二种可能，另一个世界的丹姬一切如常，原本的邪尊丹姬和这个世界的娃娃丹姬同时存在。第3种可能则是另一个世界的丹姬已经没有了魂魄，变成一具行尸走肉活着的尸体。他能得出这3种每个结论，显然是经过无数影视小说作品的熏陶。第一个有明显的客系味道，
第二个则是那种时间系的科幻风格，第三个更偏向传统玄幻。与其自己瞎猜，不如问问他。长青斟酌了一下，开口道：相信你也能感受得到吧，这里和你原来的世界完全不同，没有任何灵气、玉灵的存在，这是我原本的世界，你的魂魄被我带了过来。现在你任我摆布，想要活命就得听我的。丹姬的声音明显迟疑了一下。你说你是界外魔？不可能，界外魔怎么可能在2个界域之间穿梭？你别想骗我。长青对他的说法有些不解，询问道：你所说的界外魔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丹姬沉默了片刻，他似乎也从疑惑吃惊之中恢复了冷静，仿真眼球一阵转动，打量四周。这里不是9州界域吗？长青摇了摇头，这里叫地球，不是你说的什么9州界域。地球？闻所未闻。你将我困在这里是什么目的？等等。他突然吃惊地颤抖道：你是聂天？我明白了，怪不得你体内还封印着那么恐怖的邪物，怪不得你明明小小年纪却有那样恐怖的意志和心智，原来你是聂天，这就说得通了。聂天？什么是聂天？你不知道什么是聂天很正常，聂天转生之后就会失去前世记忆，只当自己是个普通人，直到某一个特定的时期觉醒之后才能恢复全部的记忆。长青听得云里雾里，还不是很明白。你说的界外魔、聂天我都不是很明白，给我解释清楚一些。唉，丹姬叹了口气，既然被抓到了你的天域之中，我也彻底反抗不得了，不妨就跟着你混，若能跟着你鸡犬升天也值了。界外魔乃是一个界域之人带着前世记忆转生到了其他界域。哦，界域是什么？你应该也不知道吧？正常，有些修行者即使修行到了很高的境界，也不知道界域的存在，以为自己所处之地就是全世界。其实这世间分为4处界域，分别是9州、8山、8荒、8洪。这4界如同4个圆环一样，彼此相套又互不相通，所以界域内的人也很少能知道其他界域的存在。那百花洞所在之处正是8山界域内，而我则来自8荒界域，历经重重困难之后，机缘巧合之下才从8荒来到8山。长青也算见多识广，学识丰富，立刻就听明白了所谓的界域是什么意思。大致类似于有些人迷信的地平说，地球的中心是北极，南极是围绕着地球周围的一圈冰山，而在南极之外还存在着更广阔的未知世界。其中9州位于4大界域的中心，9州之外是8山，8山之外是8荒，8荒之外是8洪。一个界域之人的魂魄转生到其他界域之中，则被称为界外魔。丹姬说罢，长青打断道：既然是秘辛，你为何知道得如此清楚？因为我就是一个界外魔。呵呵呵。他略显苦涩地笑了笑，也许是命运的眷顾，也许是转生带来的信息差，界外魔往往比同人多了些才能，总能搅动风云，做出一番大事，也就招致他人妒忌。但凡是修为高一些的修士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要把界外魔扼杀在摇篮之中。长青又问道：那聂天又是什么？丹姬回答道：比起界外魔，聂天更是了不得，界外魔只能称为万中无一，而聂天则是万年难遇一个。你知道的修行境界只有8个吧？他又反问道：我只知道6个，疏忽、刹那、顷刻、转瞬、须臾、千秋。长青回答：千秋之上还有海枯、天荒，其实在天荒之上还有被称为大地的亘古境界，但由于天道制约，亘古境界每个时代只能存在一人，而如果在同一个时代同时存在其他天荒境界修行圆满的强者，是没法踏入亘古境界的。为了踏入亘古境界，他们会将自己转世解体，将本命玉灵封印在灵魂之中，而自己的全身修为则储存在魂魄中开辟的一个小世界中，称为天域。这样转世的人就是聂天。聂天会一直沉睡在天域之中，在大地陨落的时代出世，附身在其他人身上，从零开始，一步一步重新修炼到天荒境界之后，再拿回自己封印在魂魄小世界中的天荒境圆满的修为，最快的冲击亘古境界。这下长青听明白了，聂天就相当于游戏中的排行榜老2玩家，把账号的资源转移到了小号，目的就是为了换个区去抢全服第一。但这和他有什么关系？他是土生土长的地球人，怎么可能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聂天？不过他还是问道：你是以什么为根据说我是聂天的？你完全符合聂天的标准。第一，你的魂魄中封印着一个无比邪恶强大的存在，应该是你前世的本命玉灵吧，非常强悍，我能感觉到那种来自灵魂的压迫感。长青一愣，丹姬说的是他脑海中那座诡异的时钟吗？另外，你带我的魂魄来到这里，不就是你身为聂天的最好证明？普通人的魂魄中怎么会存在一个完整的世界，存在天域？长青思索了片刻，淡然一笑：没用的，你说的我一个字都不会信。我是谁？我要做什么？这里是哪里？我最清楚，你不用骗我。丹姬却叹了口气，有些无奈。若是别人，
可能没我知道的这么准确，但我确定你一定就是聂天，因为我就亲眼见过一个聂天，他的状态几乎和你一模一样。你说你的这个世界叫地球是吧？奇奇怪怪的名字，不过不如他的。他说自己的世界名为蓝星。长青精神为之一振，作为一个资深小说迷，蓝星这个词他太熟悉了。丹姬说的应该是真的，他就算是瞎编也没法如此巧合地编出这2个字。难道这个世界还有其他的穿越者？被聂天附身之后，他就变得疯疯癫癫，神鬼不清，一直以为自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前世他是魂法修士，被他杀死的魂魄都被他收入到天域之中，让他幻想成了所谓的亲人朋友，真是可笑。直到修行到了天荒境界，取回前世的修为和记忆，他才终于意识到自己是聂天，他所谓的蓝星、亲人朋友都不过是他创造出来的幻想世界罢了。长青只觉得脊背有些发凉，下意识地摇了摇头。你这谎撒的没什么意义，我不会相信。我知道你肯定不愿承认自己是聂天，但我没什么必要骗你，我说的那个聂天是我的亲生父亲。2人都没有再说话，彼此都沉默了许久之后，丹姬才继续说道。他对自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深信不疑，分不清现实和幻想，甚至屠杀了半个宗门的同族，只为了幻想出来的一个什么虚无缥缈的术法，能帮他回到那个所谓的蓝星。直到修行到了天荒境界，取回了前世的修为和记忆，他才幡然醒悟。无论怎么说，突然取回的修为让他的境界直接从刚刚迈入天荒暴涨到接近天荒圆满。别人需要上千年的苦修，他一夜间就做到了，这是骗不得人的。你们都是聂天，你应该和他一样吧？突然失去了原本的记忆，转而变成了你在这个所谓的地球上的记忆。哦，这么说有点奇怪，在你看来应该是你在这个所谓的地球上生活了很久，然后突然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变成了另一个人吧？他的话让长青彻底愣在了原地。你休想骗我！他突然从未有过的愤怒，将床上的硅胶娃娃狠狠地摔在地上。被检查出脑癌，被合欢宗的女妖折磨，被无数次逼入绝境，都未曾让他的情绪有过如此的波动。但丹姬的话让他对自己的人生都产生了怀疑。自己这20多年的人生，难道都是在一个被创造出的小小茧房之中的黄粱一梦吗？他的经历，他的梦想，他最重要的人，难道都是虚假的？他为了治愈自己的疾病，为了在这个世界好好生活下去，为了能一直看到的叶清河的笑脸，都是没有意义的吗？丹姬会不会是在骗人，有所图谋？哈哈，虽然我被你擒获，沦落至此，但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失态。你发怒的样子比那张面无表情的死人脸可爱多了，哈哈哈。娃娃的机械音让他听起来不寒而栗，可是丹姬并没有罢休。你就没想过一个很奇怪的事吗？我的那本幻魂夺舍之法，你看得懂吧？那是用八荒界域的文字书写的，明明巴山界域的人看不懂，可你为什么看得懂呢？你不会真以为有那种巧合？你这个所谓地球的文字和八荒界域使用了10万年的文字一模一样吧？只是因为你前世大概是一名八荒界域中的天荒圣者罢了。你闭嘴！长青一脚踢在娃娃的脸上，丹姬却笑得更欢了。你还没注意到吗？我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个世界就是你幻想出来的，在这个世界中你随心所欲，没有灵气，不使用任何御灵，你却能让我一个魂魄附身在这个奇奇怪怪的东西上，和你开口说话，你自己觉得合乎常理吗？我让你闭嘴！长青拎起地上的娃娃，充血的眼睛红得吓人，死死盯着丹姬，一字一顿道：我不管我是不是聂天，现在是你落在我手里，我要你闭嘴，你听不懂吗？他从来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就算他是聂天，就算他在乎的一切都是虚假的，这也不是眼下他该考虑的事情。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解决掉眼前的麻烦，至于真真假假，虚拟还是现实，到时候再说吧。如果一切都是虚拟，如果连叶清河都是他幻想出来的，他不敢再继续想下去，再想下去他会疯掉。好，没问题，反正你早晚会明白。不过我有些好奇，你的灵境已经被你自己亲手打碎了，即使是全盛时期的我，灵境碎掉也免不了魂飞魄散，断然不能存活。你是怎么活下来的？长青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说道：我凭什么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你？你大可不必这么谨慎。现在我被困在你的天域内，我们2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如果死了，我也没有活路。况且别说我失去了所有御灵，你这里连一丝灵气都没有，我就算想使坏也没办法，不是吗？见他如此说，长青想了想，确实也有道理。毕竟他现在就只是个能说话的硅胶娃娃而已，连动都动不了。那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夺舍我的？明明当时你身中封印窍穴的毒灵，身上的灵力和血气都已经消耗殆尽，只能使用6脏8腑中的血法灵，最后却用魂法的手段将我夺舍了。丹姬沉默了片刻，才开口道：听说过3大魂法御灵术吗？爱离别，怨憎会，求不得。没有，御灵术又是什么？长青狐疑道：你不是又在骗我吧？要说骗，我们2个彼此，
你骗我的也不少，御灵术、三大魂法御灵术都不算什么特别隐秘的秘辛，只是你现在的境界太低，还接触不到。等以后你有机会，可以从别处打听，就知道我有没有骗你了。好吧，你接着说。我身上有我娘亲留下的爱离别，可以使用3次。当初从八荒界域穿越死海来到巴山界域用了1次，和百花邪圣留下的残魂交战时用了1次，夺舍你的时候用了1次。爱离别只有在使用者死亡的那一刻才能使用成功，会在另一个人身上留下3道印记，每消耗1道印记，就可以无需任何条件催动使用者生前的一枚御灵。只有与至亲至爱之人分离时激发的无边的痛苦才能使用爱离别，而且必须是纯粹的痛苦，没有掺杂一丝其他的情感，没有埋怨，没有憎恨，只有因爱产生的痛苦才行。现在明白了，姑且当你说的是真的吧。长青能听出丹姬声音中的一丝苦涩和深深的疲惫，他也不想继续追究这个爱离别。那现在轮到你了，你的秘密总该告诉我了吧？丹姬问道。虽然丹姬所说的聂天让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但他很快就调整好了情绪，姑且把聂天这个说法当作缥缈的未来，不做理会。他的目的很简单，这一世自己修行到刹那2转境界，回到现实后身体状况都好了许多，如果他在异界的修为能增长到彻底治愈脑癌，那他也就无欲无求了，能和叶清河在现实中好好的生活下去就行。至于聂天不聂天什么的，他不想再考虑了。没错，我何时瞻前顾后，踌躇不前过，不过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说法罢了，岂能让我动摇？想到此处，他再次强打精神，开始考虑起眼下该如何利用丹姬。既然他对自己没有什么威胁，那就可以更大范围的和他交换情报，让他带来更大的价值。你说的其实没错，那个所谓的灵晶破碎之后，我也确实会死，不过我有重生的能力。想到此处，长青不再犹豫，将自己最大的秘密和盘托出。重生？丹姬一愣，死而复生？你的本命御灵是什么？你不是说我的本命御灵是骨刺灵吗？长青反问道。笑话，你堂堂聂天，本命御灵怎么可能是骨刺灵那种垃圾货色？聂天的本命御灵就是自己前世的本命御灵，只是隐藏在魂魄之中，平时使用不出，也难以发现。既然你的本命御灵有起死回生之能，那你前世不是御法成圣，就是邪法成圣。长青摇摇头，我说的重生不是起死回生，而是回到过去，从头再来。什么意思啊？丹姬有些没反应过来，但随即便震惊道：你是说逆转时空之能？没错，我在死亡之后可以在过去的一个时间里重生，竟有如此邪恶诡异的御灵。怎么连你也没听说过有这种效果的御灵？闻所未闻。丹姬迟疑片刻问道，这么强大的能力不可能没有限制的，使用这种能力的代价是什么？我的修为会随着重生而下降，比如我重生回到过去的某个时间，当时我是疏忽2转，重生之后可能就变成疏忽1转了，仅此而已。还有，我在地球上，在我的世界被永远困在了同一天，每次重生我都会在地球上的同一天重活1次。这恰恰证明了你是聂天，你的御灵能逆转到了时空，可在你这个所谓的地球上没有御灵也没有灵力，你却一样逆转了时间，证明这地球就是你幻想出来的。可能吧。虽然丹姬再次提到了聂天，长青的表情却很淡漠，不再似刚刚那般心乱如麻。丹姬的2颗玻璃珠眼睛上下打量了他一番，有些不爽道：变回这张死人脸了，真无趣，还以为又能看到你生气的狼狈模样呢。随你，我现在不关心这个，像你说的，我们现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需要你帮我渡过难关，我倒是与你没什么仇怨，你想怎么样我们都有的谈。丹姬无所谓道。长青暗自腹诽，心想不久前他还占据着自己的身体，要把骆红颜也杀死垫背，这也叫没什么仇怨。不过丹姬的思维他能理解，数百年的经历早让他习惯了利益至上的思考方式，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之前想要拉着骆红颜同归于尽，是建立在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要对长青展开报复的基础上。但眼下他被困在了这里，发现事情还有转机，也只能依仗长青，就马上换了个嘴脸。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和长青是一类人，残忍、无情、利益至上，懂得隐忍。我有3个条件，你如果能帮我做到，以后我可以帮你重塑肉身，助你复活。长青尝试着用现代思维一贯的画饼方法，想先把丹姬知道的情报都套出来再说。只是重塑肉身也未免太简单了。你是聂天，又有如此逆天的本命灵傍身，前途无可限量，对你来说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丹姬似乎对长青这个所谓的聂天身份有着一种超乎寻常的自信。我也有3个条件，你要用血尸灵发誓帮我完成的话，在你帮我重塑肉身，助我复活之前，我会无条件听命于你。你说说看。第一，在你升为千秋境界之后，就要第一时间助我重生。
而且之后不得干涉我的自由。第二，我重生之后，帮我回到九州界域。第三，待你升到天荒境界之后，帮我杀一个人。长青没有急着答应，而是权衡着其中的利弊。这3件事，每件听起来都不像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老实说，如何帮你重塑肉身，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不打紧，你是孽天，前2件事对别人来说可能难如登天，对你来说易如反掌。这么说，第3件事是最难的了。要杀的人和你一样，也是孽天。丹姬也不隐瞒，大方道：要我帮你弑父。长青摇摇头，你说的这3件事，每件都难如登天，帮你死而复生已经是极限，还要带你穿越界域，更需要跟天荒境界的强者为敌，太不划算。别急着拒绝，我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好处，肯定不吃亏。说说看，在你修行到千秋境界之前，有尊者护身，够吗？丹姬的话不由得让他心中一动。什么意思啊？字面意思，既然我的魂魄已经被你取走，等到你重生之后，我的肉身也就变成了一具没有魂魄的肉体，这具肉身任你驱使。你是先天灵体，可以无需炼化，直接使用玉灵，但是普通的玉灵都是承载于窍穴之中的虚无缥缈之物，除非修士主动交予你，否则你是抢夺不得的。可邪法灵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玉灵，它们大多游走在我体内，只要我告诉你一些特殊的术法，就可以引导出我体内的任何一个邪法灵。你只需要取出一枚血奴灵，对我使用之后，我的肉身即会变成你的血奴，周身的血气、灵力、玉灵，你都可以随意使用。虽然在你身上发挥出的实力远不及真正的尊者，但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要知道，一个千秋境界的尊者留下的传承，都足以让大型宗门趋之若鹜，互相抢夺，更何况你身边有一个活着的尊者。你怎么知道我重生之后，你的肉体会失去魂魄，变成一具行尸走肉？就算再逆天的玉灵，也不可能违背天道的。若是你重生之后，丹姬还是完整的丹姬，那我又是谁？他半信半疑，但丹姬似乎非常确信。想了想，长青露出了一个邪恶的笑容。你这个办法挺好的，但似乎我没什么和你合作的必要。既然你的肉体已经失去了魂魄，反抗不得，那你能给我的无非就是从你体内引出血奴灵的方法罢了。我大可以自己慢慢尝试，从你体内找到血奴灵，再按照你的方法让你的肉身变成我的血奴。你大可以试试看。我和你说这些是建立在你没有机会拒绝的基础上。如果说娃娃可以做出表情，丹姬此时一定是和长青一模一样的邪笑。确实，对于帮助你得到那个肉身，我没什么大用，但我可以让你得不到它。只要我让自己魂飞魄散，那具肉身也会变成原本的丹姬，那时候可就不是一具没有魂魄的肉体了。你想靠血奴灵控制一个真正的邪尊，简直是做梦。长青沉思片刻，问道：回到九州界域和杀死你的父亲，对你来说如此重要吗？甚至不惜让你以死要挟我？也不算是要挟吧，只是我看出来你和我是一样的人，有着不得不变强的理由，面对这种诱惑是肯定忍不住的。好，我答应了。那你总该给我找件衣服了吧？老实说，这具身体真不怎么样，照比我原来的可差远了。我们也算是同盟了吧？你是不是能给我换一个更好的？就这具身体，没别的。长青家里也没有女士的衣服，只能拿出包装里自带的衣服给丹姬穿了上去。看着身上的长筒黑丝和若隐若现的清透短裙，丹姬调侃道：啧啧，想不到你看着一副美色不尽的死人脸，幻想出来的衣物居然这么淫秽肮脏，真是人不可貌相。等我们正式成为盟友之后，再给你找件正常点的衣服，现在就先凑合吧。你怎么变得那么多废话？其实我无所谓，这具身体是你给我找来的怪东西，估计已经被你看过了，反正我只是一个魂魄，随你怎么看吧。你再废话，连这个身体都没有。长青刚说完，却突然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赶忙冲到卫生间，对着水池吐了起来。这次的眩晕感来得比前几次都要晚，应该是他的身体有所好转带来的变化，但突如其来的难受感觉也依旧让他痛苦无比。直到呕吐到痉挛，他只觉得腹中一阵绞痛，视线变得模糊，整个世界也开始扭曲变化。呼！他猛然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的血红，四周都是浓重的血腥气息。他大口喘息着，额头上冷汗直流。此刻他手持一把长刀，半跪在一个血池之中，丹姬的身体正悬挂在他的面前。这是关押丹姬的洞穴。我重生回了什么时候？长青站起身，第一时间就是触碰了一下丹姬的身体，发现他没有任何反应之后，终于确认，看来丹姬说的是真的，他的身体已经变成了一具没有了魂魄的肉体。想不到居然有如此神奇的玉灵，真的能逆转时空。脑海中丹姬的声音传来：你不是被我留在地球里了吗？怎么又出现在我脑海里了？都说了无数次了，你所谓的地球只是你幻想出的天域而已，我从始至终都被封印在你的魂魄内，没有变化过。长青心中忌惮，不管这个所谓的孽天理论是真是假，
丹姬这个狡诈的魂魄残留在自己的脑海中，总归让他不安，远不及他留在地球让自己放心。你不用担心，我在地球还是在你脑海中，从你的角度来看可能有区别，从我的角度来看都是一样的，反正那个地球也只是你幻想出来的。我窥探不了你的内心，也没法左右你的行为，你是比我更高层次的存在，我只能共享你的五感而已，这样我们交流起来也比较方便，对吧？眼下长青只能接受这个现状，站起身，感受了一下自己的修为与身体变化，喃喃自语道：我的修为依旧是刹那二转，看来这次重生的代价并不是降低修为，而是推进了时间。查看了一下窍穴中的玉灵，发现有骨刺灵、飞旋灵、血玉灵和丹姬后来给予他的储血灵。长青心中顿时暗道不妙，不好，看来我重生到了柳露已经利用血魔灵重生，而我刚把洛红颜送走的时候。他急切道：柳露应该不久之后就会杀进来，事不宜迟，先让我取出一枚血噬灵，对你立下誓言，我们的盟约正式开始。好说，来吧。在丹姬的指示下，长青从丹姬的身体里取出一枚血噬灵。我令于长青在此立誓，只要丹姬成为我的血奴，全心全意助我修行到千秋境界，我将助其复活，之后不得干涉他的自由。待到丹姬复活之后，我必须想办法带他回到九州界域。待我修行到天荒境界，我必须遵守誓言，杀死丹霄。丹姬在他脑海中提醒道。好。长青又重新发一遍誓言之后，血噬灵化作一条蜈蚣状的百足蠕虫钻入了他的体内。这下可以了，现在该你兑现诺言，让我取出血奴灵，将你的肉身炼化了吧。自然。说罢，丹姬便在脑中传授了长青找出血奴灵的术法，让长青从他体内取出了一枚血奴灵。血奴灵形如一根血肉构成的锁链，随着长青催动全身的灵力，血奴灵缠绕在长青的手腕和丹姬肉身的脖颈处，发出深紫色的光芒，竟是珍贵的地灵。若不是长青修炼出了地功夫，还真使用不了。这血奴灵和血噬灵一样，都是只能使用一次便会消散的玉灵，使用之后，这具肉身只要在你身边，其中的血气、灵力、玉灵都可以依靠血奴灵的效果随时供你使用。这具身体也会听你驱使，但因为没有魂魄的缘故，它本身是使用不了玉灵的，只能执行一些简单的命令。不过你要注意，虽然这具身体内很多高级的玉灵，但以你现在的修为的依靠地功夫才能使用，也就是说你手段虽强，却不能同时使用一枚以上的强力玉灵。若是使用杀伐手段强力的玉灵，没有保命的玉灵傍身，陨落也是分分钟的事，劝你低调行事，已经很不错了。长青满意道，在使用过血奴灵后，他明显能感觉到丹姬的肉身和自己有了一种特殊的联系，非常微妙。就在此时，一大团蛇从洞口钻了出来，那一大团蛇身后似乎还拖着什么东西，钻进来一半之后，数不清的蛇眼齐齐转动，最后锁定在长青的身上。乖徒儿，找到你了。两条缠满了毒蛇的手臂从洞穴中伸了进来，撑着洞口，将柳露臃肿的下半截身子一点点拖了进来。长青目光如刀，死死盯住将要爬到洞中的柳露，冷静地向丹姬问道：有胜算吗？你也太小看我这副肉体给你带来的提升了。那就好。长青转身砍断丹姬的头颅，从他的脖颈处开始升腾起浓重的血气，顷刻间就恢复如常，重新生长出了一颗头来。那张冷艳的脸庞再次重见天日，唯一有些不同的就是双眼有些无神。还是要提醒你一下，虽然这具身体的灵力和血气都可以依靠血奴灵随时转移到你的身上，但这并不代表这具身体的所有玉灵你都能使用。有一些特别高级的玉灵，比如说赤血沸腾、血海彼岸这种级别的玉灵，稍稍催动需要消耗的灵力和血气都远大于你全身的灵力和血气总量，消耗的速度也远超过血奴灵帮你补充的速度。这种玉灵如果你使用，就等于自杀。归根结底，我的这具肉身是用不了玉灵的，你使用玉灵消耗的还是你自己的血气和灵力，这具身体只是能帮你补充而已。长青点点头，他很容易理解丹姬的意思。简而言之，就好比他一个萌新继承了大佬的一身顶级装备，但是一次只能装备上一个，并且有些装备等级不符，穿上就会出 bug 被封号。不过也已经足够变态了。要知道，丹姬身为尊者，300多年的积累，他的肉身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宝库，更何况还能以极快的速度为自己恢复灵力和血气。长青点点头，心念一动，在他的手腕处无根生出一条血肉铸成的锁链，一直连接到丹姬肉身的脖颈处。那锁链形似放大版的血奴灵，正是血奴灵的效果。他能感受到源源不断的血气和灵力正从丹姬的脖颈之处连接到自己的手腕，更有数不清的玉灵等待着他随时取用。有了你的肉身加持，我的实力大概在一个什么水平？大多数人得了力量之后都不免飘飘然，你却这么谨慎。放心吧，虽说你的修为太低，导致很多功法强力的玉灵都难以使用，但如果透支一些本源，强行使用一些代价颇高的玉灵，还是能稳压柳露一头的。
不过要速战速决，不然玉灵会不断蚕食你的本源，影响到你未来的修行。甚至如果过多使用这种远超出你能力的血法灵，会让你的窍穴变成死穴，修行再无寸进的可能。知道我为什么是白发吗？就是因为早年间被迫使用过一些远超我能力的玉灵，透支了本源，影响了我的天资。白发红瞳就是透支过多的表现。丹姬的声音出现在长青的脑海中，只是一瞬。就在此时，柳露的全部身子也终于钻进了洞中。他如同蹒跚学步的巨婴一样，冲向血池中的二人。一路上无数的猩红触手伴随着毒蛇从他身体中抖落出来，撒得遍地都是。抖落出的碎屑中还依稀可见很多蜘蛛的残肢断臂和玫瑰的半张脸。这就是得道飞升的感觉吗？为什么这么血石？我要血石，就让你们做我得道飞升的血石吧。说罢，柳露身上无数的猩红触手汇聚成一只巨手，砸向长青。来了，静心凝神，抛去杂念，按照我的指示使用玉灵。丹姬的声音传来，长青不敢怠慢，按照他的指示，将一枚淡蓝色的玉灵瞬间收入自己的地宫府内。骨盾灵从他的手臂处顿时伸出数根粗长的骨片，直顶到洞顶，并排连接成了一面巨大的骨盾，抵挡住了柳露疯狂的撞击。血刃灵随着丹姬的指引，长青心念一动，将骨盾灵送回至他的肉体中，转而又把另一枚淡蓝色的玉灵收入地宫府内。从他的后背撕裂开数道伤口，鲜血喷涌而出，却没有洒落在地，而是汇聚在他的掌中，铸成一柄血色长刀。他持刀劈砍，那鲜血铸成的长刀斩在柳露身上，无数猩红触手扭曲缠绕成的巨大怪枝上，竟发出金铁交错之音。柳露一声怪叫，挥动巨大的触手怪枝向他袭来。掌青催动血刃灵，那鲜血长刀居然在巨大的怪枝一击之下瞬间溃散，化作血珠。直到整个刀身越过柳露浑身触手的层层防御后，刀身再次凝结成型，一击刺穿柳露的胸口。掌青紧握长刀，身体在空中转了数圈，堪堪躲过柳露挥动的触手，同时长刀在柳露胸口急速搅动，将他的胸口搅得粉碎，里面寄生的无数血魔灵的猩红触手纷纷飞落。柳露发出痛苦的哀嚎，但他却依旧不知恐惧一般朝掌青袭来。胸前破开的大洞不时有猩红触手跌落出来，他的身体就仿佛一个被棉絮填满了的钵，早已没有了所谓五脏六腑等弱点。血游灵，掌青收回血刃灵，这次他在丹姬的指示下，将一枚深紫色的地灵收到了地宫府内，催动玉灵。他的身体顿时变得虚幻起来，转眼间进化成一滩血水。他化作的血水速度奇快，灵活无比，游走在地面、墙壁，甚至是柳露的身上，在他的攻势下游刃有余。柳露发出不甘的咆哮，眼见袭杀掌青不得，转头攻向一旁的丹姬。丹姬此时只是一具没有了魂魄的肉身，浑身上下再无半点邪尊的气息，只知道双目无神的呆立在那里，任凭柳露带着千钧之势的一击抽打在身上，将他直接拍飞出去，在墙壁上砸出了一个大坑。好在血奴灵的锁链随着掌青和丹姬二人的距离变远，也随之变长，依旧在他的脖颈处为掌青源源不断的提供血气和灵力。不去管你的肉身没问题吗？掌青见到丹姬的肉身都嵌入到了墙壁里，不免有些担心道：你也太小看我了，这种攻击对我的肉身根本造不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专心战斗。头颅被炸没，又被血魔灵寄生的柳露显然没什么智慧，跌跌撞撞地冲到了丹姬的肉身旁，用尽全力开始对他的身体展开攻击。一时间血肉横飞，他的每一次攻击都几乎把丹姬的肉身给砸成肉泥，但丹姬又会瞬间复原。似乎是意识到了自己没法对眼前这个人造成真正的伤害，柳露索性不再攻击，用巨大的触手抓起丹姬，就准备放入口中撕咬起来。不好，若是被血魔灵吸收了我的血肉，一定会大大增强血魔灵的力量。之前为了你的本源不被消耗，我没有让你使用太过霸道的玉灵，不过眼下必须用了，趁现在速战速决。好，在丹姬的指引下，掌青将一枚金色的玉灵收入到地宫府内，乃是下品天灵，王者血玉。掌青从血水恢复成人形，一跺脚，自他的脚下一片血池在地面上铺展开来，一直蔓延到整个洞府之中。柳露刚咬向丹姬的肩膀，一只惨白的手臂就从他脚下的血池中伸出，抓住了他的脚。紧接着是无数条惨白的手臂从血池中纷纷伸了出来，将柳露的身体牢牢困住，动弹不得。柳露奋力挣扎，在血魔灵的加持下，他的力量无比巨大，几条手臂都被他生生挣断，但更多的手臂不断地从他的脚下伸出，柳露就如同被困在蛛网中的飞虫，虽然奋力挣扎，但最终只能越陷越深。这些手臂如同传说中溺死之人化作的水鬼，正把柳露缓缓地拖入血池深处。不，你们休想阻止我飞升！他的身体已经全部陷入到了血池之中，只剩下那团又无数的毒蛇、猩红触手
缠绕汇聚出来的头颅还留在外面。最后一刻，他似乎爆发出了极强的意志，奋力挣扎，半边身子竟然都从血池中爬了出来。我不能死，不能死！我就要成了，就要成了！我怎么能在这时候死？这家伙还挺顽强，使出全力催动灵力，献祭出你的全部血气，别有所顾忌。丹姬的声音略带急迫道。长青咬咬牙，一滴血泪从他的眼角流出，发梢自下而上，一点点变成了和丹姬一样的白色。顿时，更多的苍白手臂从血池中伸出，包裹了柳露的全身，将他彻底拖向了血池中无尽的深渊。身下的血池收敛，柳露在这世上的任何痕迹都没有留下。而长青也身子一晃，跌坐在地上，他的脸色无比苍白，身体也更消瘦了几分，眼眶深陷，根根肋骨分明，一副命不久矣的模样。他的双瞳已经染上了淡淡的红色，头发也有一半变成了和丹姬一样的白色，看起来分外怪异。嗨嗨，你这玉灵简直要命！刚刚的战斗，他就好比一个3岁孩童手持火炮与人作战，虽然最后战胜了对方，但射击带来的后坐力也足以伤害到他自己。别担心，只要窍穴没变成死穴，就还有得救。我们两个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总不至于害你吧？我感觉身上的力气都被抽光了，为什么明明有你的肉身给我输送血气和灵力，依旧没有好转？刚刚的王者血玉灵，仅仅是催动所需要消耗的灵力和血气，就已经超过了你身上的全部储备。为了催动它，只能损耗你的本源。还能恢复吗？想恢复不难，不过需要大量的天地灵气来补充。我的肉身带给你的灵力和血气都只是暂时的，不能供你修行吸收，只能供你暂时使用。想要恢复，你的修为可能要原地踏步好一阵了。怪我没计算好，害你损耗本源太多。形势所迫，不是你的错。长青休息了片刻，站了起来。所以前世我用血魔灵，其实也在透支我的本源。血魔灵是个什么破玩意，怎么敢和我得意的王者血玉灵相比？以你现在的能力，短时间内催动血魔灵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有持续的时间久了才会透支本源。丹姬不屑道。原来如此。长青走到柳露消失的地方，血魔灵光芒暗淡的躺在地上。他捡起血魔灵，收入到自己的地宫府中。现在柳露已经死了，4大护法也被我除掉了，那百花传承也该被我收入囊中了。想的传承没那么容易，先去把百花令取来，我们再从长计议。说着，长青走出洞穴，正看到洞口处那血肉灵胚被撕开了一道大口子，挂在墙上，奄奄一息。娘，那灵胚见了长青，稚嫩的童音带着一丝欣喜，虚弱的呼唤了一声。这东西有什么用吗？长青向丹姬问道。灵胚而已，当初我练习法灵的时候也试过炼制，但是没有成功。这东西用处不大，活着的时候就是个浪费血气的东西。柳露想靠它来为自己创造出来一具新的肉体，脱胎换骨，简直是痴人说梦。这种灵胚死了变成的玉灵，还不一定是什么玉灵，属实鸡肋。不过这东西确实挺稀少的，因为练不练得出来全凭运气。若是我夺下了这百花洞，有余力的话，会当个奇珍养着玩吧。丹姬淡淡道。这样啊。长青把刀架到胚上，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劈下去。算了，眼下我也不缺玉灵，与其杀了，还不如养着它。这东西该怎么养？灵胚这东西，你想带在身上，其实也没那么麻烦。柳露这个蠢货，在他身上加了各种乱七八糟的血肉，其实他的本体应该只是血肉中间的一个小珠子，你把它剜出来，每日用血气滋养就可以了。长青了然，拿起刀便将眼前的肉球刨开，从中找出了一颗指甲盖大小的珠子。珠子如同一颗漆黑如墨的眼珠，正面还带着眼皮，背面伸出来数根细小的神经，正蠕动着。娘，疼！那眼珠眨了眨，发出哀鸣。长青却不管他怎么叫，拿着那枚眼珠，想了想，转身去把一旁丹姬的嘴巴掰开。喂，你别把这东西随便放到我嘴里好吗？丹姬不满道。先用你的肉身养着它，反正它需要的那点血气，对你来说也没什么。长青不由分说，将那眼珠扔了进去。那眼珠似乎是感受到了这具身体蕴含着的充盈血气，顿时吸附在了丹姬的口腔内，背面的神经在其中深深的扎起根。长青这才满意的牵着丹姬的肉身走出洞外，来到了前世埋藏百花令的地方，将百花令挖了出来。好了，现在和我说说百花传承的事情吧。眼下情况有变，这百花传承可是连当出身为邪尊的丹姬都趋之若鹜的好东西，他肯定要搏一搏，逃出百花洞，保护落红颜，得到百花传承，他全都要。这处百花洞其实是10万年前百花邪圣留下来的一处传承，想得到这份传承有2个办法。第一，像我前世一样，将百花邪圣留下的残魂强势灭杀，虽然传承大部分会被毁掉，但传承中的玉灵你可以占为己有，这些玉灵肯定是传承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丹姬解释道。不过如今我只剩下一具肉身，你肯定不是百花残魂的对手，
好在只剩下肉身没有魂魄的这具身体，已经如同一具行尸走肉，不会再发出任何尊者的气息，不会引来百花残魂的灭杀。长青点点头，前世虽然没能亲眼见到百花残魂和丹姬的大战，但从丹姬战罢百花残魂之后的狼狈模样就能看出来，百花残魂的实力不是现在的自己能碰瓷的，能不惊动自然是最好。如果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试试第二个办法。什么办法？我体内有一枚敌魂灵，这种玉灵虽然并不高级，但数量极其稀少，非常珍贵。它的效果只有一个，就是帮助修行者抹去自己的窍穴，将修为降到疏忽一转。我这枚敌魂灵是下品玄灵，可以把转瞬境界以下的修士窍穴都抹去，给你用。虽然有些浪费，但此时用掉正合适。你想让我舍去修为？为什么？长青问道。想要得到百花传承的话，还有一种办法，就是通过百花邪圣留下的试炼，而试炼之处就在合欢宗的中心彩云间大殿中。我曾去过那里，可是百花邪圣设下的禁止让我没法参加这个试炼。参加试炼的要求便是持有百花令，且修为不得超过疏忽一转。长青有些诧异，修为不得超过疏忽一转，那岂不是只有凡人才能参加这个试炼？你说的不准确，不止凡人，天资极低，开悟之初只有疏忽一转的废柴也可以参加，还有使用过敌魂灵自废修为的人也可以。但如果使用了敌魂灵，我岂不是任人宰割？这就不得不提到血海彼岸功法的妙用了。丹姬有些得意道，即使你使用了敌魂灵，也只是境界下降成疏忽一转，但是你修炼出的地功府还是依旧存在的，你依旧可以利用地功府使用一些血法灵战斗，短时间内就算损失一些本源，只要能得到传承就是值得的。乍一听倒是可行，那试炼的内容是什么？我需要做什么准备？这个我可不知道，我毕竟没有资格进入那处试炼之地，需要你自己去试一试了。那如果失败了怎么办？不好说，不同的传承其凶险程度也大不相同。这百花传承乃是10万年前的百花邪圣留下来的，邪道传承还是圣者级别，不出意外估计是最凶险的那一档。丹姬说道。长青点点头，确实，你一个邪尊都那么阴险狡诈，险恶无比，他一个邪圣岂不是更甚？怕什么？亏你还是孽天转世，更有逆转时空的本命玉灵，就算是失败了也有重来的机会。走邪道哪有那么多十拿九稳的事情，往往都是火中取栗。诚然，丹姬说得很对，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如今这百花洞中连顷刻境界的女妖都死绝了，其余的小妖境界低微，对你没什么威胁，你现在就可以用敌魂灵。不急，等到了彩云间之后我再用，况且我还要等一个人。随你吧，早用晚用对你通过百花传承的试炼也没什么影响。你是要等那个小女娃？你们是一起来到这百花洞中的，还是在洞中相识的？关你什么事？哎，急什么？我看出来了，你虽然心思深沉，堪比我这种百年老魔，但是情情爱爱这方面，你和普通的小毛孩没什么区别吗？要我猜，你们两个肯定是在这洞中相识的吧？我说的对吗？哦，你倒是说说看，怎么猜到的？眼下二人的压力骤减，等待落红颜的途中，长青也不介意和丹姬斗斗嘴。那小女娃天资卓绝，炼法圣体，一眼就能看出是大家族出身，你却是个对修行一窍不通的蠢蛋，而且修为低微，抛去你的先天灵体和孽天的本命玉灵不谈，简直是废柴中的废柴。况且你虽然极度聪明，但是谈情说爱的本事可是不怎么样，跟个冰块似的，说不出什么花言巧语。容貌嘛，倒算是英俊，不过你这种类型的长相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么看来，你一点优点都没有，他怎么可能喜欢你呢？你这样的想要和他那种女人在一起，肯定是你们两个在这百花洞中相识，彼此共患难，才能暗生情愫。他说个滔滔不绝，完全没有邪尊的风范，倒像是个嚼舌根的村妇。你倒是挺会一想的。低调低调，我活了300多年，要是连你们这种小毛孩的心思都分析不明白，岂不是白活了？丹姬有些骄傲地说着，随后又神秘兮兮道，我跟你说，你得把握机会，这小女娃肯定是什么大家族的人，能培养得起炼法修士的家族本身就得有一定的底蕴，更何况是像她这样从小就被培养的，你凭这个就断定她出身大家族？不止，我告诉你，她不止出身大家族，地位还不俗呢。丹姬故作高深地说道，还记得她说过要带你回家族给你找一枚敌魂灵吗？你知道能说出这种话是什么概念？我堂堂千秋境界的尊者，纵横世间300余载，才积累了2枚敌魂灵。他上下嘴唇一碰就说要给你一枚敌魂灵，你自己想想吧。他的话不禁让长青陷入了沉思，不过随即又淡然一笑。他出身如何跟我有什么关系？话可不能这么说，你小子别装哈，万一她是什么大家族的小公主，你可就乘龙登天了。再说了，你本来不也喜欢她吗？要是能靠吃软饭一飞冲天，还修个卵的邪道，走正道不好吗？他这句话
倒让长青有些诧异。我一直以为修真界正邪不两立，若我修正道，我们还能算是盟友吗？在你心里，觉得修正道还是修邪道重要吗？丹姬反问。长青摇摇头，你能这么想，就已经证明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道了。丹姬叹了口气，只有真正的正道中人才会觉得正邪不两立，邪道修士都该赶尽杀绝，而邪道中人才不会在乎什么正邪不两立，只要能得到想要的，修行什么都行。长青点点头，他明白丹姬的意思，因为这和他的心思是一样的，更何况世事本就残酷，你以为正道就不杀人，不耍阴谋诡计，不腐朽肮脏，都一样的。丹姬感慨道，其实所谓正邪，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两条路，只是走在路上的人不同罢了。噗，我还以为你突然良心发现，要劝我向善了呢。长青调侃道，哼，我劝你有机会的话跟那个小女娃走正道，是因为她有那个能力，让你在正道上也是一片坦途。丹姬冷笑，若她是一个废物，还来劝你走正道，我只会劝你杀了她。有的人走在光明的大道上，却没有任何偏见，依旧愿意向不同道路上的人伸出援手，这是救赎。而有的人明明自己蝇营狗苟，却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不同道路上的人必须要和自己一样安于现状，归于平庸，这是愚蠢。长青对于这种正邪之争不感兴趣，他也并不在乎骆红颜的出身究竟如何，甚至如今回头想来，他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该和骆红颜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只想好好保护骆红颜，不让他受到伤害。起初的动机只是担心这个世界的骆红颜遇到危险会不会影响到地球上的叶清河，但现在他似乎无法控制地将对叶清河的感情倾注在骆红颜身上。在前世的危急时刻，往往他来不及多想，就下意识地为他做了种种事情。现在想来，如果真的让他思考该用何种面目来面对骆红颜，他又有些不知所措了。他们到底算不算是一个人呢？自己这样是不是对叶清河的背叛？他也说不清，仅仅只是保护他就好。至于其他的，再彻底弄清楚这场穿越重生到底是怎么回事，骆红颜和叶清河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之前，暂时不做考虑好了。正在他这样想着时，骆红颜气喘吁吁地跑进了洞府内。刚见到长青的一瞬间，他就冲了过来。你这个笨蛋，不是说好了一起逃出去吗？我在外面翻过半座山才找到百花洞的入口，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骆红颜冲来就是对他一通埋怨，不过语气中更多的却是关切之意。别担心，我这不是没事吗？长青说着晃了晃手中的百花令。你这头发是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差？是不是哪里受伤了？看着他白了一半的头发和惨白如死灰一样的脸色，骆红颜急忙关心道。还没等长青再次出言宽慰，骆红颜一眼就看到了他身后的丹姬，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这是邪尊。别紧张。长青戳了戳丹姬的脸，看他现在只是一具被我控制的傀儡而已。他这一动作又吓了骆红颜一跳，直到看到眼前的邪尊确实如同人偶一样，双眼无神，任凭长青如何触碰也没做出任何反应时，才放下心来。这是怎么回事？你可以骗他说我的魂魄被这处传承的禁制百花残魂给灭杀了，你用邪法手段控制了我的肉身，饶是这小女娃见多识广，也辨不清真假。就在长青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时，丹姬的声音提醒道。他便如此回答。骆红颜听后果然相信。那柳露呢？放心好了，她已经死了，被我亲手杀的。在我被你送出百花洞的功夫，你就把麻烦都解决了。骆红颜有些难以置信，但是眼见这洞中确实没有柳露的身影，也不得不相信他的话。但是看着长青几乎一副将死之人的面色，再一联想，骆红颜隐约明白了什么。你是不是用了什么邪道禁术才能杀死柳露的？你这个笨蛋，那种禁术随便用的话会伤及本源的，你会死的。我这不是还活着吗？长青微微一笑，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发。抱歉，又不小心碰到你了，下次我会记得申请。算了，有什么事情出去再说，咱们先走吧，事不宜迟，免得再生出什么变故。别急，还有事情没做完呢。什么事？如此有价值的传承，你不要了吗？这可是圣者境界留下的传承，天大的机缘，如今落在了我们两个头上，岂有不拿之理？传承？骆红颜一愣，随后便恍然大悟。是啊，这百花洞应该是传承之地，自己先前光顾着和长青逃出去，都把其他事情抛在脑后了。他有些犹豫道，圣者传承确实珍贵，但你要答应我几件事，不然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取这个传承。见骆红颜神情严肃，长青也认真的点点头。你说吧。第一，咱们能逃出这个百花洞，可以说全是你的功劳，无功不受禄，拿到传承也全都归你，我什么都不要。一人一半。长青打断他。骆红颜无奈叹了口气。第二，这传承取来之后，你不能修炼其中的功法，
不能炼化其中的玉灵，这是邪道传承。你已经迈入邪道很深了，我不能看你再堕落下去。你跟我把传承中的功法和玉灵带回家族中，兑换成等额的奖励，我分文不要，全都给你。这个是好事，你跟我修行邪法是最有利的。玉灵留下，功法就跟他换了，正好还省去了销赃的麻烦。丹姬的声音出现在长青的脑海中，长青却略有些不悦道：都说了一人一半，你要是什么都不要的话，我们干脆走了算了。哎，别啊！洛红颜还没说什么，丹姬先着急道。洛红颜见长青真的做事要催动百花令带他离开这里，也说道：行吧行吧，我们一人一半，但是你得答应我不能修炼其中的功法，不能炼化其中的玉灵。长青这才满意。其实这传承洛红颜真的不是很在乎，他之所以想要让长青取得传承，其实是另有私心。这个笨蛋别无所长，修行天资又烂得一塌糊涂，还是邪道出身，即便有能够无需炼化直接使用玉灵的特殊体质，家族那几个老顽固也不会看得上吧。但如果能让他带回去一份圣者级别的传承，也许那就这样确定了。思绪被长青打断，洛红颜像是心虚似的忙点点头。你怎么了？没什么没什么。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摆摆手，心跳却是快了半分。洛红颜啊洛红颜，你在胡思乱想什么？人家还什么都没说呢，你怎么就开始上赶着帮人家想办法把自己送出去呢？掩饰了一下情绪，他询问道：关于这个传承，你了解多少？我刚想说这个事情。长青从窍穴中取出事先准备好的敌魂灵，想要得到传承得进行试炼，而试炼的条件是修为必须在疏忽一转以下，所以我准备了这个。这是敌魂灵，你从哪来的？你不能说能把我炼化成血奴事情，别说你能用我身上的玉灵，不然这小女娃万一死脑筋，让你把我也上交给她家族，可就麻烦了。丹姬慌忙提醒道：这是当初丹姬为了让我跟随她修行血法，准备给我用的，被我偷偷留了下来，现在正好能派上用场。长青只得扯谎道：原来如此，太好了，这下你可以摆脱邪道的身份了。长青听得出洛红颜语气中情真意切的欣喜之意，却只能略显尴尬的挠挠头。若是被他知道自己之后也准备继续修行血法，估计他会很伤心吧。你准备用敌魂灵将自己的修为降低成疏忽一转，去参加试炼吗？会不会有危险？洛红颜想了想，又有些不放心道：这传承既然是为疏忽一转以下的修士准备的，应该不至于特别困难吧。长青宽慰道，他还是比较有自信的，毕竟他比普通的疏忽一转修士可是多了地宫府这样一个大杀器，带着一个强悍的玉灵去参加试炼，应该问题不大。这就好比带着笔记本电脑去参加给小学生准备的期末考试，纯粹是在作弊。确实，大多数强者留下传承都是为了给自己寻找一位合适的传人，或者需要后人利用这份传承来完成自己未尽的心愿。洛红颜转念一想，气鼓鼓道：你不会继承了传承之后又从邪法修士变成毒法修士了吧？哎呀，我继承传承又不是说一定要修行毒法对吧？你放心好了。洛红颜拽了拽他的衣袖，答应我，就算真是迫不得已，为了继承传承修行了毒法，也跟我回家族用敌魂灵把修为舍弃了，重头开始，好不好？长青有些不解道：这毒法好像也不似血法那般邪恶吧？为什么你这么排斥呢？就算修行的过程不邪恶，它是邪道，你不能修行邪道。既然不邪恶，我修行也没关系吧？是我修邪道就不能走正道了吗？哎呀，不是那个问题，总之就是不行。哪里不行？在长青的逼问下，洛红颜渐渐涨红了脸，憋了半天才鼓足勇气小声道：我们家族不会让邪道修士入赘的。此话一出，二人都不约而同的沉默了。就算是个榆木脑袋也能听出洛红颜话中的意思，但长青不是什么情场老手，不如说他恋爱经验几乎为零。此刻面对少女涨红的脸，还是自己脑海中心心念念的那副容颜，顿时也失了方寸。片刻之后，他率先咳嗽了两下，打破了沉默。那我先用敌魂灵，你帮我护法。啊，好。二人略显尴尬的分别找了处地方坐了下来。长青取出敌魂灵，催动灵力使用了起来。一阵淡蓝色的光芒闪烁，他的窍穴开始缓缓的溶解消散。一塌糊涂啊！刚刚明明是抱住他表明心意的大好时机，你却在那里傻站着，憋了半天憋出来一句我先用敌魂灵，你帮我护法。刚才我让你用的时候你不急着用，现在这么着急用，是怕敌魂灵飞跑了不成？丹姬在长青的脑海中嘲讽道。况且你问的也太刻意了吧，这种事非得逼着人家女娃说出口。你说你珍贵的传承都毫不犹豫的执意要分人家一半，为了入赘这么舍得下本钱，却连句像样的情话都说不出口，真是笨啊。我们能得这个传承，人家也有功劳，见者有份，和入赘不入赘没有半毛钱关系。长青在脑海中还激道：可得了吧，
就你那么心狠手辣、自私阴狠，若是和你说见者有份的是别人，早让你杀人灭口了，少装什么正人君子。丹姬不屑道：随你怎么说，我个人的问题你少掺和，我这是为你好，我堂堂邪尊，纵横世间300载，帮你出谋划策，拿捏一个小女娃，还不是简简单单？你真不知好歹。哦，纵横世间300载，这么说你很懂得了？那是，我当然懂得好吗？要姐姐教教你。呵，长青冷笑，你猜，之前意识到你夺舍我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时间感觉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吗？什么？见丹姬上钩，长青继续用若无其事的语气问道：我记得夺舍必须的条件不是有3条吗？移魂灵，修行同样的功法，第3条是什么来着？丹姬沉默。哎，师尊大人，您纵横世间300载，弟子愚钝，麻烦告诉我一下，夺舍的第3个条件是什么来着？哦，我想起来了，好像夺舍双方必须得是元阴元阳。原来是这样啊，您真是未卜先知啊，早早就预料到有朝一日会夺舍我，多年前就开始逆练元阴了吗？还是说您一直保留元阴之体是别有什么深意吗？哎，师尊您不是很懂吗？倒是对弟子指点1、2啊。师尊，师尊，还在吗？怎么不说话了？果然，真正的毒蛇必须建立在足够的智商和腹黑之下，在这一套灵魂拷问下，丹姬终于闭嘴了，不如说是哑口无言。敌魂灵也在这期间使用完毕，长青体内的20道窍穴消散到只剩下了1道，修为降至疏忽一转，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灵力变得微弱无比，他并未有丝毫心痛，有舍有的才是人生常态。怎么样，成功了吗？见他站起身，骆红颜也走了过来，已经重新变回疏忽一转的废柴了。长青语气轻松，调侃道：有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需要休养一下吗？骆红颜问道。放心好了，现在就去试炼之处，等我取得传承，我们就离开这里。试炼之处就在彩云间大殿内，我们走。二人加快脚步，从柳路的洞府去往彩云间，途中偶遇了不少的女妖拦路。柳路的洞府闹出了那么大的动静，这些女妖都是从百花洞的各处赶过来的，但是没了柳路和4大护法，整个洞中没有一个实力像样的。二人斩杀了几个女妖之后，其余妄想拦路的也都纷纷溃逃到了百花洞的各处，不再敢阻拦他们。这些女妖本就是遵循着本能行动的妖邪，没有太多的智慧，也并没有什么替宗主报仇的概念，只知道遇见了骆红颜这个强者，本能的逃避。二人顺利的来到了彩云间，大殿依旧古色古香，与这处脏乱的洞穴格格不入。二人步入大殿内，长青在心中开口问道：试炼的入口在大殿的什么地方？丹姬却没有回答他。师尊，这试炼的入口在大殿的什么地方？好徒儿，你天资卓绝，相信不用为师告诉你也能自己找到，为师就不说话了哈。师尊您大人大量，原谅弟子冒犯，就大发慈悲的告诉弟子吧。虽说自己找也早晚能找得到，但丹姬能告诉他肯定更方便，没必要较这个劲，耽误时间，他能屈能伸。哼，你坐到大殿中央的王座上，自然就知道了。长青走到大殿中央，看到了琉璃池中正屹立着一个王座，前几时他来到彩云间大殿时，这正是柳路所在的位置。他走了过去，并未急着坐上去，而是先围着王座转了几圈，仔细观察。王座非常高大宏伟，却不是常识的中铁质或者黄金、玉石铸成，而是由纠缠在一起的数不清的根茎藤蔓编制而成，仿佛会呼吸一般，还散发着盈盈的生命力。这王座就是传承试炼之处。骆红颜也凑了过来，询问道：符合试炼条件者，只要持有百花令坐上去，试炼应该就会开始。你就在这殿中帮我护法吧，我来开启试炼。说着，长青就准备坐上去。等等，骆红颜却突然开口叫住了他：你身上还有玉灵吗？长青在使用敌魂灵之前，就已经把窍穴内的其他玉灵都收到了丹姬的肉身内，不过他肯定是不能说的，只能撒谎道：之前在和柳路战斗的时候，身上的玉灵就都不堪重负，消散了。那你拿着这个。骆红颜说着，递过来一枚乳白色的黄灵。长青接过来，探查了一番，传念灵。骆红颜点点头，不是普通的传念灵，它被稍加改造，里面封存了一道特殊的念意。你现在只有疏忽一转，这是我能想到的最适合你防身的玉灵了。传念灵能用来战斗吗？长青疑惑道。当然不能了，不过这里面封存着一道圣者念意，只要你释放出来，一般的敌人都会瞬间被镇压，能帮你争取一些时间。这也太贵重了。长青说着，就把它塞回到骆红颜手中。拿着，傻帽，这肯定是家族留给他的防身之物，圣者念意足以瞬间将一般的疏忽刹那修士镇压致死，顷刻转瞬，修士也会因此受伤，哪怕是须臾境界，也会因为圣者念意被控制一段时间。如此强大的念意，却能封存在一个仅需一个窍穴就能承载的传念灵里，
炼化出这枚玉灵的手法真是巧夺天工，这是好东西啊！丹姬心痛的声音传来。洛红颜温柔地笑了笑，把传念灵放在胸前，催动灵力。我在这里又存了一道心念，现在它已经在溃散的边缘了，估计1天之内就会消散。你不用也是浪费了，拿着吧。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丹姬哀嚎道。长青郑重地接过玉灵，大恩不言谢，等我取了传承来回报你，注意安全。他点点头，不再多言，手持百花令坐到了王座之上。在他坐到王座上的一瞬间，整个彩云间大殿便开始剧烈的震动，身下的王座仿佛活过来一般，无数的树枝藤蔓从王座之下延伸出来，覆盖满了整个大殿，更是将长青的身体全部包裹起来，如同鸟笼一般。怎么回事？符合条件者不应该被拉入一处试炼空间吗？这是丹姬的声音从长青的脑海里传来，狐疑道：不好，这是幻境试炼。该死，百花邪圣明明是毒法成圣，为什么会布下幻境试炼？小子，快起来！计划有变，你的地宫府应付不来幻境试炼，必须……丹姬焦急的声音还没有说完，就已经淹没在长青脑海的一片黑暗中。长青想要挣扎，却挣脱不开，只感觉意识不断的坠落下沉，最后变成一片虚无的黑。族长，夫人生了，是个女孩。一个老妇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男人睁开眼，将气息调至平稳后，长舒一口气，站起身，擅自打扰本尊闭关，自己去执法堂领3日面壁。说罢，他走出房间，穿越层层走廊，对恭敬行礼的众族人一一点头致意，步入妻子的产房之内。九郎，你怎么提前出关了？这可使不得！床榻上的美妇人又惊又喜，想要起身行礼，却被男人轻轻按住了肩膀。柔儿，你辛苦了，好好休息，繁文缛节就免了吧。说罢，男人慈爱地抱起女人怀中的婴儿，威严的脸上泛起疼爱之色。我霍九天的女儿就当如众星捧月一般，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就叫你月儿吧。长青努力地把自己的意识归于清醒，这种感觉很奇妙。他此时正是那名为霍九天的男人，虽然头脑很清醒，可是关于身为霍九天的记忆，对于妻女的疼爱之情，又都是那么深刻而真实。这就是试炼吗？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到底要考验我的是什么？如何才算通过？抱着这样的心情，他作为霍九天在这幻境之中又生活了几年。虽然意识清醒，但他没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一切就仿佛按部就班的电影一样，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在他的面前上演。这种感觉很奇妙，明明度过了很多年的时间，可在他眼里又好像转瞬即逝一样，所有的人物都极其的模糊，连每个人的脸他都看不清楚。只是经年累月之下，累积在脑海中的记忆和情感却越来越深。每日刻苦修炼之余，他还要处理族中大小各种事务，忙碌异常。所幸还有妻子陪伴在他身旁，两人感情极好，遇到难关总能一起面对。女儿霍月也长成了一个顽皮的小丫头，纯真可爱，深得族中长辈喜欢。似乎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眼下族长渡劫在即，只要进阶为天荒境界圣者，我族定能成功跻身顶级家族行列，可喜可贺啊！以大哥的天资和才情，定能成功迈入天荒境界，成为我族有史以来最强的族长。女儿霍月已经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此刻她看向一旁的母亲问道：母亲，父亲一定能成功的，对吧？慕容点点头，却是皱了皱眉头，面露忧色。你父亲天资卓绝，天宇前辈预言他1000年之内必成天荒，我只担心他修行的功法。仙元吗？这套功法每进阶一次会炼化出一枚全新的毒灵，同时必须自身也中那毒灵之毒，方能完全炼化成功。每次进阶都会要了你父亲半条命，我只担心这次。放心吧，母亲。霍月出言安慰道。父亲是这世上最强大、最温柔、心智最坚定的人。这些年他带领家族越来越繁荣昌盛，父亲说过，他深爱着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有这些牵挂在，不管是什么困难，他肯定都能撑过来的。屋外雷声轰鸣，阴云密布，重重的天劫降临在霍九天的身上。不知过了多久，天上的阴云和怒雷终于消散，屋内的众人急匆匆地离开了被阵法守护的房间，来到室外。只见霍九天正站在屋外，他浑身上下显露的气息正是天荒境界的圣者无疑。九郎，父亲。妻女都扑到他的怀中，喜极而泣。九郎，新炼化出的毒灵效果严重吗？你可有大碍？看着怀中的妻女，霍九天威严的脸庞上露出了一个牵强的笑容。他有些僵硬地摇了摇头。阴云散去，阳光普照，族人们也都纷纷上前庆贺，整个家族陷入了一片欢腾之中。只有他高大的身影被独自淹没在阴影之中。你这邪修，还不快束手就擒！一片皑皑雪山之巅，霍九天正屹立在人群中央，一众正道修士将其围困其中。他浑身浴血，早已不似多年前那副刚正不阿的正派模样，而是破衣烂衫，状若疯癫。
都说了，我霍九天乃是霍家族长，正道的中流砥柱，你们这帮宵小之徒都给我滚！为什么我都躲到这里了，还是不肯放过我？魔头，你还有脸自称霍家族长？你难道忘了你亲手血祭了你霍家满门吗？周边大大小小数10个门派城镇全都被你杀了个干净，无一幸免，你也敢妄称正道？这一桩桩罪责罄竹难书，你认是不认？几名正道修士义正言辞的宣判，让霍九天愣了片刻，旋即他竟大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对啊，他们都是我杀的。蓉儿、月儿，我亲手把他们剥皮抽筋，真的好痛快啊！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哈哈哈！人群之中走出来一名老者，看着癫狂的霍九天，失望的摇摇头。小九，想不到你竟炼化出了如此邪恶的玉灵，颠阴倒阳，身中此毒的你，应该也十分痛苦吧？天宇师傅，您是来杀我的吗？我要与您为敌吗？好，太好了，我要欺师灭祖了！霍九天发自内心般舒畅的大笑着，抑制不住心中的狂喜。小九，为师知道，这并非你本意，这一路追捕你虽有反抗，但还没把这毒用在同道身上，证明你还心存善念，他们应该感谢你的手下留情，否则身中此毒定会生不如死。老者长叹一声，为师给你一次机会，束手就缚，为师帮你寻找解毒之法。前辈，到底是什么毒灵，能让他变成这副模样？一旁的晚辈不解道。颠阴倒阳，顾名思义，中毒之人将从魂魄根本上颠倒，爱恨、是非、对错、正邪、喜悲、快意、愁苦，全都颠倒过来。他对自己的家族，对自己的亲人，对自己守护的百姓，爱得太深太深，中了此毒，这种爱瞬间转化为无边的怨恨，凡是带给他快乐欢喜的事情，也都会让他悲伤痛苦，只有杀戮、折磨、走上邪道，这些原本他最厌恶摒弃的事情，能带给他片刻欢愉。可悲可叹，老者的话让所有人都不寒而栗。最可怕的并不是情绪感觉上的颠倒，而是与此同时，他还保留着对是非对错的明辨，守护着自己深爱的一切，却只能带来无边的痛苦，亲手杀掉挚爱至亲之人，却能带来最大的欢愉，简直生不如死。师父，你们走吧。霍九天抓着自己的头发，表情狰狞，痛苦万分。你们走，让我一个人永远留在这片无人踏足的大雪山中，让我变成一块石头，永远无悲无喜，求你们了。他艰难地说出这段话来。老者摇了摇头，不能放任这种危险的玉灵留存世间，若是任由其遍布传播，这天下将会混乱不堪。小九，抱歉，动手！哈哈哈哈！来，让我杀你们！眼见一众正道修士向他袭杀而来，霍九天再次恢复成了之前的疯癫模样，冲向了众人。长青已经不知道被这样折磨了多少年，霍九天经历的一切痛苦，都由他真真切切地完全体验了一遍。亲手杀死了挚爱的妻女，杀死了全族。在雪山之巅的大战中，他活了下来，将围剿他的正道人士一个不剩的全部杀死，而后又独自在这片大雪山中生活了上百年，直到天地更迭，时光变迁，妄图将自己的心钝化成一颗石头。可惜他失败了，最终堂堂正道新星霍家天骄天荒境界的圣者，成了一名臭名昭著的采花贼。他发现只有沉溺于本就让他厌倦的情欲之中，才能给自己带来片刻的宁静和放松。修行的功法仙缘也被他改造成了能从交欢采补之中汲取对方修为的情缘。百花邪圣，恶名忠诚。经历了这一切的长青已经几乎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谁，是来经受试炼，还是他本就是霍九天，经历了这一生的磨难坎坷。直到最终他寿元将至，将自己这一世收藏的美人魂魄全都汇聚在一起，以毒法手段融合了百花之精魄，炼化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异族妖邪，将他们投放在准备好的传承之地百花洞中，让他们不断的轮回，自己则每日沉沦在其中作乐，直到死去。真是窝囊的一生。长青睁开眼，霍九天的一生云烟一般消散，他依旧坐在彩云间大殿的王座之上，骆红颜正站在他旁边，面露焦急之色。见长青睁眼，他喜道：太好了，你终于醒了。长青有些茫然地站起身，环顾四周，我这是成功了。你在这王座上昏睡了整整3天，总算得到这份传承了。长青晃了晃头，只觉得恍如隔世。他的手腕处多了一片花瓣形状的印记，正是继承了传承的标志。好，事不宜迟，我们赶紧离开这里。长青说着，牵起骆红颜的手，就准备催动百花令。一瞬间，他眉头一皱，一种恶寒的感觉爬遍他的全身。原本骆红颜温润细腻的手掌，此刻在他手中就仿佛捏了一团恶心的蛆虫。他身上淡淡的香气，在长青的感觉中也变得恶臭不堪。他转头看向骆红颜的脸，
骆红颜也在看着他。此时这张在他认为绝美无比、百看不腻的容颜，却让他感觉格外的厌恶，简直到了快要呕吐出来的程度。这是怎么回事？骆红颜也盯着他看了半晌，开口问道：“长青，怎么了？看什么呢？”没事。他还是牵起了骆红颜的手，催动了手中的百花令。二人被传送至一处山脚下，骆红颜试探着问道：“长青，你还愿意和我回家族吗？”“当然了。”长青强撑着，摸了摸他的头：“不是说好了的吗？怎么，你想反悔啊？”“哪有。”骆红颜牵起他的手：“这条路可很长哦，你可想好了？奉陪到底。”可是在说这些话时，长青无时无刻不在感觉到对骆红颜的一种厌烦，不是情侣之间吵架或者发脾气的那种不耐烦，而是真真切切的厌烦、厌恶，甚至是仇恨，就仿佛眼前这个少女是自己恨不得立刻杀死的仇敌一样。尽管如此，但他并未曾改变过自己的心意。就这样，他随着骆红颜一路跋山涉水，最终回到了他的家族。在贡献出百花传承后，骆红颜也如愿以偿地求得了一枚敌魂铃，送给了长青，彻底抹去了他身上的邪法毒法修为。他便开始跟随在骆红颜的身边学习练法。他虽然天资低微，但是凭借着先天灵体的优势，加上他的勤奋刻苦，修行的速度不几年竟堪堪追上了骆红颜。期间，二人也曾离开家族，游历世间，收集炼材，进入传承，寻得机缘。但是厌恶、憎恨、折磨，只要在骆红颜身边，即使只是在心中想到他，长青便觉得痛苦不堪。正巧和骆红颜总是恬静舒雅的气质般配，他始终是面无表情，仿佛骆红颜身边的冷面侍卫。只有和其他人相处时，他才会自然许多。他天性薄凉，对待常人心中大多无悲无喜，没有波澜，这反倒让他觉得舒服很多。就这样，许多年过去，二人也都成了在炼法上造诣非同一般的千秋境界尊者，彼此又常常形影不离，被世人称为骆家尊侣。长青，带小姐快走，我们撑不了多久。你还在犹豫什么？踩在无数族人尸体上的邪尊瞥了长青一眼，饶有兴趣道：“有意思，你这小子心中有魔。”他一脚踩在骆家族长的身上，笑道：“若是你能追随我，我可以饶你不死。”一旁身负重伤的骆红颜咬牙道：“魔头，放开我爹，有本事冲我来！”那邪尊催动玉灵，一击打在骆红颜身上，骆红颜口吐鲜血，倒飞出去。长青连忙冲上前去使用御法灵为其疗伤。看来寄人篱下的滋味很不好受啊！如今这女人危在旦夕，你却难以抑制的欣喜若狂、幸灾乐祸的表情都快溢满这张脸了。邪尊的声音让长青一愣，他看向奄奄一息的骆红颜，从他瞳孔的倒影中看见了自己如同恶鬼一般狰狞的笑着。是的，难以言表的兴奋和愉悦正充斥着他的全身，让他几乎开心的快要爆炸开来。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从待自己如同亲生儿子一样的族长被无数邪修围攻开始，到骆红颜身受重伤，这种喜悦之情愈演愈烈，让他都难以抑制。来吧，随我杀光这些道貌岸然的正道修士，我们正需要你这样的炼法天才效力。邪尊的声音带着强烈的传染力，让他下意识的想要遵从。杀了骆红颜，杀了这个自己无比讨厌的人。如果能亲手杀了他，该是一件多么让人欲罢不能的乐事。想到此处，他的手已经不由自主地放在了骆红颜修长的脖子上。比起使用玉灵，似乎这样亲手了结他的性命，更能满足他饱受痛苦和煎熬多年的内心。生命的最后时刻，骆红颜的眼神很清澈，他温柔地看着长青。这个表情长青看了许多年，每次看到时都觉得分外的厌恶。但他知道，这是他满怀爱意的表情。他好像记得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慢慢的消散，又似乎在慢慢变深刻。终于，他放在骆红颜脖颈上的手慢慢松开，转而变成了同样温柔的抚摸。他站起身，拔出身后长剑，指向邪尊：“魔头，你休要胡言乱语，今日我必替天行道，杀光你们！”在老家主的葬礼上，正道各大魁首、各路家族、门派，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参加。继位的新任家主骆红颜当众宣布了长青在这次正邪大战之中力挽狂澜，救骆家于水火，诛杀数位邪尊的丰功伟绩。多年之后，二人顺理成章地结为夫妻，共领家族大小事务。新婚当夜，骆红颜真的很美，美的仿佛天上的仙子落下凡尘。长青坐在身着红装、头戴凤冠的妻子旁边，表情却依旧是一如既往的平静，没有波澜。他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有笑过，也没有哭过了。骆红颜捧着他的脸，只觉得他的表情很坚硬。是的，坚硬。如果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人的表情的话，长青的表情就是多少年如一日的坚硬，仿佛一块石头。长青，你知道吗？骆红颜捧着他的脸，缓缓开口：“当年从百花洞救醒你的那一刻，我想我就爱上了你。”他说得很慢，一字一顿。
他今日和平时大不相同，不施粉黛的脸上，此时浓妆艳抹，少了几分平日的淡雅，却更添一份艳丽，红唇仿佛能滴出血来。这么多年，我们同进退，共生死，经历的越多，我越觉得我对你的这份爱没有改变过。长青，抱紧我吧。长青如同提线木偶一样抱着眼前美丽的妻子，他抱得很紧，生怕稍微一泄力就忍不住把她推开。那晚，他对骆红颜的厌恶仇恨达到了极致，他心中的苦闷、仇怨，对杀戮的渴望，对本性的意志也快到了极限。他知道这不是骆红颜的错，错的人是他，自己是一个怪物，心中藏着野兽。他曾幻想过，如果把自己的皮剥下来，再翻过来，会不会看到一张恶鬼的脸？可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他记不清了。他只知道爱是恨，恨是爱。他爱骆红颜，所以他恨骆红颜。爱是错，恨是对，所以他不能去爱，不能变成野兽，不能错。他要和骆红颜在一起，这是恨，恨是对。自那以后，他的修为再也没有寸进。他每日陪着骆红颜退居幕后，帮他处理各种族中琐事。掌管家族执法堂后，他建立了暗影卫，专门捉拿周边邪道修士，由他亲自审讯。那些邪道修士往往被折磨的后悔出生在这个世上，从这些人身上，他能收获片刻的欢愉。渐渐的，他在邪道修士之中也得了个臭名昭著的绰号——活阎罗。有人传言说，是他多年来修为未有寸进，导致心态扭曲，以折磨邪道修士为乐。虽然所行是正义之事，但依旧为一些人所不齿。只有他自己清楚是怎么回事，哪来的什么正邪？邪道修士也是娘生爹养，他对那些邪修做的事情比邪修还像邪修，但他不在乎这些。有时候骆红颜依旧会和他有片刻温存，他很厌恶，也很珍惜。再后来，骆红颜怀孕了，诞下一儿一女。看着那对孩子咕咕坠地、粉雕玉琢的可爱模样，他心中的厌恶和仇恨再次达到了顶点。他把执法堂交给了骆红颜掌管，解散了暗影卫，因为他担心自己会在对于孩子的厌恶和对于从那些邪修身上收获的欢愉中迷失了自我。有时他也曾问过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坚持这些？遵循本心不好吗？曾几何时，他依稀记得他是敢爱敢恨，只为自己而活的。每次想到这些，他都会在心里猛地摇摇头。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恨是对，仇是对，怨是对，苦是对。再后来，儿女长大，儿女再生儿女，儿女的儿女再生儿女，他已垂垂老矣。多年前，他为了让自己更好被控制，就停止了修行。如今，妻子骆红颜修为已到了半步成圣，马上要进阶天荒，他依旧是千秋尊者。自他老后，骆红颜所幸也并没有再刻意驻颜，女为悦己者容。病榻旁，他一头白发，满脸皱纹，牵着长青的手。模模糊糊间，长青好像看到屋外走进来一个男人，那人意气风发，身材高大，面容坚毅。他就站在床边不远处，静静地看着自己。嚯，9天。长青看向男人，喃喃地开口：“男人点点头，表情有些复杂。许久之后，男人才开口问道：“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长青有些木讷的一愣，他很老了，脑子自然不如年轻时候转得快，反应了半天，他才恍然大悟：“啊，我想起来了。”他浑浊的眼睛发出一抹金光，他忽然笑了。他已经许多年不曾笑过了，此时的笑却和年轻时一样，是独属于他的标准的阴谋得逞时那一抹略带得意、略带嘲讽又十分淡薄的笑容。所以，我通过你的考验了吗？男人点点头，却又摇摇头。我设置这道考验，本来是想看看，因颠阴倒阳疯魔之人该如何活下去，如何想办法解毒。我发现你天性冷血，对待所有人都心无波澜，面对任何人都仿佛面对花草树木一般，无悲无喜，无爱无怨。所以我让你和唯一心仪之人共处，让你生活得意，人生圆满，都是为了有朝一日你难以自制时，入魔的那一刻，亲手杀死他们，好让你崩溃，更加摧毁你的精神。可你的一生都在饱受颠阴倒阳的折磨，你不恨他们吗？那些你本应爱着的人。长青先是点了点头，而后却又摇了摇头。你这毒啊，还是不够厉害啊，只是让我分不清喜怒哀乐罢了，却依旧能让我分得清是非对错。我就是我想做什么，由我来决定，不会因为我喜欢、我讨厌、我爱、我恨而去改变。男人思考了片刻，还是有些不解。可是人想要做什么，不是由心决定的吗？你的心会告诉你喜怒哀乐，你是怎么做到没了心还能活下去的？我要做什么，不由心决定，由我决定。长青摇摇头，随后又有些无奈道：我对哲学可一窍不通，别再问了，我脑子已经很乱了，你就当支撑我的是责任和意志吧。
男人若有所思，随后释然了。留下这道传承，本来是为了寻找一位有方法破解这颠阴倒阳之人，既不想这门功法失传，又不想后人重蹈当年的覆辙。你过关了，是吗？长青淡然一笑，多谢了。不过有个尴尬的问题。男人挠了挠头发，本以为这道传承试炼想要通过已是极为不易，通过之人千万年来出不了一个，可如今却一下子出了2个。长青一愣，有点没明白他的意思。而且你虽然通过了试炼，但你的表现不如另一位，所以这传承我不能给你。而且当初本体设下禁制，如若不能通过试炼得到传承，那后果只有一个，死。我不是通过了吗？可传承你得不到，所以还是要死。可你说我通过了，能不能通融一下？男人摇摇头，我只是本体留下的一道残魂，不能违背本体设下的禁制。行吧。长青有些释然道，我会怎么死？被拉入试炼之人体内都会被强行刻下情缘功法，这功法本质上是毒法的一种，而毒法的本质是流动转化。你会被本体留下的庞大灵力一直注入，直到爆体而亡。长青平静地点了点头，行，我知道了。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参加试炼的条件是疏忽一转？百花邪圣当初设下这个限制，所谓何意？霍九天摇了摇头，限制的条件本身其实并不是疏忽一转，而是参加试炼之人必须身上没有修行过其他的功法，能够被刻下情缘功法，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本体的传人。本体没考虑过，万一有人使用了敌魂灵怎么办呢？何为敌魂灵？长青明白了，看来10万年前的时代还不存在敌魂灵这种御灵。百花邪圣的本意是想试炼者必须成为他的传人，所以才要求必须疏忽一转才能参加试炼。那么抢走了自己传承之人到底是谁？最大的可能是骆红颜出事了，他没有守护好试炼之地，有其他人在他参与试炼之时也闯了进来，一同参与了试炼。这人是谁？骆红颜是否还安好？大概是凶多吉少。那么下一世自己又该怎么做？罢了。他长叹一声，这些事就留待来世再思考吧。见他闭上了眼，霍九天有些于心不忍道，你是个值得尊敬的男人，你通过了试炼，在本体的记忆中，我还从未见过像你这般意志坚定的人，你有什么心愿吗？在这片幻境之中，我都能帮你实现。长青想了想，看了一眼面前满头白发一脸皱纹的骆红颜，替我把毒解开吧，我想最后体会一下正常人的滋味。男人点点头。在他出现时，整个世界变成黑白2色，时间仿佛定格，而在他点的瞬间，他也消失不见，整个世界再次恢复了色彩。长青只觉得一个沉重的负担，他背负了一生的东西，曾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如今终于消散了。他太累了。仔细端详起眼前的老太婆，她确实看起来很老了，不复当年的美貌，但长青却第一次觉得她带给自己的感觉是那么的好，如沐春风。他攥着骆红颜干枯的手掌，睡着了，感受着长青体内突然暴涨起来的灵力，脑海中的丹姬不知所措起来。该死，怎么回事？是试炼失败了吗？这样下去，这小子会爆体而亡的。万一他重生了，老娘不会跟着他这具身体一起魂飞魄散吧？妈的，但愿这小子的本命御灵能扛得住这一下吧。就在他在长青的脑海中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时，突然听到一道威严的声音：小婵娟，随过来。丹姬的魂魄猛地一颤，他与长青五感相同，如今长青双眼紧闭，看不到声音的来源，他却为此感到庆幸。但下一刻，他的视野突然清晰起来。丹姬难以置信地低下头，看了一眼双手，白嫩修长，不是长青那双骨节分明的手，这分明是自己的手。身后飞扬的雪白长发和胸前的沉淀之物也证实了这点。小婵娟，姑让汝魂魄暂时归体，劳烦汝出去替姑看下门，可好？语声再次传来，语气虽然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仿佛来自太古洪荒的真言，让人不容拒绝。他不由得浑身战栗，双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那是来自灵魂的威压，不是他身为人类的理智告诉他的恐惧，而是他作为生物本能的恐惧。就仿佛老鼠见了猫，羊见了狼，唯有匍匐在地，生不出半点反抗的心思。他鼓起勇气朝声音的来源看去，却一下子愣住了。那是骆红颜。此时的骆红颜早不似当初的温婉模样，整个人的气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团蓝色的火焰在他的眼眶中燃烧，他整个人沐浴在无边的黑气之中，一缕缕凝实的魂魄在他的身边飞扬。他就仿佛是掌管地狱的死神，带着宏伟而又冷冽的气息。别愣着，小婵娟，汝出去，关牢大门，莫要让任何人打扰。骆红颜一边柔声的发号施令，一边缓步走到了长青所坐的王座前，手指轻点，缠绕着长青的无数藤蔓就无端自燃，
被蓝色的火焰瞬间烧成了灰烬，露出了其中的掌青、雾氏、雾文、雾秀、雾言、孤幻汝，汝再进来。洛红颜嘱咐道。丹姬丝毫不敢怠慢，跪地叩首，对方让他误言，他连一声遵命都不敢说，便匆匆退出门外，牢牢关上大门。他终于坐靠在门上，冷汗浸满了全身。那是什么东西？海枯、天荒、亘古。这个时代没有亘古境界的大地，他也没见过大地。不可能，强如大地也是人类，但那不是人类能有的力量，那是怪物。他要做什么？要杀了长青，眨眨眼皮就能做到吧？那是要救长青，那样的存在想救活这么个野小子，也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吧？话说那样的存在还需要人守门吗？谁进去不是找死吗？那为什么还特意要自己出来？不想被打扰吗？到底是要做什么？我该逃吗？不行，会死的。他让我守在这里，我若是敢逃，一定会死的。殿外，丹姬正在无边的忐忑和恐惧中煎熬着，而殿内，洛红颜跪坐在地上，将长青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脸庞。青，想不到你竟变成了这副模样。他轻吸了一口气，源源不断注入长青体内的灵气，就好像改流的长河，转而流向了他的体内。而长青此时的身体鼓胀得如同气球一般，每一丝肌肉都充血般暴起，浑身赤红，充盈的灵气让他几乎在爆体而亡的边缘。洛红颜轻叹一声，这传承本就该属于你，是我疏忽了。放心吧，我一定会救你的。说罢，他指尖轻抚过长青滚烫的胸膛，长青的衣衫瞬间被蓝色的火焰燃烧成了灰烬。他打了个响指，顿时整个大殿内的烛火纷纷熄灭，连同整个百花洞内不见一丝光亮。黑暗之中，他褪下衣衫铺在长青身下。丹姬战战兢兢地在外面煎熬了许久，终于听到了殿内传来有些慵懒却依旧带着威仪的声音。小婵娟，汝进来。他小心翼翼地推门进去，大殿内的烛火再次升起，长青已经面色平稳，躺在地上，洛红颜的衣物铺在他身下，而洛红颜此时正跪坐在他的身旁。几缕火焰遮住了他雪白的身体，而他的身体正在慢慢变得透明，如同即将飘散的烛火。小婵娟，汝今后便跟在他身边，好生辅佐。洛红颜似乎很疲倦了，轻叹一声，嘱咐道。见丹姬小鸡啄米似的点头，他微微一笑，汝可以说话了，姑不会罚汝，安心。遵命。丹姬连忙跪下道。汝也不用心中有怨，汝跟着他不亏。汝身上这道玉灵树有点意思，叫什么名字？丹姬一愣，随即慌忙应答道。此树名为爱离别，乃是魂法玉灵树。他当初骗了长青，爱离别一共能使用4次，他其实还有一次使用爱离别的机会，就是留作以后关键时刻，要是和长青反目，能有一搏之力。爱离别倒也应了眼前情景。洛红颜轻捻指尖，一缕幽光在长青额头闪过，姑也在他身上留下了一道，只是这玉灵树确实有些玄妙，姑仓促间留下的这道爱离别只能使用2次，希望能帮到他。丹姬心中巨颤，爱离别是3大魂法玉灵树之一，眼前这个怪物不知道就算了，居然能在瞬息之间仅依靠自己身上的一道印记就破解了爱离别，甚至还使用了出来，若非亲眼所见，简直是天方夜谭。洛红颜轻叹一声，他身上还有一种毒法功法同样不错，能双修采补对方的一切，姑刚刚也学了去，稍加改良，将百花传承和炼法圣体都留给了他，姑也只能做这么多了。丹姬再次震惊的无以复加，邪圣留下的玄妙功法，眼前这怪物竟能随意改良，双修不是只能吸收修为吗？他怎么能把血脉体质甚至是传承都送出去？姑在汝身上留下了一道念意，会让汝在难生出2心，不过汝放心，之后姑会抹去汝这段记忆，汝会觉得这都是汝发自真心，汝没什么意见吧？没有。丹姬已经完全被吓成了乖宝宝，即便是这种无理的条件，他的头衣就摇得跟拨浪鼓似的。那便好。说罢，洛红颜的手在丹姬的额头上轻轻一点，丹姬只觉得眼前一黑，只一瞬间，他的身体便瘫软了下去，魂魄再次回到了长青的脑海内。洛红颜长叹一声，指着长青喃喃道：逆命，姑已深入局，定不会让你如愿，汝也该走了。说罢，他身形一晃，随着身上蓝色火焰的熄灭，倒在了地上。他的目光再次恢复清澈，变成了一脸疑惑的洛红颜。随后他好似想起了什么似的，露出了悲伤的神色，似乎是对着空气在说话，又似乎是在喃喃自语。我必须走吗？虽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但是他却像是听到了什么似的，点了点头。那我可以留下些什么吗？他又是自顾自的点点头后，走到长青的面前，掰开了他紧握的拳头，里面是他送给长青的那枚传念灵。将一道心念注入其中之后，他才依依不舍地将传念灵重新放回到长青手中。脑海中，
那座诡异的时钟开始逆转。长青睁开眼时，再次看到了熟悉的天花板，果然是死了。不过最后的时刻，那种奇怪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了，要先确认一下丹姬有没有跟我一起回来。这样想着，他小声在屋内呼唤了一下丹姬的名字。别叫了，我在这里。声音依旧从那个硅胶娃娃的音响处传来，只是从丹姬的声音变回了怪异的机械音，看来他还在，一切倒不算太糟糕。长青在脑海中梳理着自己的近况。前一世他将丹姬炼化成了血奴，杀死了柳露，用百花令开启了传承试炼。但最后坑人的是他，虽然名义上通过了试炼，但是却并没有得到传承。霍九天告诉自己，是因为另有其人在试炼中的表现超越了他。对于还有其他人能通过试炼，长青并不吃惊。虽然试炼的过程分外折磨，饶是他也不愿意再经历一次，但他相信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不曾低估过旁人的能力。只是整个百花洞应该没有足以威胁到洛红颜的存在了，而且那些女妖按理来说都是没资格去参加试炼的，到底是什么人在他试炼的过程中也参与了进来？唯一的可能就是有外人在这个时候来到了百花洞，加入了试炼。会这样巧合吗？又或者是洛红颜骗了自己？这都是他预谋好的。他还有同伙？怎么可能？长青摇摇头，否认了这个荒谬的想法。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头一次感觉思绪如同一团乱麻，毫无头绪。丹姬，在我试炼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大殿内发生什么异常？异常？丹姬想了想，没有什么异常啊。你的试炼不是一路顺利吗？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得到传承后就陷入了昏迷，我也就和你一同回到了你的天域中。你说什么？长青一愣，我的试炼很顺利，还得到了传承。是啊，你得到了传承啊，我感受得极为清楚，不会错的。我没死吗？你好端端的，为什么会死？可我明明回到地球来了。丹姬无奈道，都说了，这天域只是你的想象，你随时都能回来的，这和死不死有什么关系？长青懒得再和他争辩，他非说地球是什么天域，自己是什么孽天之类的鬼话，他已经听得烦了。他开始自顾自地推测其眼下的状况。丹姬没必要说谎，从他的视角看来，他确实没死，还得到了传承。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自己为什么会重生？他需要梳理一下重生的条件。一，在另一个世界死亡，他会立刻回到现实中，而后再次穿越重生。二，在另一个世界度过了3个月的时间后，他也会立刻回到现实中，再次穿越重生。时间上他可以很肯定，远远没到3个月，还剩下至少1个半月的富余，那导致他回来的是死亡。可丹姬说了，他并没有死，还得到了传承。从霍九天的话中，他也知道了，想要不在试炼的过程中死亡，必须通过试炼得到传承。他通过了试炼，也得到了传承，没道理死在试炼中。难不成他是通过了试炼，得到了传承之后被人杀死的吗？可不是有洛红颜在护法吗？自己怎么还会被杀死等等？如果连自己都死了，那洛红颜怎么样了？丹姬，长青急迫地问道。洛红颜怎样了？在我昏迷时，你可曾注意到他怎么了？洛红颜。丹姬愣了愣，你小子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明白？洛红颜啊，你装什么糊涂呢？我试炼的时候不是他在帮我护法吗？后来呢？我得到传承昏迷之后，他怎么样了？丹姬沉默了半晌，才严肃道：长青，你是不是糊涂了？你试炼的时候身边从来就没有别人，你说的什么洛红颜，只怕是你孽天的癔症幻想出来的。胡说！他少有的愤怒了。丹姬的话显然不可信，不值得生气。真正让他愤怒的是，有那么一瞬间，他居然真的怀疑起来洛红颜这个人的真实与否。因为在异界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所以他幻想出了一个和地球上女友叶清河一模一样的一个洛红颜。别开玩笑了，这种悬疑小说的套路也太无聊了。但是丹姬为什么要这样说？这么显而易见的谎言有什么意义吗？他不知道。就在这时，熟悉的那通电话响了起来，长青略有些忐忑地接通。当视频中出现了叶清河的那张俏脸时，他松了一口气。叶清河还活着，一切正常。如果叶清河和洛红颜是平行世界的同一个人，那洛红颜就不会出问题。想到此处，他顿时安心了不少，狠狠踹了一脚床上的硅胶娃娃，发泄了一下心中的不满。你等着，一会儿我再收拾你。长青，你在和谁说话呢？家里有客人吗？那我先挂了。电话那边的叶清河询问道。啊，没事，和别人打游戏呢。长青只能赶忙敷衍了一下，还说自己不颠呢，没有御灵，没有灵气，你手里的法器还会说话，你想想合理不合理？你说孽天能在自己的天域之中幻想出什么都不奇怪，但是你不能在现实中随便幻想。我父亲当初就是这样。最后，丹姬又不合时宜地开口道：“你闭嘴！”长青冲他吼道：“要不你先玩吧，
难得你玩得这么尽兴，从来没见过你在游戏里和人吵架呢。叶清河说道。清河，你等一下啊。长青说完，将手机倒扣在床上，拎起封印着单机的硅胶娃娃，打开厕所的大门，狠狠丢了进去，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你这小子不识好歹，本尊都是为你好，你居然这么对我！这里又是什么地方？快让本尊出去！厕所里，单机一直说个不停。不过，也许是他的声音是硅胶娃娃音响的电子音，再加上现在的聊天软件降噪效果都很不错，他的声音应该是被当作噪音处理掉了。叶清河什么也没有听见。长青回到床上，拿起手机，刚刚有点破事，我处理了一下，现在好了。没关系啦，你想玩就去玩喽，我就是担心你的病好没好，想打电话关心你一下。看到你这么有精神，还有精力玩游戏，我也就放心了。叶清河将被风吹散的头发撩到了耳后，笑着说。他的话让长青一愣。是啊，这次重生明显能感觉到身体比原先好了许多，甚至都不似之前那么虚弱了。趁现在还有时间，要不要去医院复查一次？万一真的有好转了呢？那岂不是一个绝好的消息？想到这里，他抑制不住的兴奋起来，跟叶清河简单的聊了几句之后，就急匆匆的去了医院，联系了给自己做检查的医生，约好了时间。6个多小时以后，他拿到了诊断结果，依旧是脑癌末期。但是从医生震惊的语气中不难发现，他的身体确实发生了变化。虽然恶性肿瘤经过系统的治疗后确实有可能逐渐缩小，但是你这个肿瘤竟然照比3天之前自行缩小了2毫米，这简直是个奇迹。就是你这个位置又多了一处阴影，现在还不太确定是什么，你可以明天再来复查。吃饭就吃饭拜，你总是莫名其妙笑什么？饭店里，叶清河一边给长青夹菜，一边疑惑道。他哪里知道长青欣喜的快要爆炸了，可能只有在现实中，他才可能有如此大的情绪波动吧。只要按照这个进度顺利进行下去，随着在异界修为的提升，他的脑癌也可以慢慢治愈，重新回到正常人的生活。现在唯一值得担心的事情只有一个，如果他在现实中永远跳不出1月8日这一天的循环，该怎么办？最开始的几世，他都是在1月8日的午夜12点穿越到异界。上一世和上上世，可能因为死亡的次数更频繁的原因，他穿越的时间也提前了，在12点之前就穿越到了异界。那这次呢？见长青陷入了沉思，没有回答。叶清河拿筷子在他面前晃了晃。你不是和我说想要庆祝才约我出来吃饭哟？结果你又不说庆祝什么，搞得神神秘秘的，在想什么呢？过一阵我再告诉你。好，那你可别忘了。叶清河的性格一向如此，长青不想说，他也不追着问。清河，和你商量个事呗。你说。叶清河一边笑眯眯的给他夹菜，一边应着，许是身体好了一些，长青难得的有胃口，今天吃的很多，他看着也高兴。晚上你别回去了，帮我个忙，去我家。叶清河点了点头。要我帮什么忙？陪我睡觉。啊！叶清河脸一红，有些扭捏道。太早了点吧。长青也赶忙意识到自己说的话有些不妥，慌忙解释道。不，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看着我睡觉？看着你睡觉？什么意思？长青跟前世一样，简单给叶清河解释了一下他的处境，只不过依旧把穿越解释成了梦境。他希望叶清河能陪他到午夜12点，首先确认一下这次还会不会在12点穿越，他还想尝试一下，如果在梦境中叶清河要是把他叫醒，他会不会醒过来，会不会脱离1月8日这个循环？穿越循环这种事情他肯定是不会告诉叶清河的，不过他所说的连环梦境也算是很匪夷所思了。不过叶清河依旧和前世一样，选择无条件相信了他。吃过饭后，二人简单逛了逛，就一同回了长青的家。叶清河住在学校宿舍，长青则是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房子。叶清河家庭条件优渥，长青从小到大也成绩优秀，各方面表现都不错，讨人喜欢。叶清河的父母也都将他当作亲生儿子对待。不过他依旧在上了大学之后就从家中搬了出去，独自居住，这也是他自己的要求，他不想太过依靠叶清河的父母。屋子还算整洁，叶清河来过好几次了，也不客气，倒了杯水坐了下来。好了，才11点，你不是准备让我陪你熬到12点吗？那我们现在做点什么？老实说，长青也没想过做什么，他甚至本来都没想到自己能坚持到这个时间还没迎来穿越。他也说不准11点到12点的这段时间里，他会不会突然就那么穿越到了异界，所以精神有些紧绷。不过看了看面前的叶清河，他的心情又有些舒缓了起来。没问题的，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只要自己还活着，还能见到他就足够了。要不我们玩会儿游戏？长青指了指电视旁的游戏机，说道。行，那等我去下卫生间。叶清河起身向厕所走去。好，等一下。长青连忙跟受了惊的兔子似的，一个跨步拦在了叶清河的面前。单机还在卫生间里。
要是被叶清河看见了那个糟糕的长腿御姐1:1等身硅胶娃娃，他可就裂开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万一丹姬突然说句话，他想都不敢想。怎么了？叶清河被他突如其来的吓了一跳。下水道坏了，厕所用不了，要不然我带你去楼下的公厕吧。不用，我就卸个妆。啊！长青冷汗直流，灵机一动，他捂住自己的肚子。哎呦，不行了，肚子太疼了，我先上个厕所，受不了了。他的演技有些拙劣，不过额头上流下的冷汗又刚好弥补了这一部分。你不是说下水道坏了吗？叶清河有些狐疑，二人一同生活了10余年，太了解彼此了，他一眼就能看出来长青在说谎。算了，卫生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叶清河挥挥手，你去收拾了吧，然后我再用。你总不能让我不卸妆，本来陪你熬夜就对皮肤不好。感谢。长青如释重负地跑进卫生间，关上门，丹姬正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刚见到他，长青就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威胁道：从现在开始，你一句话都不要说，你要是敢说话，我发誓我顶着违背血尸灵的风险，化成血水也跟你同归于尽，听懂了没？片刻后，硅胶娃娃的眼睛眨了眨，表示同意。眼睛也不许动，你就装个尸体，一动不动就完事了。见娃娃终于没了动静，他这才放心下来，想了想，卫生间里实在没什么地方能藏下他这么大个东西，只好用浴巾把它包上，硬着头皮拿了出来。叶清河很贴心，正背对着他低头玩手机，没有看向卫生间的方向。听到门开，他低头问道：收拾好了？等下。长青以100米冲刺的速度打开了卧室的大衣柜，把娃娃塞了进去，关上柜门。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他才满意地对叶清河说道：现在好了，你去吧。叶清河点点头，走进卫生间，关上了门。听到卫生间传来水流声，长青坐到了床上，长舒一口气。总之一切还在控制中。他突然看到桌子上正放着他下午在医院拍的片子，庆幸还好提前注意到了，不然要是被叶清河发现，就彻底说不清楚了。我怎么这么粗心了？他苦笑着摇了摇头。看来是一界太过残酷的环境让他的精神时刻高度紧绷，回到现实和叶清河在一起的时候又太过幸福安逸，注意力又都在他身上，脑子都转得慢了。好了，安逸只是暂时的，现在该考虑考虑正事了。他喃喃自语，刚想把那个片子也收到抽屉里，突然片子上的一片阴影引起了他的注意。虽然恶性肿瘤经过系统的治疗后有可能逐渐缩小，但是你这个肿瘤竟然照比3天之前自行缩小了2毫米，这简直是个奇迹。就是你这个位置又多了一处阴影，现在还不太确定是什么，你可以明天再来复查。他突然回想起今天那个医生说的话，当时他在医院只顾着惊喜于自己病症的减轻，没太在意脑中某个位置多出来的那个阴影是怎么回事。毕竟在他看来，自己是脑癌晚期，和一个死人也没什么区别，阴影什么的再糟糕也不会比他之前的情况更糟糕了。不过现在仔细观察，他越看越觉得古怪，这片阴影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像一道漩涡？他知道这是什么，并且再熟悉不过了，只是当时他没有往这方面去想。这是窍穴？不可能吧？饶是以他的沉稳心境都陷入了震惊之中。看了一眼卫生间的方向，叶清河卸妆很慢，他包里总是背着一些长青不太懂得的劳什子各种护肤品，自己家里也放了不少，估计他一时半会儿不会出来。保险起见，他先把医院的片子收到抽屉里锁了起来，而后5心朝天，盘腿坐在床上，摆出在异界修炼打坐时的姿态，催动心神。他开始向自己的脑海深处感受起来，这种感觉很玄妙，仿佛闭上眼他就能看到身体的内部。他很轻易的就感受到了脑海中那座诡异的时钟，此刻他似乎正陷入了沉睡之中，没有什么动静，只是那表盘依旧如噩梦般无定型的坍缩、蠕动、流淌，12颗代表时间的眼珠溶液似的在他的表面不断的形成又分解。不知为何，他能感觉到这座诡异的时钟是活的，但他要确认的不是这个，而是脑海中的窍穴。可能是这具身体和另一个世界的身体体质有所不同，也可能是受到了地球上没有丝毫灵气的影响。长青很艰难地感应着自己的脑内，却并没有如身处异界般瞬间就能和脑内的窍穴形成感应。不过在他的不懈坚持下，终于他在脑海中发现了一处诡异的漩涡，那是由无数的细小肉丝像是水中的线虫组合在一起，汇聚成了一个小小的漩涡，不断旋转。漩涡之中静静躺着一颗眼珠，仿佛是感受到了来自长青的注视，那眼珠似乎闪过一道金光。不会错的，这就是窍穴。在异界的时候，它是以气旋的形态存在于我的脑海之中，而在现实中就变成了这种诡异的形态，好像颅内的一只眼睛。长青突然注意到，在那颗眼珠的瞳孔之中正发着淡淡的乳白色光晕。乳白色的光晕，他太熟悉了，
难道是玉灵？喂，不是吧，太扯了。他虽然难以置信，但依旧全力催动心神，终于和脑中的窍穴形成了感应，取出了那枚玉灵。此刻，一枚乳白色的光团正握在他的手中。虽然只是一枚最普通的下品皇灵，但是依旧让他惊掉了下巴。眼前的景象如果出现在异界，当然平平无奇。可问题是，此时是在现实，在地球，在他林长青的卧室里。有些不放心地看了一眼卫生间的门有没有开，见卫生间的门紧闭，里面的灯亮着，确认了叶清河依旧在里面，他赶忙锁上了卧室的门。他要趁这个机会试一试手中的玉灵能不能在现实中发挥作用。如果真的可以，这不是妥妥的爽文剧情？想象一下，如果不只能治愈好自己的脑癌，更能把异界的修为玉灵带到现实中，那他岂不是神一样的存在？虽然长青没有多大的野心，也没想过要用这身修为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如果他真的做到了，那他的人生肯定会完全改变。怀着有些忐忑又有些激动的心情，他尝试着像在异界时一样，利用体内的灵力催动玉灵。虽然这是地球，不存在任何的灵气，他也没法像在身处异界时那样清晰地感应到自己体内的灵力，但在他的尝试下，手中的玉灵发出了一阵光芒，也带着他的意识进入到一片幻境之中。一瞬间，长青就置身于一片黑暗之中，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那枚玉灵依然在他的手中，化作点点星光，飘散在空中，最后在他面前汇聚成一个虚幻的人影。是叶清河，不是骆红颜。虽然两人长得一模一样，但他还是一眼分辨了出来，眼前的虚影穿着一身古装，素雅的白裙正是骆红颜的装扮。长青，骆红颜的虚影微微一笑，对他开口道：不知道你还能不能看到，毕竟这枚传念灵承载的心念太多，应该过不了多久就会消散了。长青这才想到，是的，这是一枚传念灵，当初他参与试炼时使用了敌魂灵，修为跌回到疏忽一转，骆红颜将一枚封存着圣者意念的传念灵送给他防身。当初长青看其太过贵重，应该是他的护身之物，推辞不要。为了让他收下，骆红颜毫不犹豫地向其中注入了一道心念，让这枚传念灵处在了崩溃的边缘。长青即使不收，过不了多久他也会消散。最终他收下了这枚传念灵，将其攥在手中，参与了试炼。可前世自己最终的结果不应该是死了吗？那时间起码应该倒流回到骆红颜给自己传念灵之前吧，但这枚传念灵却随自己一同穿越时空来到了现实中。一时间我也想不到有什么想和你说的，希望你在试炼中别遇上什么危险，用不到这枚传念灵吧。眼前的骆红颜低下头，略有些羞涩道：如果你真遇到了什么危险，用了这枚传念灵，若他救了你一命，你可就成了我的恩，是要报答的。我不了解你，我不知道你家住何处，年龄几何，可有恋人，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想做什么，我都不清楚。他长叹了口气，转而将自己的身世娓娓道来。我没见过我爹爹，娘亲和我说，爹爹闭关修炼，少则10年，多则数十年，对于爹爹那样境界的强者来说，10年8年只是弹指一挥间。娘亲说，等到我长大之后，他就要和我爹一同闭关修行，参悟炼法大道。当时我不理解，我讨厌修行，娘亲却和我说，唯有修行才能让人超脱凡俗，远离苦难。她还说，以后也会为我寻得一门亲事，我嫁的丈夫一定要如同9天之上翱翔的雄鹰，站在修行之路的巅峰。可我不想这样。10岁那年，家族出现了大变故，娘亲被迫我将我送到了遥远的分家避难。待到我14岁成年，家族的大变故似乎解决了，族中捎信来说要接我回去，娘亲还为我寻得了一门亲事。可我不想回去，我逃了出来，几经辗转，最后误入到了这百花洞之中。在百花洞中待了5年，我觉得世界是灰白色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一直在想着办法逃出这里。可有时候我反倒担心出去，家族神通广大，会不会有一天突然找到了这里，将我救出来，送我回去成亲。就算不去成亲，我又该做些什么呢？我对修行不感兴趣，可我好像除了练法也别无所长。他轻笑一声，似乎是在感叹命运的嘲弄，又似乎是在庆幸。直到后来我遇到了你，初见时只觉得你圆滑懦弱，和洞中其他的男人没什么区别。后来我发现那只是你的伪装，真正的你自私冷漠，胆大心细，甚至有些可怕。可就是这样的你，偏偏对我不同。你愿意为我冒险，护着我，为了我修邪道，为了我立下血誓，为了我去谋算邪尊，为了我独自留下了面对一切。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当时我只觉得你好傻，但不知从何时开始，你总是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开始担心你的安危，担心你会不会在柳露面前露馅，担心你会不会被丹姬拐入邪道，担心我们的计划败露，你能不能活下来。我害怕突然没有你，因为好像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什么都不用怕。哪怕你的修为再低，哪怕你看起来比我年龄还小，
可你让我确信了想法，果然修为不是一切。哪怕你只是一介凡人，我也相信，在你身边，我什么都不用怕。长青突然觉得鼻子一酸，不禁想起前世，他和叶清河漫步在结冰的河面，叶清河也说过同样的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和你在一块，我就什么都不怕了。骆红颜拨弄着手指，许久之后，才似下定了决心一般，抬起头，虚影之中，那双眸子仿佛穿越了时间与空间，现实和虚拟的界限，和他深情的对望。我想，我应该是爱上你了。我知道，你有自己的生活，也许还会有要完成的事情，也许不能随我一起走了。所以，等我们出去之后，我还可以在你身边吗？说完这些，眼前的虚影化作点点光芒慢慢散开，又重新涌回到长青的手中，汇聚成了那枚传念铃。长青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若说阴谋诡计，算计他人，他在行，可对于没有恋爱经验的他来说，这方面的智慧，说他是一块木头也不为过。他本以为对骆红颜这种错误的情感，全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可现在他才明白，也许这姑娘对他的心意，比他想象的还要深。既然他不想回到家族，不想成亲，可他却说出了让自己随他回到家族，只为了寻得敌魂铃，让自己不至于走上邪道。这句话的分量，好像比那枚珍贵的敌魂铃还要更重几分，可他能够予以回应吗？这算不算对叶清河的背叛？他想起前世在那幻境试炼中和骆红颜过完的那一生，当时虽说是在环境的刻意引导下，让他去和骆红颜形影不离，一直都跟随在他的身边，可扪心自问，凭他的意志，难道反抗不得吗？长青也说不清楚，也许在他的下意识中，对骆红颜根本就没有过半点排斥。就在这时，他手中的传念铃再次飘散起来，在他面前又重新凝结成了骆红颜的虚影。奇怪，他不是只注入了一道心念吗？眼前这道心念又是什么？这次骆红颜凝结出的虚影更加飘渺了几分，飘散不定，略有些模糊，但长青依旧能清晰地在他的脸上看到一抹泪痕。他凄然一笑，长青，我要走了。长青一愣，不明白他这是何意。在你试炼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里你得到了百花传承，跟我回了家族，我为你用了敌魂铃，不再修行邪道，跟我学习炼法。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你又聪明又努力，学得很快，修为提升的也很快。梦里我见到了爹爹，他很和蔼，待我很好，待你也很好。虽然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从我们回到家族之后，他再也没有闭关过，但我更喜欢这样的他。虽然我知道大概是假的吧。长青的心头一紧，升起一股糟糕的预感。果然，骆红颜摇了摇头，表情悲伤。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和你离开百花洞开始，整个世界在我眼中变得不一样了。我变得很奇怪，也许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我眼中的喜怒哀乐，一切的情绪全都颠倒了过来。每当看到你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到发自内心的厌恶。明明你是我最爱的人，可我却难以抑制对你的仇恨、厌恶之情。最可怕的是，每当有些邪恶的想法，半只脚踏入了罪恶的边缘时，我竟然会感觉到由衷的快乐、舒畅。我害怕这样的自己，也痛恨这样的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正邪大战，一众邪道围攻家族，我却在魔头的蛊惑下，将家族的布局、阵法、情报、弱点全都透露给了他们，做了家族的叛徒。我知道这是罪大恶极的恶事，会有无数的人因为我而死，可我却抑制不住的开心，我欢喜的都要炸了。他自嘲似的笑了笑，梦中的你还是那么的聪明，你应该是察觉到了我的背叛吧。当你掐住我的脖子时，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面目来面对你，我只能笑。我想，至少我应该让你看到我漂亮的样子。我更痛恨的是，在内心充斥着愧疚、懊悔、痛苦时，却反而觉得欢喜无比的自己。可你却没有杀我，我知道梦中的你爱我，你下不去手。那时我只感觉到一种对你强烈的怨恨、厌恶，充斥了我的内心。我觉得我快疯了，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我发自内心说的话，什么是我发自内心做的事。似乎是经历了强烈的情绪波动，骆红颜的虚影变得飘渺起来。但有一件事我确定，我爱你，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就什么都不怕。长青的心中震动了，此刻他终于明白了幻境试炼的真相。尽管无数次想要逃离，想要离开你的身边，想要离开我深爱着的家族，想过堕入邪道，甚至想过去死，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我还是鼓起勇气去完成我最大的心愿。骆红颜的虚影越发模糊，可他那双明亮的眸子却越发清澈起来。他轻轻擦拭掉眼角的泪水，笑着看着他。你知道吗，长青，在梦里我做了你的妻，回想起来真的很幸福。若是能正常着，再来一次就太好了。只可惜梦里我还是抑制不住对你的厌恶、仇恨，可我还是要做你的妻，我要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我就是要说，我骗不了我自己，我知道我就是爱你，哪怕我的心生了病，
我变成了怪物，我也知道。和你说出那些话的时候，我真的很幸福。他模糊的表情隐约能看到一丝不舍的追忆。后来我们在一起很多年，再后来你就老了，我陪你变老。你走了之后，我又独自支撑着家族走过了很多年。尽管一直饱受这种情绪的困扰，但只要想起你，我就什么都不怕。虽然想起你只会带给我更多的仇恨、煎熬、厌恶、痛苦，可我就是要想，我就是要想。骆红颜倔强地重复了一遍，冲长青眨了眨眼，似乎在说，看我厉害吧。而长青已经彻底呆住了，他想到了当时在试炼环境中霍九天对他说的话，你虽然通过了试炼，但表现却不如另一位，所以这传承我不能给你。根本没有其他人加入试炼，另一个通过试炼之人就是骆红颜。他只是在颠阴倒阳的折磨下潦草地过完了这一世，勉强迁就着骆红颜的种种，用责任和意志来约束自己，变成了一块坚硬的石头。而骆红颜却主动承担起了这一切，主动和他走到了一起。如果骆红颜不提，他还会不会和他回家族？如果骆红颜不提，他还会不会和他成亲？根本不是什么幻境的狗屁安排，都是眼前这个女孩在忍受着和他一样的折磨之下做出的选择，他不过是跟在他身后罢了。看来霍九天说的没错，我的表现确实不如他。自己靠的是意志和责任，那他靠的又是什么？那长青答不上来，他只是觉得无形之中欠了这个女孩很多，怎么还不清？不知道是不是传念灵承载的信念多到了极限，还是他早已处在了消散的边缘。骆红颜的身形变得越来越模糊，几乎快到了要彻底消散的程度。长青，眼前的女孩柔声道，求求你不要忘了我。他的话让长青有些疑惑，但眼前只是一道心念，就算他去问也问不出什么的。传念灵似乎已经开始消散，骆红颜的虚影立在原地，口中只会不断重复着最后一句话，长青，求求你不要忘了我。这句话不断地在他的脑海中萦绕，越来越缓，越来越轻，直到最后随着骆红颜虚影的消散也消失在了风中。长青睁开眼，只觉得一阵恍惚，他依旧坐在床上，手中的传念灵已经消失不见。叶清河还在卫生间没有出来，长青看了一眼手机，时间是0点01分。如果是在刚刚看到这个时间的他，恐怕会兴奋地跳起来，这证明他摆脱了1月8日这天的循环，哪怕是1分钟也是巨大的变化。可现在他却提不起这个精神，满脑子都是骆红颜最后留下的话，长青，求求你不要忘了我。这段心念是他什么时候留下的？为什么要给自己留下这样一段话？他说要走了，让自己不要忘了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一种越发强烈的慌张萦绕着他的全身，他只觉得哪里不对，似乎有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发生了，但他却什么都不知道。这种对于未知无法掌握的不安感是他最讨厌的。不止如此，他就好像地震来临前本能不安躁动的动物一样，汗毛竖立，冷汗直流，无端地感觉到无比的惶恐。夜晚死一样的寂静，猛然从床上坐了起来，他再也克制不住一种冲动，求求了，发生点什么也好，不要再这样让他不安了。他恨不得现在立刻穿越回去，搞清楚到底在骆红颜身上发生了什么。不行，他打开了卧室的衣柜，拿出了藏在里面的单机，走向卫生间。他要告诉叶清河，和他分享全部的真相。如果他不信，就让这个会说话的娃娃来解释，哪怕是说出来他爱上了骆红颜的事情也无所谓。他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惶恐不安的感觉了。如果不告诉叶清河，他会疯掉。长青一把推开了卫生间的门，清河，我有事情想和你说。话音未落，他却愣在了原地，手中的娃娃也跌落在地上。整个卫生间空无一人，一种如坠冰窟的感觉爬上他的全身。他试探着喊了2声，理所当然的没有传来任何回应。难道是出去了吗？凌晨12点，他出去干嘛？仿佛自我安慰似的，他一边喃喃自语，一边拿出手机，准备给叶清河打一个电话。诡异的是，手机的通讯录里他保存的叶清河的号码不见了。来不及管那么多，他凭记忆熟练地输入叶清河的手机号码，拨打了过去。对不起，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您查证后再拨。开什么玩笑啊！长青愤怒了，他对自己的记忆一向有自信，不管怎样，叶清河的号码他是不可能记错的。反复确认了几遍，他再度拨打了过去。对不起，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您查证后再拨。长青慌了，惶恐不安地翻阅起手机，想在各种聊天软件里找到叶清河，打一个视频通话。可那个平日里一向被他设为置顶的好友，却在他的好友列表里诡异的消失不见，无论他怎么翻找都查找不到。他不甘心的又在手机里输入了一串号码，祈祷着会有人接通。手机响了几声之后，居然成功接通了。另一头传来一个沉稳的中年男人的声音：喂，你好，叶叔叔。是我，长青。
您知道清河去哪了吗？我联系不上他了。长青急迫道。小伙子，你是不是打错了？他表情一滞。叶叔叔，您不记得了吗？您女儿叶清河啊。我没什么女儿，你打错了。男人的声音略带不悦地挂断了电话。一瞬间，长青只觉得天旋地转，精神恍惚间，他跌坐在卫生间冰凉的瓷砖上，眼神空洞而呆滞，不敢相信这一切。小子，你怎么了？又在发什么癫？一旁的硅胶娃娃突然发出声音，长青仿佛抓到了什么救命稻草似的，扶着他的肩膀使劲摇晃道：丹姬，你记不记得和我一起进屋的那个女孩叶清河？你知道她去哪里了吗？哪有什么女孩，你个癫子，从回来之后就莫名其妙把我塞到柜子里，然后风言风语说个不停。够了。长青不想听到这些，他又问道：那骆红颜呢？你记不记得骆红颜？就是我初见你时在我身边的那个女孩，我为了送她出去和你立下血誓的那个女孩，你还记不记得？丹姬叹了口气，都说了是你在发癫，你身边从来就没有过什么骆红颜，我听都没听过。你放屁。他把丹姬丢在一旁，双手抓着自己的头发，真的跟发疯了一般，脑海中再度回忆起骆红颜留下的那段心念。最后一句话：长青，求求你不要忘了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叶清河不见了，骆红颜也不见了，就仿佛根本没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一样。百花传承一定是百花传承，不管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起因都是他参与了什么狗屁试炼，才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强行平复了一下心态，长青勉强站起身，打开水龙头，用冰凉的水洗了洗脸，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还有机会，我有重生的能力，只要能穿越回到参加试炼之前，带着骆红颜离开百花洞，离那个什么狗屁传承越远越好，一定就能避免这一切。可我该怎么重生？现在已经过了午夜12点，已经超过了前几世我重生的时间，我触发穿越重生的契机到底是什么？是了，重生，不死，哪来的重生？前几次每次重生都是我因为脑癌死在了午夜12点，才触发了重生的条件。这次我因为修为提高等原因，病情得到了缓解，在午夜12点到来的时候，我还没死，所以才没法重生。对，一定是这样。他恍然大悟，转身便去厨房拿了一把菜刀过来。只是他不曾注意到，在卫生间的镜子里，他的表情偏执而疯狂，就好像一个真正的疯魔。长青拿来一个水盆，接满温水，学着电视里的样子，把手腕泡在水盆中，用刀抵住手腕。小子，别在梦里发癫了，赶快回到现实，我们拿到了传承，就该离开百花洞了。你这样一直颠下去，小心再生什么变故。反正这都是你的幻想，都是假的，你就别……闭嘴！长青反手一刀就剁掉了他的一根手指，表情好像狰狞的恶鬼。你再敢蛊惑老子，老子把你头也给剁下来！说罢，他咬咬牙，往自己的手腕一抹。清河，红颜，等着我，我一定会改变这一切，我一定会救你们。嫣红的鲜血瞬间染红了水盆，长青只觉得身体越来越冷，意识也越发模糊，整个空间也开始扭曲起来，耳边不时传来不知名的喃喃低语。卫生间的瓷砖扭曲成了一根根蠕动着的线条，最终形成了一幅新的景象。睁开眼，他正身处在一座古色古香的大殿中央，正是彩云间。此刻他端坐于王座之上，王座之下，数不清的女妖正叩首在地，顶礼膜拜。哎，长青的表情僵死在了脸上。这是什么时候？丹姬的肉身正面无表情地站立在他的身侧，颇感无奈的声音从他的脑海中传来。还没从幻觉中回过神来呢。你得到传承之后，自然也就成了这百花洞之主，这些女妖自然也都臣服于你。我说的不是这个。长青打断他，我说的是，为什么我没有重生，我没有穿越回过去？丹姬的声音有点发懵。为什么要回到过去？眼下不是很顺利吗？况且，你的本命玉灵不是只有在死后才能重生吗？你只是在幻觉中自杀了，现实中又没有死，怎么会重生？喂，你要干什么？丹姬的话让他恍然大悟，他心念一动，直接将丹姬肉身内的上品天灵赤血沸腾灵收入到地宫府中。你疯了吗？催动天灵，你会直接被抽干全身灵力、血气，还有本源，死的不能再死，正合我意。之前他不确定前世是不是死在了试炼的过程中，既然现在没有穿越回过去，那这次自己实实在在的死一次，就肯定能回去了。他要逆转时空，要改变这一切，去他妈的百花传承，他要自己心爱的女人回来。长青脸上流露出疯狂的笑意，毫不犹豫地催动起赤血沸腾灵，一阵金光闪烁，他体内仿佛出现了一个黑洞，将他的整个身体由内而外的吸收进去，瞬间就将他化为了一片虚无，死的不能再死。脑海中那座诡异的时钟终于开始逆转，漆黑的流淌在表盘上的粘稠之物蠕动着，将他的思绪一点点抽离，直到彻底陷入一片黑暗之中。长青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映入眼帘的是白到有些发亮的天花板和浓重的消毒水气味。他一个机灵，想要坐起来，却感觉浑身无力，只能颤颤巍巍地举起手。我这是在哪？稍微清醒了一些，长青扭头左右看去，整个房间整洁干净，一些他看不懂的医用仪器正立在床边。他看向自己的身上，正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床边有一个椅子，椅子上正坐着一个女人，她一身干练的职业装，趴在长青的手边，正睡着，脑袋如同一团乱麻，完全不清楚眼前的状况。现在是几月几号？我这是在什么地方？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成功重生了吗？叶清河还在吗？丹姬呢？丹姬又在什么地方？他挣扎着坐了起来，想要看看自己的手机在不在身边，起码先确定一下日期，再去确定叶清河还在不在。他闹出的动静让床边睡得很浅的女人坐了起来，揉了揉眼睛，见到他醒来，忙惊喜道：儿子，你醒了，你快躺下，我去叫医生。说完，还没等长青说什么，他就急匆匆地走到了门口，不过并没有像他说的一样去叫医生，而是探出头对门外的人吩咐了些什么，就赶快又回到了长青的床边。女人抓起他的手，声音关切道：儿子，你感觉怎么样？你吓死我了。他的眼眶有些泛红，长青带着疑惑打量起他。这个女人长得很漂亮，不过能看出来年龄不小了，眼角有几缕细密的皱纹，她画着精致的妆容，但是依然能看出来面色很憔悴。仔细看去，她倒是和自己有3分相像，眉眼都是狭长犀利，只是此时她一副忧心忡忡的表情，看不出这副五官自带的威仪。见长青有些呆愣的样子，女人急迫道：儿子，怎么了？你是哪里不舒服吗？阿姨。长青试探着问道：你是谁？此言一出，女人一下子愣住了，如遭雷击。儿子，你别吓我，你……她急出了眼泪，见长青依旧是那副不知所措的表情，她急得跑到门口，冲着门外喊道：快，医生呢？叫医生来啊！苏总，您别急，医生已经来了。再叫，把最好的医生叫来，神经科、精神科，不管是什么科，把最好的专家都请过来。门外候着的小秘书不敢怠慢，小跑着去了。不多时，整个病房里就陆续进来了各路医生、专家。长青任由他们摆布着做了各种检查，回答了各种问题。他脑海中思绪飞转，分析着眼前的情况。他怀疑其实自己根本没有穿越，此时他还处在百花传承的试炼中，眼前的一切都是幻觉。可是这样的试炼有什么意义？要考验什么？看了看一直站在床边满脸焦急的女人，长青试探着问道：阿姨，哎，怎么了儿子？女人抹了一把眼泪，露出来一个牵强的笑容，柔声问道：您能帮忙把我的手机拿来吗？哎，好。女人连连点头，对门外的秘书吩咐了2句，不多时就拿着手机走到了长青的床前。接过手机，长青第一眼看向手机的日期，上面赫然是1月10日。他又赶忙打开通讯录，没有叶清河的号码，甚至手机上还保存着他拨打给叶清河和叶叔叔的通话记录。长青不信邪的再次打了过去，依旧显示是空号。他就仿佛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躺在了床上，闭上了眼。为什么失败了呢？让时间流动的代价，难道就是失去最爱的人？那他宁愿永远被困在同一天的循环里。阿姨，您能让他们都出去吗？我想静一静。长青开口，声音透着深深的疲惫。儿子，听话，让医生帮你好好检查检查。你让他们都滚出去。他突然暴怒，什么狗屁人生，莫名其妙的穿越，莫名其妙的重生，莫名其妙的失去了最重要的人，现在又莫名其妙多出来这么多医生，问来问去。最讨厌的就是莫名其妙出来的这个女人，非要管他叫什么儿子。不知道他是孤儿吗？被叶清河的父母抚养长大，他哪来的什么亲人？可偏偏看到这个女人强忍着伤心对自己关心备至的样子，他的鼻子就有点发酸。女人有些无奈的冲一旁的秘书挥挥手，秘书会议将病房内的医生都请了出去。儿子，你稍等一下，妈妈一会儿就回来。等一下，长青又叫住了他。阿姨，我是怎么来到这个医院的？你全都不记得了吗？你跟家里闹别扭，躲到外面，等我找到你的时候，我在卫生间割腕了。他试探着问道，尽管思绪一团乱麻，但他还保持着基本的理智，稍微推测一下就能猜到。女人有些伤心的点点头。儿子啊，有什么不开心的？你和妈妈说，以后千万不要再做这样的傻事了。长青下意识的答应下来，但他突然又想到丹姬好像还在那里，又急忙问道：阿姨，你们发现我的时候，房间里有没有一个硅胶娃娃？虽然有些难以启齿，但该问还得问。女人明显一愣，然后语重心长道：你想要什么？妈妈给你买新的。那房子晦气，就别再回去了。不行，长青急了，我只要那个
你要是不能帮我找回来，那就让我自己去找。眼看他激动起来，女人赶忙安慰：好好好，你别急，妈妈这就让人去给你找回来。说完，他出门向外面的秘书嘱咐了几句，正待他要回去时，又被屋外的专家叫住，交代了片刻。过了一阵，女人再次回到了病房，长青躺在床上，用手背遮住眼睛，满脸疲惫之色。就在女人出去后，他做了最后一个尝试。他有在想，会不会自己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和地球很像的世界。他第一反应就是打开手机的摄像头，看一眼自己的长相，有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不是地球上的样貌。让他失望的是，屏幕中出现的是他看了20多年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脸。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在他眼里，哪怕是穿越到另一个世界，也比叶青和凭空消失要来得好。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席卷上他的心头。他实在是太弱小，太渺小了。面对这种未知的恐怖，他竟然没有一丝挣扎反抗的余地。连续2次的死亡重生，却并没有逆转时间，反倒让现实中的人生更混乱起来。儿子，女人坐到长青的床边，强颜欢笑。别担心，妈妈已经让人去给你拿了，一会儿就给你拿过来。谢谢您。长青犹豫了片刻，开口道：阿姨，我可能真不是您儿子，我不认识您，我也没有父母。女人的笑容僵在脸上，她满面愁容地摸了摸长青的脸。妈妈知道你不记得了，没关系的。医生说你可能受了刺激，有失忆、妄想这些症状，但是你放心，有妈妈在，妈妈肯定想办法治好你。长青叹了口气，没有接话。他看了看四周，宽敞明亮的高级病房，想到眼前的女人仅仅一句话就叫来那么多所谓的专家，他转而问道：您很富有？女人点点头。儿子，妈妈的就都是你的，妈妈以后再也不逼你了，明天妈妈就带你回家，你好好治病。治病不应该在医院吗？医院不舒服，咱们回家，妈妈给你找最好的医生。长青摇了摇头，我没病，也不需要您给我治。儿子，阿姨，您别急。长青打断他，我说的话可能在你看来匪夷所思，但是一会儿等您把那个娃娃拿过来，我就能解释清楚了。他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丹姬身上，毕竟可能在这女人看来，自己是他的儿子，是个失忆症患者，如果贸然说出什么穿越、重生之类的，也许会被当作精神病看待。但如果一个会说话的娃娃出现在他面前，起码他不会当自己疯了，也能相信自己并非是他的儿子吧。虽然就算能证明这点，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是他总要证明些什么。这个世界错了，颠了，疯了，他一个孤儿跟心爱的女生过得好好的，突然他就凭空消失，人间蒸发了。紧接平白无故冒出来一个富婆，一口一个儿子的叫着。他要把错误的全都纠正过来，他要找回叶清河，找回洛红颜，让人生走回正轨。女人无奈地应了一声：好，我儿子没病，我儿子没病，妈妈不逼你，你有什么想解释的都跟妈妈说，妈妈听着呢。长青点点头：阿姨，我叫林长青，是吗？女人对于他还能记住自己的名字感到十分惊喜。您叫什么？苏青燕。苏阿姨。长青想了想，斟酌着开口道：我说的这些您可能不相信，但是句句属实。我可能来自另一个世界，在我的印象里，我没有父母，是个孤儿，我是被一家人收养长大的。后来我穿越到一个奇怪的异界，可能因为我触犯了什么禁忌，产生了蝴蝶效应，导致影响了现实。等我回来时，我就莫名其妙成了您的儿子。我知道这挺离谱的，您肯定不能相信，但是马上我就能证明。我从异界带回来一个魂魄，就被封印在那个娃娃里，等您的人把那个娃娃带回来，我就给您证明。苏青叶摸了摸他的头，好，妈妈信你，等你证明，那你也答应妈妈，以后不要再想不开做傻事了。长青有些无奈的点点头，也对，从他的角度看来，这无非就是一个神经兮兮的傻儿子在胡言乱语罢了。他关心的只有他还会不会失去自己宝贵的孩子。这关系虽假，但情谊是真。长青能感觉到苏青燕对他深深的母爱，可惜这份爱不属于自己，也并非他所求。苏青燕不信很正常，恐怕他现在就跟哄小孩似的，想着等长青慢慢被治好，又变回他的好儿子吧。但他注定要失望了，因为等到有人把丹姬拿过来后，长青说的一切不由他不信。也罢，趁这段时间先收集一下情报吧，知道的信息越多，他才越有可能改变这一切，一味的逃避终究不是办法。您能跟我讲讲我的身世吗？好，妈妈给你讲。苏青燕给他讲了许多，也让长青对于眼下的境况慢慢清晰了起来。他依旧名叫林长青，这点没变。可他并非孤儿，相反，他是本市首富，苏青燕的独生子，说是天之骄子也不为过。而且从小便聪慧过人，成绩优异，双商在线，外加上深得父母的疼爱，妥妥的人生赢家。但是对于叶清河，对于孤儿院，对于自己曾是孤儿的种种事情，苏青燕一概否定。几个月前，因为和家里闹了矛盾，他一气之下离开了家，在外独自居住。至于是什么矛盾，
苏清燕却只字不提，可能是担心刺激到他吧。殊不知，其实长青根本不在乎。他的父亲并没有急于劝他回去，似乎是想挫一挫他的锐气。而他的母亲苏清燕则非常溺爱他，但又不好忤逆丈夫，于是就在1月8日那天，趁着丈夫繁忙，偷偷来到长青的住所，想要劝他回去。正好赶上了他在浴室内割腕自杀的那一幕。故事不错，可惜都是假的。长青在心里叹息着，摇了摇头。这样的人生，说实话，应该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但并非长青所愿。他是个自私、阴狠、不择手段的人不假，但不代表他贪婪。他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而除此之外，其他东西他不是很在乎。万贯家财对他来说可有可无，有则更好，无也无谓。对于父爱母爱的渴望也早在好多年前就已经熄灭了，更何况眼前这个便宜妈妈他根本不认识，哪里会有什么触动。他最在乎的人只有叶清河。哦，也许现在又多了个骆红颜。苏阿姨，您说的真挺好的，要是可以的话，我挺想当您儿子。可惜这真的不是我的人生，我最在乎的女孩不见了，我得给她找回来。苏清燕抹了一把眼泪，儿子，凭你的条件，什么样的女孩都找得到，你何必？长青苦笑了一下，苏阿姨，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就在这时，病房的门被敲响，苏清燕的秘书抱着个裹着一层床单的娃娃走了进来。抱着等生硅胶娃娃一路赶来，这种事情对她一个大姑娘来说还是太羞耻了，但奈何苏总交代的事情10万火急，她也来不及找什么包装，就这么把娃娃抱了过来。长青眼前一亮，接过娃娃，翻开包裹着的床单，正是单机。苏阿姨，让您秘书出去可以吗？苏清燕点点头，使了个眼色，小秘书便乖乖退出去，关上了门。长青把娃娃拿起来，对他说道：单机，说话。怎么了，小子？机械的电子音从娃娃脖梗后的音响传来，长青急忙激动地看向苏清燕，苏阿姨，您看，他会说话。见到苏清燕捂住嘴巴，瞪大了双眼，他满意地向单机接着问道：你说说，你是什么人？我是从哪来的？单机没好气地回应：你个癫子，又开始发癫了。本尊名为单机，尊号彼岸，一时大意被你这小子封印在你的天域里。你小子是孽天，天生疯癫，至于你从哪来，本尊怎么知道？你又没和本尊说过。长青把娃娃拎到苏清燕面前，您看，这就是个普通的硅胶娃娃，可不是什么人工智能。您见过这么诡异的东西吗？苏清燕捂着嘴巴，摇了摇头，她似乎是被吓到了，有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您听到他说话了吧？苏清燕木讷的点点头。所以您看，我说的都是真的，这是世界真存在什么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就像是我的穿越重生，但是我带回来的这个魂魄就是最好的证明，不信您和他说句话。苏清燕连连摆手，但长青还是不依不饶的让他对单机问2句。你好。苏清燕只能小心翼翼的开口。不是，小子，你到底在干什么？让这些你幻想出来的东西跟我说什么？单机的声音不满道。听到了吧？他回应了。长青激动道。苏清燕表情僵硬的点点头。长青突然觉得哪里有些奇怪，但是又说不上来。他试探着问道：苏阿姨，刚刚你确定听到他说话了，对吧？对啊。他说了什么？他和我打招呼呢。苏清燕的声音有些迟疑，这句话让长青的神经突然紧绷起来，他不敢相信地查看起硅胶娃娃的全身。突然他愣住了，硅胶娃娃的双手10根仿生的手指根根分明，圆润饱满。他明明记得自己割腕之前曾用刀剁掉了娃娃的一根手指，再仔细看去，这个娃娃好像比自己的那个要略新一些，没有被他拳打脚踢胡乱丢来丢去蹭上的那些污渍。这个娃娃是新的，根本不是寄宿了单机魂魄的那只。小子，你又在乱摸什么呢？单机冰凉的机械音再度传来。长青下意识看了一眼苏清燕，他还保持着那副伤心迷茫不知所措的模样，完全不似听到了单机的话。不对，这个娃娃不是我那个。长青一把将娃娃甩开，扔到地上，仿佛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苏清燕握住他的手，柔声安慰道：儿子，之前妈妈觉得那屋子里的东西晦气，就让人都给丢掉了。这个娃娃是妈妈刚才吩咐人买了一模一样的，你要是不喜欢，妈妈再去给你买，你别生气。那你真能听到他说话吗？能啊，能听到的。你听不到。他崩溃地抓着自己的头发，地上单机机械的电子音还在吐槽着他的疯癫。苏清燕已经摁下了床边的急救铃，不一会儿就有几个护工冲进来，七手八脚地把他摁在床上，不由分说地将一根针剂注入他的体内。意识濒临消散之际，他突然笑了。是啊，仔细想想也是，哪有什么意见，什么玉灵，什么百花洞，什么合欢宗，什么邪尊，都是假的。会说话的硅胶娃娃，亏我想得出来，这怎么看都是有病吧。
我怕是真的疯了。他感觉到意识正在从身体中抽离，眼前的一切都扭曲变形，成了蠕动着的线条，构筑成了一个新的画面。睁开眼，他身处在一座古色古香的大殿中央，正是彩云间。此刻他正端坐于王座之上，王座之下，数不清的女妖正叩首在地，顶礼膜拜。看清了眼前的情景，他瘫坐在王座上，脑海中丹姬却反倒长舒了一口气。你小子终于肯回到现实了，不发癫了，正常了。长青苦笑道，在我回到现实之前，你在我脑海里看到了什么？丹姬想了想说道，一群白褂子把你摁住，然后你就回来了。长青沉默了，他就那么呆呆地坐在那里，不知在想些什么。许久之后，他又从丹姬的肉体内取来了赤血沸腾灵到地宫府中。小子，见他又要自杀，丹姬有些无奈的声音传来，饶是你的本命玉灵能够逆转时空，助你重生，但也不是让你这么作死用的。我不清楚你到底在幻境中经历了什么，又在你的天域里幻想出了什么故事，但你得振作起来。幻想终究是幻想，不是现实。你根本不懂。长青打断他，这次他并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暴躁，只是很疲惫地说道，你们都不记得了，只有我记得。记得什么？记得2个人。长青想了想，如果说在所有的人中找一个对这个异界最了解的人出来，那一定就是丹姬。他作为原住民，还是活了300多年的邪尊，了解的事情肯定比自己多得多。犹豫片刻，他还是将百花洞中和洛红颜发生的一幕幕，以及他的突然消失讲了出来。丹姬分析了一下，说道，有2种可能。第一，你毕竟是孽天，有发癫的状况很正常，这个洛红颜可能就是你根据天域中的那个恋人叶清河虚构出来的人，但这解释不通几件事。长青即便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你说的那些解释不通的事情全都清清楚楚地摆在我面前，毫无漏洞。长青有些泄气，他明白，当一个人被所有人遗忘，他存在过的痕迹全都消失，即使他记得，也只会被当作发疯而已。但还有一种可能，也许这是一种御灵的效果。御灵？长青的精神为之一振。御灵，传闻10万年前有位陨落的邪帝，帝号明帝，传闻明帝的本命御灵名为湮灭，能给人带来真正的死亡。真正的死亡？长青不解。据说湮灭能让人彻底消失，不留魂魄，不留肉体，甚至连存在过的一切痕迹都会被抹去。但只是传说而已，毕竟10万年了，真伪难辨。传说明帝用湮灭的力量屠尽了8红界域一整个时代的修士，一度让8红界域的人族衰微，那里直到现在依旧是异族猖獗，人族势弱。你觉得洛红颜是被湮灭了？长青问道。只是猜测而已，因为谁也说不清存在过的痕迹都会消失，具体是什么意思？如果按你的说法，那就是连别人对他的记忆都会消失，篡改全世界的意志，难以想象这是多么恐怖的力量。丹姬想了想，还是摇摇头。其实我这个说法很牵强，有一个地方解释不清，如果是亘古境界的强者，大帝级别的存在使用的本命御灵，凭什么偏偏你能保留对他的记忆？我还是更倾向于是你在发癫。不，长青连连摆手，我肯定没有发癫。你说的对，一定就是湮灭。如果是湮灭，我该如何才能救他？丹姬在心中叹了口气，在他看来，长青说的这一切都是一个孽天的日常发疯罢了。他说的明帝湮灭确实不假，但这些都已经是很古早的传说了。他说这些更多的也不过是想安慰长青，让他别再一直无意义的自杀下去。我再死一次行吗？我重生回他被湮灭之前，这样是不是就能救下他？做不到的，就算你是孽天，你的本命御灵也不过是天荒强者的遗物而已。湮灭那可是大帝的本命御灵，级别在你之上。如果是从根本上抹除了他的存在，即使你重生了，也会发现他可能连出生都没出生过，存在都没存在过，怎样逆转时间都是徒劳。长青本来激动的神色再次黯然下去。你也别灰心，虽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抗衡湮灭，但如果你能走到我不曾达到的高度，或者说你能做到比肩大帝的程度，也许就能找到复活他的办法。虽然这听起来更像是画饼，但长青想了想，竟然毅然决然的点点头。沉思良久后，他从王座上端坐起来，又重新恢复成了一如既往的冷静模样。是了，这下都能解释得通了。如果让洛红颜消失的是大帝的存在，这个世界上最顶尖的力量，那就解释得通了。他的存在被抹杀了，彻底消失。如果按照我之前的推断，洛红颜就是平行世界的清河，那么随着洛红颜的消失，清河也难以幸免。而且从根本上的抹除，让丹姬这种邪尊级别的强者都受到了影响。他不记得任何与洛红颜有关的事情，洛红颜就仿佛从未在这个世界出生过。洛红颜给这个世界带来过的影响全都会被修正，所以在丹姬的记忆里，是我独自一人想出了弄死柳露的炼法，是我一个人封印了他。
那么清河也是一样的，他从未在这个世界出生过，所以叶叔叔会不记得他，他对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也被修正了。就是说，如果叶清河不曾出现，我的人生应该如现在这般吗？哎，长青突然一愣，想到了一个细思极恐的事情。难道我成为孤儿和叶清河有关系？是他改变了我的命运？他把这些都抛在了脑后，如同乱麻的信息让他难辨真假，想要一口气挖掘出真相显然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点点抽丝剥茧。眼下能够确定的就是他需要变强，需要更加了解这个世界。我还有一个问题，在地球上，就是你口中一直所说的天域内，为什么我手边的那个硅胶娃娃明明不是封印着你魂魄的那只，我却依然能听到你说话，其他人则听不到？你是孽天，天域是由你创造出来的，只要你想，你让天说话，让它说话都行，更何况是一个娃娃？唯心论吗？就是说我没疯了？长青并不相信丹姬所说的什么孽天、天域，且不管真假，他只需要知道自己没疯，他要复活洛红颜，复活叶清河就够了。说白了，我的魂魄被你带到天域中，你想让我在哪，我就在哪，哪个娃娃说话都不奇怪。明白了。长青长舒了一口气，如果现在是身处地球，他会习惯性的用冷水洗一把脸。他从不迷茫，也从不怯懦，唯一能让他动摇的只有未知。现在情况已经清晰明朗了，这种未知带来的恐惧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他又恢复成了那个奸诈、冷静、目标明确、无所畏惧的自己。大帝吗？那就来吧，看看能不能阻挡我。反正为了治愈现实中的脑癌，他也会被迫修行下去的，那就尝试着登上更高的巅峰吧。不是一定要登上最高的巅峰，成为最顶尖的强者，超越大帝，找到复活爱人的办法。丹姬啊，以你看来，我能修行到什么境界？丹姬显然没想到他会突然问这么一句，沉思了片刻，回答道：你是万中无一的孽天，这样的底蕴代表着，如果给你足够的资源和时间，确保你不会中途夭折，顺利修行到天荒境界不成问题。但这个世界，天资和底蕴从来不能说明一切，我就亲手斩杀过无数的天才。那些所谓的天之骄子，个个自命不凡，不是有着逆天的天资，就是有着数不尽的家族底蕴，但那又如何呢？追忆往昔，他不由得意气风发起来。老娘，我当年开启窍穴时和你一样，只是疏忽一转，废柴中的废柴，叛逃家族，修行血法，走邪道，独身一人，天资和底蕴我一样不占，最终我不还是成了邪尊？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智慧，是狠辣，是果决，是坚持。归根结底，决定你高度的是你的心性。你小子区区疏忽境界，只身一人，能将我堂堂邪尊谋算成你的血奴。你天资可能不高，但你是孽天转世，如今又有顶级的百花传承在手，还有我这个邪尊肉身跟随左右，底蕴深不见底，又有比本尊更加狠辣、阴险、果决的心性。决定你最终的成就，唯一不确定的，可能就是运气吧。长青淡淡一笑，他又恢复成了一如既往的冷静、从容，面无表情。那你就好好见证吧。虽然我这人一向很淡泊，但在有不得不去做的理由时，我会强得可怕。他指了指大殿中正跪在地上的几百名女妖。你之前说，得了传承之后，我就是这百花洞之主了，这些女妖都将臣服于我。是，你没发现得了传承之后，百花令就融入到你的体内了吗？不只是这些女妖，传承的守护者，百花残魂也会听命于你，就是前世和你交战的那个。他实力很强，虽然他的灵力恢复的极慢，可以说是无源之水，但守护这个传承绰绰有余，若是全力以赴，他能发挥出仅次于我全盛时期的实力。可惜他不能离开这个百花洞。长青满意的点点头，这百花残魂倒是一个意外收获，如果有尊者级别的强者守护，百花洞完全可以当做一个大本营来经营。我可不可以留在百花洞中修行？他想起在地球上看的玄幻小说里，那些主角的什么狗到流出山就无敌之类的设定，也有心效仿。丹姬却否定了他的想法，这百花洞只是一方小世界，灵气极其稀薄，而且你之前使用我的王者血域消耗了本源，虽然暂时没有大碍，但你必须赶快寻找一些精纯的天地灵气来吸收，慢慢恢复你消耗的本源，不然长此下去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不可挽回的损伤。也就是说，我必须出去修行吗？是的，没错，外界有更多灵气充裕之地可供你修行，也会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机遇。长青想了想，问道：我还有一个问题，在幻境试炼的时候，霍九天，也就是百花残魂，他告诉我说，试炼之人都会被注入情缘功法。他伸出手来，看了一眼手腕处，有一道花瓣状的印记，我能感受到体内已经存在了情缘功法。那我还能继续跟你修行血法吗？有没有什么危害？丹姬有些不解道：你不是炼法圣体吗？你可以同时修行多种功法啊。长青眉头一皱，他明明是先天灵体，
他记得炼法圣体本来是骆红颜的体质，但他转念一想到，也明白了过来，就和叶清河消失了之后，自己莫名其妙变成了首富之子一样。骆红颜消失之后，因他的存在而造成的一些影响被修正，他反倒成了炼法圣体。只是丹姬没和他说过，炼法圣体的特性是可以同时修炼多种功法，不过这倒也解释得通了。霍九天当时和他说的，参加试炼的条件并非是疏忽一转，而是是否能修行情缘功法。骆红颜炼法圣体的特性，如果是可以同时修行多种功法，那他能参加试炼也就不足为奇了。见他发问，丹姬便解释道，炼法圣体顾名思义，在这种特殊体质的调和之下，不同的功法之间不会产生冲突，可以同时修行，属于很逆天的体质。说完，他还叹了一口气，可惜啊，你身兼炼法圣体和先天灵体两大逆天体质，却天资奇差，修行速度缓慢，也是难得一见的奇葩。长青心中大感无语，他当初听丹姬说什么炼法圣体，又想到骆红颜是炼法修士，自然而然的就联想到这是什么极适合修行炼法的体质。结果这个体质和炼法没有关系，所以和炼法没有关系，为什么叫炼法圣体？可以修炼多种功法的体质叫炼法圣体，有什么问题吗？哦，合着修炼功法简称炼法呗。那为啥不叫修法圣体、功法圣体？我哪知道，名字是前人取的，又不是我取的。算了，纠结这个名字也没什么意义。总之，我可以同时修行百花邪圣的情缘和你的血海彼岸，是吧？没错。长青简单梳理了一下现在已有的资源，首先是境界疏忽一转，而且因为透支了本源，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修行吸收的天地灵气都没法让他的境界有丝毫提高，属于劣等中的劣等。接着是玉灵，有丹姬的肉身在，血法灵可以说数不清，这倒是一大笔财富。百花传承应该还会留下一些毒法灵，只可惜现在他都使用不了。再然后是体质，他身兼先天灵体和炼法圣体，一个可以让他无需炼化即可直接使用玉灵，一个是让他可以同时修行多种功法，都是效果强力实用的体质。最后是地盘，百花洞现在已经被他收入囊中，等于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所。洞中女妖一共不下1000人，虽然都是疏忽刹那境界的小妖，而且没法离开这里，但总归是笔财富。更何况洞中还有百花残魂这个超强战力，虽然不能当作打手，但是关键时刻他如果躲到洞中苟命，百花残魂保护自己应该还是绰绰有余的，不容小觑。哦，还有个天头，就是从柳露那里缴获来的一个灵胚，正被他养在丹姬肉身的嘴里，就当他是个盲盒。反正他现在缺的是境界，不缺玉灵，可以先存着，聊胜于无。他现在就是守着一座粮仓的鸡鸣，眼下不应该贪图更多的粮食了，而是先把手头的这些消化掉，肥壮自己。闭上双眼，心念一动，长青脑海之中浮现出霍九天的身影。和丹姬被他封印在脑海里的魂魄不同，眼前的这道身影只有他端坐在这彩云间的王座之上才能感应得到，应该就是他得到的传承本身。虽然明知是无用功，但他还是略有些不甘心地问道，前辈，您确定通过试炼得到传承的人是我吗？是，没有其他人通过了试炼，这10万年来通过试炼的仅你一人。了解了。虽然早有预料，百花残魂也不会记得骆红颜的存在，但他还是难免有些失落。不过这也在他的预料之中，很快他便重新振奋精神，再次问道，前辈，我得到的这份传承具体都有什么？成圣之路。霍九天摊开双手，在他的面前闪烁着8颗不同颜色的玉灵，一枚乳白色，2枚淡蓝色，2枚深紫色，2枚金色，还有1枚光芒暗淡不知是什么品阶的玉灵。你修炼情缘功法，每提升一个境界就会得到传承中的1枚玉灵，这8颗玉灵就是本体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传承本身。你现在只是疏忽境界，先拿去这枚下品黄灵，不要小觑，它自有妙用。这枚玉灵每次产生变化，你都需要回到这处试炼之地，提升你和这枚玉灵的契合程度，切记切记。说罢，霍九天手中1枚乳白色的玉灵飞出，长青睁开双眼，1枚下品黄灵已经出现在他的窍穴之中。和普通的玉灵不同，这枚玉灵的形状更加虚幻。好东西，丹姬赞叹道。你认得这是什么玉灵？长青问道。这种玉灵叫做纯属灵，你这枚玉灵还没有名字，因为它还没有形成完全，只知道它是1枚毒灵。纯属灵是什么意思？纯属的玉灵顾名思义就是只有属性而没有具体效用的玉灵，随着和修士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它会慢慢进化出最适合修士的效用，但具体它进化成什么样子，会受到什么影响，我说不清。这东西很玄妙，它的品阶也会进化，虽然最终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那确实是好东西。长青点点头，对这枚无名毒灵更加重视了几分。最好的还不是这点，你这个传承非同小可，第1枚玉灵就是纯属灵，后续的几枚玉灵很可能都是纯属灵。如果是这样的话，等你成尊了之后，
你几乎必能凑出一套灵阵，形成领域。灵阵又是什么？知道我的本命域灵血法彼岸吧？我以它为核心，辅以3枚天灵，组合成灵阵，血海彼岸领域。每个修士的灵阵全靠自己领悟，越契合自己的域灵，越能融入到自身的灵阵中。理论上来讲，组成灵阵的域灵数量越多，品阶越高，灵阵的威力越大。如果传承留给你的域灵都是纯属灵的话，那这些域灵慢慢都会变成最契合你的域灵。百花传承中一共留给你多少域灵？8枚域灵。8枚。卧槽！丹姬难得的失态爆了粗口。他的修为是一步一个脚印，实打实从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可以说是身经百战，外加他的才情和对域灵的领悟非凡，所以才有足足4枚能够组成灵阵的域灵。要知道，千秋境界的修士虽然都能称为尊者，但是有灵阵能使出领域的尊者和没有灵阵的尊者，实力可以说差距很大。从他和百花残魂的交战之中就能看出来，组成灵阵的域灵最低的限度是3枚，4枚域灵已经算是优秀的灵阵。很多千秋境界的尊者甚至没有灵阵，但长青的传承足足有8枚。尽管丹姬并没有解释，但是长青也听出来了，这8枚域灵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很好，是个好消息。那么眼下手头上拥有的资源已经整理的差不多了，是时候该启程了。如今百花令和他融为一体，只要他心念一动，就随时能够离开百花洞。看了一眼王座之下恭敬跪着的那些女妖，长青向丹姬询问道：你觉得这些女妖该怎么处置？都是些下等的重置，有些鸡肋，先放任他们在这里自由发展吧。他们对我的忠诚度如何？他们都是百花邪圣创造出的邪物后裔，如今你是百花邪圣的传承者，对他们来说就像是父亲、造物主一样的存在，他们对你肯定是绝对的忠诚，那就是有用。长青起身，振臂高呼：你们起身，听我号令。那些女妖果然听话，乖乖起立。今后我便是你们的主人，我说的一切话你们务必都要听从。遵命，主人。女妖们纷纷俯首。从今天开始，我会暂且离开百花洞，我不在时你们务必要努力修炼。谁能告诉我这洞中一共有多少弟子？疏忽境界的多少？刹那境界的有多少？距离王座最近的一个女妖上前半步，她身着蓝色长裙，看起来年龄不大，容姿寡淡，瘦瘦小小的，在这一众身材火辣的美艳女妖之中显得颇为格格不入。主人，洞中疏忽境界弟子一共865人，刹那境界弟子一共364人。他上前半步，冲长青行礼，恭敬道：很好，你叫什么名字？回主人，贱妾名叫海棠。什么修为？回主人，贱妾刚刚开启窍穴不久，修为只有疏忽3转，很低的修为，但是无所谓。长青上前一步，牵起他的小手，举过头顶。海棠以后就是我在百花洞中的代言人，行使监督职责。今后你们在洞中不得内耗，不得同类互食，必须每日认真修炼，不论是何人，只要能先修炼到顷刻境界，就可以取代海棠，成为我的代言人。以后这洞内有任何人种、仙种、资源，都可以优先享受。主人，贱妾修为低微，恐怕难担大任。听到长青的安排，海棠顿时有些惶恐道：我说你是，你就是。他这么安排，自然有他自己的用意。任何组织的历史都在教导人们一个道理，唯忠诚论相比唯能力论，虽然会让一个组织发展得更加迅速稳固，但是迟早会迎来巨大的冲击。因为组织中总会有一些能力优异，但是忠诚不足的人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后，会站在组织的对立面，长期以往形成了规模，就会对组织产生冲击。想要一个组织更加壮大、更加成功，施行唯能力论的统治方针势在必行。但是丹姬说了，这些女妖对自己的忠诚是绝对的，她自然不必担心背叛的问题。所以长青故意选择了一个修为不高，但是对自己的询问最快做出反馈的海棠作为代言人，这样肯定会让那些修为超过海棠的女妖感到不服气，这也正是他的目的。他就是要告诉这些女妖，他的命令是绝对的，就算他让他们听命于一条狗、一条虫，他们也不能有异议。如果有人心存不满，敢对海棠出手，那就再好不过了，他就能顺势把羊圈中的那些黑羊给剔除掉。这些女妖们最大的价值就是他们的忠诚，他要的是绝对的忠诚，不是绝对的忠诚，就是绝对的不忠诚。当然，他也同时给这些女妖留了余地，只要能够先修行到顷刻境界，就能取海棠而代之，成为新的领导。一边让他们绝对听命于自己，一边给他们制定了一个相对公平的规则。有人不服气，可以按照制定的规则去争取你想要的利益。如果有人敢对海棠出手，打破规则，那就是他不需要的废品，剔除就好。海棠当然不明白他的心思，还不知道自己只是长青头下的一个诱饵，娇小的身躯颤抖着对长青跪了下去。感谢主人赏识，海棠今后一定为主人尽心尽力，管理好合欢宗，万死不辞。
他细弱的嗓音此刻喊到了最大声，只觉得无比的荣耀和感动。不叫合欢宗了，难听，以后就叫百花宗。长青皱了皱眉，说道：是。一众女妖俯首道。长青颇为满意，这些女妖们暂时这么安排也就差不多了，眼下自己也该暂时离开百花洞，正式开启修行之路了。主人，请等一下。正在长青准备离开时，海棠却叫住了他。其实在洞中发生动乱时，洞中人种和仙种都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没有人种，姐姐们的修为只怕难以增长。长青眉头一皱，人种和仙种都去哪了？回主人，之前洞中一直有宗主和4大护法管理，但是发生动乱时，有很多姐姐经不住诱惑，冲到关押人种的洞穴中，将许多人种都分食殆尽了。怎么办？我总不能给他们当人贩子去吧？长青对着脑海中的丹姬吐槽道。怕什么？这些女妖又不是必须靠采捕男人才能修炼，渴望难题只是他们的天性而已。他们修炼不成，只是因为这方小世界中的灵气太过稀薄，采捕也就勉强拿一些男人的本源当作灵气吸收。只要今后你能给他们带来诸如灵石等能供修士吸收天地灵气、提升修为之物，他们一样能正常修炼，效果还更好。长青想了想，表示认同。柳露之前教给他的情缘功法是残缺不全的版本，现在他在传承中得到的情缘功法是完整的版本。他仔细感受了之后，才发现这个功法其实并非是他想象中靠采捕修行的邪功。相反，情缘类似采捕的一部分是双修，可以把双方的灵力修为互相传导，加速修行，但也仅限男女双方都修行了情缘的情况下。这么看来，人种对这些女妖来说也并非是必需品，今后只要给他们寻找其他能提升灵力之物即可。烦恼迎刃而解，长青便向众女妖说道：人种的问题我自然会解决，洞中剩下的这些人种你们好生伺候着，一个也不许少。先好好修行，等我回来之后，修为有进步者，由海棠统一记录，我自会奖励。劳烦主人替我等考虑，拖累了主人，惭愧不已。海棠低下头，愧疚道。长青也不再跟这些女妖浪费时间，简单嘱咐了2句，把手搭在丹姬肉身的肩膀上，心念一动，二人就消失在百花洞中。再度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森林。此时应该是深秋时节，天刚蒙蒙亮，林中还带着一丝寒意。瑟瑟的秋风吹过，枯叶纷纷落下，一缕阳光从天边升起，穿透林中的枯叶树枝，被撕碎成一片片柔和的光团，和落叶一起洒满了他的肩膀。长青呼了口气，空气中微微有些寒霜，一阵刺痛感向他的脑海袭来，无数零碎的记忆涌入，他呆立了片刻才回过神。怎么了？丹姬问道。我好像恢复了这具身体的记忆。日上三竿，整座山谷也在阳光的照耀下彻底苏醒。阴阳谷坐落于玉关山脉的最下方，也是令羽家族赖以生存之地。说是山谷，但阴阳谷并非简单的一条山谷而已。这么多年，在令羽家族的经营之下，已经发展得十分繁荣，村寨、市集、祠堂应有尽有，俨然一座小小的城镇。此时，就在家族的议事厅内，一众支脉家主正在接待2位不速之客。议事厅的2侧摆放着数把椅子，分别属于家族4大支脉的家主以及族中诸位长老。在靠近末位的椅子上，正端坐着一个女人，女人身材高挑，岁月似乎未在她身上留下特别明显的痕迹，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扎成高高的马尾，看上去英姿飒爽。她身材保持得很好，曲线优美，一袭利落的劲装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的身姿。她死死抓着椅子的扶手，压制着怒火，一字一顿道：唐姑娘，我外甥如今只是下落不明而已，令羽家和唐家一向交好，你这么做是不是有些落井下石了？萧长老，您这么说就过分了，都已经2个月了，您外甥依旧生死不明，我小妹年纪轻轻，难道要替她守寡不成？回应的是一位青年，他一头干练的短发，身材高大，英气逼人。哥哥，你别这么说，长青哥哥失踪了，我和萧长老一样都很伤心，但这也是家族的意思，我们兄妹2个没法违背。青年身后，少女拉了拉他的衣袖，说道。少女看起来16、17的年纪，长得小巧玲珑，娟秀可爱，如同一个精致的瓷娃娃，惹人喜欢。她的声音不大不小，既很好地表达出为难之意，又能恰好让议事厅中一众家主长老都能听得清楚。你们兄妹2个，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好会演啊。女人咬牙冷笑。唐子琪，我外甥待你不薄吧？他好歹是你的未婚夫，如今他失踪了，一不见你着急，二不见你伤心，反倒是来退婚了。萧长老，子琪不是抵赖的人，长青哥哥送来的聘礼我带回来了。唐子琪说完，手下之人抬来几个大箱子，打开一看，里面满满都是乳白色的灵石。萧长老站起身，走到箱子旁，抓起一把灵石，怔怔地看了半晌，长叹一声：长青啊长青，可怜你一片痴心，就为了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萧冰珍，嘴巴放干净点，看在你是令羽家长老的份上，我们才给你点面子，
如今聘礼已经奉还，我们两不相欠，你别给脸不要脸。萧冰珍听罢，将手中的零食一把摔在地上，怒道：好啊，撕破脸是吧？哎，别人怕你们唐家，我萧冰珍可不怕。按照规矩，你们悔婚，聘礼要双倍奉还，拿出来。萧冰珍伸手指向面前的唐家兄妹，令宇长青已经死了，我们不算悔婚。你放屁！他愤怒地一拍身旁装满零食的箱子，一掌下去，整个木箱轰然崩碎开来，数不清的零食洒了满地。萧长老，一旁的几位家主眼见场面即将失控，出言制止道，但萧冰珍却并没有停止宣泄他的愤怒，他指向唐载琪说道：你这个贱人，长青他从小就体弱多病，他根本没可能成为修士，更没有资格去参加试炼。都是你！一边收下聘礼，一边说什么只喜欢修士，鼓动他去参加修士试炼。要不是你，他根本不可能出世。长青从小到大就中意你，这些年他为了讨好你，给你送的东西价值远超这1万零食的聘礼了吧？现在他只是生死未卜，你就已经迫不及待脱身了是吧？唐子琪似乎是被他给吓坏了，躲到哥哥的怀里瑟瑟发抖，楚楚可怜。这一幕让萧冰珍更加气愤，外甥就是被这个女人给迷得神魂颠倒，如今生死未卜，追悔莫及。哥哥唐载臣一边安抚着怀中的妹妹，一边回嘴道：又不是我妹妹让他去的，他自己找死，关我们什么事？我杀了你们！萧冰珍再也压制不住自己的怒火，他本就性格急躁，此刻顷刻境界的强者气息骤然释放出来，几枚蓝色的玉灵在他的催动下发出光芒。放肆！家族议事厅内，谁敢动武？威严的声音从议事厅中央的屏风后传来，一面容冷峻的中年男子从屏风后迈步走出。萧长老藐视族规，罚俸禄1月，禁闭3日。萧冰珍见族长出言，也顿时收敛了气焰，心有不甘地坐回到椅子上，眼睛依旧死死盯着唐家兄妹。他心中自然清楚是怎么回事。这玉关山脉的4大家族中，令宇家和唐家2家实力相近，唐家排在末尾，令宇家次之。2家交好数十年，为表诚意，唐家和令宇家每年都会护送一些孩童到对方家族中的学堂去学习生活数年。唐子琪就是借着这个机会认识了长青，并在长青家中居住了数年。长青是令宇家4大分支长子支脉的嫡长子，身份尊贵，而唐子琪只是唐家最末端分支的一普通族人。但长青却被这丫头迷得神魂颠倒，这些年来在他身上倾注了数不清的财富资源，终于在1年1度的族中修士试炼前夕，唐子琪同意了这门婚事。即便他狮子大开口要了一个远非他身份能匹配得起的聘礼，长青依旧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但没想到这唐子琪又要求长青参加家族的修士试炼，成为修士。要知道长青从小就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小时候就几度濒临夭折。明眼人都知道这孩子将来是没法继承长子支脉的，族中有明确规定，只有在18岁之前达到刹那修为以上的修士才有资格成为分支家主。天资往往和体魄挂钩，像他这样的表现注定不适合修炼。但是在他18岁之前，他依然享有分支继承人的优待。萧冰珍其实并非长青真正的亲人，她本是长青母亲的陪嫁侍女，后来因为天资优秀，修为提升到了顷刻境界，破格被提拔为外姓长老。只因长青的母亲在生下他时就因难产而死，萧冰珍与夫人情同姐妹，所以也一直将长青当作自己的亲外甥来对待，极其护短。本来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从小就没了母亲，长青难免性格顽劣，再加上明眼人都知道他注定是个无缘继位家主的废柴，导致他的性格非常偏执扭曲。即便如此，凭借着嫡长子的身份，再加上萧冰珍的保护，他安然做一辈子富家翁，逍遥快活也是没问题的。可毁就毁在他被唐子奇迷的神魂颠倒，失了智，趁着萧冰珍离开家族执行任务的机会，去参加了家族1年1度的修士试炼。这1年1度的试炼，为的就是挑选出族中有天资之人，成为修士，被家族重点培养。参加试炼的族人都会被统一派往阴阳谷的最深处的境地，开启窍穴。对于修士来说，开启窍穴自然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一些人在机缘巧合之下，会自行开启窍穴，拥有本命玉灵。这些人往往都是天资极佳之人，而另一种则需要在一些天地异象或者修为精深的修士的帮助之下，才能开启窍穴，成为修士。阴阳谷最深处的禁地之处，每年就会发生名为云鹏望月的天地异象，在深夜时就会乌云密闭，电闪雷鸣之际，从乌云之中会奔出一只云鹏，划破乌云，露出月亮，直冲天际。参与试炼的族人在观摩到此番天地异象之后，有修行天资的就会开启窍穴，成为修士。但是按照族规，只有参与试炼之人才能进入禁地，而禁地之中还存在着许多野兽甚至灵兽，导致这每年的试炼都有一定的危险性。每年
都会有一些参与试炼的族人没法回来。而今年令宇长青就成了这其中的倒霉蛋之一。如今他失踪了，已经足足2个月了。这期间，萧冰真碍于族规，没法大张旗鼓的去境地搜索他的下落，只能私下里偷偷派一些心腹去寻找，收效甚微。不出意外，长青肯定是十死无生。几家欢喜几家愁。另一边，唐家却传来了好消息。在同一时期的修士试炼里，唐家出现了2位天才，正是唐子晨、唐子琪兄妹2人。妹妹唐载琪先天疏忽无转，天赋极佳，虽然没有觉醒先天的本命御灵，但是也在试炼中吸纳了一枚御风灵为后天本命御灵。如今他已经修行到疏忽6转，而哥哥唐载晨更是先天疏忽7转，可以说是100年难得一遇的天骄，不但觉醒了先天本命御灵神风灵，短短2个月更是已经修行到了疏忽9转巅峰，即将突破到刹那境界。唐家对这兄妹2人极为重视，族长更是将唐子晨收为义子，亲自教导。今时不同往日，若是从前，这种小事根本用不着令宇家族的堂族长亲自出面，但萧冰真太过护短，容易彻底得罪了唐家，更别提他还想对唐家兄妹出手，简直胆大妄为。族长上前2步，对唐家兄妹郑重说道：令宇长青生死不明，以我族中规矩，参加试炼失踪3月者视为死亡，你们可以将聘礼暂且拿回去，等到1个月之后，我族确定令宇长青已死，再将聘礼送回，不算违背婚约。说罢，他又瞥了萧冰真一眼，声音不轻不重道：若有人胆敢有异议或者蓄谋报复，则是败坏我令宇家族信誉，视为与家族为敌。唐子琪恭敬地行了一礼，语气中带着悲伤与无奈：多谢族长爷爷体谅，长青哥哥下落不明，我们都很难过，但退婚是家族的意思，我们兄妹2人也不能违背。今天在族长爷爷的见证下，我们希望能和长青哥哥的家人和解，当然我们也希望能有长青哥哥的好消息，只是无论如何，我与他注定无缘了。他心中充斥着前所未有的愉悦和爽快。如今他摇身一变，野鸡变凤凰，自然也就看不上令宇长青这么一个注定是废柴的分支继承人了。眼见他失踪，自然巴不得赶快来撇清关系，退掉婚约。虽说令宇长青一向对他不错，身份地位也是他一直难以高攀的存在，但如今他和哥哥展露出了过人的天资，一切都不一样了。他再也不用去刻意讨好凤城那个病秧子，不必寄人篱下，低声下气，活得有尊严有体面。他唐子琪有更光明的未来，值得更好的夫婿，何必在那个病秧子身上浪费时间。虽然有些舍不得长家之脉送来的聘礼，但族中也确实有规矩，悔婚者需要将聘礼双倍奉还。如今那个病秧子一死，真是上天在帮他，此时不退婚更待何时。本来唐载晨早在长青失踪之初就希望他能退婚，但他刻意拖延了一些时日，足足2个月之后才来退婚，反正令宇长青断不可能活下来，早去退婚晚去退婚都是一样的，这样也显得他更加重情重义，维护了他的形象。其实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这场退婚本身就蓄谋已久。唐载晨这样的天才资质，自然是他先天开启的窍穴。早在修士试炼之前，唐子琪就已经知道了哥哥展现出来的过人天资，族长也早已将其带在身边，秘密培养。唐载琪作为唐载晨的亲妹妹，也跟着沾光，地位非凡。那时他就已经萌生出了退婚的想法，但是按照族中规矩，悔婚的一方是需要将聘礼双倍退还的，于是他就想到了逼迫令宇长青去参加修士试炼。如果他死在了试炼之中，那自己岂不是就不算悔婚了？那傻子果然上道，经不住他的激将，居然真的去参加了修士试炼。试炼结束之后，他自己不但成了先天疏忽无转的天才，令宇长青还死了，真是老天都在帮他。族长，我不同意！萧冰真一掌拍碎了椅子的扶手，站起身怒斥道：这贱人逼迫我外甥去参加修士试炼，我外甥的死跟他脱不了关系，而且他好端端的，为什么非要他去参加什么试炼？这里面有猫腻。就算是他逼迫的，令宇长青也是在试炼中出的意外，怪不得别人，更何况人已经死了，就算他不来退婚，你还要怎样？族长皱了皱眉，不悦道：他想退婚，行啊，我也不要什么双倍的聘礼，我就要他把我外甥这些年给他的所有财富资源如数奉还，不然就让他给我外甥披麻戴孝，守一辈子寡，他不愿意就让他陪葬。胡闹！族长一拍桌子，来人，把萧长老带到思过堂，让他好好反省反省。等等！就在此时，家族议事厅的门外却响起来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既然是我的终身大事，我本人怎么能缺席呢？门外走进来一名少年，少年一身黑色长袍，肩膀虽然宽阔，但是身体瘦弱不堪，身材活像是一个插在田野中内里中空的稻草人。他面容俊美，嘴唇薄色，眉眼狭长，但脸色惨白，眼眶深陷，一副命不久矣的模样。最奇怪的是他的头发，一头一半黑色一半白色的齐腰长发，看上去怪异无比。若说他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恐怕谁都不会奇怪。
来人不是长亲又是何人？晚辈令与长亲姗姗来迟，还望族长恕罪。整个议事大厅都因为他的到来而陷入到一片寂静之中。唐家兄妹更是愣在了当场，仿佛见了鬼一样。唯有萧冰珍在愣了一瞬之后，立刻推开身边2名家族的执法堂成员，冲上来一把抱住了他。长亲拍了拍他的后背，轻声道：“小姨，没事了，我回来了。”萧冰珍松开长亲，又捧起他的脸，声音中带着欣喜与焦急：“长亲，你怎么弄成了这副模样？”他轻轻托起一缕长亲的白发，眼眶含泪。这可说来话长，拍了拍萧冰珍的肩膀，他侧过头去看向议事厅中央的族长：“族长大人，小姨她也是担心我的安危，如今我平安归来，她也不会再为难唐氏兄妹了，不知族长可否宽恕小姨这一次？还有外人在这，您对小姨太严苛，不是让人看了笑话去吗？”他特意把外人2字咬得很重，又冲萧冰珍使了使眼色。萧冰珍见状也赶忙俯首道：“族长，我知错了，还请族长宽恕我这一次。令与长亲好歹也是长子之脉的继承人，况且他这次死里逃生，说话还是有一定分量的，再加上族长的行事代表着令与家的姿态，若是一味袒护外人，不惜惩罚自家长老，也确实不合适。”萧冰珍也不傻，即使给了族长足够的尊重和台阶下，族长自然也不好再给他过多惩罚。罚你1月俸禄，眼下长家支脉家主病重，婚约仪式他没法到场，你是令与长亲的长辈，就暂且留在这里替他做主吧。多谢族长。萧冰珍连忙行礼道谢。长亲见状也暂且放下心来，转头看向了议事大厅中央堆放零食的几个大箱子，他走过去拿手拍了拍其中一个箱子，开口问道：“诸位，失礼了，我刚从境地一路跋涉回来，到府上换了身衣服，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呢，听到退婚的事就赶紧过来了，实在疲惫，我坐一会儿可以不？”虽然是询问的口吻，但还没等人回答，长亲就自顾自地坐了上去，一脚踩在另一只箱子上，姿态慵懒。他对着眼前的唐家兄妹扬了扬下巴，居高临下地问道：“退婚没问题，就是你们唐氏2人退回来的这聘礼。”说着，他从身旁的箱子里抓出一把零食，不屑地抛到唐载臣的脚下：“是不是有点少了？”早在从百花洞出来时，他就感觉到头部一阵刺痛，脑海中平白多出了许多这具身体原主的记忆。总而言之，就是一段身居高位却明知自己注定要跌入凡尘，所以自暴自弃，唯独喜欢那个什么唐子期的无聊人生。值得一提的是，原身进入百花洞的过程透露着明显的阴谋意味，似乎是有人故意要谋害他。百花洞的入口就在阴阳谷的深处，族中境地一处极其偏僻的山洞内。在他的记忆中，原身是在参加所谓的修士试炼时，被人从身后打晕，醒来时就被关在了一处山洞内，洞口被巨石堵死。慌乱中，他触碰了一块山洞中的怪石，那正是通往百花洞的媒介。看来是有人知道百花洞的存在，想要除掉自己，杀人于无形，才设下这么个局啊。回想起一切后，在丹姬的建议下，他选择先回到令羽家族，而并非独自远行。丹姬是邪道巨擘，自然经验老道。根据长亲的描述，他断定令羽家族应该只是一个3流的小家族，没有高手坐镇，眼光和见识都很有限。长亲身处其中，身上的秘密不会有暴露的风险，正适合他起步。毕竟他现在的实力太过弱小，定期还要去百花洞吸收传承，不适合贸然远行。原身在家族中似乎还有一定的地位，能在家族的庇护之下先成长起来，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按照丹姬的说法，邪道修士就好像是寄生在血肉里的马蝇，长亲本来也想先找个小宗门或者小家族加入其中，狠狠吸他们的血。这下正好，连寻找的功夫都省了，令羽家族正适合现阶段的长亲生存。看了看面前强装镇定的唐载琪，长亲心中有些嗤之以鼻。在原主的记忆里，唐子琪美若天仙，不过眼下一看，很明显是原主给他加了太多了滤镜。这唐子琪别说和他心中的白月光叶青河洛红颜远不能相比，就算是扔到百花洞中都达不到泯然众人的水准，充其量只能算是略有些姿色而已。不过这丫头小年纪倒是有些心机，长亲何其阴险狡诈，早就从原身的记忆中发现了他撺掇原身去参加修士试炼是有意而为之。估计害死原身他也有出力，只是不知道目的是什么，单单是为了悔婚吗？还得再仔细研究研究。第83章得加钱。唐载琪有些不自然地笑了笑，长亲哥哥，你居然没事，真是太好了，不劳妹妹关心。俗话说，好人不长命祸害留千年，我这条烂命自然耐活。不过我倒是有些不解，2个月之前妹妹还和我花前月下，你侬我侬，才短短2个月，你怎么就翻脸不认人了？呸！令羽长青，你少在那里阴阳怪气，你生死未卜，我妹妹不退婚，难道还要替你守寡？一旁的唐载臣踏步上前，将妹妹护在身后。堂兄你误会了，我只是随口一问，瞧把你紧张的。长青淡然一笑，看着唐载臣的眼睛，深陷的眼眶中
那双眸子好似深不见底的潭水，随着他笑容的收敛，也慢慢变得平静无波。他还不知道唐家兄妹前来退婚的底气，根据原身的记忆，唐家兄妹无论是身份、地位，都远远低于自己。唐子琪敢狮子大开口索要天价的聘礼，也是因为把原身拿捏住了而已。但不管怎么说，是他们高攀了自己才是，自己出了事，以这个世界的规矩，又不代表聘礼不用还了，他们应该着急才是，为何反而要趁机退婚呢？你少在那里居高临下。不知为何，唐子晨总觉得眼前的令羽长青和那个一向跟在妹妹身后讨好废物有哪里不一样了。他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总让唐载晨联想到索命的恶鬼。他下意识地提高了几度声音，令羽长青，我也不怕告诉你，我妹妹你早就高攀不起了，她是先天疏忽5转的天才，而我更是先天疏忽7转，被族长收为义子。实话跟你说，我们兄妹2人今天就是来退婚的，你能怎样？哥哥。唐载琪拽了哥哥一把，示意他不要乱说，转而看向长青，依旧是那副楚楚可怜的表情。长青哥哥，抱歉，哥哥刚刚和萧长老闹了点小矛盾，说话有些太过了，你别生气。但退婚是家族的意思，子琪也很舍不得。随即他又凄凄然一笑，看起来更加惹人怜惜。但是长青哥哥，这只是暂时的，只要你今后好好修炼，好好努力，我们还是有机会在一起的。哦，原来这就是他们的底气。长青心下了然，也就放松了下来。不过是野鸡变了凤凰，忍不住抖擞抖擞羽毛的滑稽行径罢了。其实唐载琪这种心态他很理解，老实说，像原身这样的舔狗行径，变成女人的玩具也挺正常的。但这女人也够蠢的，越是她这种人，在猛然得到了一些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之后，越容易冲动犯错。虽然长青在恋爱上是个愣头青，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他再没有经验也看得出来，唐子琪对原身根本没有半点喜欢，充其量只能算是色诱罢了。既然都已经下定决心用美色来当作筹码，就别谈什么追求爱情幸福。如果长青是他，原身待他那么好，愿意为他花大把大把的资源，反正也以美色利用了，不如就利用到底，而不是骗他去死。他得到了想要的资源，原身也乐在其中，两全其美的事情。可他却非要想办法害死原身，以此脱离这个未婚妻的身份，想要彻底跻身上流。这怎么可能呢？自欺欺人罢了。也许唐载晨可以凭借天赋，靠努力成为一代强者，改变命运。可他唐载琪和原身的那点事，早已闹得人尽皆知了。就算他退了婚，又能怎样？明眼人都知道他以前是个什么货色。有些茅坑里的石头，总是以为洗干净之后，可以再当美玉被人买走，笑话一样。若长青是他，倒不如干脆立下一个贞洁牌坊，守好寡，既留了好名声，又能光明正大的留下这1万0食的聘礼。假以时日，依靠修行的天赋成长起来，就算曾经是寡妇又如何？还愁没有良配？求人不如求己，只能说这女人目光短浅，有些小聪明，没有大智慧，还跳不出来那个小小的思维圈子。最大的目标不是强大自己，而是利用自身的条件给自己谋得一个良配，不然也不会那么在意一个婚约、一个寡妇的头衔。自身强大才是真的强大。在这个残酷的修真世界，连长青这个外来者都明白的道理，他却不懂，真是可悲。不过这世上终归是像他这样的俗人更多，他这样，长青反倒高兴，毕竟敌人越傻，他才越轻松嘛。丹姬先天疏忽7转是很优秀的天资吗？他在心中向丹姬问道。他不在乎什么名声，也完全不在意被退婚丢人与否。看唐子晨如此自信，他也在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了1万0食，彻底得罪2个天才，他需要斟酌一下唐家兄妹2人的价值如何。一般般吧，跟我杀过的天才比起来算不得什么。有一段时期我出于妒忌，专杀天才，先天疏忽7转，说实话都勾不起我屠杀的欲望。丹姬有些无所谓道，那先天疏忽5转呢？在我的家族里只配做杂役，就是很烂咯。丹姬人老成精，自然也明白长青的意思，提醒道，知道你志气大，所以也就别指望能在这种3流家族里结交什么有价值的所谓天才，都是垃圾而已。心情好就扔路边，心情不好就踩过去，别想这么多。你好像很瞧不起这些所谓的天才。长青知道丹姬和自己一样是先天疏忽1转的废柴出身，于是调侃道，因为和真正的天才比起来，他们确实很废。你小子的性格哪都合我胃口，就是太过谨慎了。好歹咱也是修邪道的，对强者肆意妄为不成，对废物还不能肆意妄为吗？该得罪就得罪，树敌太少也有脸自称邪道。丹姬不屑道。长青从来不认为有些人是天生的废物，一个人的价值不只取决于他的修为，更取决于他的背景、智慧、谋略。不过正因为唐家兄妹一个没有半点城府，骄傲自大，一个没有半点远见，目光短浅，长青才只能参考起这俩人在修行意图上的价值。虽然丹姬对待事物的看法他不敢苟同，但对于唐家兄妹的态度，2人是一致的。得罪就得罪了吧，反正也没什么大用。
长青瞥了唐家兄妹一眼，声音不咸不淡：“妹妹的意思我明白了，你确定要退婚喽？”唐载琪摆出一副为难的表情，很不情愿似的点点头。长青哥哥，对不起，少在那里假惺惺。萧冰真走到长青身侧，似乎是担心他伤心难过，扶着长青的肩膀，小声道：“长青，这种薄情寡义的女子不要也罢，小姨以后帮你物色更好的姑娘，你趁早跟她退婚了也好。”哎，小姨，此言差矣，怎么能退婚呢？子琪妹妹可是我曾经的挚爱青梅，风情月夜啊！长青一摆手，萧冰真不由得轻声叹息，自己这外甥太喜爱那个贱人，这次的退婚估计又会给他不小的打击。不料长青下一句话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我的意思是，退婚可以，得加钱。”唐载琪率先反应过来，有些急迫道：“长青哥哥，你送来的聘礼我们已经原封不动的送回来了，你怎么还要？”“哎，我记得按照玉关山脉4大家族的规矩，一旦收下聘礼，悔婚的一方要退还双倍才对吧？妹妹送来的这些。”长青却打断了他，伸手在身下装满零食的箱子里掏了掏：“有些不够啊，既然你们已经悔婚了，我们也算是正式退婚，那这双倍的聘礼什么时候还来？我觉得咱们玉关山的规矩还是很合理的嘛，给了你们反悔的机会，退婚的自由，但要是赔不起这双倍聘礼……”他神色一凛，声音陡然变冷：“赔不起，妹妹可就要为奴为婢，卖身于我了。”唐家兄妹都没想到长青会是这个态度，他们见到长青的一瞬间都想到了他会不同意退婚，或者卑微乞求，再不济会以退回聘礼作为要挟。唐子琪更是早已想好了一套说辞，但此时长青的态度却让他有点无话可说，他只得把楚楚可怜的目光投向了令羽家族长，希望他能站出来替自己说几句话。但族长只是冷漠地看着这一切，不发一言。若是长青死了，这兄妹来退婚合情合理，不算悔婚。可问题是，如今长青活得好好的，人家也向你确认了，你还坚持要退婚，那可就是赤裸裸的悔婚了。如果长青不追究也罢，但按照玉关山的规矩，长青索要双倍的聘礼也没什么问题。如今唐载臣身为唐家族长的义子，他确实不能让长青和唐家兄妹的关系闹得太僵。若真是要唐子琪为奴为婢，他肯定要出面阻止的。但如果长青只是提出了合理的要求，他就算身为族长，再说什么难免会有胳膊肘朝外拐之嫌。这就是规矩，一个家族的立身之本。萧冰真眼睛一亮，没想到这个傻外甥突然就开窍了。他倍感欣慰的同时，气势也一下子涨了起来，在长青身后站定，像是只护蛋的母鸡，紧盯着唐家兄妹二人。虽然一句话没说，但是意思很明白，他就是护短，长青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不给钱就别想走。唐载琪眼见没人替自己说话，也只能硬着头皮向长青求情：“长青哥哥，退婚是家族的意思，子琪是真的想和你在一起的。难道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一定要用钱财来衡量吗？”“哦，那你想怎么办？”长青眼皮都没抬一下，有些不耐烦道。唐载琪又摆出那副楚楚可怜的样子：“这退回来的聘礼，哥哥你收下，别放弃，今后子琪会一直等着你的，好吗？”“哦，言下之意就是只要我不用你赔双倍的聘礼，你能给我个继续送钱的机会呗。”长青抓起一枚零食，跟弹瓜子皮似的弹在唐载琪的脸上：“你当我傻？令羽长青，你找死！”一旁的唐载臣见妹妹如此受辱，就要抱起，却只见长青身后的萧冰真上前半步，目光如刀，让他不敢轻举妄动。就在气氛剑拔弩张之际，族长刚要出面调和，唐子琪突然开口道：“这婚我们不退了。”“不退了还不行吗？即使受到家族的重点培养，对他们兄妹二人来说，1万零食依旧是一笔巨款。长青非要他赔的话，他确实赔不起。他想好了，大不了就先和这个病秧子结婚，再从长计议。他在长子之脉生活了好几年，知道长青的近况，除了萧冰真以外，可以说没有一个能依仗的人，到时候找机会神不知鬼不觉的弄死他也并非难事。退？为什么不退？必须退！一旁的唐载臣却不干了。他兄妹二人忍辱负重这么多年，如今好不容易崭露头角，难免飘飘然不知所以。再加上他也见不得这个一向讨好自己和妹妹的令羽长青如此嚣张，更见不得妹妹受苦。说得好，退！为什么不退？必须退！他话音刚落，面前的长青竟拍手叫好起来：“长青哥哥！”唐载琪目光晶莹，柔声道：“我知道，你一定是太难过了，才说了这些气话。现在我愿意违背家族的意愿，不退婚了。你难道不想和我在一起了吗？”长青见状，也是深情地说道：“好妹妹啊，我也想娶你啊，可是家族有规矩，我们都身不由己。刚刚当着令羽家族这么多长老的面，你口口声声说要退婚，我也口口声声说同意了。”唐载琪哭着摇头，声音更加楚楚动人：“我不管，长青哥哥，我就是要和你在一起。”他以为令羽长青还是那个被他牢牢拿捏住，只钟情于他的那个傻子，
以为只要服软，苦苦哀求，他就会心软下来。你不就是想要娶我吗？现在我都同意了，你还想怎么样？他心里想着。可惜长青的回答却未能让他如愿。好妹妹啊，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现在你一句不退了，就想把事情一笔勾销。你当我们家族的男人是菜市场的大白菜，你想要就要，想不要就不要，那把我令宇家族的颜面置于何地？他的声音越来越高，义正言辞道：我就算是再想要你，也不能做让家族颜面尽失的罪人。说完，他站起身，对身后的一众长老家主和族长深施一礼，饶是他在家族中一直不受人待见，但他这番话说得深明大义，众长老也纷纷点头。长青见状，凑到已经呆滞在原地的唐载琪耳边，微微一笑：婚约能反悔，退婚还想反悔？小丑！唐载琪的脸瞬间扭曲起来，他强撑着维持还算体面的神色，内心却已经翻起惊涛骇浪，充斥着对长青的无边恨意。这个混蛋，他只是在戏耍我吗？我都让不到这个份上了，他凭什么不屑一顾？1万灵石怎么办？我怎么可能赔得起？长青可不管他怎么想，再度开口道：这样吧，我也不需要你为奴为婢，灵石你可以先欠着。他清楚，如果对唐载琪太过分，也会遭到家族出面制止，这种游戏就是这样，不能过界。再说了，他对唐载琪为奴为婢也不感兴趣，能得到切实的利益，拿到灵石才是最重要的。不过顺手杀人诛心一下，倒也未尝不可。既然你已经承认悔婚了，按理你应该还我2万灵石，你还了1万，还欠1万，这1万我给你出个主意。当初你不是跟我说娶你必须要1万聘礼吗？你可以再去寻一个好人，让他给你1万聘礼，到时候也别再经你手，还费2遍事，直接让他送到我府上，替你还了就可以了。只要你立下字据，你以后的夫家需要把1万聘礼送到我府上，否则就不能娶你，并且广为告知，我就可以暂且不追究这1万灵石，等到你订婚之日再给我就成。你看如何？他这要求简直是杀人诛心。你唐子琪不是想要个好名声吗？不是想飞上枝头变凤凰吗？那我偏要污了你的名声，让你下家直接把钱送我这来，看看哪个男人受得了这种奇耻大辱，谁还会要你？你别欺人太甚。唐子晨想要给妹妹讨个公道，但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他现在每月能从家族领到5枚蓝色灵石的补贴，1枚蓝色灵石相当于100枚白色灵石，他如果全攒下来，不到2年就能还清。但这些灵石是供给他修炼之用，如果修为停滞不前，那是舍本逐末的事情，到时候他现在拥有的一切都会烟消云散。我怎么欺人太甚了？我这可都是为了子琪妹妹着想啊！毕竟除了聘礼以外，眼下他也没什么赚到大钱的法子了吧？长青摊了摊手，故作无奈道：哦，对了，不过这事儿得有个期限，不然若是子琪妹妹为了当老赖一辈子不嫁，这1万灵石的账我该找谁算呢？就为期3年吧，希望3年之内子琪妹妹能寻得良夫。凡事都讲究个分寸，他现在缺灵石不假，恢复本源，攻击百花洞中的女妖修行都需要灵石，但若是强行索取，这2兄妹肯定给不起，莫不如给他们个期限，家族那边也不会有异议。我同意。唐载琪咬咬牙，点头同意道：妹妹。唐载晨还想说什么，但是唐载琪对他摇了摇头，他只能看向长青，眼中的仇恨难以掩饰。风水轮流转，令于长青，你早晚会为今天所做之事后悔。长青没有说什么，只是淡淡一笑。这个唐载晨简直是蠢货中的蠢货，有点情绪有点想法就要不吐不快，对自己的仇恨和想要报复的意愿都写在脸上了。年少轻狂吗？真是可笑。咬狗不叫，叫狗不咬，不是叫的狗不咬人，而是他把咬人的意愿都暴露了出来，人对他早有防备，怎么可能咬得到？对于唐载晨这样的对手，从战略上他是不屑一顾的，太容易看透了，也太容易防备了，反倒是唐载琪的反应还略微让他有些刮目相看，没有明着表现出对自己的怨恨，更没有急着说什么豪言壮语，放什么狠话。这个女人比他哥哥更值得提防一点，不过也仅此而已。令羽族长叹了口气，看来唐家兄妹和令羽长亲的梁子是彻底结下了。虽然在他心中，唐家兄妹的分量要远高于令羽长亲这个废柴，但碍于规矩，他也不得不说道：既然双方都没有异议，那我们各位长老也在此做个见证，以今日为期，3年之内，唐子琪须寻得夫家将1万灵石的聘礼还给令羽长亲，令羽长亲与唐载琪正式解除婚约，以后不得再纠缠唐载琪，有问题吗？没问题。唐子琪僵硬地点点头，多谢族长主持公道。另外，我还有一事想让族长和众家主长老做个见证。族长皱了皱眉，令羽长青，你还有何事？令羽长青处处透着怪异，他一副病秧子的身体，在境地失踪了那么久，还能活着回来，本身就很古怪，更何况他喜欢这个唐载琪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可今日却一反常态的对退婚一事丝毫不为所动，
只为了谋取利益。他还想见证什么？长青拍了拍手，议事厅的大门被推开，一条雪白修长的美腿迈了进来。因为血奴灵的关系，丹姬的肉身虽然失了魂魄，想要独立行动或者战斗是不行的，但在长青意念的操纵下，只做一些简单的动作姿势却不成问题。他跟随长青一路回到家族，在换了一身吓人的粗布衣裳后，就被他带了过来。由于丹姬的身材太过夸张，这身粗布衣衫在他身上穿得有些紧绷，又因为他身材颇高，足有接近1.8米，双腿极长。普通女生穿着垂到脚踝的裤裙，穿到他身上却还露出来半截光洁的小腿，看起来有些别扭。可就是这样怪异的装束，却让整个议事大厅都为之一悸。只因丹姬的肉身实在是太美了，因为担心她太过邪异的红瞳引人怀疑，长青在她眼前绑了一根黑色的丝带。饶是如此，露在外面的其余五官依旧让人惊为天人，鼻梁高翘，单唇飞嫩，一头银发垂落，好似天上仙子。他径直朝长青走来，最后站在他的身边，将手搭在长青的手上。路过唐家兄妹时，唐子晨明显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唐子琪则是不由自主地低下头，仿佛不敢直视他的光芒。即使他早已今时不同往日，衣着华贵，可面对身着粗布衣裳的丹姬，他依旧生出了一种莫名的自卑感。长青举起丹姬的手，我在修士试炼中九死一生，幸亏遇到了这姑娘，才捡回一条命。虽然她只是一介凡人，还有残疾，目不能视，口不能言，但我依旧下定决心要报答。正好今天也被退了婚，在这里希望各位长老家主和族长大人能做个见证，我要娶她为妻，一心一意对她好。既然大难不死，也是上天眷顾我，要我在修炼意图有所成就，我令于长青在此立下誓言，一定努力修行，堂堂正正地继承长子之脉，为家族发光发热。他这么做是有预谋的。本来以他的性格，一向是喜欢低调行事，偷偷发育，但通过原身的记忆，他知道了关于令宇家族的许多信息，最后得出结论，自己必须适当高调一些，为了以后争夺更多的资源利益做铺垫。原身对外一向是一个沉闷的病秧子的形象，此次参加试炼大会失踪多日，能活着回来本身就很值得人怀疑，不如塑造一个历经生死之后大彻大悟一心修行的形象。而把丹姬拿到明面上来也有他的用意，一方面丹姬的肉身对他来说有大用，他必须时刻带在身边，早晚都是瞒不住的，必须给他安排一个合理的身份。长青本想给他随意安插在府中做个侍女，奈何丹姬的外表实在太过惹眼，早晚会引起注意，那倒不如直接拿到明面上来。他清楚原身能在修士试炼上遇险，背后之人一定知道百花洞的存在，想要借百花洞之手除掉他，就是为了神不知鬼不觉。现在他活了下来，想要谋害原身的那人一定不希望事情败露，更不希望长青将自己如何遇险又如何逃脱之事公之于众。当然长青本身也不会说出来，只是对方并不知道罢了。那干脆就把丹姬的身份安插到他如何死里逃生的过程中，最模糊最可疑，但同时也最安全。因为长青几乎可以断定，想要谋害自己的人就在眼前这座议事大厅中。如果那人不想谋害原身的事情败露，就会帮他把丹姬的身份糊弄过去，不希望家族太过于追究查清楚他是如何死里逃生的。如果家族不追究丹姬的来历，那最好以后丹姬的肉身跟在他身边就名正言顺，省去了很多麻烦。如果家族要追究，那更好，他也能借此看清楚谁更有嫌疑是谋害原身的背后之人。反正丹姬的肉身如今也没了魂魄，看起来就和凡人无异，没有半点属于邪尊的气息。丹姬也明确地告诉过他，以这种三流小家族的手段，只要他们不明着使用血法灵，没人能探查出他们血法修士的身份，除非把俩人的肚子剖开，挖出里面的六脏八腑当作证据。简而言之就是3个字，不怕查。想法挺好，你小子果然阴谋诡计玩得转。丹姬的声音从长青的脑海中传来，他活了300多年，又是以局外人的视角，自然看得出长青此举的用意。自保罢了，毕竟以后你的肉身得常在我身边，没个身份还真挺麻烦的。长青淡淡道，就是看你拉着我的手还说那些话，我感觉浑身好像有蚂蚁在爬。丹姬调侃道，你嫌弃我还嫌弃呢。见长青这么说，他顿时不乐意了，你还嫌弃上了？你没看那几个老头子眼睛都看得直了，还有那个姓唐的臭小子口水都快流下来了，要是在以前敢这么看老娘的，我都会把他们眼睛剜出来。这么说你对我还真是大发慈悲，当然算你小子捡到便宜了，看也看了摸也摸了，连姐姐的鲜肉你也吞噬过了，就偷着乐趣吧。闭嘴！二人在脑海中斗嘴之际，议事大厅内的众人也终于从丹姬的经验和长青说的话带给他们的惊讶中回过神来。萧冰真最先开口，好啊好啊，我家长青终于长大了，懂事了，你有振作起来的心就好啊。他一把攥住丹姬的手，喜悦道。
哎呀，好俊好俊的姑娘，姑娘你真是我们家的恩人啊，跟我外甥也般配极了。脑海中丹姬不由得笑了出来。噗，他说我俩般配，难道不脸红吗？闭嘴。另一边，一众家主之中，一位面容沉静内敛的中年男人开口道：令宇长青，照你刚刚的话说，你是开启了窍穴，成为了修士吗？正是，晚辈侥幸开启了窍穴，修为疏忽一转。长青恭敬回道。男人是令宇家玄字支脉的家主，令宇玄成。四大分支中，文字势力最大，家主正是现任族长。俊字和长字略微次之，且相互之间矛盾最深，而玄字则相对中立。疏忽一转啊！令宇玄成叹了口气，几位长老也开始窃窃私语起来。这疏忽一转实在是太罕见的劣等天资了吧？疏忽一转，可能一生都没法突破到刹那境界。本来还以为他能继承长字支脉，看来这小子一向是几个支脉继承人中最废的一个，对他本来就不该有什么期待。听到几位长老的评价，萧冰真不满道：疏忽一转怎么了？疏忽一转就不是家族的一份子吗？就不配在家族的庇佑下修行了吗？说罢，他拍着长青的肩膀，鼓励道：长青，别听他们的，小姨相信你一定能行的。你今年刚满，离家主考核还有1年，只要你努力修行，一定能继承家主之位。小姨先带你回去好好休息，明天就带你去家族的学院，一定让你在修行上赶得别人。等等。就在这时，一个鹰钩鼻面容阴沉的男人开口了。男人名叫令宇俊逸，是俊字支脉的家主，同时也是主管家族学院的长老。令宇长青从禁地归来，比别人迟了足足2个月，而且似乎经历了不少事，还有他带来的这个女子也非常可疑。应该让他将修士试炼中的完整经过详细的汇报给家族，并且派人验明真伪，并且确定好这个女子的身份之后，再让她回归家族，进入学院修行不迟。他这话说的在理，不过谁都知道俊字支脉和长字支脉不对付，令宇俊逸此举也多少有些刁难之嫌，一直不让他回归家族，再在调查的过程中故意拖延些时日，不管是对长青的声誉还是修炼上，都或多或少会有些影响。不行，必须先让长青回归家族。萧冰真第一个站出来不同意。萧长老，这也是关系到家族的安全，这次修士试炼失踪的除了令宇长青以外还有2人，万一他们的失踪就和令宇长青有关系呢？俊逸长老，你不要随便污蔑我家长青，境地危险，他自己都死里逃生，怎么可能谋害其他人？就算令宇长青清白，他从境地带回来的女人难道不该查一查吗？你少在这强词夺理，每年家族吸纳的外来女子那么多，你怎么不挨个去查？每年周边村落误入境地的人多的是，她一个姑娘连修士都不是，只是一个凡人，能有什么危险？更何况她还是残疾，现在她是长字支脉的媳妇，谁也别想为难她，她得跟我回家。令宇俊逸不依不饶，萧冰真也寸步不让，最后还是族长出言调和。他把手中的茶碗往桌上不轻不重的一放，语气严厉：好了，当着大家的面，你们2个长老这样子成何体统？令宇长青就先回归家族，明日就让他先加入家族学院，不要耽误了修行。萧长老，你身为家族护卫长老，本来令宇长青此事应该交由你来调查，但他与你有亲，为了避嫌，此事就交给执法长老调查。至于那女子，等令宇长青回头向执法长老交代完他的来历之后，若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就交由他自己安置吧。族长说完，一旁的执法堂长老道了声势：好了，就先这样，都散了吧。族场主持完这一切，众人自然都没有异议。萧冰真满意的拉着长青和丹姬回到了长字支脉的府邸。傍晚时分，长青被请到了执法堂，他简单交代了一下试炼的经过，并没有提及被人打晕一事，只说自己开启窍穴之后感觉头痛欲裂，就昏了过去。醒来时发现在境地中迷了路，还遭遇了几只狂暴的灵兽，侥幸逃脱之后被丹姬所救，疗养了半个月之后勉强能走动了，就赶忙回到了家族。执法长老只是做了记录之后表示会去调查，就让长青先回去，没有了下文。在从执法堂回去的路上，丹姬在长青的脑海中开口道：太假了，有点可笑。确实，他们甚至连我身上的伤都不查一下，谋害你的幕后主使基本可以确定了吧？丹姬说完，长青却犹豫了一下，摇了摇头，我怎么觉得主使不只有一个？执法长老名为令宇文峰，是文字支脉的人，也是族长的亲信。从所有人的角度去看，族长这样的安排都没有问题。令宇玄成与萧冰真对于调查长青修士试炼一事发生矛盾，族长为了让双方避嫌，也为了调解，派自己这一派的执法长老负责调查此事，合情合理，也非常高明。但是只有从长青的角度看，才能发现这里面的猫腻。如果谋害原身的幕后之人不想让长青遇险的真相暴露出来，那族长的做法就已经合了他的意。这也是为什么执法长老对自己的问询如此敷衍的原因，因为族长就是幕后之人，执法长老是他的亲信，
很有可能就知道长青的失踪是怎么回事。他对长青的问询就是在敷衍了事，顶多是在确认长青到底知不知道是谁打昏了他。只是族长除掉自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且，怎么了？这么明显的事情，你不会还不能确定吧？这么犹豫，有点不像你啊，小子。丹姬疑惑道：“不，族长肯定是有问题的。我只是怀疑在一众长老中和族长目标一致的人不止执法长老一个，还有别人。还有。”丹姬一愣，他不反对长青的想法，毕竟对方是堂堂一族之长，有人同伙很正常。他只是好奇长青是怎么看出来的。但是稍加思索之后，他便想明白了，随后叹了口气：“唉，比起我，你更像是一个活了几百年的老魔头。他待你那么好，我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看，第一时间都未曾怀疑到他身上。可能我天生就比较冷漠无情吧。况且他也确实有些可疑。我收回之前对你的评价，你不是走邪道的好胚子，你骨子里就是邪魔。”呵呵，长青无所谓的笑了笑。他怀疑的人正是萧冰真。原因很简单，如果他真的那么护短，把长青当作亲人看待，会不同意调查清楚他在试炼之遇险的经历吗？对于丹姬，一个长青说要娶过门的女人，他会那么轻易的就报以信任，一点都没想过要调查一番。站在一个长辈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会觉得可疑。况且他在议事大厅的举动，在别人看来可能是护短，但是在长青看来，更像是在刻意把水搅浑。学院长老令宇俊一说要调查长青，可能是出于针对。如果萧冰真和他争执的目的是把水搅浑，好让族长能够出面把调查一事揽到自己人身上去，这都是有配合的话，那么就有点可怕了。长青没有确定萧冰真要谋害自己的原因和丹姬不同，他并不是因为萧冰真所谓的带原身很好护短才不愿意去怀疑萧冰真，他只是单纯的想不出萧冰真想要除掉自己的动机。萧冰真是原身的靠山和依仗，原身说是他培养的傀儡都不为过，并不否认萧冰真是出于和长青母亲的主仆之情才对原身如此好。但是除掉长青对他没有任何好处，相反，如果他能帮助长青继位家主，那他可以说是长字支脉实际的掌权者。长青若是他，肯定不会帮助族长除掉自己，当然也不能指望所有人都能和他一样分得清利弊，或者不被感情所左右，比如说唐载琪那样的蠢货。总之族长和执法长老肯定有问题，至于萧冰真就暂且存疑吧，对他先以提防为主，哪怕阴沟里翻船了，我还有重生的能力，下一世可以先下手为强。思索间，长青已经回到了长字支脉的府邸，整个府邸不可谓不大，一路上府中的仆役见到他无不鞠躬行礼，不敢怠慢。这位长青少爷的脾气一向阴晴不定，对待属下极度严厉刻薄，经常打骂责罚他们。虽然这并非长青的本意，都是原身所为，估计是明知自己是个废物，却偏偏是支脉的继承人，背负不起这份责任，从而变得自暴自弃，敏感脆弱了起来。不过对长青来说，也不见得是坏事就对了，这些下人惧怕他，相当于给他省去了很多麻烦。来到饭厅，围坐桌边的一共3人，长青先对着居中的女人行了一礼，到了生姨娘，又对着一旁的一位青年点头到了生哥。最侧边坐着的人是萧冰真，长青还未行礼，就被萧冰真拉着坐了下来。哎呀，跟小姨还客气什么？坐下坐下，我特意吩咐厨房做了你最爱吃的，就等着你了。虽然萧冰真坐在最侧边，身份在这府中也是最尴尬的那一位，但在这个房间里，没人敢忤逆他。只因现在家主病重，每日卧床不起，已经1年有余，长字支脉实力最顶尖，也是实际的掌舵人，就是萧冰真。最中间的女人名为秀娥，是他父亲的妾室，也是府中的女主人。另一边的青年名为令羽长歌，是他的亲生儿子，也是长青的大哥，比他大了1岁。不过虽说是兄弟关系，可2人的样貌、性格都截然不同。长青身高中等，只有1.75米左右，五官俊秀，眉眼狭长，长发垂肩，皮肤白净，总是阴沉着脸，身材也偏瘦，因在百花洞中使用过损耗本源的血法灵，如今更是眼眶深陷，面如枯槁。而长歌则身材高大，比长青高了半个头出来，五官端正，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英气逼人。他身体健壮，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笑容，让人如沐春风。待人处事方面，长歌也和弟弟大不相同，他对人和善，严于律己，就连府中的杂役们私下里都对他赞叹有加。弟弟，这次修士试炼，你成功开启窍穴了吗？是什么先天修为？长青还没动筷，哥哥长歌便开口问道。吃饭呢，有什么事情吃完再说。萧冰真似乎不想让2人讨论这个问题，忙在一旁打断到长青放下筷子，略有些疑惑地向萧冰真问道：小姨，您没和大家说吗？他和丹姬被萧冰真带回府邸时，令羽长歌还在家族的学院上学，没有回来。他向父亲和姨娘请过安后，就被执法堂给匆匆叫去了。没想到这期间，萧冰真并没有和其他人说他开启窍穴等事情。
萧姨只说了唐载琪来找你退婚的事情。弟弟你做得对，大丈夫何患无妻，没给我们肠子支脉丢脸。哥你言重了，成亲本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他不乐意，肯付赔偿，我也不能拦着。长青无所谓的笑了笑。小姨没和你们说我先天修为的事情，可能是忘记了吧？我是先天疏忽一转。他平静地说出自己的修为，而后淡淡地问道：哥是什么先天修为？萧冰真轻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先天疏忽一转修为可以说是废柴中的极品，难得一遇的垃圾天资。参加修士试炼一般会有3种结果，要么先天疏忽4转以上，天资极佳，可称天才；要么先天疏忽2转3转，虽然天资不高，但修士本就稀少，能踏上修炼一途已是难能可贵；要么干脆没能开启窍穴，一点修行的天资都没有，这样的人也是大多数，注定做一辈子凡人。而长青则是最罕见的一种情况，开启了窍穴，但只有疏忽一转，是修士不假，却是最垃圾的天资，可以说是天赋极差，根本没有成为强者的可能。进阶到刹那境界都是难事。长青这种情况，萧冰真不管是出于什么立场，哪怕他对于长青的关心和爱护都是装出来的，也不好特意跟旁人去说他的先天境界。问的人偏偏还是令羽长歌。长青并不知道，哥哥令羽长歌和他正相反，是家族100年难遇的超级天才，先天疏忽8转，比唐家新晋的天才唐子晨还要高了1转。只可惜他并非自然开窍，而是在修士试炼中经历天地异象之后开启的窍穴。本命玉灵也不似唐子晨的神风灵那么霸道，只是令羽家修士最常见的波纹灵，但这依旧不妨碍他是今年的修士试炼之中天资最高的事实，甚至是近100年来家族出现过的先天境界最高之人。唐子琪先天疏忽5转即是天才，被唐家重点培养。往年在令羽家也一样，先天疏忽6转都是喊而又喊。见长青并没有特别在意自己疏忽1转的修为，反倒是问起他来。长歌愣了一下，不只是因为长青极低的天资，更因为他淡然的态度，仿佛完全不在意这件事一样。我是先天疏忽8转。听到长歌的回答，长青心中也是小小的吃惊了一下。先天疏忽8转是个什么水平？他在心中向丹姬问道。马马虎虎吧，算不得天才。丹姬评价道。最高的天资不就是疏忽9转吗？唐子晨疏忽7转你说普通，他疏忽8转你说算不得天才，难道只有疏忽9转才算天才吗？长青有些不解，真正能称得上天才的疏忽9转只是个基础而已，没有点什么特殊体质也好意思叫天才？丹姬不屑道。那像我一样有先天灵体和炼法圣体2大特殊体质，却只有先天疏忽1转，算是天才还是废柴？丹姬想了想，你这种情况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见，先天灵体和炼法圣体都是很罕见的特殊体质，再不济也不至于同时出现在一个疏忽1转的废柴身上，这2个体质随便沾一个都得是先天疏忽9转的天资。见丹姬这么说，长青突然想到了，他第一次穿越到百花洞的时候就是疏忽9转，但是随着他后续不断的重生，每次都会降低一些修为，一直到最后才变成了如今的疏忽1转。那会不会自己的天资其实就是先天疏忽9转？将想法说与丹姬后，丹姬却泼了他一盆冷水。天资这种东西很玄乎，先天境界只是他表现出的形式而已，组成一个人天资的东西有很多，体质、境界，甚至是气运、容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组成了一个人的天资。哪怕你曾经是先天疏忽9转，但几度重生让你的先天境界下降，也早就打破了这种平衡。况且你还透支了本源，虽然可以恢复，但也对你的天资有所影响。总之，在你的糟蹋下，如今你的天资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先天疏忽1转，最废柴的那一类，修行的速度缓慢至极。听到丹姬这么说，长青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曾经身处百花洞的时候，他的目的只是逃出去，天资这种东西他不看重，很正常。如今他的目的变成了不断修行，提升境界，找到破解湮灭的办法，寻回落红颜夜清河。按理来说，天资对他应该很重要，但他依旧不看重。活生生的例子就在身边，丹姬就是疏忽1转，不也成邪尊了吗？天资带一个天字，老天决定的东西，他不信。万般皆有因，唯有人自度。见长青没有说什么，长歌拿起酒壶给他倒了一杯。弟弟，先天疏忽1转，虽然是很低的天资，但一样能修炼。他举起酒杯和长青碰了碰。你将满17，还有1年多的时间修行到刹那境界，虽然困难，但也不是没有机会。家族的规矩你是知道的，18岁之前不能修行到刹那境界，是没有资格继承支脉家主之位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到时就将由我来继位了。弟弟你要努力啊。长歌说完，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哥没别的意思，能不能继承家主之位，全都看你自己。长青本以为他会象征性的说些宽慰的话，
没想到他会这么说，倒还有点意思。他对家主之位其实没什么兴趣，但是他对家主能够调动的庞大资源可是很感兴趣，尤其是灵石。给原身一个继承人娶妻都能拿出1万枚白色灵石作为聘礼，可见其财力。所以对这个家主之位，他是势在必得的。摇晃着手中的酒杯，清澈的酒液反射着桌上的烛光，长青饶有兴致地问道：“哥，你觉得我能在1年内修行到刹那境界吗？”长歌依旧没有说出什么他想象中的客套话，他摇摇头，表情认真又略有些无奈道：“很难，我觉得不太能。”这是个真诚的人吗？也是，也不是，起码他表情中的无奈是装出来的，更像是一种对长青的同情，不过是虚假的罢了。长青能从他的眼中看出一种自信，那是一种骨子里透露出来的，发自内心的自信。因为自信，所以堂堂正正，毫不掩饰对于争夺继承权的渴望。根据原身的记忆，这个哥哥一直都是一个自信的人，那是一种属于强者的自信。即使那时他还没有开启窍穴，不清楚自己的优秀天资，他也依旧自信、正直、宽仁、大度、诚实，似乎所有人都肯定他的人品。尽管他是个小妾生的孩子，而长青虽然是正室所生，母亲却在他出生时就难产而死。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尽管有萧冰真的爱护，但原身依旧形成了一种扭曲的性格，招人厌恶。现在二人的天资显露而出，再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哥哥无论是样貌、性格、天资，无不是优中之优，弟弟则是完全相反。长青不是这个世界的原住民，对嫡出术出没什么固有的成见。在他看来，令与长歌是个优秀的对手，至于他是否正直，会不会在争夺家主之位的过程中耍什么阴谋诡计，他不在乎。也许他也参与了对原身的谋害，但那又如何呢？每个人都有追求、竞争的权利，他从来不认为因为一个人身上带着谁的血统，或者从谁的肚子里爬出来某些东西，就理应是他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哪怕对他自己来说，也不例外。继承人的资格只是暂存在我这里罢了，你想要来抢便是。行了，长青能平安回来比什么都强，多余的话就不用再说了。什么天资我都是他小姨，我活一天就有他一天。萧冰真把筷子往桌子上不轻不重的一拍，语气有些不悦。学院那边已经打过招呼了，族长也同意长青明天就加入学院，你们兄弟2人明天就一起去吧。长歌少爷，长青他没去过学堂，身体又弱，你可要多照顾照顾他。他一发话，众人也都不再说什么，一顿饭在有些微妙的氛围中吃完了。第二天清早，长歌早早的就在长青的门前等待了。他这个弟弟一向起床很晚，而且从不允许有侍女打扰他，若是敢去叫他起床，定会受到严惩，但是学院是不允许迟到的。萧冰真发了话，让兄弟2人一起去，他不能违背。为了避免有无辜的侍女遭殃，他还是决定亲自来叫醒弟弟。就在他站在门前准备叩响房门时，身后却传来了长青的声音：“哥。”长歌回头，没想到弟弟竟然起得这么早。长青身着一件轻薄的便装，已经被汗水湿透，紧紧贴在他枯瘦的身上。深秋的早晨透着一股寒意，他的身体微微冒着白气，能看出来确实做了很剧烈的运动。起得很早啊，弟弟。稍微跑了几圈，哥你等我换身衣服，应该来得及吧？来得及，等你。长青走进房间，关严了房门，掀开床上的帘子。单姬的肉身正静静地躺在床上，好似童话中安静的睡美人。长青凑过去，如同童话中吻醒睡美人的王子，轻轻捧起她的一只手，对着她洁白的藕臂张开嘴，好似亲吻。顿时鲜肉精纯的血气被他所吸收，滋养着他的身体。腥甜的感觉充斥着他的口腔，一抹红光从他的眼底亮起，片刻之后消散殆尽。单姬手臂已经复原如初。本源受损，你现在的身体极度虚弱，以后每天早上你都要起来，把体力消耗殆尽之后吸收我的血气，坚持下去对你的身体有好处。单姬的声音从他的脑海中响起。你这肉身真是好东西，不愧是鲜肉，我本来感觉到要累死了，吸收之后又精神100倍。现在你境界太低，身体里血气的储备太少，所以我的鲜肉对你的恢复效果才这么明显，等以后你实力变强了，就不会这么明显了。足够了，只可惜你这鲜肉好是好，却只能恢复血气和灵力，没法用来修炼，也没法帮助我恢复本源。想什么呢，傻小子，想要恢复本源，必须吸收纯粹的天地灵气，一点点滋养你的身体，不然你就是把我囫囵吞下去也没用。而且当初在百花洞，我用的是拔苗助长的法子，用我的精血帮你强行提高修为，根基不稳且不论。等你到了刹那境界之后，你对我的精血越适应，往后这个法子对你修为的提升效果就会越来越差。不急，只是修为暂时在疏忽一转停滞不前而已，又不是不能修行。这样想着，他把地宫府中的那枚散发着深紫色光芒的玉灵重新收入丹姬的窍穴内，又将血魔灵放到了自己的地宫府中。
不得不承认，身为邪尊，丹姬的底蕴确实很深厚，随便一出手就是地灵级别的玉灵。那枚玉灵的形状宛如一个漏斗状肉块，刚刚每当长青吃下一口丹姬的血肉时，他也会随之蠕动一下。这枚玉灵没有任何作战能力，却贵为地灵，自然是因为它另有妙用。血石灵，下品地灵，需要800余个窍穴承载，作用非常简单，能帮助修士完全吸收吃下去的全部食物，将其中蕴含着的血气，甚至于微弱的灵力都能吸收得干干净净，渣子都不剩。不过这血石灵其实是有些鸡肋的，只因为它品阶略高，起码得顷刻9转以上的修士才能使用。顷刻9转的修为只有900个窍穴，却还要带一个占据800余个窍穴，却没有任何战斗能力的玉灵在身上，对于独来独往、每日刀口舔血的邪法修士来说，无疑很愚蠢。所以这血石灵一般都是转瞬境界甚至更高的须臾境界的邪法修士才会使用。但是到了这种境界的血法修士，自身的血气已经非常充盈，恢复的速度也很快，能修炼到这种境界，天资也不至于很低，吸收天地灵气的速度会很快。血石灵依靠吃来辅助恢复和修炼的优势，对他们来说也就没那么大了。但这血石灵对丹姬这种先天疏忽一转，吸收天地灵气的速度很慢，修炼速度更慢的修士来说，无疑是至宝。只要有足够多的蕴含灵气之物或者血气充盈之物，血石灵就可以完美弥补天资不足的问题。对于长青这种疏忽境界就修炼出地功夫，在极低的境界就能使用血石灵的妖孽来说，血石灵更是救命稻草一样的存在。现在长青由于本源亏空，不止修为停滞不前，身体也脆弱不堪。丹姬给他制定的计划就是先利用血石灵的吸收能力，每天让长青将体力尽量消耗殆尽之后，再食用他的血肉，通过血石灵快速吸收恢复，这样能够最大程度的淬炼他的肉体。不过可惜，血石灵对战斗没有任何帮助。长青去学院时，自然是不能把丹姬肉身带在身边的，独自行动时，为了以备不时之需，他必须好好利用自己的地功夫。血魔灵就是现阶段对他来说最朴实无华也最有效的地灵。需要搏命之时，他可以催动血魔灵大约半炷香的时间，短暂发挥出的实力可以比肩转瞬境界的修士，是一个可观的战力。还好原身给他留了个人人都怕的臭名声，他的房间平日里没有他的吩咐，仆役们都不敢随便进去，丹姬的肉身暂时居住在里面，非常安全。长青计划着每日从学堂归来之后，只要带着丹姬的肉身在府邸附近溜上几圈，也就足够掩人耳目了，起码没人会怀疑他是个活死人。反正大户人家的小姐平日里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丹姬的肉身整日待在房间里并不奇怪。把丹姬的肉身在床上摆好成一个睡觉的姿势，做好这一切，他才开始洗脸更衣。屋外长歌等了一会儿没见长青出来，索性走到了府邸的大门口等待。走到门口时，他愣住了，门口的地面上有一串脚印，看起来是鞋底浸湿之后在地上留下的水渍。已经是深秋时节，再加上山谷中的湿气本就重，所以那串脚印并没有很快的蒸发，脚印密布，重重叠叠，乍一看像是有很多鞋子湿透了的人走过了同一处地方。但长歌知道并非如此，这是一个人的脚印。他顺着门口的脚印一点点跟过去，他想知道这串脚印到底有多长。但那串脚印似乎绵延无尽似的，长歌的速度越来越快，直到后面已经变成小步慢跑了起来，直到又重新回到了府邸的大门口。他的额头上已经微微有了几颗汗珠，在心中估摸了一下，他觉得以那个弟弟病恹恹的体力，起码需要天不亮就开始跑，中途不停，才能勉强围着府邸跑了这么多圈。不对，他跑得比我估计得还要更多，我跑了一圈却没有留下脚印，因为没有流出那么多的汗水。这只是一件小事，可不知为何竟让他心中隐隐多了一丝不安。这个弟弟似乎哪里变得不一样了。那又能怎么样呢？你终究只是疏忽一转的天资，家族的这份重担你扛不起。他摇了摇头，把这个念头逐出脑海。不多时，长青就走了出来，他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头发虽然依旧随意披散着，但看起来气色好了一点，人也有精神了一些，不似刚刚那般萎靡。长歌只当他是洗漱完毕的清爽，但其实这是他利用血石灵消化了丹姬的血肉之后，恢复了力气血气。哥，久等了，我们走吧。长歌点点头，兄弟二人并肩而行。他像是不经意地问了一句，怎么突然想着要早起锻炼？体魄力行，性命双修，没有身体修炼不好。长歌沉默了片刻，长青说的很简单，也很有道理，但这不是他想听到的回答。因为我想变强，我想修炼，我想进阶刹那境界，我想继位家主，这才是他想听到的回答，也像这个颓废了10余年的弟弟受了刺激3分钟热血时候会说的话。但长青的回答就好像把修炼、修行、变强当做了理所当然，无需过多赘述的事情，这不像他的那个废物弟弟会说的话。他还想再问，但又突然觉得
自己的想法有些可笑，问的意义是什么？听到想要的回答后，印证他这个弟弟依旧是那个废物，他好高枕无忧吗？这不是他令羽长歌的作风。想了想，他把要说的话收了回去，转而问道：你应该很早就起来跑步了吧？是不是还没用过早点？现在还来得及，要不回去吃一口再走？不必了。长青摇了摇头，我已经不饿了。家族的学院里，低级生有一半已经落座了。这些少年少女都来自令羽家族，有些氏族中之人，极少数几个是来自家族管辖之内的村寨等地。此刻距离开课的时间还有一会儿，这些学员三五成群聚在一起，都在讨论些什么。从这些少年们凑成的圈子中，自然就能看出3、6、9等最低一档是那几个来自令羽家族之外的少年们。他们往往穿着粗布麻衣，凑在一起窃窃私语，不敢发出太大声音。比他们稍微好点的是那些来自令羽家族但并不姓令羽的那些少年们，他们衣着普通，有一些还会挤到其他圈子里互相交谈。而声音最大的则是最少数那些衣着华贵的少年，他们都是令羽家族中人，而且大部分都姓令羽。这些人以几个领头的少年为首，组成了几个小圈子。令羽俊祥，俊字支脉家主的独子，这些人中最显眼也最飞扬跋扈的就是他。高贵的身份和先天疏忽无转的天资也让他足以傲视众人。不过他是个小胖子，比长青还要小1岁，看起来有些滑稽可爱。令羽玄奇，玄字支脉家主的幼子，先天疏忽4转天资。比起令羽俊祥，他看起来就低调了许多。他面容清秀，时不时和身边的一小圈子人交谈着，偶尔还会露出和煦的笑容。还有一个圈子里围满了女生，学院内那些衣着华贵的女生基本都围在一个看上去最精致的女生中间。令羽文渊，文字支脉中人，也是族长的亲侄女，先天疏忽4转天资。除了这3个小圈子之外，还有一个小圈子也有一些人围拢着，不过看上去并不是很热闹，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他们围着的是一个空的座位。哎，长哥来了。一个少年看向门口，令羽长歌走了进来，长青跟在他的身后。弟弟，你就先坐在我旁边吧。长歌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向长青发出了邀请。不必了哥，你身边这么多朋友呢，我就不碍眼了。长青却摇了摇头，看向讲堂的后方，在靠窗的地方正好有一处空位，他自顾自走了过去，坐了下来。长歌顿时感觉到有些尴尬，毕竟长青和他一起进来，大部分人也都知道二人的关系。他主动开口让长青坐到旁边，却遭到了拒绝。其实拒绝长歌并非长青的本意，他还没那么无聊去跟别人玩这种勾心斗角的小心思。只是长歌的座位在第一排，长青坐在他旁边实在是不方便。毕竟他来讲堂听课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睡觉。是的，睡觉。家族对于人才最为看重，修炼的资源都掌握在家族的学院中，所有的少年修士必须统一到学院中，才能得到家族分配的修炼资源、修行之道。资源主要是在家族的灵脉中修行的资格，指导自然就是在讲堂之上，师傅讲解的修行知识。资源他要，这就是他来学院的目的。但指导他真不需要，毕竟有丹姬的魂魄在身，哪怕是让家族长亲自来教，其在修行方面的理解和见识也远不及丹姬这个活了300多年货真价实的邪尊。所以这个讲堂对他来说就是睡觉的地方。倒不是他懒惰，只是睡觉对他来说更重要一些。他现在身体虚弱，根据丹姬的解释，吃和睡就是最朴实有效的修养身体的方法。吃，他当然有丹姬血肉这样的大补之物；睡，他却没有足够的时间，他的时间很紧，每个时间段都被丹姬规划好了。讲堂上不睡，确实睡不够，伤身。可能是因为在地球上读了那么多年书的熏陶，他还是下意识地觉得在第一排睡觉不太合适。相反，最后一排才是睡觉的好地方。到座位上坐好之后，他调整了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无视了各式各样的目光，直接就开始了他香甜的睡眠。这谁呀？长得跟饿死鬼投胎似的。没有啊，我觉得他长得还蛮好看的，就是眼神有点吓人。来了就开睡，一会儿讲堂的师傅来了不罚他。嘘，你不要命了？这是令羽长青，长字之脉的继承人，就是脾气又坏又臭，仗着有家里撑腰就无法无天那个。令羽长青，不就是修士试炼上失踪的那个吗？他没死啊？你不知道，我爹跟我说，昨天他未婚妻还来家族退婚，耻辱啊！是那个什么唐载琪吧？唐家的那个，听说这个令羽长青给那个女人花了好多钱的，结果现在可倒好，人家成天才了，拍拍屁股把他甩了。话说他不就是长哥的弟弟吗？长哥那么好的人，怎么能有这么个像垃圾一样的弟弟？别瞎说，毕竟人家是兄弟。支脉的事情谁说的好？我看他俩的关系也不怎么样。不时就有人对他议论纷纷，但是这并不能打扰长青，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砰的一声，长青只感觉面前的桌子微微一震，他便从睡梦中惊醒，抬起头，只见一个女孩趾高气昂扬起的下巴正在他头顶。
面前的人正是令宇文渊。回顾了一下原身的记忆，长青对这个令宇文渊的印象不是很深，只记得他父亲是明堂长老，也就是族长亲弟弟的女儿，族长的亲侄女。像他们这些家族子弟，尤其是身份颇高的公子小姐，不管关系好坏与否，彼此之间都会有一些交集，但原身却和他们格格不入，所以和令宇文渊也没见过几面。长青皱了皱眉，略有些不悦道：“有什么事吗？”令宇文渊伸出手，指向他的鼻尖，带着高高在上的口气：“你就是令宇长青，明知故问。”长青把头靠在臂弯上，又闭上了眼。关于这些少年少女们之间的小心思、小圈子、小把戏，他完全不感兴趣。在他看来，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可笑。不用猜，他也能估计个大概出来。这女孩无非是想来了一个下马威，或者是仗着身份抢先过来对他这个废物羞辱一番，凸显能耐罢了。小孩子就喜欢搞这些把戏，无聊至极。你起来，我让你趴下了吗？见长青无视自己，令宇文渊顿时愤怒不已。不得不说，这女孩应该是平时蛮横惯了，头一次被同龄人这般对待，气不过的同时，竟直接要伸手去薅长青的头发。文渊，你做什么？就在这时，令宇长歌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见他过来，令宇文渊赶忙把手缩了回来，如同做错了事的小姑娘似的，略带委屈道：“长歌，我刚才都听到了，你好心邀他坐在旁边，他不识好歹，让你难看，我想替你教训他一下而已。”长歌看着趴在桌子上呼吸均匀、完全没有任何反应的弟弟，叹了口气：“感谢文渊妹妹替我着想，不过长青是我弟弟，怎么样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况且只是坐在什么地方的小事情，没什么大不了。我这弟弟性格就是如此，要是得罪了你，我替他道歉了，文渊妹妹别放在心上。”令宇文渊连忙摆手，略带羞涩地说道：“没事的，我就是好心。你弟弟这么不合群，我怕他这样不好。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就是找茬的。”但长歌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大可不必得罪令宇文渊。出于责任，自己这个废物弟弟被欺负了，他出言相劝，旁人也就挑不出什么毛病了，这样就足够了。果然，旁人看到长歌此举，大多都赞赏有加。长歌真是大度啊，谁说不是呢？令宇长青这么不识好歹，他还是以德报怨。哎，任谁摊上这么个弟弟都不好过呀。不过你们说文渊小姐是不是对长歌有意思啊？你难道才看出来？都来学院2个月了，所有人都看出来了好吧？长青心中觉得好笑，原来是这样，倒是把这一层给忽略了。像他们这样的年纪，正是少女怀春的时候。令宇长歌出身不差，长相英俊，天资万中无一，行事作风也是极为光正，被女生喜欢很正常。他没有青春期恋爱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一时间没想到。无所谓了，这样更好，起码令宇文渊不是针对自己，他喜欢令宇长歌，那就让他去追求好了。唯一可惜的就是被他这么一打扰，长青怎么睡都觉得不似刚刚那般舒服，翻来覆去的调整了半天姿势，也没能睡着。不多时，就有师傅进到了讲堂中来，众人也纷纷在座位上坐好，对师傅行礼之后，师傅便准备开始授课。长青抬起头看了一眼，正和师傅对视上。讲堂师傅看向他，皱了皱眉头：“令宇长青是吧？”“是，师傅。”长青起身回答道：“这讲堂师傅他在家族的议事厅见过，当初唐家兄妹来退婚时，他就坐在学院长老的身旁，也是俊子支脉的人。令宇长青，前2个月的课程你没有跟随学院学习，如今你是什么境界？”疏忽一转，师傅。长青并没有任何的迟疑，汇报了自己的修为。在家族议事厅里，讲堂师傅绝对已经知道了他的境界。疏忽一转，这么罕见的劣等天资，他不可能忘。长青那时在议事厅的表现太过无赖，太过嚣张，讲堂上最讨厌像他这样的刺头。当然，也不排除因为俊子和长子2支支脉多年积压的矛盾，让俊子支脉的讲堂师傅想打压他一下。长青大概能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问，无非是想让他在众人面前难堪罢了，让学生们都知道他的垃圾天资，好给他一个下马威，以后在自己的讲堂上夹着尾巴做人。果然，长青一开口说出先天境界，底下就有人开始窃窃私语起来。疏忽一转，真的假的？这么差的天资，我连听都没听说过，这和凡人有什么区别？还不如凡人吧。长歌明明是家族100年难遇的天才，他弟弟怎么这么废物？还好，我以为我是所有人里天资最低的呢，现在有了他这个疏忽一转，我终于不用自卑了。刚开始看他那么拽，连文渊大小姐都敢无视，还以为多有实力呢，原来就是个废物。长青心中淡淡一笑，这种小手段如果拿来对付一个16、17岁的少年，也许会给其带来巨大的打击。这个年纪的男生心高气傲，只要狠狠碾压他的自尊心，让其失去自信，从此一蹶不振，会很有效果。可惜长青不是一个16、17岁的少年，这样的嘲讽和非议，或者是旁人的排挤，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可笑了。和当初在百花洞中的绝望比起来，
都没什么大不了的。满意的听着讲台下的窃窃私语，讲堂师傅刻意咳嗽了2声，示意大家肃静之后，故作严肃的和长青说道：既然你缺席了2个月，一定落下了很多知识，等有空闲时间可以多来找我请教，不要因为天资低微又落下了进度就自暴自弃，知道了吗？多谢师傅。见长青面色淡然，并没有如想象中的那么愤怒或者屈辱，讲堂师傅心中扫兴，点点头，示意长青坐下，而后开始授课。随着师傅的声音响起来，长青也再次躺在了桌子上，开始睡眠休养身体。长歌回头看了一眼躺在桌子上的弟弟，摇头叹了口气，他果然还是3分钟热血罢了，想要顺利修行，理论的知识怎么能少呢？只是一味的蛮干，除了感动自己以外什么都做不到。看来我的担心还是多余了。讲堂之上，师傅正在讲解关于护法人的知识。所谓修行的过程，就是身体吸收天地灵气的过程，而真正消化天地灵气的，正是我们修士的先天窍穴。先天窍穴与后天修行的窍穴不同，只有先天窍穴才能消化天地灵气，这就是为什么先天境界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天资。比如一个修士的先天境界是疏忽8转，那他就有足足8个窍穴用来消化天地灵气，可以说他的修行速度是先天疏忽1转境界修士的8倍。师傅有意拿8转和1转来举例，他说完这些，众人都下意识看向了长歌和长青。他说的有几分道理。长青无视众人的目光，在脑海中向丹姬询问道：说的没错，但是太过片面。丹姬评价道：此话怎讲？如果只靠吸收天地灵气来提升修为，那先天窍穴数量越多的人，确实消化灵气的速度越快，可这不代表境界提升的越快。毕竟获得灵气的方式还有很多种，功法也很重要，比如血法修士就有从血液中获得灵气的能力。但是这些小家族小势力没有这种特殊的功法，是吗？长青问道。当然不是，准确的来说是这种正道家族没有邪道功法。丹姬有些微妙的笑了笑，又问道：你知道邪道功法都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吗？残害人命，伤天害理。是，但是不全都是。你知道世上第一个邪道功法是什么吗？不知道，是血法功法。猜得到没错，不过严格意义上来说，当时还没有血法修士这个概念，甚至还没有邪道修士这个概念，直到祖魔创造出了无极功法。无极功法听起来蛮厉害。长青饶有兴致地问道。在旁人看来，他只是在桌子上趴着睡觉，但实际上他从来不是个懒惰的人，相反他很好学。丹姬说的这些秘辛，远比讲堂师傅说的那些死板的知识有用得多。当然厉害，传说无极功法夺天地生灵之妙，每提升境界之后，后天修行出来的窍穴和先天窍穴一样，也能用来消化天地灵气，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也没有任何限制。那岂不是随着境界的提升，修行速度就会越来越快？这么逆天？长青叹道。可惜这个功法已经失传了，祖魔被正道修士围剿致死，无极功法也从此失传。说完这些，丹姬问道：知道为什么这么厉害的功法却没法留存于世吗？长青也有些不解，不过稍加思考之后他就想通了。本来我以为这么厉害的功法换作是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得到它，但转念一想，如果我是围剿祖魔的正道魁首，即使得到了这种功法，我也会毁掉它，让它失传。丹姬冷笑：呵呵，现在你知道邪道功法的共同特点是什么了吗？让天资低下之人获得足以堪比天才的修行速度，弥补了天资的缺陷，甚至超越了天资带来的优势，就是邪道功法。通透。无极功法如此逆天，却是第一个被打上了邪道标签的功法。正道中人甚至不惜毁掉如此诱人的功法，也要让它失传，为什么？历经了数不清的岁月，当年被称为祖魔的修士是否因为无极功法而变得邪恶嗜血，已经不得而知。但是这都不是他被称为第一个邪道修士，无极功法被毁灭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无极功法打破了正道修士对于天才的垄断，触碰了他们根本的利益。曾经各大宗门和家族都由天资优异的血统组成，其他的天才也需要依附他们才有机会修行到更高的境界，有所成就。他让天资低下的泥腿子有了不依靠家族，不依靠宗门，独自修行就能比肩甚至超越那些所谓天才的希望。他粉碎了那些天才的骄傲，把属于天才的价值稀释得一文不值，泯然众人。对于那些正道魁首来说，这就是邪道，就是罪大恶极。所谓的正道和邪道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强者和弱者，欺压者和反抗者，贵族和泥腿子的矛盾罢了。在地球上，人类这个种族每100余年就会彻底的解决一次这样的矛盾。但是在这个实力为尊、修为至上、强大的修士能存活几百上千年的世界，这样的矛盾几乎会无限期的持续下去。祖魔和无极功法只是一个开端而已，等到下一个如同祖魔这般惊才绝艳的人物出现，
创造出堪比无极功法一样的逆天功法之后，也许还会迎来新的一轮正邪大战。师傅，难道先天窍穴的数量不如别人，消化灵气的速度就一定更慢吗？一个学员举起手向讲堂师傅提问道。问得好，通过无数前辈千万年来修行的心路历程，总结出来了一套消化灵气速度更快的经验。讲堂师傅回答道，人们发现，当修士体内的窍穴被玉灵占据的越多时，消化灵气的速度也就越慢。反之，如果修士的窍穴完全放空，不承载任何玉灵，消化灵气的速度将达到最快。但我相信，你们应该都知道玉灵对于修士的重要性。修士如果没有玉灵，等于鹰失爪、虎失牙，会变得非常脆弱和危险。但身上全副武装了玉灵，又会阻碍修行的速度，这是个矛盾的问题。过几天，你们就有资格踏入家族的灵脉，正式开始吸收天地灵气，提升修为。所以在此之前，你们需要寻找一个重要的护法人。护法人顾名思义，就是在你修炼时替你保管玉灵，同时为你护法，保护你的安全之人。这么多年约定俗成的规矩，也是最合理最合适的合作方式，就是修士们2两一组，或者3人成组，极其少数的还有更多的人数成组，互为护法人。家族中比较常见的就是2两成组，这2人的天资最好比较接近，确保2人的境界不会被拉开太大的差距。而且2位护法人必须相互信任，坦诚相待，毕竟修行时将全身绝大多数玉灵都存放到护法人的身上，自己几乎相当于失去了全部的防备。所以护法人很多都是兄弟、夫妻、父子等亲密的关系，2人默契无间，在对方修行时提供保护，2人的玉灵也要互相炼化，确保修炼之人能够把玉灵存放到对方的身上，而护法之人也要熟练使用对方的玉灵。听到讲堂师傅的话，长青不由得皱了皱眉。护法人一定要有吗？我觉得对我来说没什么必要。他在脑海中向丹姬问道。对你来说百害无一利，你身上秘密太多，有个人给你护法反倒给你带来麻烦。况且你有血石灵，可以靠吃来消化灵气，窍穴是否被占据满对你来说关系不大。得到丹姬肯定的答复，长青开始考虑起来，如果学院要求必须找一位护法人，自己该怎么办。还好讲堂师傅接着开口道，不过有些天资十分优秀的修士可能难以找到护法人，因为境界很快就会拉开差距，对方的窍穴数量和自己相差太多，也不方便。这样的修士如果有师傅的话，可以让师傅为其护法，或者是可以寻找2位护法人，一同承载他的玉灵，为他护法。说着，他看了一眼令与长歌，同时他又看向了最后一排躺着的长青。当然，还有一些天资实在太过劣等的修士，也很难找到护法人。这种修士也没必要必须去拖累别人，反正修行的速度也不快。随着他话音落下，屋内甚至传来几声嗤笑。可长青反倒是松了一口气，笑就笑吧，只要不非硬塞自己一个护法人妨碍修炼就好。你们都是我令与家族的栋梁之才，既有血脉亲情，又有同窗之意，彼此之间做护法人最为合适。我相信护法人的事情，你们肯定也不是第一次听说了，每个人心中估计也早已有了心仪的对象。从今天开始到前往灵脉修行之前，你们需要确定好自己的护法人。讲堂师傅认真的说道。之后他讲解的都是一些修炼方面的知识，大多数长青当初在百花洞里修炼血海彼岸功法时，都在丹姬的指导下学习过，没什么好听的。没过多久，长青就安心进入了睡眠。就这样一直睡到了讲堂结束，学生们也纷纷离开了讲堂。长青从桌上起身，揉了揉脸上被压出来的印痕，长歌已经在他的桌前站好。走吧，弟弟，该回家了。哥，你准备找护法人吗？长歌一愣，他以为长青会睡得迷迷糊糊，还没恢复精神，没想到长青清醒异常，还有心问他这种问题。不过他还是如常回答道，当然准备找护法人了，我和大家没什么不同，自然也不能搞什么特殊。有合适的人选了吗？还没有。弟弟你呢？我不准备找了，反正我的天资这么低，境界肯定跟不上，就不去拖累别人了，我自己修炼也挺好。长青淡淡道。2人走到了学院的大门口，长歌看着3、3两两的学员，有很多已经凑在一起，开始商量起互为护法人之事。他看了眼身后面不改色的弟弟，不知道他是表面强装镇定时则心中苦涩，还是早已放弃了希望，自暴自弃了起来。他叹了口气，弟弟，不然我做你的护法人。不必了，哥，你天资好，该找2个同样天资好的人组成一组，我们不是一个圈子的人，不用硬凑。你这人真是不识好歹，长歌同情你，好心做你的护法人，你还不领情。长歌还未说什么，身边却传来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令宇文渊叉着腰走了过来。令宇长青，没有长歌，你不会真以为自己能找得到护法人吧？我找得到找不到，似乎都和你没什么关系，你怎么没完没了的骚扰我？长青瞥了他一眼，淡淡道。你说什么？令宇文渊气不过，想要动手，
却因为长歌在一旁强忍着没有发作。长青没有理会他，转头和长歌说道：“哥，他是来找你的，我就不在一旁碍事了，你们慢慢谈，我先走了。”说完，他便加快脚步，头也不回地离开。望着弟弟远去的背影，长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一直不喜欢这个弟弟，曾经也有过嫉妒、不满，但他身为长字支脉的长子，肩负着振兴长字支脉的责任。即使是这个既废物又恶劣的弟弟，他也会宽容以待，尽到身为兄长的义务。起码在明面上是这样。但从这个弟弟回来开始，无形之中，他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和自己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叹了口气，长歌看向一旁的令宇文渊：“文渊妹妹，有什么事吗？”那个，令宇文渊有些扭捏道：“长歌，护法人你心中已经有人选了吗？”“还没有。”“那你看我可以吗？”“文渊妹妹，我修行可能会很刻苦，你不太适合和我一起。”长歌说的真假参半，他确实不准备找令宇文渊做护法人。他要找的护法人最好是身份不是很高，天资又不是很低的两人，可以培养成未来的心腹家臣。令宇文渊虽然天资优秀，有先天疏忽四转，但她是文字之脉的小姐，未来断然没有辅佐自己的道理。长歌不傻，自然看得出令宇文渊对自己的心意。他不讨厌令宇文渊，但事关修行大事，孰轻孰重他分得清。长歌，我虽然天资不如你，但是我肯定会修行得很努力，一定不会落下你太多境界。如果以后我的境界赶不上你了，窍穴不够承载你的御灵，我会从家里挑选优秀的侍卫来帮忙，不会让你有任何压力。你，令宇文渊有些急迫道：“文渊妹妹，还是算了吧，真的不是很合适。可除了我以外，没人配得上你的天资。令宇俊祥是先天疏忽五转，但他处处针对你，肯定不能和你互为护法人的。除了他以外，只有令宇玄奇和我是疏忽四转，难道我比不过玄奇吗？文渊妹妹，我说得很清楚了，护法人还是算了吧。”令宇文渊有些失落地低下了头。是不是我针对你弟弟让你不开心了？我只是看不惯他那么不识好歹，对你态度那么不好，我替你不平而已。要是让你生气了，我可以去给他道歉。不必了，和他没关系。长歌有些无奈地说道。文渊妹妹，你的心意我明白，只是我现在一心只有修行变强，好肩负起复兴之脉的责任。我答应你不会找女生做护法人，以后的事情就以后再说，好吗？令宇文渊俏脸一红，有些羞涩地点了点头。我也不会找男生做护法人的，你一定要等我，我会努力修炼，不会被你落下太多的。等你弟弟被剥夺了继承。长歌打断他：“文渊妹妹，多余的话不用再说了，我相信你。”两人的对话其实只是这一众少年少女的缩影而已，有不少的少年少女们会彼此组成护法人，也有像他们这样借机表露心迹的，但是这些都与长青无关。他正走在回府邸的路上，按照丹姬的计划，在踏入天地灵气浓郁的灵脉之地修炼之前，他需要多吃多睡多锻炼，把效率拉满。觉已经在讲堂上睡够了，他现在精神十足，也不想浪费时间。并非是所有地方都有浓郁的天地灵气，大部分地方的天地灵气稀薄的都没有吸收的必要。而主流的获取天地灵气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消耗灵石，灵石之中蕴含着精纯的天地灵气，不但是珍贵的货币，也是修士修行的重要耗材。就连最普通的白色灵石，其购买力也远超黄金。但消耗灵石修炼是很奢侈的，哪怕对于长青来说也是一样，灵石往往能用来购买交换更有价值的东西。第二种方式则是到灵脉去修炼。灵脉顾名思义就是蕴含着浓郁天地灵气的地点，在这种地方修炼和消耗灵石的效果类似。文字之脉虽然富有，但长青也没有资格调动太多的灵石，哪怕原生过的骄奢淫逸，每月的花费也不过区区100枚白色灵石。之前他能拿出1万白色灵石用来当作迎娶唐载琪的聘礼，也是原身无理取闹向家里强行索要的。不过他毕竟是长字之脉名义上的继承者，花费1万灵石当作聘礼娶妻，也算花费在合理的范畴之内。但如果他现在要消耗灵石修炼，恢复他损耗的本源，是万万不可取的。他曾问过丹姬，想要恢复本源大概需要消耗多少灵石？丹姬的回答是大约10万颗白色灵石。且不说他不可能有资格调动家族中如此庞大的资源，就算是他调动得起，如此庞大数目的灵石不翼而飞，也会招人怀疑，惹来麻烦。所以他准备依靠吸收灵脉中的天地灵气来恢复本源。在此之前，他要先按照丹姬的指导来淬炼身体。就在他思索时，身后传来一个怯生生的声音：“长青少爷，请等一下。”长青回头看去，只见身后正站着一个少女。少女衣着普通，但是长得还算俊秀，只是年龄尚小，看起来只有15、16岁，发育的有些晚，假以时日应该会出落成一个美人。原身的记忆中完全不认识这个人，但是长青的记忆力很好，虽然早上去讲堂时只是随意扫了一眼，但他还是对这个少女有一些印象，是她的同窗。“你有什么事？”
那个，我叫魏瑶，是您的同学。我知道，我有印象，所以你找我有什么事？啊，我早就听说过长青少爷您的事，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嘲讽你、笑话你。我觉得您对唐载琪很深情，您也很帅气，不用妄自菲薄。长青皱了皱眉，这女孩言语之中给他一种市侩和狡猾的感觉，对他显而易见的奉承，长青并不是很感兴趣。你就想说这个？没别的事，我就走了。啊，等一下，长青少爷，那个，我想问一下，您找到护法人了吗？见长青转身想走，魏瑶赶忙问道：护法人？我不准备找护法人。长青有些疑惑，魏瑶能这么问，大概率就是想和他互为护法人，但是他为什么要找自己这个废物？今天他在讲堂上已经被羞辱得很明显了，没人不知道他的天资极其低劣，按理来说应该没人愿意找他做护法人才对。不过看了看魏瑶的穿着，稍微一联想，他便恍然大悟。对于家境贫寒之人，他没什么偏见，也从没有过轻视之意。不过从魏瑶目的性明显的奉承话和他略有些讨好的语气，长青对他来找自己的目的就猜了个8、9不离10。虽然他是个天资低劣的废物，但是相比于魏瑶，他的身份可以说是非常尊贵了。这女孩打得一手好算盘，想要炒股，趁着没人待见自己的时候，他主动接近，和自己成为护法人，就能获得他的好感，借机得到他提供的修行资源，10有8、9就是这么回事。果然，魏瑶开口说道：长青少爷，我是先天疏忽3转境界，天资还算可以，而且我可以随叫随到，您有需要的时候，我能随时给您护法，您看我可不可以做您的护法人？不出所料，他就是这个意思。长青心下了然，这女孩算盘打得相当不错，只可惜她对长青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她以为能借机傍上这个废物的富家公子哥，即使牺牲一点名声，修炼上被拖累一些，也在所不惜，有所取舍，倒也不失为优点。可惜长青并非他以为的那般脆弱不堪，被美色所累，亦或是见到他人的善意就会上赶着摇尾乞怜的懦弱小人。怎么说，这个护法人我要还是不要？他在心中向丹姬问道。没什么利用的价值，顶多在外人面前为你没有护法人稍加遮掩。丹姬嗤之以鼻，我倒不这么认为，永远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小人物的妙用。之前得罪唐家兄妹是因为没什么回旋的余地，加上1万灵石，实际的利益摆在那里。况且就算不得罪，想要教好唐家兄妹也不可能，唐子琪甚至还要加害自己，实在没必要强行忍辱负重，该树敌就树敌，没什么好顾虑的。这个魏瑶平平无奇，得罪了对他也没什么威胁，不过或许加以利用可以给他带来些好处。众人都对他冷嘲热讽，这女孩却愿意主动来找他，这就是为了利益不惧旁人的目光，具备了能做事的前提。为了得到想要的利益，抛弃尊严，低下头颅，能隐忍，有野心，长青并不反感，反而有些欣赏。那就看看他是否聪明吧。你凭什么觉得有资格做我的护法人？长青问道。因为我天资还算可以，不会拖您的后腿。魏瑶有些怯生生地答道。只是天资的话，还不足以打动我。他的回答似乎让长青顿感无趣，转头便走。因为我最适合您，长青少爷。您想找个比我天资高的护法人，没那么容易的。你误会了，我说我不准备找护法人，不是无奈之举，而是真的不需要。让我选你做护法人，不是我为什么要选你的问题，而是你拿什么来打动我，让我从不需要护法人转变成需要护法人，而且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长青看向魏瑶，眼中仿佛有一滩幽深的潭水。魏瑶一愣，他本以为只要自己的姿态足够低，长青会很容易就接受他，毕竟以他的天资是很难找到护法人的。但长青话中的意思似乎真的不是很在意护法人的事情，而且也不是很中意自己。他希望做长青的护法人，不只是看重长青的家世显赫，更重要的是长青正处在人生的低谷，少年失意，他以为可以趁虚而入，很容易就能拿捏他的心思，但很显然并非如此。想了想，他认真道：我天资尚可，姿态够低，可以是您选择我的理由吗？长青摇摇头，不是。今后的修炼，我愿意以您为主，以我为辅，是个理由吗？不是。那我容姿尚可，是吗？长青有些失望地摇摇头，都不是。说罢，他转身便走。魏瑶在原地站了片刻，随后咬咬牙，下定了决心，快跑几步追上了长青，张开双臂拦在他的身前。长青少爷，您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说您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乐意为您效忠。哦。长青眼中闪过一丝惊芒，说说看，你想要什么？魏瑶抿了抿嘴唇，您可以每个月给我提供零食吗？你要多少？魏瑶犹豫了一下，伸出5根手指，50块，有些太多了。长青微微皱眉，不是50。魏瑶连连摆手，是5块，
5块白色灵石。长青心中释然，他家大业大，动辄脑子里想的都是几千上万的资源，忽略了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灵石的恐怖购买力。就连最下等的白色灵石，其购买力也是超越黄金的。虽然1块灵石只有指甲大小，但足以支撑这个世界穷苦的家庭半年有余的开销。长青估计着，换算成地球上的货币，1块灵石的购买力相当于大约1000元左右。这么一看，魏瑶要的不算很多，但长青依旧说道：“我家的侍女每天伺候我沐浴更衣、洗衣做饭，干各种杂活，动辄还要被我打骂鞭笞，1年的工钱也才1块灵石。你1个月要5块，1年就是60块，你拿什么比得上60个侍女？您说的那些我都能做，但我觉得我能做的比他们更有价值的事情。现在我可以为您护法，等以后我的境界提高了，也能成为您的助理。您有其他的需求，我也都能去做。但您就是找600个、6000个侍女，他们也没法在修炼意图给您提供帮助。”说到此处，魏瑶终于自信了几分，昂首挺胸和长青对视。而且我不会一直只要5块灵石的，等我到刹那境界了，我就要10块。要是有一天我能到顷刻境界，我要20块。长青心中觉得可笑，能修行到顷刻境界就是家族长老了，区20块灵石算得了什么？看来他还是经验不足。不过她还算是个通透的姑娘，知道自己的价值，也敢于开口。你现在觉得怎么样？长青向脑海中的丹姬发问道。利益至上，目光短浅，小人罢了，没什么价值。丹姬评价道。可我偏偏想找一个利益至上、目光短浅的小人，在我看来，这恰恰就是他的价值。这种人没什么忠诚可言。丹姬反驳道。我岂会不知，可我恰恰就是要让其他人都知道，在我身边的是个利益至上的小人，只要大家都知道他是因为利益才与我为伍，我就会更安全。魂师灵、血噬灵、血奴灵，这个世界上控制他人的手段太多了。在长青看来，在这个世界里，下位者对上位者的忠诚和地球比起来太过廉价，所以他不在乎魏瑶否忠诚，他也不在乎魏瑶因为什么原因或是有什么苦衷才如此渴望灵石。只要他能为自己做事，并且成为一层迷惑他人的手段，掩盖自己修炼背后的秘密，那区几颗灵石物超所值。等到以后，如果这人用得顺手，就用一些手段加以控制，上一份保险；用得不顺手，丢掉也不心疼。想到此处，他从怀中掏出一个钱袋，随手抓起1把灵石，放在手心里数了数，区灵石而已，我还不缺，来谈谈其他条件吧。说着，长青也不吝啬，抓起魏瑶的手，就先把灵石塞到了他手里。但这一接触，却让他微微一怔。魏瑶的手十分冰冷，冷地有几分怪异。顾不上灵石，长青直接抓起他的手，在掌心中细细摩擦。他这怪异举动让魏瑶又惊又羞，小脸瞬间涨红。他想抽出手来，稍一犹豫，还是尴尬地站在原地，任由长青抚摸着他的小手。长青少爷，奸淫幼女16岁以下是触犯族规的，我今年刚满15。顾不上满头的黑线，长青只感觉心中一阵火热，饶是以他的心境都难免有些激动。为何？苦尽甘来也。他在百花洞中遭受了那么多折磨和苦难，如今终于走运了一次。在他的手触碰到魏瑶的一瞬间，他窍穴中的纯属灵竟然隐隐有所悸动。长青从百花传承中得到的当然不止一枚纯属毒灵那样简单，更重要的是，在他得到纯属灵离开百花洞的那一刻，他同时也带走了属于百花邪圣或9天的全部记忆与修行心得，甚至包括他死后留下的那一抹残魂近10万年来在百花洞中感知到的一切，统统留在了他的脑海中。但是10万年日月更迭，环境变迁，或9天这些修行的记忆与心得，大部分早已不适用于现在。反观丹姬，则是近几百年来的邪尊，掌握的知识依然适用，但是对于毒法的了解，或9天敢称当世第一，无人敢称第2。在这方面，丹姬完完全全就是个小白，所以他才没有发现眼前这个魏瑶的异样。魏瑶体内有一种先天奇毒，长青与他接触时，正是这奇毒让他体内的纯属灵有所感应。我问你，你是否每到子时就会感觉身体奇寒无比？只有不断吸收灵石中的天地灵气，才能稍加缓解，直到日出才能好转。他向魏瑶问道。魏瑶吃了一惊，也顾不上长青攥着他手的尴尬，点点头，略有些迟疑道：是，长青少爷，您怎么知道我的怪病？错不了是凝霜寒水。长青在心中叹道。凝霜寒水是何物？听到这个词，丹姬也有些疑惑。凝霜寒水是天下奇毒之一，你是血法修士，没听说过很正常，但你肯定听说过冰肌玉骨灵。冰肌玉骨灵当然听过，兵法血法双道巅峰结合的顶级玉灵，需要用邪法的炼灵手段，佐以兵法修炼圣体冰肌玉骨体的修士的骨肉炼制而成。说到炼灵，丹姬残忍贪婪的本性展露无遗。这丫头是冰肌玉骨，
留下他，小子，虽然以你现在的境界还没法炼制出冰肌玉骨灵，但将来对你有大用。本尊当初做梦都想炼制出一枚冰肌玉骨灵，但是苦寻冰肌玉骨体不得，不然本尊早已进阶为玉髓体魄，想不到今日让你遇到了，机不可失。若是他还有身躯，估计连口水都要流下来了。都说了他不是冰肌玉骨体，而是体内有凝霜寒水毒，你瞎激动什么？长青无语道，冰肌玉骨体固然世间罕有，但凝霜寒水比它更为稀缺。就算是同样的特殊体质，不同的修士也有强弱品质之分。凝霜寒水正是冰肌玉骨体强横到了一定程度，到了会在修士开启窍穴时会形成先天本命玉灵冰肌玉骨灵的程度才会形成。冰肌玉骨灵是天灵，自然不可能在疏忽境界修士的体内形成，所以它会崩坏、碎裂、分散到修士的全身，形成一种寒毒。此毒正是凝霜寒水。听了长青的话，丹姬恍然大悟。这么说，这丫头的价值更高。怎么说？百花传承里有用这种毒炼灵的方法吗？自然。凝霜寒水灵毒法极品天灵，所需的最重要的一味炼材正是凝霜寒水这种奇毒。长青感觉到惊喜的同时，却又有些惋惜。像他这样的人，自然不会惋惜魏瑶青春韶华就身中此毒，红颜薄命之类的。他惋惜的是没法物尽其用，因为以他的修炼速度，怕是到魏瑶死之前还没法到达能炼制出凝霜寒水灵的境界。魏瑶必然会死，短则3年，长则5年。因为凝霜寒水灵这种毒会不断侵蚀他的身体，此毒无药可解，只有不断的吸收灵气，不停修炼，才能延缓此毒带来的痛苦和体寒的病症。身负此毒之人，往往修炼速度会奇快无比，因为凝霜寒水会主动吸收灵气，其吸收速度比先天疏忽九转的9道窍穴还要更快。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越快的修行速度就越会滋养体内的剧毒，越强的毒性又会迫使修士修行得更快，即使不修炼，凝霜寒水带来的痛苦也会越来越强，到最后魏瑶会由内而外变成一块极致纯净的玄冰。不过这极致纯净的玄冰也是有用的，对于任何寒性毒灵的炼制都是极佳的辅材，只可惜价值比凝霜寒水要差上不止1点半点。想到此处，他不禁悲叹于上天的捉弄，把这么极品的炼材送到自己面前，却不能让人物尽其用，实在是可悲、可叹、可恨。不过很快他便调整好了心态，有这样的机缘到手已是不易，就别奢求那么多了。魏瑶还不知道，被摸了一下手，他就已经被长青判了死刑。他只看到长青的眼神变幻莫测，带着一丝悲哀和惋惜，他不禁有些心里没底道：长青少爷，我这病很严重吗？你要灵石就是为了缓解你的病症吗？魏瑶点了点头，随后又有些慌乱道：少爷您放心，我这怪病不碍事的，我能正常修炼，也能做您的护法人，什么都不耽误。是什么都不耽误，就是有点费灵石，寿命还短了点。长青有些苦恼，这魏瑶他是一定要留在身边的，到嘴边的鸭子不能给他飞跑了。但问题是他供不起魏瑶，别看他现在只要5块灵石，但随着境界的不断提高，他需要的灵石将是一个天文数字，随之而来的将会是他更大的需求，更大的贪婪。没有足够的灵石，足够的利益，难保他不会生出背离甚至反叛之心，甚至到时候他的实力超过自己，那将是养虎为患。怎么办？用血奴灵吗？对一个必死之人还真有些浪费了。算了，走一步看一步，有宝就在眼前，哪有不取的道理。想到此处，长青郑重其事地说道：你的病症我不在意，但要做我的护法人，有几个规矩你要牢记。魏瑶目光有些炙热地看了眼长青散落在地上的灵石，点了点头。第一，以后你名义上就是我的护法人，但我不用你真的给我护法，当然我也不会为你护法，对你的修炼有没有影响我不管，但你不允许再找其他护法人，做得到吗？魏瑶的修炼速度奇快无比，窍穴是否承载玉灵对他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长青提出这个要求更多是为了自己身上的众多秘密不至于被魏瑶发现，毕竟他的纯属毒灵珍贵无比，自然是不能离身的。魏瑶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他能找到长青做护法人，本身就做好了修炼上被拖累的准备，所以这个条件他能接受。第二，我做的任何事情你不许问，知道了也不许和任何人说，但我问你的任何问题你都需要如实回答，不能有隐瞒。这次魏瑶斟酌了许久，最后还是点头同意了。第三，异性之间成为护法人往往代表着什么关系，想必你清楚吧？听到长青这么说，魏瑶顿时羞红了脸，他有些颤颤巍巍地说道：长青少爷，奸淫幼女16岁以下者是触犯族规的，我刚年满15。我的意思是，虽然我们这层护法人关系有名无实，但我起码得对你有基本的信任，所以今后你得到我府上和我同吃同住，培养信任。
这个举动自然是为了笼络人心。他一眼就能看出魏瑶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不然也不至于为了5块灵石折腰。虽然日后修炼所需要的庞大灵石他供养不起，但小恩小惠他可以毫不吝啬。人心都是肉长的，至少大部分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当然，让魏瑶和他有亲密联系，还有更关键的一点，就是他必须把这个宝贝看牢了，不能让他出现任何问题。且不说他会不会逃跑，在他彻底化作玄冰身死之前，若是提前遇害，不但凝霜寒水化为乌有，连玄冰他也得不到。鉴于他现在还不是完全信赖自己，以后他的实力会迅速提升，所以不能急于强迫他使用血噬灵之类的御灵来确保效忠，应该徐徐图之，迅速建立起信任之后，再巧言哄骗，诱导他使用血噬灵给自己上一份保险，这才是他笼络人心的目的。若是你担心败坏名声，我可以同你的亲人去说，花聘礼让，你做我未过门的妾室也没问题。见魏瑶没有回答，长青又说道，若不是早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放出豪言要娶丹姬，长青不介意把妾室改成未婚妻，反正只是笼络人心的手段罢了，魏瑶也活不到和他成婚的那天。听到长青说亲人2字，魏瑶的眼神有些黯淡。不必了，长青少爷，我已经没有亲人了。见状，长青叹了口气，伸手摸了摸魏瑶的头，轻声安慰道，抱歉，没有亲人。没有亲人好啊，到时候他死了也不会有任何麻烦，免得将来万一有人来抢尸体什么的，还徒增烦恼。长青心中对他又满意了几分。魏瑶不知道他心中所想，只是没想到这个看似有些冷漠的少爷突然对自己的态度改观，不由得心里一暖。您要是不嫌弃，我可以到您府上伺候您。只是奸淫幼女16岁以下者，真的是触犯族规的，我今年真的刚满15。长青顿时有些哭笑不得。停，我对你没什么非分之想，更没想奸淫你。你再往我身上泼脏水，我就把灵石收回去了。魏瑶听罢，马上老老实实的摇头。不说，少爷您是正人君子，我以后乖乖听您的，求您不要断了我的灵石。见他这么听话，长青本就没想为难他，把灵石从地上捡起来交到他手里。今后每个月我给你15块灵石，你就安心跟着我修炼。对外，你是我的人，谁敢欺负你，你就报我的名字。长青攥紧他的手，力道控制的恰到好处，能让他感受到沉甸甸的诚意，又不会让灵石捏在他手心感觉到刺痛。我也没什么朋友，今后我就是你的亲人，有我就有你。要是将来你没处可去，我就娶你，你若是不愿意，就当我妹妹。有时候笼络人心的言辞不需要长篇大论，反倒显得虚假。这小丫头没什么见识，不知道天高地远。小恩小惠，3言2语，情真意切，最为致命。魏瑶郑重地点了点头，紧接着居然鼻子一酸，忍不住流出眼泪来。哎，别哭啊，你一哭我还以为我欺负你了呢。虽然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但长青还是故作着急道，不是，少爷没欺负我。魏瑶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啜泣道，只是从来没人对我这么好过。少爷。长青顺势把他揽入怀中，柔声安慰，心中却觉得好笑。到底是小丫头啊，这么拙劣的演技都会被骗。脑海中丹姬冷笑道，先前你对他那么冷漠，现在又突然真情流露，若是我，肯定猜出你有所图谋，心中得对你更加防范，恨不得早点远离才是。你堂堂一个邪尊，跟人家小姑娘比什么？长青不屑，难道你也会傻了吧唧的被感动不成？丹姬反问。当然不会了，不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会假装感动，借机接近对方，反向图谋。不得不说，这对师徒暂且算是师徒吧，真是一对极品。安慰了魏瑶一通之后，长青带他回到了府邸。萧冰真见他又带回来一个女生，简单的询问了一通之后，非但没有什么异议，反倒是夸赞起来道，哎呀，我们家长青真是长大了，学会往家里领姑娘了。小姨是护法人，不是你说的那样。哎呀，护法人也好啊，这姑娘长得也水灵，就是太瘦了，哎，多吃点饭，以后就把这当成自己家。说着，萧冰真便热情地给魏瑶夹菜。魏瑶之前一直住在学院的宿舍里，从未感受到过这样热情的关怀，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相较于外表惊为天人但却又瞎又哑的丹姬，萧冰真明显更喜爱魏瑶。魏瑶虽没那么惊艳，但起码胜在四肢健全，无病无灾。可惜他不知道，长青身边这2个女人，一个身中奇毒必死无疑，一个连人都不算，顶多是个会动的尸体。用过晚饭之后，萧冰真命人给魏瑶准备了一个靠近长青的偏房，让她住下。深夜，魏瑶躺在床上，思绪万千。他本来只是奔着灵石而来，没想到长青少爷竟是这样的好人。一时间，他竟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可不久之后，一阵困意突然袭来，他竟控制不住地睡了过去。片刻之后，长青推门而入。
有百花传承在身，一些草木之中蕴含着的麻醉毒素，他自然清清楚楚。临时制成一点迷香，手到擒来。半夜潜入到魏瑶的房间，他自然不是来偷香窃玉的，他是为了魏瑶的鲜血而来。按照丹姬的说法，特殊体质之人的鲜血蕴含的天地灵气会更多，对血法修士来说是大补之物。血法修士依靠吸收血气即可修炼，修炼速度远快于普通修士吸收灵气，这也是长青不想给魏瑶用血奴灵的原因。丹姬的肉身就是被他用了血奴灵后，与他的血脉同源，让他食用丹姬的血肉，只能用来恢复淬炼体魄，却没法灵气修炼。望着眼前沉沉睡去、呼吸均匀的魏瑶，长青有些犹豫。从丹姬的血法理论来说，魏瑶算是血脉特殊，吸收可大大增长修为。但从百花传承的毒法理论来说，凝霜寒水属于特殊体质破碎之后产生的剧毒。对于吸食魏瑶的鲜血是否能大大增长修为这一问题，处在了两套功法共同的知识盲区。眼下只能一试。掏出一根针，长青小心翼翼地刺破了魏瑶的指尖。他调制的迷药药劲很足，只要足够小心，魏瑶不会惊醒。果然，魏瑶只是微微皱了皱眉头，在长青使用凝血灵将他伤口处的血液瞬间凝固后，他的眉头又重新舒展开来。看着魏瑶指尖的血珠，长青略有些犹豫。凝霜寒水是蛊毒，毒素在骨，按理说魏瑶的血液中应该没有多少毒性。他虽然修行毒法，但不代表他不怕中毒。当年百花邪圣霍九天就是因为身中颠阴倒阳，最后才落得了那么个凄惨的下场。不过做事畏首畏尾不是他的风格，仅是犹豫了片刻，长青就把那滴鲜血吸收。瞬间一股寒意袭上他的全身。妈的，丹姬，你害老子！他的鲜血中灵气平平不说，还有寒毒。脑海中长青骂道：本尊也不是全知全能，判断失误不是很正常。多说无益，丹姬还没必要在这种小事上故意谋害他，眼下当务之急是赶快化解体内的寒毒。其实魏瑶血液中的寒毒对旁人来说几乎是无害的，因为普通的修士没法像血法修士一样吸收鲜血，这些寒毒自然不会被吸收，只会随着魏瑶的鲜血最后排出体外。但长青是血法修士，这点寒毒是一点都没浪费，统统被他吸收了。看魏瑶还没有苏醒的迹象，长青就地盘膝坐下，运转起血海彼岸功法。血法修士的身体生命力顽强，仅靠肉身本身就能化解这毒，只是需要时间。但就在运转功法时，长青却觉得受到了巨大的阻碍，身体内另一个毒法功法情缘竟然不受控制的自行运转了起来。奇怪，我是炼法圣体，按理来说修行不同的功法彼此之间应该没有排斥才对。但很快他便依靠着霍九天的记忆判断出了这是怎么回事，是他体内的那枚纯属毒灵，他竟然开始了进化。凝霜寒水不愧是世间奇毒之一，乃是寒毒至尊。魏瑶体内的寒毒仅仅沾染了一丝他的气息，竟然就刺激的这枚纯属灵开始进化。纯属灵会进化成最适合修士的玉灵，长青不敢怠慢，赶快停止运行血海彼岸功法，转而运行起情缘功法。即便忍受一会儿寒毒之苦也无所谓，他可不想纯属灵的进化有任何差错。不多时，那枚纯属灵在长青的窍穴之中散发出了耀眼的白光，本来有些虚幻的身影变得更加凝实，显然是正式觉醒了他的效用。这是稍加感受，凭借着百花邪圣多年的经验，他便瞬间判断出了这枚玉灵的名字是净灵。不过是净灵乃是地灵，眼前的这枚玉灵只是下品黄灵，仅能算作是净苗。这就是纯属灵的巨大优势，纯属灵进化成的玉灵虽然品阶依旧不变，但能力可以比拟更高品阶的玉灵，只是效用会随着品阶的降低而大打折扣。而是净灵的效用则非常逆天。是净顾名思义，世间万般毒物都将被其吞噬殆尽。当毒法修士催动起是净灵，毒非但不会对其造成伤害，相反还会成为大补之物。当然仅限体毒，毒大致可分3类：体毒、魂毒、神毒。只要是体毒，哪怕是凝霜寒水这样的体毒之王，毒中之尊，依旧能成为是净灵的食物。一物降一物，就是这个道理。故而是净灵虽然只是地灵，也没有攻伐之力，但却极其珍贵。在实力强大的毒法修士手中，它能发挥出近乎百毒不侵的功效。长青手中这枚纯属灵变化而来的是净灵，虽不能和真正是净灵达到一样的效果，但却有同样的作用，只是吞噬的速度缓慢了很多。话虽如此，当长青催动是净灵时，体内的寒毒眨眼之间便一扫而空，化作了精纯的天地灵气，滋润着他的本源。长青顿时眼前一亮，雪中送炭。术世间一寻之毒，大多为体毒，这些在常人眼中避之不及的东西，在长青的眼中，此刻俨然已经变成了一座灵石宝库。而且更大的宝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看向床上正熟睡着的魏瑶，即便以长青的心性都激动得无以复加。魏瑶何止是宝库，简直是一座灵石矿。如果是从邪法修士的角度来说，丹姬的血肉就是修炼的至宝，那从拥有噬尽灵毒法修士的角度来说，拥有凝霜寒水的魏瑶更是至宝中的至宝。因为血奴灵的关系，丹姬的血肉长青没法用来提升境界，只能用来恢复以及淬炼体魄。但魏瑶体内的凝霜寒水可不是，这是实打实能帮他提升境界的好东西。最妙的是，随着魏瑶的修炼，他体内的凝霜寒水会越积越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长青不断吞噬他体内的凝霜寒水，也会大大延长他的寿命，让他不至于早早夭折。如果一直在长青身边，他完全能活到长青有实力将其炼化成凝霜寒水灵的那天。快速的修行，同时又能得到最顶尖的体毒极品天灵凝霜寒水灵，老天待我不薄。长青在心中感叹道。不过他也没有因此得意忘形，或9天上千年的修行经验告诉他，煮熟的鸭子飞跑了的这种事情不仅常见，而且又在邪道修士身上多发。就在这时，魏瑶的眉头突然紧皱起来，他牙齿打颤，浑身都止不住打起哆嗦来。不好，子时已到，你不是说过凝霜寒水之毒会让人痛苦万分吗？迷药恐怕马上就会失效，小子，快撤！丹姬在脑海中提醒道。长青也刚想赶紧离开，魏瑶却猛然睁开了眼睛。今晚的月光很亮，屋里的人影也能看得清清楚楚。月光下，二人四目相对，大眼瞪小眼。少爷，您怎么来了？魏瑶说话磕磕巴巴，一方面是因为吃惊，更多的则是忍受着凝霜寒水带来的痛苦。一边说着，他还不忘往床沿远处退了退，把被子裹紧。少爷，奸淫幼女16岁，为什么不用灵石？他话还没说完，就被长青阴沉着脸给打断。魏瑶一愣，月光之下，长青眉头微蹙，声音冷淡中带着一丝愠怒。我……慌乱之下，魏瑶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确实没准备使用灵石来缓解痛苦。每到夜晚，这种痛苦一直会持续几个时辰，一块灵石不到半个时辰就会消耗殆尽。他舍不得随便使用，只能咬牙挨到撑不住了，才会牺牲一块灵石来缓解。可少爷怎么知道的？我早就料到你舍不得用灵石，把被子掀开。魏瑶心中一紧，下意识把身上的被子裹得更紧。虽然他已经相信长青半夜来此并是对他有非分之想了，但长青突然的要求还是让他有些措手不及。我给你灵石就是让你拿来用的，你省着不用，难道是怕我供不起你？长青的声音终于明显的带着不悦，他霸道的走到床边，一把掀开了魏瑶的被子。少爷，奸淫幼女16，闭嘴，把手给我。见长青如此严肃，魏瑶也强忍着羞涩与痛苦，把手递给了他。长青有些霸道地摆弄着浑身打颤的魏瑶，让他盘膝坐下。他则坐在魏瑶的对面，四掌相对，催动起窍穴中那枚迷你版的噬尽灵。长青开始吸收起魏瑶体内的凝霜寒水。凝霜寒水乃是谷中之毒，唯有一天子时，阴寒之气最重之时才会发作，长青才能借此机会将其吸收。或者说，除非他直接接触魏瑶的骨头，也能吸收凝霜寒水。不过魏瑶不是他这种血法修士，自然是没有骨肉再生的能力，所以行不通。长青的这枚噬尽灵毕竟只有黄阶下品，所以吸收的速度很慢，对凝霜寒水只能抽丝剥茧般吸收，但每吸收一丝凝霜寒水的毒性，长青体内就会灌入大量的天地灵气。其速度，哪怕是修行速度最快的先天疏忽9转修士9道窍穴也远远不及。而魏瑶这边，虽然长青对他体内毒性的吸收仿佛愚公移山，但带给他的感觉却远比使用灵石缓解痛苦强了100倍不止。如果说吸收灵石只是缓解痛苦的话，那么长青带给他的竟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畅快。他只觉得一股热流自长青掌中而来，涌入他的体内，游走在他的全身，他的每一丝骨血都能感觉到那种温热与酥麻。但凝霜寒水依旧在不断折磨着他，在这种痛苦与快乐的交融之间，他只觉得浑身如同触电一般。长青这边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他此刻也是沉浸在吸收灵气的快乐中无法自拔。就这样，一直到太阳升起，凝霜寒水之毒已经开始缩回到魏瑶的骨中，长青只得有些不舍地缩回手来。而魏瑶此时浑身早已是香汗淋漓，长青收手，他猛地打了个冷战，睁开眼，恍如隔世。长青依旧盘坐在他的面前，目光沉寂，不发一言。魏瑶有些心虚地低下头，一方面是他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另一方面是仅仅联想到自己刚才模样，他就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少爷啊！他刚想爬起来换个姿势，却因为盘坐了太久，双腿一阵酥麻，止不住地靠入长青的怀中。长青被他这么一靠，坐立不稳，
向后仰倒下去。一时间，魏瑶就那么顺势躺在了长青的身上，二人四目相对。少爷，我……魏瑶顿时羞怯难当，但还没等他说些什么时，长青却突然剧烈的咳嗽起来，血沫飞溅在他的脸上。少爷，你怎么了？少爷，顾不上羞怯，魏瑶赶忙翻身，扶起长青，关切道：没什么。长青抹了抹嘴角，又伸手把他脸上的血点抹去。是不是为了帮我治病，您才受的伤？长青摆了摆手，无所谓的笑笑，一点小伤而已，不碍事，以后每晚我都来。魏瑶连连摇头，不行，少爷，您不能再这样了，我的病没关系的，不能让您为了我。长青目光一凝，故作不悦道：你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能做吗？连我的话都不能听。那零食我收回去，你走吧。魏瑶脸色一白，有些黯然的低下头。我知道了，少爷。说着，他竟真把怀中的零食小心翼翼地拿出来，摆到了长青的面前。你这是真要走？长青皱眉道。魏瑶又止不住地啜泣起来。因为我不能让少爷为了我做到这种程度，我的病好不了的，不能拖累你。除了走，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说着，他走下地，给长青深深施了一礼，就要推门离开回来。长青叫住他：谁说你的病治不好，我就能治？你听我的话，好好治疗。我吐血只是因为修为不济，等我到境界高起来，治你的病没有任何副作用。魏瑶眼前一亮：真的吗，少爷？我有必要骗你吗？说着，长青起身扶着魏瑶的肩膀，让她又坐回到了床上。这是你的房间，该走的是我，傻丫头。他抹了抹魏瑶眼角的泪水，难得的对她展颜一笑，表情控制的恰到好处，说完便转身离去。临走之前，他合上房门，说道：赶快休息会儿，然后起来洗漱吃饭，一会儿就该去学院了。说完，他转身离去，独留魏瑶在房间里怔怔出神。你真的恶心死了，小子！脑海中丹姬挖苦道：驭人之术，你懂什么？长青不屑于和他争辩。你所说的驭人之术，就是从嘴里强行逼出的那口老血。昨晚要不是我机智，化被动为主动，就该引起他的怀疑了。所以你早就料到了他真的不会用灵石缓解凝霜寒水带来的痛苦。当然，凝霜寒水之毒发作时吸收灵力的速度飞快，我给他的那15块灵石撑不过2天，他怎么可能轻易使用？你小子心还真黑啊，装得真像。不过你注意点分寸，小心别让他爱上你。御下之术可不是往怀里御的。丹姬提醒道。不会。长青邪魅一笑，我不只会对他好，我还要不停地在无形之中打压他，打击他，让他连敢都不敢升起爱我的心思，只有愧疚、敬畏、效忠。爱算得了什么？爱一个人能为他心甘情愿地去死吗？爱不能，忠才能。终有一天，我会要他心甘情愿地做我的敛财，为我去死。爱一个人能心甘情愿地为他去死吗？长青觉得能，只是他不相信任何人能为了他这样去做，除了自己，他谁都不信。如果真让他去评判爱情的力量，他只能说，爱一个人确实是可以为他去死的，只是不能考虑。考虑就会生变故，考虑的越久，就越不能。反之，若是凭借一时冲动，能为爱人去死的，则大有人在。人性就是这样的真实，饶是长青，也不能免俗。他还记得当初在百花洞中时，看到洛红颜面具之下和叶青和一模一样的容颜，他便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生的希望，转而去救他。是的，毫不犹豫，也不能犹豫。如果把他放到同样的情形之下，1000次、10000次，长青扪心自问，他还会这么做？亦或是，如果此时突然出来一个莫须有的冥帝，告诉他只要他死，叶青和洛红颜就都能回来，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赴死。但如果在他赴死的前一刻，时间就此静止，容他考虑1分钟，考虑1小时，考虑1年，考虑10年，长青也难保他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对于爱，他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又怎么敢对别人抱什么希望？回到房间后，长青简单的收拾了一下，依旧开始了今天的锻炼。天刚蒙蒙亮，距离去学堂的时间还有1个多时辰。尽管昨夜依靠是净灵吸收了那么多凝霜寒水，他的本源已经恢复了接近1成，但对于体魄的修行依然不能落下。尽力消耗完体力之后，长青照例用血石灵服下丹姬的血肉，和长歌魏瑶一同来到学院。长歌照例坐在第1排，而长青依然坐到了最后1排。魏瑶没有犹豫，坐到了长青的旁边。你可以不用必须坐在我旁边。长青抬眼看他一眼，调整了一下睡姿，无所谓道：没事，少爷，我坐在你旁边，正好还可以在讲堂结束时叫醒你。魏瑶微微一笑，说道。长青少爷面冷心热，他明白，之所以长青少爷让自己不用给他护法，是因为他的天资太低，怕拖累了自己。这些他都明白，不愿自己坐在他旁边，
是因为他自知名声不好，不想拖累自己。这些他也明白，但他心中已然升起了对长青少爷深深的感激之情，又怎么会因为旁人的闲言碎语就刻意和他保持距离呢？如果长青知道他这么能脑补，估计连他自己也会吃惊。他不想让魏瑶坐在旁边的原因很简单，讲堂两边都有窗户，原本最后一排除了他以外没有坐人，两边窗户一起打开，空气对流，吹得他还怪舒服的。魏瑶一坐正好挡上，不过这种小事他也没必要强迫魏瑶什么，这小丫头脆弱敏感，不小心再伤了他的心就不好了，就随他去吧。对于讲堂师傅讲的内容，他自然是一点都不关心，照常一觉睡到了晚上，好好补充了精力之后，他便领着魏瑶回府邸了。和令宇长歌这样的优等生不同，令宇长歌每次离堂之前还要美其名曰和其余学员交流一番心得。长青心中暗道好笑，像他这样的人有必要和别人交流什么？他是先天疏忽八转，将来修行的速度普通学员拍马都赶不上，说这些有什么意义？这些学员对他大多也是巴结笼络之意，等到正式进入灵脉修行后，他们就会感受到巨大的落差。距离学院正式允许众学员去灵脉修行的日子还有几天，长青还来得及做些准备。眼下最重要的是魏瑶这个宝贝必须看好了，他恨不得把她拴在腰上走，哪里都带着。不得不说，除去叶清河、骆红颜以及当初他在百花洞中要谋害的那几个女妖还有丹姬以外，魏瑶是他目前最上心的一个女生了。当然，这种深厚的感情更像是饲主对待即将辛苦养出肥膘变成年菜的猪仔，那是一桌子肉啊，感情能不深吗？待魏瑶回去之后，正赶上晚餐，秀娥、萧冰珍都已落座长青啊，丹姑娘还是不能上桌吃饭哟。长青和魏瑶落座之后，等待长歌回来的时候，萧冰珍问道：小姨，她身体不方便，上桌碍事，她不舒服，你们也不舒服，还是算了吧，还和昨天一样，让厨房备一份饭食，我去亲自喂她就好。长青啊，你又要去学院，又要修炼，那么辛苦，照顾丹姑娘的事情以后交给侍女去做就行。萧冰珍劝道：小姨，要是没有她，我早死了，她是我的恩人，我必须亲自照顾她，她身体不好，底下人手上没个深浅，除了我以外谁也不能碰她。长青的声音不容置疑：一会儿我帮少爷您一起照顾丹姑娘吧，我也想为您做点什么。魏瑶在一旁说道。长青想了想，没有拒绝。如果是他自己拿着饭食去喂丹姬，他会把吃食全都硬塞进他嘴里，直接拿木棍往他嗓子里杵的那种，主要是效率高。丹姬堂堂血法邪尊，这样的肉身耐受得很，别说拿棍子杵一杵，刀砍斧劈，搬座山砸下来都没事。若是让魏瑶跟着一起照顾，虽然他还要控制着丹姬的肉身乖乖张开嘴巴，假装贴心的喂其夹菜，喂他吃下去颇为麻烦，但若是连这也拒绝，未免容易让魏瑶心生嫌隙。不多时，令宇长歌也回来了，他落座之后，几人便开始吃饭。但就在这时，一个侍女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急道：萧长老，不好了，老爷他又吐血了。听到他这么说，萧冰真眉头一皱。令宇长歌一言不发，站起身，直奔向父亲的卧房。去一堂，请家族的御法修士来。萧冰真叫来一名侍卫，挥了挥手，无奈道。长青也起身，不顾掩面啜泣的秀娥，对萧冰真拱了拱手：小姨，我也去看看。萧冰真叹了口气：哎，去吧去吧，少爷，我和你一起去吧。魏瑶说道，他现在更像是一个小跟屁虫，若是不跟在长青身边，他在府邸中并不自在。长青点点头，带着他便走向了父亲令宇长明的卧房。令宇长明正躺在床上，昏迷不醒，他面色铁青，若非已经这样持续了1年之久，寻常人看到他这个样子，恐怕都以为他马上就要一命呜呼了。床边的地上正有一大滩黑血，几个侍女正慌张地收拾着。长青看着眼前的便宜父亲，心中并没有什么波澜。地球上他便是个孤儿，对父母亲情什么的早就看得很淡漠了。况且他并非原身，更非这个世界的原住民，对这些人自然没什么特殊的情感。而且根据原身的记忆，这个父亲待他也并不好。没妈的孩子像棵草，原身的母亲早在生他时就过世了。父亲宠爱小妾秀娥，连带着也宠爱各方面都更优秀的长歌，可以说除了萧冰珍，没人对原身好。其实早在长青第一次见到他时，就看出了他的怪病是怎么回事，只是并没有拆穿而已。他是死是活，和自己本就无关，若是因此惹来祸端，徒增麻烦。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令宇长明并非生病，而是中毒。咒毒属于体毒，但又带着一丝魂毒的效用，是一种少见的毒类。此毒虽不强，但胜在隐蔽，徐徐图之。起初中毒之人往往察觉不到，等到中毒已深，失去行动能力之时，为时已晚。详解此毒，需要在中毒上遣石拔除。像令宇长明这样的症状，已经是中毒极深、命不久矣的情况，想要解毒，则非常困难。
长青不但知道这是什么毒，甚至连下毒之人他都能猜个大概。毒咒灵，上品玄灵，这是毒法修士的手笔。而整个令羽家族唯一可能是毒法修士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当年从百花洞中利用了柳路逃出去，从而被他怀恨在心的令羽文邕。长青从百花传承之中继承了百花邪圣乃至于后来留下的百花残魂的全部记忆，自然知道令羽文邕也曾中过女妖的采补之法，他的体内也和长青曾经一样有残缺不全的情缘功法。而令羽家族如今族长的名讳正是令羽文邕，这也是他之前没有贸然出手救治令羽长鸣的原因。族长本就对他有杀心，他此举岂不是引火上身？不过就在昨天，情况发生了一个关键的转折，他得到了噬镜灵。于是他改变了策略，有噬镜灵的情况下，若是此时救治令羽长鸣，则不是引火上身，而是引蛇出洞。想到此处，长青也不想搞什么故弄玄虚那一套，他直接把手按在令羽长鸣的头上，催动起御灵。长歌见状皱了皱眉，弟弟，你做什么？解毒。长青看都没看他一眼，淡淡道，你是说父亲中毒了？长歌大惊，没错，我的本命御灵是解毒灵，可以帮他解毒。他自然不会说是净灵的事情，只说自己的本命御灵是最常见的解毒灵。至于为什么能解开长鸣的毒，是他留下的悬念，自有愿者上钩之人会前来解开。还是让一堂的御法修士来吧，弟弟你毕竟修为低，别弄巧成拙。长歌想要出言阻止，长青却不为所动。若是他们有本事治，早看出来父亲是中毒了。说着，他窍穴中的噬镜灵已经开始吞噬起令羽长鸣体内的咒毒。这咒毒虽然淤积很深，但和魏瑶体内的凝霜寒水还是远不能相比。如果是净灵吞噬凝霜寒水好比铁杵磨石，那吞噬咒毒就好比野火燎原。片刻功夫，令羽长鸣的脸色竟然开始从一片铁青慢慢转好。长青刻意没有把他体内的咒毒完全拔除干净，残留了一部分，但吊住他的命，让他转醒也完全足够了。适当的藏拙会让对手对他的实力判断失误，关键时刻往往有奇效。长青长舒了一口气，脸色有些暗淡，似乎是经历了很大的消耗，有些萎靡到我尽力了，父亲现在已经转好，等一堂的御法修士来了，让他们为父亲好好调养吧。对了，要小心和父亲接触的任何人，既然父亲是中毒，那必是有人对他图谋不轨。象征性的交代完这些后，长青的身体一个踉跄，站立不稳，一旁的魏瑶连忙扶住他。少爷，您没事吧？魏瑶关切道。我没事。长青摇了摇头，继续对长歌说道，哥，我有些疲了，先走一步，你照顾好父亲，保护好他。放心，弟弟。长歌郑重地点了点头，而后目送着长青离开。长青走后，他的面色阴沉了下来，他看着卧榻上的父亲，拳头微微攥紧，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就在这时，令羽长鸣咳嗽了几声，睁开了双眼。父亲。长歌神色一喜，忙跪在床边。父亲您怎么样？好些了吗？嗨，为父，这是怎么了？父亲您中了毒，已经昏睡了1年之久了，您不记得了吗？令羽长鸣有些茫然地摇了摇头。而另一边，长青在魏瑶的搀扶下，正往他的房间一步一步走去。下毒的人肯定是族长无疑，但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脑海中，长青正和丹姬分析着族长给令羽长鸣下毒之事。你为何这么肯定下毒的人是族长？丹姬问道。毒法修士本就不多，他体内又有残缺的情缘功法，不是他又会是谁？毒咒灵是上品玄灵，一般的小卒子也没那个实力随意催动上品玄灵。长青答道。但他没有动机啊，他已经身为族长了，还能贪图肠子之脉什么呢？丹姬若有所思，啧，也许是贪图你那个小姨娘，她倒有几分姿色，成了寡妇没准别有一番滋味。有时候我不只怀疑你是不是邪尊，我甚至怀疑你是不是女人。你一个活了300多年的元婴之体，说你不纯洁还真污蔑了你，可你怎么满脑子淫虫？你懂不懂男人？劝你别小看衣冠禽兽的恐怖执行力。不开玩笑，这事你怎么看？脑海中长青正色道。丹姬也不再打趣他，转而分析起来。按你说的，我也同意下毒的人是族长，但你有没有想过，他杀你父亲，获益最大的人是谁？令羽长歌。你的意思是令羽长歌也和此事有勾结？对于令羽长歌，他也早就有所怀疑。差不多吧，如此看来，你还真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身边一个待你好的都没有。族长、小姨、哥哥，个个都是你的对立面，群敌环伺啊，不如带着这个小丫头风景扯呼。丹姬建议道。风景扯呼。长青陷入了沉思。群敌环伺，那就来吧。当初在百花洞时，他一无所有，面对群敌环伺的绝境，
依旧逆转乾坤。如今他有众多底牌在身，若是在瞻前顾后，倒显得太过矫情了些。起码在榨干令宇家族的价值提升到顷刻境界，有在外闯荡的基础之前，让他就这么灰溜溜的夹着尾巴逃走是不可能的。少爷，昨晚您是不是也在给我解毒？正想着时，一旁的魏瑶开口打断了他的思绪。长青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确实，抱歉骗了你，折磨你的不是病，而是毒。不，魏瑶连连摇头。是毒是病，对我来说都一样的。少爷是为了我好，何来的欺骗一说？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少爷不告诉我真相呢？唉，长青故作悲哀地叹了口气。你体内的毒是一种先天的寒毒，对那些修行歪门邪道的坏人来说，是一种绝佳的炼材。我不想告诉你，就是怕你天真无知，把这个事情泄露出去，给你引来杀身之祸。真正高明的谎言，永远是半真半假。长青这句话中每一段都是真话，可拼在一起就变成了截然不同的意思。魏瑶的毒确实是先天寒毒，对修行邪道的坏人来说确实是绝佳炼材。长青也确实害怕他被别人惦记上，引来杀身之祸。他只隐瞒了一点，他自己就是修行邪道的坏人。魏瑶吃了一惊，但还是认认真真的点了点头。少爷待我好，我知道的，何况为了我自己，我也一定保守秘密。少爷，我先送您回房休息吧。不急，你让人去厨房取一份饭菜来，丹姬还没吃饭。虽然嫌麻烦，但是演戏演全套，细节不能漏。那您，我一个有手有脚的大活人，难道连个房间都回不去了吗？见长青这么说，魏瑶也不好再说什么，麻利的跑去了厨房。而长青则是继续虚弱的一点一点蹭回了房间。关好房门，他瞬间恢复了正常。虚弱自然是他装出来的，有了是净灵，毒对他来说是大补之物，何来的虚弱一说？将床上的丹姬粗暴的拖拽起来，长青在脑海中有些无奈道：你这肉身真是个累赘，为了演戏演全套，我还得当着那小丫头的面给你喂饭。没良心的臭小子，吃本尊血肉的时候怎么不嫌累赘呢？丹姬不满道：若是你这肉身能不需要我催动血奴灵刻意控制，还能像正常人一样行动自如就好了。本尊也不是万能的，哪有那种好事，做梦去吧。所以我才越来越觉得你这个尊者有水分。两人正拌嘴之际，门外已经响起了魏瑶的敲门声。少爷，长青赶忙把丹姬身上有些散乱的衣物弄得平整些，而后坐在他的身边，把他的手握在手里，装出一副感情深厚的模样。做完之后，他才开口道：进来吧，你真是恶心透了。若是有身躯，丹姬的白眼恐怕会翻到天上去。